什么？让我去和欢宗当卧底？洛星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青袍长老，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青袍长老名叫李清玄，当年就是他把自己从凡人村落带回天玄圣宗的。如今3年过去，这位昔日的恩人脸上写满了无奈。没错，李清玄点头，神情严肃。合欢宗近年扩张迅猛，短短100年时间便已成气候，成为足以与我等圣地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洛星挠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连气都引不了，去当卧底不是送菜吗？恰恰相反，合欢宗现在到处掠夺男修当炉鼎，修为越高对他们来说越有价值。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修为低微甚至不能修炼的男子反而不会太过防备。洛星眨眨眼，所以您的意思是我这个废物反而成了优势？可以这么理解。李清玄轻咳一声，合欢宗虽以财补为道，但也需要大量杂役维持宗门运转，你此去可从底层杂役做起，徐徐图之。洛星追问，长老，就算我混进去了又能做什么？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既探听不到什么核心机密，也传递不出来消息啊。这个嘛，李清玄眼神飘忽，不自觉地背过身去。正因为你无法修炼，才没人会防备你。高阶修士的动向，宗门资源的调配，弟子间的私密谈话，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情报汇集起来，便能勾勒出合欢宗的真实面貌。他转过身，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洛星的肩膀。再者，你留在宗门这3年，前途如何，你自己不清楚吗？与其在此地蹉跎，不如出去搏一个前程。洛星心中暗骂，说得好听，还不是因为我让你丢脸了。当初李清玄发现他体质特殊，可是在一众长老面前拍着胸脯保证，说什么此子乃天赐我宗的麒麟儿。结果3年过去，自己连个屁都没修出来。如今那群老家伙一见李清玄就拿这事打趣他，时间一长，他便越来越烦洛星这个累赘。长老，我觉得这事还是算了吧。洛星果断摇头，我这小身板，万一被发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李清玄眼神一沉，洛星，莫非你忘了是谁将你带出那穷山沟的？若非老夫，你如今还在村里跑屎。这话说的洛星心里一阵火大。这3年自己过的什么日子，他心里没点数。从万众瞩目的麒麟儿沦为人人耻笑的废柴，这老家伙躲自己都来不及，现在倒想起来恩情了。长老此言差矣，当初您带我回来，不也是看中了我的体质，想给自己脸上添光吗？李清玄的面皮抽动一下，脸色有些难看。少跟我耍嘴皮子，宗门大事轮得到你来揣测？他压低声音，神情凝重地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据传合欢宗宗主已突破圣王境，此事若属实，整个修仙界的格局都将改写。洛星皱眉，圣王境，那不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境界吗？所以才必须确认。你若办成，老夫记你手功。洛星算是听明白这老狐狸的算盘，所以这事儿要是成了，长老您是手工一件，过去的糗事一笔勾销。要是我折在里头，您也就损失个没人要的杂役弟子，这买卖划算啊。李清玄没想到他把话挑得这么明，老脸一红，随即又板起脸，哼，你以为这是装买卖吗？这是宗门给你的任务，也是你唯一能出人头地的机会。事成之后，老夫保你后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洛星翻了个白眼，说得轻松，万一我被那群女魔头吸成人干怎么办？放心，李清玄摆手道，你的体质虽不能修行，但阳气之鼎盛，可谓源源不绝。那些女修见了你，只会把你当成宝贝，怎会轻易毁掉？他们也懂细水长流的道理。洛星撇撇嘴，合着我这是要去当唐僧肉啊？什么唐僧肉？就是很金贵，谁都想咬一口的意思。洛星赶紧解释，差点忘了这个世界没有西游记。你这比喻倒是贴切。李清玄恍然，只要你答应，并能带回有价值的情报，老夫便许诺，穷尽人脉也为你寻来一部能让你修行的功法。洛星翻了个白眼，要真能找到，您老跟我也不至于被人耻笑3年。见他沉默，李清玄不耐烦道，你到底去不去？洛星忽然笑了，去，为什么不去？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老东西是铁了心要送自己走，留下也是受尽白眼，不如借坡下驴，到外面天高海阔，总比在这儿等死强。长老说的对，富贵险中求嘛。不过，洛星话锋一转，摊开手掌，长老，这趟差事九死一生，您总不能让我赤手空拳去送死吧？多少给点遣散费。李清玄嘴角抽了抽，手在储物袋上抹撒了半天，最终从储物袋里掏出几样东西。此玉符可隐秘你的气息，纵是高阶修士也难看穿你的底细。洛星接过那块温润的白玉符，打量了几眼。就这？李清玄眼角一跳，又拿出一块青色玉符。这是传讯符，能用3次。
万一你真探听到什么重要消息。3次。洛星啧了一声，长老，您是真觉得我能探听到什么惊天大秘密啊？李清玄脸一黑，你以为这些东西是大白菜啊？这传讯符能跨越万里传递消息，珍贵的很。行，您老人家破费了。洛星把玉符收好，还有吗？李清玄又掏出几张符纸，这是瞬移符，关键时刻能救命，还有2张神言符，威力堪比您单期修士全力一击。拿去吧，再多的没有了。洛星眼前一亮，一把将所有东西扫进怀里。够了，多谢长老厚赐，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李清玄看着他那负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德行，气不打一处来。罢了，送走了这个累赘，总算清静了。行了，东西给你，明日便动身。李清玄不耐烦摆摆手，示意他可以滚了。洛星二话不说，转身就走，没有半分拖泥带水。李清玄看着他消失的背影，轻叹一声，转身却撞见一位身穿玄色道袍的老者。师兄！李清玄心中一凛，连忙拱手行礼。李玄基却并未看他，目光落在洛星消失的方向，淡淡道：此子体质阳气太过霸道与旺盛，就算你不送他走，再过3年，他也会被体内的纯阳之气反噬而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李清玄面色微僵，低声辩解：师兄明鉴，正是因为如此，才要让他死得有些价值。何况和欢宗精通阴阳之道，或许能调和他体内的纯阳之气，我此举也未尝不是在救他。与其在宗门内默默无闻的爆体而亡，不如去和欢宗拼死一搏，万一真能带回些情报，也算他为宗门做的最后贡献了。废物利用罢了。李玄基一语道破，摇了摇头，不再多言，与他擦身而过。李清玄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洛星回到自己的住处，一个独立的小屋，比寻常杂役弟子住的通铺要好上不少。这并非什么优待，只是因为他体质特殊，阳气过于旺盛。寻常弟子与他同住一屋，夜里都会燥热难安，不得已才将他隔离开来。当然，偶尔也会有1-2位师姐前来看望，言语间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打探他的身体状况。洛星心知肚明，这些人不过是奉了某些长老之命，来观察他这个特殊样本罢了。这下好了，一走了之，倒也省了与他们虚与委蛇。推开房门，一眼便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布包，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和欢宗基本信息，务必熟记后销毁。字迹潦草，连名字都懒得写全，这老狐狸。洛星拆开布包，里面除了一些基本的行李外，还有一本薄薄的册子。他点亮油灯，翻开册子。合欢宗位于南域云梦山，以女修为主，宗主水玲珑传闻已入圣王之境。其核心教义并非简单的采补，而是以欲入情，以情正道，天人合一，极乐飞升。洛星玩味地咂了咂嘴，嚯，听起来比咱宗门那套斩妖除魔、匡扶正义的口号带劲多了。册子中还详述了合欢宗内4大道统，分极乐道、无情道、相思道与画皮道。其中极乐道人数最多，占宗门70%，主张阴阳双修之法。无情道剑走偏锋，是情欲为工具；相思道以情为先，功法缠绵；画皮道皆为女修，容貌皆为上乘，精通幻术媚术。好家伙，这合欢宗的内部派系竟如此复杂，并非外界传言那般只是个淫邪窝点。他继续往下看，册中详述了合欢宗5大殿的职能，从宗主亲传的合欢殿到负责宗门产业的百欢殿，分工明确，井井有条。弟子等级：红尘种、外门、内门、核心、真传、圣女。红尘众，洛星琢磨着，应该就是杂役的别称了。按照这个架构，我去了也只能从这最低等开始。翻到末页，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其中一条引起了他的注意：合欢宗于各大城池皆设有产业，以红尘坊为首，乃情报汇集与招揽人才之地。洛星翻了几遍，将内容牢记于心，合上册子，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这趟浑水比他想的要深得多。以欲入情，以情正道，洛星嘀咕着册子里的这句核心教义，听起来还挺有深意的，比某些正道宗门天天喊的那些口号实在多了。他将册子内容记在心里，随手丢进油灯，看着它卷曲变黑，化为灰烬。桌上还有李清玄给的那几样遣散费。他把那块白玉符在手里掂了掂，凉飕飕的，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洛星看不懂这些符文的含义，但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灵力波动。这老狐狸会这么好心，估计都是自己用不着的垃圾。至于那几张符纸，他更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唯一的出路。3年了，整整3年。他曾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能够修炼什么神功，然后一路高歌猛进，最终站在修仙界的巅峰。结果现实却告诉他，他连修行的门都摸不到。什么体质特殊，
什么阳气浓郁都是屁用没有，找不到合适的功法，他就永远只能当个凡人。既然在这里没前途，出去闯闯也好。洛星自言自语，万一真能在合欢宗找到什么机缘呢？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明月高悬，群星璀璨，不时有御剑飞行的弟子从空中掠过，剑光如流星般划破夜空，真他妈羡慕啊！洛星叹了口气，身为穿越者，对前世小说中飞天遁地的修仙者自然是无比向往，老老实实当个凡人，他绝不甘心。这时门外传来轻柔的敲门声，新弟弟，你睡了吗？洛星眉毛一挑，这声音他太熟悉了。苏师姐，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洛星打开门，就看到一个身穿淡青色长裙的清丽女子站在门外，正是天玄圣宗外门弟子，宁气境巅峰修为的苏尔。她今夜似乎精心打扮过，清丽的脸庞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红晕，月光下更显娇媚。听说你明天要出门。苏尔走进屋子，反手将门带上，神色带着几分幽怨和担忧。洛星心中微动，笑了笑，消息传得挺快啊，李长老才刚找我谈完。苏尔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一双美目直勾勾地望着他。你要去南域，那里最近可不太平，尤其是合欢宗妖女出没频繁，你只是凡人之躯，去那等地方实在太危险了。嗨，反正在宗门也没前途，出去碰碰运气呗。洛星嘴上说的轻松，心里却在嘀咕，这位师姐今晚有些不对劲。苏尔看着他，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他忽然站起身，走到洛星面前，柔声道：新弟弟，你的体质并非缺陷，只是宗门那些长老无能，找不到适合你的功法罢了。他伸出柔提，轻轻握住洛星的手腕，一股清凉的触感传来。你感觉到了吗？我的灵力。洛星还没回答，就见苏尔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潮红，呼吸也急促了几分。他眼波流转，带着一丝迷离。你的阳气好精纯，好霸道，我只是稍稍探查，就感觉自己停滞许久的瓶颈都有些松动了。洛星察觉到不对劲，不动声色地想抽回手，却被他握得更紧。师姐，你到底想说什么？苏尔媚眼如丝，吐气如兰。新弟弟，你体内的纯阳之气再不疏导，不出3年便会爆体而亡。而我困于凝气巅峰已有5年，迟迟无法突破。你就是我的机缘，我也是你的活路。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卷泛黄的竹简，上面赫然写着4个古字：屠阳心经。这是我早年斩杀一名合欢宗妖女所得的双修功法，能引渡你的纯阳之气为我所用，助我突破瓶颈，同时也能为你泄去体内淤积的阳火，保你性命。我们各取所需，如何？洛星终于明白了，什么关心，什么担忧，都是假的。他图的是自己的身子，是自己这身被断言为废物的纯阳之体。师姐，你对我这么好，原来是真的对我有所企图啊。洛星自嘲地笑了。苏尔脸颊更红，却不再掩饰，反而贴得更近。是又如何？与其让你在宗门内受尽白眼，最后憋屈的爆体而亡，不如成全我，也成全你自己。今夜之后，你远走高飞，我修为突破，岂不两全其美？看着眼前身段妖娆的师姐，洛星沉默了。反抗？一个凡人如何反抗一位修士？拒绝，然后等着3年后被自己的阳气活活撑爆。横竖都是死局，不如赌一把。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好好享受吧。好。洛星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吐出一个字。苏尔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随即轻解罗长，水润的红唇便朝洛星袭来。香甜香甜的。正当洛星享受着美人的服务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检测到宿主正在被采补，阴阳反哺系统激活成功。任何女修对宿主进行采阳补阴类功法，系统将自动将被吸走的阳气瞬间转化为修炼点，转化比例与对方体质、实力、功法层次、采补程度成正比。对方越强，踩得越狠，宿主获得的修炼点越多。检测到凝气境巅峰修士苏尔正在使用玄阶双修功法屠阳心经，修炼点转化中。洛星泪流满面，3年了，整整3年了，他的童子哥终于来了。原来这才是我金手指的正确打开方式。合欢宗，那不是龙潭虎穴，那是我的天堂啊！1个时辰后，苏尔心满意足地起身穿衣，他能地感觉到体内那坚如磐石的瓶颈已经彻底松动，只需回去闭关数日，便可一举突破到巨灵境。他复杂地看了洛星一眼，扔下一个小瓷瓶，这里面是几粒固本培元的丹药，你好自为之。说罢，他没有丝毫留恋，推门便消失在夜色中。从头到尾，这就是一场交易。洛星躺在床上，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以及脑海中不断增长的修炼点，嘴角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苏师姐，多谢款待啊！本次流失阳气值10，获得修炼点10。
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恭喜宿主成功激活体质，不朽阳神体，不朽阳神体，至强神体，蕴含无尽本源纯阳之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恭喜宿主获得功法大日不灭真经，大日不灭真经，不朽阳神体专属心经，修炼此经可将灵力转化为大日神力，至刚至阳，克制一切邪祟。看着脑海中一连串的信息，洛星愣住了。不朽阳神体，大日不灭真经，听起来倒是挺厉害的，但洛星嘴角抽搐，这是想逼着他在这和欢宗当头牌吗？系统提示，请宿主勿曲解系统意图，本系统乃正统修仙辅助系统，绝非不良系统。阴阳调和乃修行大道，古有圣贤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行吧，你说的有理。不过话说回来，反正他本来就是来和欢宗当卧底的，这系统简直与他的处境绝配。被裁不就能变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轻松的修炼方式吗？他点开系统面板，查看详细信息。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已激活，境界5，修炼点2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为修炼，技法5，阳气值。洛星眼前一亮，阳气居然真是无限的，这岂不是意味着他再也不用担心被榨干了？那这样的话还卧底个屁啊，自己现在身怀不朽阳神体，阳气无穷无尽，只要他往合欢宗山门前一站，高呼一声我乃神体，求裁捕，那些女修还不得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想象一下，一群合欢宗女修围着他转，他躺着就能升级，岂不比当个朝不保夕的小卧底爽千百倍？洛星嘿嘿一笑，觉得此法可行，到时候什么圣王仙王境，只要给他时间，他直接躺成仙帝。正当洛星沉浸在美好幻想中时，系统的声音毫不留情地泼了他一盆冷水。系统提示，不朽阳神体虽阳气本源无尽，但宿主当前无修为之称，乃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若阳气流失过快或过多，极易造成肉身崩溃，神魂俱灭。洛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还是会被榨干？准确来说，宿主的阳气本源确实无穷无尽，但身体承载能力有限，流速过快终会爆裂。洛星嘴角抽搐，感情刚才还在做白日梦，不过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至少他现在有了明确的修炼方向，不再是那个毫无希望的废柴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建议宿主先修炼大日不灭真经，提升基础修为。洛星点点头，正准备开始修炼，忽然想起万一突然有了修为，李清玄那老家伙肯定会起疑心，倒不如等到了再做打算。这一夜他睡得并不安稳，梦里光怪陆离，一会儿是合欢宗的靡靡之音，一会儿又是苏师姐那娇媚的喘息。兴奋、期待、紧张，还有一丝对未知的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辗转反侧。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蛮横的敲门声将他从混沌中拽了出来。小子，时辰到了，该走了。门外是李清玄催促的声音。洛星打了个哈欠，将苏瓦尔给的玉佩贴身收好，又摸了摸怀里那几张保命符，这才推门出去。李清玄立在门外，脚下悬浮着一柄青光流转的飞剑。见他出来，连句废话都懒得多说，只一挥袖袍，一股柔和的力道便将洛星卷到了飞剑上。站稳了。话音未落，飞剑冲天而起，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玄圣宗的晨雾之中。凛冽的罡风扑面而来，刮得洛星脸颊生疼。他一个凡人，哪里受过这种罪，下意识就想往李清玄身后缩。出息！李清玄头也不回地斥了一句，却还是分出一缕灵力，在洛星身周形成一道小小的屏障，隔绝了大部分风压。洛星这才缓过劲来，有闲心打量脚下的景象。山川河流在脚下飞速倒退，城镇村落变得如沙盘上的模型，偶尔还能看到其他修士驾驭着法宝或灵兽从云层中穿梭而过。这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视角，让洛星胸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这才是修仙啊！长老，咱们这是直接飞到合欢宗山门吗？洛星看着李清玄的背影，高声问道。到了地方，我该怎么说？就说我是来投奔的。李清玄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用词。你不用去他们的山门。啊！洛星一愣，那怎么进去？到了你就知道了。李清玄神秘一笑，不愿多说。洛星撇撇嘴，心里把这老狐狸骂了个遍，神神秘秘的，肯定没安好心。飞剑一路向南，不知飞了多久，周围的山峦的线条柔和了许多，星罗棋布的湖泊与纵横交错的河网，水汽氤氲，如梦似幻，想来是到了所谓的南域云梦山地界。又过了一个时辰，一座巨大的城池出现在地平线上。李清玄驾驭着飞剑停在上空。长老，这里是？洛星打量着四周，
这里是此地最大的凡人城池，名为听雨城。李清玄指着巷子外灯火辉煌的一条长街，看到那座最高的楼了吗？洛星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座足有7层高的阁楼鹤立鸡群，眼角挂着一串串红色的灯笼，丝竹之声与女子的欢笑声隔着老远都能隐约听见。阁楼的牌匾上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红尘坊。看到了，那就是合欢宗的地盘。没错，李清玄点头。红尘坊是合欢宗在外的最大产业，遍布各个城池，也是他们招揽人才、收集情报的据点。所以，您是要我混进这里？洛星问。不，李清玄摇了摇头，你不需要混进去。什么意思啊？洛星一愣，有种不祥的预感。李清玄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洛星啊，宗门养了你3年，也该是你回报宗门的时候了。记住，你的任务是探查合欢宗的虚实。去吧，老夫看好你。洛星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一股力量从背后传来。长老你……他话没说完，就被李清玄一脚从飞剑上踹了下去。我操！失重感瞬间包裹全身，洛星的骂声在半空中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尾音。他怎么也没想到，李清玄所谓的计划竟然是高空抛物。好在李清玄还有点良心，踹他的高度离地面不过10来丈，而且似乎用灵力做了缓冲，让他保持着平衡。砰！洛星双脚稳稳落地，激起一圈尘土。他抬头望去，那道青色剑光在空中打了个转，头也不回地朝着来路飞去，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王八蛋！洛星心中狂骂，对着天空比了个中指。周围的路人被这从天而降的登场方式吓了一跳，纷纷投来惊奇的目光。见他衣着普通，除了样貌没什么特殊之处，便又各自散去。洛星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红尘坊。阁楼通体由某种名贵的红木建成，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门口人来人往，有锦衣华服的富家公子，也有3、5成群的普通市民，但无一例外皆是男性。而负责迎来送往的，则是一群身着粉色纱裙、身段妖娆的年轻女子，空气中香气更浓了，不是庸俗的脂粉味，而是一种能引动人心底欲望的异香。洛星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走了过去，站在红尘坊门前，看着那些熟门熟路、被女子们簇拥着进去的客人，他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这老家伙到底什么意思？也不给点提示，就将他扔这了。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正琢磨着该如何下手时，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兄台看起来面生得很，第一次来红尘坊。洛星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锦衣的年轻公子正朝他走来。此人年约20出头，相貌堂堂，手中摇着一把折扇，看起来颇有几分风流倜傥的味道。确实第一次。洛星点点头，心中一动，这不是瞌睡来了枕头吗？我就说嘛。那公子哈哈一笑，走到洛星身边。在下云锦，家父在听雨城做些小生意。兄台相貌非凡，气质不俗，想必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洛星拱手，在下洛星家境一般，算不上什么大户。哎，兄台谦虚了。云锦上下打量了洛星几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艳。这人不仅长得好看，身上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不瞒洛兄，我在这红尘坊也算常客了。今日见兄台你独自一人，不如我们结伴同行，这合适吗？我对这种地方不太了解，有什么不合适的？云锦摆摆手，红尘坊可不是普通的青楼，这里是整个听雨城最有名的销金窟。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这里的女子个个都是天仙下凡，不仅容貌绝美，而且才艺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洛星配合地露出感兴趣的表情，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岂止是厉害？云锦眼中放光，更神奇的是，听说这里的女子修习的是合欢宗某种特殊功法，与他们亲近后，不仅能获得神仙般的极乐体验，还会感到神采奕奕。这么神奇？洛星故作惊讶地问，合欢宗不是专门采捕元阳的吗？跟他们亲近，不怕被吸干？云锦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摆了摆手里的折扇。唉，洛兄此言差也，那是外人以讹传讹，污名化合欢宗罢了。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真正的合欢大道讲究的是阴阳调和，互惠互利。你想想，如果真是竭泽而渔，这红尘坊的生意还能做得这么红火，我们这些常客早就变成人干了，哪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洛星自然不信，你这富家公子哥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韭菜。不过嘴上还是附和道，原来如此，倒是我孤陋寡闻了。就是嘛。云锦得意的一扬下巴，洛兄，今天我做东，带你见识见识这红尘坊的妙处。说罢，他便熟门熟路地领着洛星往里走。刚一踏入红尘坊的大门，
一股更加浓郁香气便扑面而来。这香气跟外面闻到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简直像是有什么魔力一般，让人心神荡漾。这是什么香？洛星强忍着心中的躁动问道。这是红尘坊特制的迷情香，能让人放松心情，享受快乐。云锦一副经验老道的模样。洛兄第一次来，不适应也是正常的。洛星点点头，心里却在暗自警惕。这香气确实有古怪，他能感觉到体内的阳气正在微微躁动，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红尘坊内部装潢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奢华。大厅中央是个小舞台，几名身着轻纱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动作柔美妖娆。周围摆放着精致的桌案，三三两两的客人围坐其间，有女子作陪。洛星扫了一圈，发现这些女子虽然个个容貌不俗，但看起来都是凡尘女子，并无修为在身。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红尘种？正当洛星打量着这些女子时，大厅深处传来阵阵香风，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美妇款款走来。此女看着年约30，风韵犹存，眉眼间带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妩媚。她身材丰腴，步履间摇曳生姿，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诱人的魅力。云公子，今日又来了。美妇走到云锦面前，声音酥软如蜜。柳妈妈。云锦眼前一亮，赶紧上前行礼。今日带了位朋友过来见识见识。柳青梅转头看向洛星，这一看不要紧，整个人都愣住了。她见过的男子不计其数，却从未见过如此出众的。不仅相貌英俊，身上更有一股说不出的独特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这位公子是在下洛星。洛星拱了拱手，心里却在琢磨这女人的身份。能在红尘坊当妈妈桑的肯定不简单，或许可以从她这里下手。洛公子初来乍到，刘某有失远迎。柳青梅笑得如花似玉，不知公子今日想要如何消遣？云锦在旁边插话：柳妈妈，给我们安排个雅间，叫几个姑娘作陪。云公子的老规矩我自然清楚。柳青梅点点头，目光却始终停留在洛星身上。只是洛公子出来不知有何喜好。洛星客气道：我这人比较随意，柳妈妈看着安排就行。那就这样，我给二位安排个好地方。柳青梅转身吩咐身边的女子去请小桃和小妖过来。是，柳妈妈。那女子应了一声，快步离去。柳青梅领着二人上楼。洛星发现这红尘坊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内部构造极其复杂，走廊纵横交错，房间密密麻麻，时不时传来暧昧的声音。这里有多少间房？洛星随口问道。大大小小130多间。柳青梅回答：我们红尘坊在整个南域都是有名的，每日客人络绎不绝。他将二人领到3楼一间装潢雅致的房间，房中摆设极为精美，桌上摆着各式糕点和美酒。二位公子稍后，小桃和小妖马上就到。柳青梅说着，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在洛星身边坐了下来。不瞒洛公子，妾身在这红尘坊也算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公子这般气质的男子。他说话时故意靠得很近，温热的气息扑在洛星脸上。洛星心中一动，这或许是个机会。柳妈妈过奖了，在下就是个普通人而已。普通人？柳青梅掩嘴轻笑，公子说笑了，您身上这股阳刚之气可一点都不普通呢。洛星瞳孔微缩，这女人竟然能感觉到她的阳气，果然不简单。云锦在一旁看得直乐，她端起酒杯，摇着头啧啧有声。柳妈妈，我来了这么多次，怎么就没见你对我这么热情过？今天算是开了眼了，真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柳青梅娇嗔地白了他一眼。云公子说的哪里话，你可是我们红尘坊的贵客，妾身哪敢怠慢。他掩嘴一笑，风情万种。只是洛公子出来，妾身多关照几句，免得生分了。莫非云公子这是吃醋了？吃醋？我可不敢。云锦夸张地摆摆手，我只是感慨洛兄这魅力，连见多识广的柳妈妈都另眼相看，我被楷模啊。洛星听着两人你来我往，心中却在思考对策。就在这时，门外传来2道阴声艳语：妈妈，我们来了。话音落下，2个身穿粉色薄纱的少女走了进来，对着柳青梅和客人盈盈一拜。左边的少女瓜子脸，杏仁眼，看起来活泼俏皮，名为小桃；右边的少女则略显文静，眉眼如画，气质温婉，名为小妖。2人皆是16、17岁的年纪，青春可人，身上散发着和柳青梅身上类似的异香，只是淡了许多。快来见过2位公子。柳妈妈招了招手，小桃和小妖莲步轻移，分别走到洛星和云锦身边。云锦显然是熟客，跟小妖聊得熟络，而小桃则在洛星身旁坐下，为他斟上一杯琥珀色的美酒。洛公子，请用酒。小桃的声音甜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洛星。洛星端起酒杯，酒液在杯中轻轻晃动，映出他若有所思的脸。他笑了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液入喉，并不辛辣，
反而带着奇异的甜香，顺着喉咙滑入腹中，化作一股暖流。好酒！洛星赞了一句，将酒杯放下。旁边的云锦早已和叫小妖的姑娘聊得火热，不时发出几声浪笑，完全没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小桃见洛星喝了酒，胆子也大了些，他凑近了些，小声问：洛公子，你也是修士吗？不是。洛星摇摇头，我就是个普通人。不像呀。小桃歪着头，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搭在了洛星的手腕上。你身上的气息让人感觉好舒服，暖洋洋的。柳青梅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洛星，越看越觉得喜欢。他看似随意地靠在椅背上，实际上神识已经悄无声息地朝洛星探了过去。这一探不要紧，柳青梅险些失声惊呼。他身为筑基境修士，神识何其敏锐，只一瞬便感知到了洛星体内那旺盛到要溢出来的磅礴阳气。那股阳气纯净的令人啧舌，浓郁的让他这个修炼合欢功法的内门弟子都感到心神荡漾。更让他震惊的是，洛星竟然毫无修为，只是个彻彻底底的凡人。一个凡人如何能承载如此精纯浩瀚的阳气？柳妈妈，洛星注意到柳青梅脸色有些异常，不由开口询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红？柳青梅猛然回神，连忙收回神识，强作镇定地摆了摆手：没什么，可能是屋里有些闷热。他心中却激动得无以复加，这样的极品简直是天赐的宝物。柳青梅压下激动的情绪，依然维持着老鸨的身份，给洛星倒了一杯酒。洛公子，再尝尝这琼浆玉液。洛星端起酒杯，感觉体内的阳气越来越躁动。这酒确实有古怪，不过他现在需要的就是融入这个环境，便又一饮而尽。酒液入腹，那股暖流更加汹涌，让他脸颊微红。小桃见状，整个人都贴了过来。洛公子，你的脸好红呀，是不是酒劲上来了？有点。洛星确实感觉有些晕乎乎的，不过意识还算清醒。另一边，云锦已经搂着小妖聊得火热，酒杯一杯接一杯的往嘴里灌。没过多久，这位云公子就醉眼朦胧，说话都开始大舌头了。洛兄，今儿个真是尽兴，改日再来。云锦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搂着小妖就往外走。小妖妹妹，走，咱们去你房里继续喝。小妖娇笑着扶住他。云公子慢点，别摔着了。两人很快消失在门外，房间里只剩下洛星、柳青梅和小桃三人。柳青梅眼珠一转，对小桃说道：小桃，楼下似乎来了贵客，你且去迎一迎。可是洛公子这边，小桃有些不舍。我在这陪洛公子就行了。柳青梅语气温和，却不容拒绝。快去吧。小桃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柳妈妈的话，只好起身告辞。洛公子，小桃先告退了，改日再来陪您。好的，小桃姑娘慢走。洛星客气地点点头。等小桃离开后，房间里瞬间安静了许多。柳青梅起身将房门关上，还贴心地挂上了勿扰的牌子。柳妈妈这是？洛星挑了挑眉毛。洛公子别误会。柳青梅回到洛星身边坐下，这次坐得更近了些，妾身只是想和公子单独聊聊。她的声音变得更加酥软，身上的异香也仿佛更加浓郁。洛星感觉自己的阳气开始不受控制地涌动起来，脸上的红晕也越来越明显。聊什么？他强行压下体内的燥热。柳青梅伸出纤细的手指，轻柔地搭在洛星的手背上，吐气如兰。公子，妾身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公子身上有种特殊的气。什么气？阳刚之气。柳青梅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而且是妾身见过最纯正、最浓郁的。洛星看着柳青梅那双媚眼，心里明白这女人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不过既然来都来了，索性将计就计。柳妈妈真是慧眼如炬，不过我这体质也没什么用处，修炼不成，打架不行，就是身体好点罢了。公子此言差矣，您这等体质可是千金难求的宝炉呢。柳青梅的眼神骤然炽热，她凑得更近，指尖在洛星的手腕上轻轻划过，感受着那股纯净的阳气，声音越发酥软。不瞒公子，妾身修习的功法对阳气极为敏感，能感觉到公子体内蕴含着惊人的能量。洛星装作好奇：哦，柳妈妈是修士，略懂一二。柳青梅没有否认，反正迟早要摊牌的。公子，妾身有个不情之请。请说。柳青梅悠悠一叹，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为难之色。实不相瞒，妾身修为久困瓶颈，若能得公子出手相助，妾身必有重谢。洛星故作不解：我一个凡人，能帮柳妈妈什么忙？公子体内的阳气对妾身的修炼大有裨益。柳青梅眼神变得炽热，只需与妾身双修一番，不仅能助妾身冲破关隘，亦可让公子品尝到世间极致的欢愉。双修？洛星眨眨眼，就是传闻中的那种双修。柳青梅脸颊微红，轻轻颔首：正是，不过公子放心，
妾身修习的乃是正宗合欢大道，讲究阴阳调和，绝不会伤害公子分毫。这我们才初次相识，是否太过唐突？公子多虑了。柳青梅站起身，素手轻抬，解开了腰间的束带。修行中人不拘小节，况且鱼水之欢本就是人之常情。随着束带解开，紫色长裙如花瓣般滑落。柳青梅缓步走到洛星面前，纤纤玉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勾人的香风扑面而来。公子，妾身能感觉到你体内的阳气正在呼应着我。他低声呢喃，声音如丝如缕，他们在渴求释放，在渴求与阴气交融。洛星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阳气确实在躁动，像是见到了天敌，又像是找到了归宿。柳青梅的手只顺着他的肩膀滑到胸前，隔着衣衫都能感受到那股灼热。公子的身体比妾身见过的任何男子都要滚烫。他贴得更近了，几乎整个人都要融进洛星怀里，这种感觉让妾身欲罢不能。洛星喉结滚动，他知道这是他卧底生涯的第一道坎，也是必须递上的投名状。而且说实话，谁能拒绝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主动投怀送抱呢？既然柳妈妈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柳青梅媚眼如丝，轻轻推着洛星往床榻的方向走去。公子，今夜就让妾身好好侍奉你。检测到宿主阳气流失，阴阳反哺转化中，烛光摇曳，红纱飞舞，春风一度，良宵苦短。不知过了多久，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柳青梅慵懒地靠在床榻上，脸颊红润，眼中满含春水。她只觉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传遍四肢百骸，困扰她数月的瓶颈竟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体内灵力如久旱逢甘霖的河床，欢快地奔腾起来。她内视己身，发现修为竟真的精进了些许。她心中震惊，随即望向身侧的洛星，却见他非但没有半点萎靡之态，反而神采奕奕，双目清明，仿佛方才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大战的人不是他。按理说，以他筑基境的修为，加上极乐宫的威力，普通凡人早就被炸得干干净净了才对。这到底是什么体质？本次流失阳气值20，获得修炼点20。洛星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舒泰。这不朽阳神体果然好使。洛公子，你在跟谁说话？洛星心中一惊，差点忘了身边还有人。他连忙打了个哈哈，没什么，就是自言自语的习惯。柳青梅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倒也没有深究。他更关心的是洛星这个宝贝疙瘩。洛公子，方才一番云雨，妾身受益匪浅。柳青梅眼波流转，不知公子可愿在红尘坊暂住几日？妾身定会好生照料。洛星好笑，这女人明显是想把他当成专用充电宝。不过这正合他意，反正他本来就是要打入合欢宗内部的。既然柳妈妈盛情相邀，在下却之不恭。柳青梅顿时喜上眉梢，立刻就吩咐人去准备最好的厢房。她放下心来，看着洛星的眼神愈发贪婪和炙热。这个男人绝对能助他突破瓶颈。公子，时辰尚早，不如我们……他的脸颊浮现一抹动人的红晕。洛星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筋骨。怎么，柳妈妈还没尽兴？柳青梅脸一红，她修习合欢功法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男人。不仅阳气取之不尽，而且经历了刚才的消耗后，竟然还这么神采奕奕。若洛公子愿意，我们还可以再……柳青梅正准备再次开口，房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柳妈妈，您在里面吗？门外传来女子焦急的声音。柳青梅眉头微皱，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什么事？她压低声音问道。楼下来了贵客，指明要见您，说是有要事相商。贵客？柳青梅疑惑，什么样的贵客？是宗门的人。门外的声音更加小心翼翼。柳青梅瞬间清醒过来，宗门的人，难道是上面派人来检查了？她连忙起身，穿好衣衫。洛星也听到了对话，心想还真是巧了，不过这样也好，说不定能直接见到更高层的人物。洛公子，真是抱歉。柳青梅匆忙穿好衣服，脸上露出歉意。有急事需要我去处理，只能暂时离开一下。无妨，柳妈妈先去忙正事。洛星摆摆手，表示理解。柳青梅走到门边，又回头看了洛星一眼，眼中满含不舍。洛公子，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陪你，您可千万不要走啊。洛星笑了笑，点点头，我不会乱跑的。柳青梅这才放心，快步离开了房间。洛星等他走远后，起身走到窗边，透过窗棂往楼下看去。只见红尘坊大门前停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几个身着淡粉色长裙的女子正在恭敬地迎接什么人。从他这个角度看不清来人的模样，但能感觉对方身姿极好，气质极佳。不过这都无所谓，反正他现在已经成功混进了红尘坊。
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地利用系统修炼就行。念及此，洛星立刻盘膝坐下，心神沉入系统。学习此功法需消耗25修炼点，是否确认？确认。系统提示：大日不灭真经第一境，燃阳境已入门，修炼点余额5。刹那间，玄奥的信息洪流涌入洛星的脑海，关于大日不灭真经的无数修行法门瞬间融会贯通。他立刻按照功法引导，内视丹田，那里一团浩瀚如海的纯阳之气正静静盘踞。随着他心念一动，意识探入其中，整片气海轰然一声，燃起了一簇米粒大小的金色火焰。火焰虽小，却散发着永恒不灭的气息。不过一炷香的功夫，洛星猛然睁开双眼，瞳孔深处宛如2轮小太阳一闪而逝，整个房间似乎都因此明亮了一瞬。丹田之中那簇金色火焰正熊熊燃烧，至刚至阳的气流缓缓流向四肢百骸，这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力量。有了功法，终于可以修炼了。洛星感受着体内那簇金色火焰的温暖，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3年了，整整3年的憋屈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他深吸一口气，按照大日不灭真经的心法，开始尝试吸纳周围的灵气。红尘坊虽然地处凡俗，但毕竟是合欢宗的产业，空气中的灵气浓度比普通地方要高出不少。洛星闭上眼睛，意念沉入丹田，引导着那簇金色火焰缓缓旋转。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随着火焰的转动，周围的天地灵气竟然疯狂地朝他涌来。不仅如此，连红尘坊内那些弥漫的异香，竟然也蕴含着微弱的灵气成分，被他一并吸收进来，这效率也太夸张了吧！洛星暗自啧舌。按照他从宗门典籍中了解到的常识，普通修士初次修炼，光是感应灵气就要花费数日时间，更别说吸纳转化了。可他现在灵气简直是争先恐后的往他体内钻。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感觉体内的灵力运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后，才缓缓睁开双眼。洛星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心神沉入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凝气境一重，修炼点5。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境入门，技法5。阳气值凝气境一中了。洛星满意的点点头，正准备继续修炼，房门外又传来了轻柔的脚步声。洛公子，您还在吗？门外响起小桃那甜糯的声音。洛星眉头一挑，这丫头怎么又回来了？他起身开门，只见小桃怯生生地站在门外，双手绞着衣角，脸颊红扑扑的。小桃姑娘，柳妈妈不是让你去招待客人吗？小桃偷偷瞄了一眼楼下，压低声音：柳妈妈在忙大事，暂时顾不上我们。我想着洛公子一个人在房里会不会无聊，就过来看看。洛星心中了然，这小丫头明显是舍不得他这块唐僧肉。不过正好，他也可以嘛，从他这里套取一些情报。那就进来坐坐吧。洛星侧身让开门口，小桃眼前一亮，连忙走进房间。他环视一圈，发现房间里还残留着刚才的暧昧气息，脸更红了。洛公子，您和柳妈妈刚才……嘿嘿，洛星干咳2声。小桃姑娘，我有些事想问你。小桃乖巧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洛公子请说。洛星在他对面坐下，装作随意地问：我刚来听雨城，对这里不太了解。这红尘坊看起来规模不小，合欢宗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立这样的产业？小桃闻言，眼睛滴溜溜一转，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故作神秘地凑近了些，压低声音道：公子，这您可问对人了，不过这可是我们红尘坊的内幕，不能随便告诉外人的。哦，有多内幕？小桃见他上钩，胆子也大了些。他咬着红唇，鼓起勇气道：如果公子愿意帮小桃一个忙，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什么忙？洛星明知故问。原来如此，是我唐突了。小桃脸色微红。你能不能和我双修一次？洛星愣住了，这丫头也要双修？他仔细打量着小桃，却发现自己完全看不出她的修为深浅。小桃姑娘，你也是修士？小桃摇摇头，我不是修士，但是……他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透露。合欢宗会给每个在红尘坊工作的女子发放一门功法，叫红尘诀。我们通过这门功法可以感应男子的阳气，并且什么？洛星追问。并且可以通过双修来展示自己的天赋。小桃的声音越来越小。如果天赋足够，就有机会被宗门选中，成为真正的弟子。洛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些被称为红尘种的女子，她们本质上就是合欢宗的预备役弟子。那你修炼红尘诀多久了？3年了。小桃眼中闪过一丝黯然。可是我的天赋一般，一直没能突破。柳妈妈说，
如果再不能展现出足够的潜力，我就要被送回老家了。洛星看着小桃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心中有些感慨。这些女孩为了修仙梦想，在这里卖笑为生，却不知道能否真的得偿所愿。不过感慨归感慨，他可不会同情，毕竟这都是自己所选择的路。你说的天赋展示具体是什么意思？小桃偷偷瞄了他一眼，就是通过双修时吸收到的阳气多少来判断，吸收的越多，说明天赋越好。但红尘坊有规定，不能对普通人下手太重。小桃继续说道，毕竟要做长久生意，总不能把客人都榨干了。洛星摸摸下巴，心想这合欢宗倒是挺有商业头脑的。所以你的条件就是让我帮你一次，然后你把知道秘密告诉我。小桃被他看得心慌，连忙点头，是的，公子，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小桃来说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丫头还知道用信息来包装自己的交易，虽然这信息不值钱，但她的身体值钱啊，能换修炼点。那你现在感觉到我身上的阳气了？小桃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漂亮的杏眼闪过一丝兴奋。感觉到了。洛公子您身上的阳气好浓郁，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强。他说着不自觉地往洛星身边凑了凑，如果能和洛公子双修，说不定我真的能突破呢。洛星看着小桃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事后你要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小桃顿时喜出望外。真的吗？洛公子您真是好人。洛星嘴角抽搐，也是被发上好人卡了。云雨过后，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阳气流失，阴阳反哺转化中，本次流失阳气值2，获得修炼点2，才2点。洛星眉头微蹙，柳青梅那次可是足足20点。系统提示，修炼点获得量与对方修为、功法等级、吸收效率等多重因素相关。洛星了然，看来想要快速升级，果然还是得找那种修为高、道行深的大姐姐才行。小桃这种凡人女子还是收益不大。半个时辰后，小桃从洛星怀中缓缓起身，脸颊红润如桃花，眼中满含惊喜。她闭上眼睛，内视体内的变化，随即猛然睁开双眼，声音都有些颤抖。洛公子，我突破了。突破了。洛星挑了挑眉毛，什么突破了？红尘诀第2层。小桃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我3年都没能突破的瓶颈，竟然真的突破了。他连忙盘膝坐好，双手结印，开始运转功法。只见他周身隐隐有粉色的灵光流转，虽然微弱，但确实是修士才有的灵力波动。洛星心想，这倒是真正的互利互惠了。小桃激动地运转了一会儿功法，才逐渐平静下来。他睁开眼，望向洛星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崇拜。洛公子，您真是我的贵人。小桃眼中盈满泪水，若是没有您，我恐怕一辈子都无望踏入仙途了。第2层而已，值得这么激动？洛星有些不解。小桃连忙解释，公子你有所不知，这红尘诀达到第2层，就意味着我有了成为合欢宗正式弟子的资格。每年宗门长老下来考察，这就是一道门槛。如果能到第3层，那基本就能稳稳成为正式弟子了。小桃眼中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她看向洛星，贝齿轻咬下唇，鼓起勇气道：公子，我还想再试试，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冲击第3层。洛星汗颜，这姑娘还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啊，不过这对她而言是好事。好吗？不过你得先把答应我的事情做到。关于合欢宗的事，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小桃连忙点头，整理好情绪，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娓娓道来。我们所在的红尘坊，明面上是风月场所，实际上却是合欢宗在凡间的重要据点。我们这些红尘种，名义上是卖笑女子，实际上都是宗门的眼线和预备弟子。眼线？对，小桃点点头。合欢宗在南域各大城池都设有类似的据点，名义上是产业，实际上是情报网。那些达官贵人、商贾富豪，甚至其他宗门的弟子，都喜欢来这种地方寻欢作乐。酒后吐真言，床地之间更是容易说漏嘴。我们就是要套取这些信息。洛星了然，这手段虽然不高明，但确实有效。温柔乡，英雄种，男人在某些时候也确实容易失去理智。那柳妈妈呢？她是什么身份？柳妈妈是我们红尘坊的主事，她是宗门的内门弟子，助激进修为。小桃凑到洛星耳边，压低了声音，吐气如兰。她被派来管理红尘坊，据说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被发配到这里的。耳边温热的吐息让洛星有些心痒，不过让他震惊的是，柳妈妈竟然是筑基修为。筑基境，洛星心头微震。要知道，修炼一途，凝气9重之后是聚灵境，再往上才是筑基境，这等修为在一些小宗门足以当上长老，在合欢宗却只是个被发配的内门弟子。这超级宗门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
不过柳妈妈很厉害，听说她的极乐功已经修炼到了第3层。极乐功？极乐功是合欢宗4大道统之一的极乐道核心功法。我们红尘种若能拜入宗门，绝大多数都会被分入极乐道，其他道统据说都有其特殊要求。洛星将这些信息一一记下，一个庞大宗门的轮廓在他心中渐渐清晰。那你知道今天来的宗门之人是什么身份吗？应该是宗门派来例行巡查的执事长老。小桃神情变得敬畏。每隔一段时间，宗门都会派长老下来，一是检查各处据点的营生，二是考察我们这些红尘种的进度，表现优异的就有机会被直接带回宗门培养。这位长老什么修为？这才是洛星最关心的。至少也得是宁丹境吧。小桃有些不确定的猜测，那种大人物我们平时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宁丹境，洛星心中盘算着，不知道自己这小身板能否承受得住其道行。公子，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小桃低下头，脸色微红。洛星看着他那既期待又羞怯的模样，忽然伸出手指轻轻勾起他的下巴，玩味地笑道，既然如此，看在你这么有上进心的份上，我就再帮你一把，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红尘坊3楼雅间内，柳青梅恭敬地跪坐在一名绝色美妇面前。这名美妇约莫30出头，容貌绝美，肌肤如玉，身着淡紫色宫装，举手投足间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她便是合欢宗的内门执事长老玉流苏。柳青梅，这个月红尘坊的收益如何？玉流苏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声音清冷。回长老，这个月共收入灵石3200，比上月增长了1成。柳青梅低着头汇报。另外，我们还收集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哦，说来听听。柳青梅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简，双手奉上。这里面记录了近期各方势力的动向，其中包括天玄圣宗的一些内部消息。玉流苏接过玉简，神识探入其中查看。片刻后，他满意的点点头，做得不错，看来你在这里没有白带，多谢长老夸奖。柳青梅心中暗喜，但表面依然恭敬。红尘众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值得培养的苗子？玉流苏继续问道。柳青梅眼珠转了转，脑海中闪过洛星的身影，但他很快压下了这个念头。回长老，目前有3个红尘种表现还算不错，其中有个刚刚突破到红尘诀第3层。红尘诀第3层？玉流苏眉头微挑，他修炼多久了？2年。2年才到第3层，天赋一般。玉流苏摇摇头，显然对这个成绩不太满意。其他人呢？其他人更差一些，大多还在第1、第2层徘徊。柳青梅如实回答。玉流苏皱起眉头，这批红尘种的质量确实不行，看来得重新招募一批了。是，弟子会尽快安排。两人又聊了一些红尘坊的日常事务。玉流苏忽然话锋一转，对了，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上家的炉鼎？柳青梅心头一跳，脸上却不动声色，摇摇头。回长老，最近来的客人大多是些普通商贾，没什么特别的。他心中暗自盘算，洛星那种极品体质绝对是千年难遇的宝贝，如果现在就上报给宗门，那他顶多能得到一些奖励，但洛星肯定会被带走。可如果他能私下里好好培养洛星一段时间，等自己修为大幅提升后再上报，那收益就完全不同了。到时候他或许能凭借修为的提升重新回到宗门核心，还能因为发现洛星这个人才而获得更大的功劳。这样一石二鸟的好事，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玉流苏仔细观察着柳青梅的表情，见她神色自然，也没有多想。行了，这次巡查就到这里。玉流苏起身准备离开，记住，宗门最近在筹备大事，各处据点都要加倍小心。是，弟子明白。柳青梅恭敬地送他到门口。就在玉流苏刚要踏出房门时，2楼的一间雅间忽然传来一阵异样的灵力波动，两人同时停下脚步。玉流苏眉头微蹙，这灵力波动，柳青梅心中暗叫不好，那个方向正是洛星所在的房间。长老，可能是哪个红尘众在修炼功法。他连忙解释。你也知道，他们为了突破，有时候会比较拼命。玉流苏却没有理会他的话，而是闭上眼睛，神识仔细感受着那股灵力波动。片刻后，他猛然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股灵力很纯净，而且带着一种特殊的阳刚之气。柳青梅，那间房里是什么人？柳青梅额头开始冒汗，她知道瞒不住了。回长老，应该是今晚的客人吧，我这就去看看。不用了，我亲自去。玉流苏身形一闪，直接消失在原地。柳青梅只能硬着头皮跟上。2楼雅间内，洛星正和小桃进行第2轮修炼，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本次流失阳气值4，获得修炼点4，剩余修炼点11。看来小桃突破后，吸收效率确实提升了一点。洛公子，
我感觉要再次突破了。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推开，玉流苏和柳青梅出现在门口。看到房间内的情况，玉流苏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一个相貌俊美的年轻男子，一个衣衫不整的红尘种，房间内还弥漫着浓郁的阳气，有意思。玉流苏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柳青梅脸色煞白，完了，彻底完了。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凝固。洛星看着门口突然出现的玉流苏，眼中闪过一丝惊艳。这真是和欢宗的妖女吗？怎么跟仙女没什么两样？他连忙起身整理衣衫，脑子飞快转动，思考着应对之策。小桃更是吓得花容失色，慌忙拉起被子遮住身体，瑟瑟发抖。玉流苏的目光在洛星身上停留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这个男子相貌俊美，气质出众，最关键的是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纯阳之气，浓郁的让他都感到心惊。柳青梅，这就是你说的普通客人？玉流苏声音平静，但柳青梅却听出了其中的危险意味。长老。柳青梅额头冷汗直冒，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洛星倒是很快镇定下来，他整理了一下衣衫，朝门口的玉流苏拱手行礼。见过仙子。你是谁？玉流苏没有理会他的客套，直接问道。在下洛星，初来听雨城，慕名来红尘坊见识一番。洛星回答得很自然。玉流苏走进房间，绕着洛星转了一圈，眼中的兴趣越来越浓。凝气境一重，他有些意外，修为如此之低，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阳气？柳青梅闻言一怔，神识扫向洛星，这才发现他竟然有了凝气一重的修为，这是怎么回事？洛星心中暗道，果然瞒不过，但表面依然镇定。仙子慧眼如炬，在下确实修为低微，至于阳气，可能是天生体质特殊吧。玉流苏美眸中金光一闪，她探出玉葱般的仙指，不由分说地搭在洛星的手腕上，一股远比柳青梅强大的神识探入洛星体内。下一秒，玉流苏的脸色彻底变了，她感受到了什么？一片浩瀚如海的纯阳之气，那阳气之精纯，让他这个见惯了各种炉鼎的凝丹境修士都感到匪夷所思。阳气之磅礴，甚至让他沉寂多年的道心都泛起涟漪。最让他心神俱震的是，这片气海竟仿佛拥有生命，在自我衍生，永不枯竭。这是什么体质？玉流苏失声惊呼。柳青梅见状，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长老，这位洛公子确实体质特殊，弟子本想……闭嘴！玉流苏厉声打断他，这种级别的体质，你竟然想私藏？柳青梅吓得跪倒在地，弟子知错，请长老恕罪。玉流苏此刻却没有理会他，一双凤眸死死锁住洛星，眼中满含贪婪与灼热。这样的极品体质，如果能培养起来为他所用，想到这里，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洛公子，玉流苏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不知你可愿意随我回宗？以你的体质，在我们合欢宗必定能得到最好的培养。回宗门，洛星心里乐开了花，这不正中下怀吗？不过他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警惕的样子，后退半步，刻意与他拉开距离。这位仙子，我只是来红尘坊消遣的普通客人，你们合欢宗的事，我可不想掺和。玉流苏见他这副模样，反而愈发确信这是个宝贝。越是不知道自己价值的璞玉，越容易雕琢。公子，您可知道像您这样的体质意味着什么？玉流苏声音温柔如水，缓缓走向洛星。意味着我很受女人欢迎。洛星玩味地回了一句。玉流苏被他的话逗得娇嗔一声，公子真是风趣，不过您说的也没错，以您的体质确实会很受我们合欢宗女修的欢迎。若是公子愿意与我回宗门，我可以亲自培养你，待公子修为有成，到那时……玉流苏的声音带着几分诱惑，你我二人便结为双修道侣，地位平等，共参大道，如何？洛星挑了挑眉，道侣不是炉鼎。玉流苏娇笑一声，声音如银铃般悦耳。公子看来是误会了。他缓步走向洛星，身姿摇曳间，一阵香风扑面而来。外界对我们合欢宗的传言多有偏颇，实际上炉鼎并非公子想象的那般，只是女修采补的工具。炉鼎也分3、6、9等。哦，愿闻其详。资质平庸者自然只能沦为工具，采补过后便弃之如敝履。但玉流苏伸出纤细的手指，在洛星胸前轻点。四公子这般万中无一的绝佳体质，我们称之为道鼎，珍贵异常，是宗内弟子抢着要的双修道侣。洛星心中了然，说白了就是看你有没有持续利用的价值，有价值的就是道侣，没价值的就是一次性消耗品。这合欢宗倒是把人性的趋利避害玩得明明白白。听起来不错，他故作沉吟，但仙子如何保证？万一到了贵宗，仙子翻脸不认人，我岂不是任人宰割？玉流苏闻言眼唇轻笑，那笑声娇媚动人，却透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意味。洛公子，你觉得以我的身份和修为，若真想对你如何，
还需要费这么多口舌吗？他收回手指，后退半步，眼神玩味。你这样的宝贝，我疼爱还来不及，又怎会舍得竭泽而渔？双修共赢的妙处，可远比粗暴的采补要高明得多。一句话让洛星无从反驳。确实，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那仙子打算如何培养我？洛星顺着台阶往下走。闻言，玉流苏俯身到他耳畔，吐气如兰。那自然是从头到脚将你的潜力一滴不剩的开发出来。像你这样的体质，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才不会浪费天赋。洛星知道，戏演到这里就该收了。既然仙子如此盛情，在下若再推辞，便是不识抬举了。玉流苏满意的点点头，转身看向跪在地上的柳青梅。你私藏如此重要的人才，按宗规当受重罚。柳青梅吓得面无人色。长老饶命，弟子也是为宗门发现 L 的人才啊。哼，发现人才。玉流苏冷笑，也罢，念在你却有发现之功，便功过相抵。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念在我与徐长老也算相识一场，就罚你在红尘坊的任期延长10年。柳青梅银牙紧咬，心中涌起强烈不甘。原本他还有2年就能回归宗门，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可现在却要再加10年。但面对玉流苏那冷漠的眼神，他不敢有丝毫反驳，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甘和委屈，咬牙道：多谢长老开恩。玉流苏再次看向洛星，洛公子，事不宜迟，今夜便随我回山门吧。洛星心中一动，这么快就要回宗门了？他还想在红尘坊待一段时间，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欢宗的情况，顺便刷刷修炼点提升实力，以便应对即将发生的各种可能。想到这，他开口道：仙子，在下初来乍到，身上还有些俗务未了，能否宽限几日？而且在下对修炼一道一窍不通，贸然进入宗门，怕是会给仙子丢脸。玉流苏美眸微垂，沉思片刻，觉得有道理。像洛星这样的凡人，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修仙界的生活，不如先留在此处观察3日，也正好敲打一下柳青梅，看他是否真的忠心。况且他此行还有要事，正好3日后办完事再来带人，万无一失。也好，本长老便给你3天时间处理琐事。玉流苏最终做出决定。多谢仙子体谅。洛星拱手道。玉流苏整理了一下衣裳，重新恢复了那副高贵优雅的模样。这3日你便安心待在红尘坊，一切用度皆由他负责。他转向柳青梅，语气森然：柳青梅，照顾好洛公子。是，弟子一定尽心照料。柳青梅连忙应声。记住，玉流苏眼中闪过一丝寒光，洛公子是我看中的人，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若是他受了半点委屈，或者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了柳青梅一眼，或者出现什么意外，你知道后果的。柳青梅心头一震，她当然明白玉流苏话中的含义。这哪里是让他照顾洛星，分明是让他看好他，别让他跑了，他自己也别想动什么歪心思。弟子明白，一定不会让洛公子受到任何伤害。很好。玉流苏满意的点了点头。3天后我会准时来接人。说完，他身形一闪，凭空消失在房间内。屋内只剩下3人默默静立。柳青梅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洛星看着他那副模样，忍不住调侃道：柳妈妈，看你这表情，是在心疼失去了一个好炉鼎，还是在担心3天后交不了差？柳青梅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洛公子，你现在可是玉长老看中的人，我哪敢把你当炉鼎？屋内气氛稍缓，柳青梅的目光在洛星身上停留了片刻，秀眉微蹙。洛公子，我记得清楚，你之前分明是个凡人，怎么一转眼竟有了凝气一重的修为？洛星早就料到会有这一问，神色自若地解释道：柳妈妈慧眼如炬，其实我之前也有尝试修炼，只是……洛星话说到一半，故作迟疑，悠悠一叹：不瞒柳妈妈，我其实来自大夏皇朝边陲的一个小镇，祖上曾出过修士，留下了一本残缺的修行功法。我曾试过照着修炼，但不知为何，体内好像藏着一团火，任何灵气入体，非但无法化为己用，反而会像飞蛾扑火一般被焚烧殆尽，甚至还会灼伤经脉。我本以为此生仙路无望，没曾想方才与您双修，竟意外引动了体内沉寂多年的阳气自行流转，阴阳交汇之下，误打误撞下冲开仙路的屏障，踏入了凝气境。说实话，我自己也还稀里糊涂的。柳青梅审视着他，见他神情不似作伪，心中的疑虑消散了几分。他是修士，自然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些特殊体质确实匪夷所思，洛星体内阳气过于纯净旺盛，排斥外来灵力，这听起来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而通过双修，阴气入体，调和阴阳，反而为他打开了一条独特的修行之路，这个解释似乎也说得通。公子可否让妾身再仔细探查一次？
柳妈妈随意。洛星坦然摊手，他就不信自己这融合了系统和顶级功法的秘密，区区一个筑基竟能看穿。柳青梅定了定神，再次分出一缕神识探入洛星体内。这一次，他的神识不再是简单的一扫而过，而是小心翼翼地顺着洛星的经脉探入，最终抵达他的丹田气海。当看清洛星丹田内景象的瞬间，柳青梅那双妩媚的凤眼骤然收缩，呼吸都为之抑制。他的丹田气海之中，那片磅礴浩瀚的纯阳之气依旧如烈日般灼灼生辉，而在这片金色海洋的中央，赫然悬浮着一缕米粒大小的金色火焰。那火焰缓缓旋转，形成一缕尊贵的淡金色灵力气旋。这缕灵力气旋非但没有被周围那霸道绝伦的纯阳之气排斥或焚烧，反而与之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丝丝缕缕的阳气被气旋牵引，融入其中，而气旋在旋转间似乎又在反哺着整片阳气之海，使其更加凝练。阴阳相济，水火交融，这完全颠覆了他对修行的认知。柳青梅修道近100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丹田景象。寻常修士的灵力若是一条溪流，那洛星体内的阳气便是一片岩浆火海。将溪流引入火海，结果只会是被瞬间蒸发，可洛星体内的那缕金色灵力却像是在岩浆中诞生的神经，不仅不惧烈焰，甚至还在汲取岩浆来壮大己身。怎么会这样？柳青梅下意识地喃喃自语，神情恍惚，完全沉浸在这份超乎他认知范围的景象所带来的震撼之中。洛星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暗笑。他当然知道自己丹田里的情况，那淡金色的气旋正是他修炼大日不灭真经入门后点燃的纯阳之火。此功法本就是至阳至刚的无上法门，与他的不朽阳神体简直是天作之合，自然不会相互排斥。他故作担忧地问道：柳妈妈，怎么了？是不是我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柳青梅被他的声音惊醒，神识连忙退出，看向洛星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没什么问题。他强压下心中的震撼，声音尽量保持平静，只是公子的体质确实特殊，比我想象的还要奇特万分。洛星松了口气，那就好，我还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岔子。洛公子，你刚才说的那门祖传功法，柳青梅斟酌着用词，真的是你家族上传下来的残篇？洛星像是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疑惑地反问：柳妈妈这是何意？我还能骗你不成？当然不是，妾身只是觉得。柳青梅咬了咬红唇，公子体内的那缕灵力太过匪夷所思，妾身修道近100年，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景象。洛星闻言先是一怔，随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家那老爷子临终前总说我们家的功法不简单，让我一定要好好保存。他一副回忆往昔的模样。可惜那老头子走得早，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告诉我。我也是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撞才有了今天的进展。柳青梅眼中金光闪烁，她越发确信洛星身上还有更多秘密。这样的体质，这样的功法，绝不可能是什么无名小卒能拥有的。不知公子可否让妾身见识一下那门功法？柳青梅试探性地问道。妾身虽然修为不高，但也算有些见识，或许能为公子答疑解惑。洛星心中冷笑，这女人果然不死心。这个，洛星做出为难的表情，倒不是我不愿意，只是那功法年代久远，自己模糊不清，而且他停顿了一下，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而且老爷子临终前再三叮嘱，说这功法关乎我们家族的兴衰存亡，绝不能轻易示人。我知道柳妈妈是好意，但祖训难违，还请见谅。柳青梅心中虽然失望，但也没有强求。她是聪明人，知道过分逼迫只会适得其反。公子言重了，既然是祖训，妾身自然不会勉强。她笑着摆摆手，只是若公子修炼中遇到什么困难，尽可找妾身商量。洛星点点头，那就多谢柳妈妈了。柳青梅在心中快速盘算着，洛星丹田内那种诡异的景象，绝非寻常体质能够解释。那缕淡金色的灵力气旋，散发着一种让他都感到心悸的威压，仿佛蕴含着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更可怕的是，这还仅仅是凝气一众的境界。如果洛星的修为继续提升，那淡金色的灵力会强大到什么程度？会蜕变成什么样子？柳青梅不敢深想，她忽然意识到，洛星的未来可能不仅仅是当一个凝丹境修士的双修道侣那么简单。他的潜力或许足以支撑他成为一方强者。甚至房间内陷入短暂的沉默，一直缩在角落的小桃这才敢抬起头来，怯生生地看向两人。柳妈妈，那我就先回去了。站住！柳青梅终于注意到小桃的存在，她转过身，美眸盯向缩在角落的小桃。小桃，你胆子挺大，竟敢趁我不在偷吃！小桃吓得花容失色，连忙跪倒在地。柳妈妈饶命，我只是想帮洛公子解闷，没有别的意思。解闷？柳青梅冷笑一声，你倒是会找借口。
他正要继续训斥，忽然察觉到小桃身上有淡淡的灵力波动。柳青梅美眸微眯，神识扫过小桃全身，脸色微变。小桃，你身上这股灵力……柳青梅声音带着几分惊异，你是不是红尘诀突破第2层了？小桃点点头，偷偷瞄了洛星一眼。是的。什么时候的事？柳青梅追问。就刚才。而且，柳青梅心中一震，她记得很清楚，小桃修炼红尘诀已经3年了，一直卡在第1层，无法突破。可现在，仅和洛星双修一次，就直接突破到第2层。而且什么？柳青梅敏锐地察觉到小桃话里有话。小桃咬了咬下唇，最终还是老实交代。而且我感觉快要突破第3层了。柳青梅美眸微眯，心中五味杂陈。她原本以为洛星只是体质特殊，阳气浓郁，但现在看来，这个男人的价值远超她的想象。小桃修炼红尘诀3年，一直卡在第1层，可仅和洛星双修一次，不但突破到第2层，还隐隐有冲击第3层的迹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洛星的体质不仅能提供精纯的阳气，还能极大的提升女修的修炼速度。这样的体质，别说在合欢宗，就算放眼整个南域，也是千年难遇的至宝。而他竟然错失了独享这个宝贝的机会。想到这里，柳青梅心中涌起强烈的懊悔。如果他当初谨慎一些，直接将洛星藏起来，慢慢培养，说不定日后可以冲击一下梦寐以求的宁丹境了。可现在，一切都晚了。玉流苏那个女人不但要带走洛星，还要他延长10年的任期。10年啊！他本来再过2年就能回到宗门，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现在却要在这个鬼地方再待10年，整天应付那些色欲熏心的凡人。柳妈妈，洛星的声音将他从沉思中拉回现实。你没事吧？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柳青梅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心情，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只是有些累了。他转向小桃，无奈叹了口气。先回房休息吧，记住，今晚的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是，谢谢柳妈妈。小桃连忙起身，欲要离开。对了，柳青梅突然再次出声，不要忘了红尘路。小桃闻言，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地点了点头。等小桃离开后，房间内只剩下洛星和柳青梅2人，气氛有些微妙。洛星看着柳青梅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心中好奇心大起。柳妈妈，刚才你说的红尘路是什么东西？柳青梅闻言，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洛公子何必问这些？我这人天生好奇心重，既然听到了，不问清楚，心里总是痒痒的。洛星一脸无辜。再说，我现在也算半个合欢宗的人了，多了解一些总没坏处吧？柳青梅沉默片刻，最终还是开口解释：红尘路是我们红尘坊的一项规矩。规矩？柳青梅点点头。你可知道，我们这些红尘种修炼的红尘诀有何特殊之处？洛星摇摇头，表示不知。红尘诀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吸收男子的阳气来提升修为，但凡人女子的身体毕竟有限，一次性吸收太多阳气，根本无法完全炼化。柳青梅说着，伸出纤细的手指在空中轻点，所以红尘诀会将这些多余的阳气凝练贮存在体内特定的位置，之后再慢慢炼化吸收。洛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倒是个巧妙的设计。但是柳青梅话锋一转，在红尘坊有个规矩，凡是与客人双修后，都要将这些凝练后的阳气上交一部分。上交？洛星挑了挑眉毛，怎么上交？他们会在事后运转功法，将那团阳气分离出一缕，然后将这一缕精纯阳气自口中渡出，凝为露珠之状。洛星听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合欢宗的剥削手段还真是别具一格啊！所以小桃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按规矩要上交一部分给你。不错，柳青梅点头，这是红尘坊的规矩，也是宗门的规矩。他悠悠一叹，话语中带上了一丝幽怨。这也算是给坊主的一点甜头吧，否则谁愿意守在这凡尘俗世里伺候那些凡夫俗子？洛星摸了摸下巴，眼珠转了转。那我的阳气品质这么好，小桃上交的红尘路应该也不一般吧？柳青梅美眸一亮，娇声赞叹道：公子果然聪慧过人，以你体质的特殊程度，小桃凝练出的红尘路品质必定极佳。这些红尘路有什么用处？洛星好奇地问道。自然是用来修炼，柳青梅理所当然地回答。红尘路中蕴含精纯的阳气，对我们女修来说是极佳的修炼资源。洛星心下了然，不再多问。好了，时候不早了，公子也该休息了。柳青梅说着，整理了一下衣裙，身姿款款，却没有半分要离开的意思。洛星见她站在原地不动，似笑非笑地问：柳妈妈还有其他事吗？洛公子，柳青梅声音变得温柔起来，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媚意。既然你还有3天时间，不如就让姐姐
我好好伺候你一番。洛星挑眉，玩味的笑问：柳妈妈想怎么个伺候法？柳青梅莲步轻移，缓缓靠近，裙摆轻摆间露出雪白的脚踝，香风袭人。自然是全方位的照顾，让你舒舒服服，从里到外。毕竟你马上就要成为狱长老的人了，我这个小小的红尘坊主事，以后可就高攀不起了。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幽怨与几分不甘。洛星心中暗笑，这女人果然不甘心，想要在最后关头搏一把。不过这正合他意，他本来就想利用这3天时间多刷一些修炼点，提升实力。既然柳妈妈如此盛情，我若拒绝，岂不是太不解风情了？洛星顺势握住他作乱的玉手。柳青梅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自信凭借住激进的修为和百般手段，足以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乐不思蜀。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柳青梅伸出纤手就要贴上来，不急，洛星反手将他拉到身边坐下。在开始之前，我还有些事想请教柳妈妈。哦，什么事？那位狱长老在合欢宗是什么地位？实力如何？洛星问道。柳青梅一怔，随即了然。毕竟洛星马上就是狱长老的人了，想提前了解他也属正常。玉流苏长老是宁丹境后期修为，是合欢宗极乐殿内门执事长老。极乐殿？洛星假装不知情问道。那自然是。柳青梅娇媚一笑，凑到洛星耳畔，红唇轻启，公子想知道更多，那可不能白听。他吐气如兰，带着一丝狡黠。那姐姐就用一些宗门里的小秘密来为公子今晚助助兴，如何？洛星看着近在咫尺的美人，热血上冲，不再婉拒。1个时辰后，夜色渐浓，房间内异香浮动。柳青梅已匆忙离去，她需要立刻闭关，消化体内那股精纯的阳气，一举冲破困扰她多年的瓶颈。离去时，脚步虽有些虚浮，但精神却前所未有的亢奋。临走时，他眼神复杂地回望了洛星一眼，那目光里有懊悔，有不甘，更有面对一座无法独占的宝山时深深的无力。洛星则盘膝坐在床上，神采奕奕，丝毫不显疲态。童子哥打开面板，他在心中默念：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凝气净一重，修炼点5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进入门，技法5，阳气值。洛星心中一喜，这次拼尽全力的柳青梅竟然直接给他贡献了整整40点。果然，榨取价值这种事还得看对方的修为和投入程度。一个筑基境修士毫无保留的交流，收益就是不一样。除了修炼点，此番更大的收获是那些关于合欢宗内部的情报。为了换取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柳青梅将一些宗门内不算绝对机密的架构和常识当作交易的甜头透露给了洛星。洛星闭目凝神，在脑中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迅速整合，一张清晰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图渐渐成型。合欢宗最底层的是如小桃那般挣扎在红尘坊里的红尘种，他们是宗门筛选天赋的苗圃，也是最廉价的消耗品。唯一的希望就是展现天赋，被宗门选中。一旦被选中，便能成为正式弟子，自下而上分为外门、内门、核心、真传4个阶层，层层筛选，等级森严。而在所有弟子之上，是那位被誉为未来宗门执掌者的宗门圣女。洛星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放出柳青梅提及圣女时，那张妩媚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的近乎于狂热与敬畏的神情。圣女殿下年龄不过半百，修为却早已超脱宁丹，直达我等无法望及的神功之境，乃是宗门未来的定海神针。洛星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心里冒出一个更大胆的念头：要是能与这位高高在上的圣女成为双修道侣，那系统奖励岂不是要直接爆表？压下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继续梳理。负责管理庞大宗门的则是长老体系，柳青梅这种外派的仅仅是内门弟子，而玉流苏的内门执事之位在宗门内已算是相当有权势的中层，其上更有手握实权的内门长老，长老之上便是分管4大道统的4大殿主。最终凌驾于这所有人之上的是合欢宗的现任宗主，同时也是合欢殿之主的云梦仙主水玲珑。有意思，洛星嘴角勾起，这些由内门弟子亲口说出的情报，远比李清玄那份从外部搜集的资料要来的鲜活立体，让他对这个即将踏入的龙潭虎穴有了更具象的认知。宁丹境后期，洛星咂了咂嘴，与玉流苏这样的强者扯上关系，无异于与虎谋皮，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但风险越高，收益越大，不是吗？柳青梅一个筑基境中期就给了40点，那玉流苏一个宁丹境后期，想到这，洛星的双眼瞬间亮了起来。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3天后他就要被玉流苏这个女妖精带走，届时他将彻底失去主动权，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是死是活
全凭对方一念之间。虽说玉流苏大概率不会将他怎样，但他不喜欢这种感觉。风险越高，收益越大，前提是得有命去拿。洛星喃喃自语，他可不想真成了玉流苏口中的道顶，被圈养起来，日复一日地提供阳气，直到被榨干最后一丝价值。想要在虎口中保全自身，甚至反过来薅虎毛，唯一的依仗便是绝对的实力。洛星看着面板上的50点修炼点，心中一阵火热。这可是实打实的修炼资源啊，相当于他不眠不休修炼50个时辰的成果。童子哥，把这50点全部投入修为提升，消耗50修炼点，修为提升中。刹那间，大日不灭真经自行运转，丹田内那缕淡金色的灵力气旋疯狂旋转起来，周遭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流，疯狂地涌入洛星的体内，汇入他的丹田。丹田内金光大盛，那米粒大小的气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洛星的境界也在飞速攀升。凝气一重中期、后期、巅峰。轰！一声闷响在体内炸开，洛星成功突破凝气2重，但提升并未停止，充沛的修炼点继续发挥作用。凝气2重初期、中期、后期、巅峰，直到将凝气2重彻底稳固在巅峰状态，那股提升的势头才缓缓平息。定，修为提升至凝气近2重巅峰，剩余修炼点0。整个过程不过1炷香的时间。洛星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金芒在他眼底一闪而逝。他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竟带着一丝灼热。50个时辰的苦修被系统压缩在了短短1炷香之内，这种坐火箭般的升级速度简直不讲道理。要知道，寻常修士从凝气1重突破到2重巅峰，没个把月时间根本不可能，而他仅仅用了50点修炼点，相当于3天的修炼时间便已达成。这要是传出去，不知要让多少苦修士道心崩溃。他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满意的点点头。开了挂就是不一样，这修炼跟玩一样。洛星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骨节间传来噼啪声响。修为提升后，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得到了全面强化，力量、速度、反应能力都比之前提升了一个档次。不过很快，洛星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前后不过几个时辰，自己便已来到凝气近2重巅峰，这提升太突兀了。且随着日后修炼点越获取越多，他的修炼速度恐怕会更夸张。若是被有心人发现，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怀疑。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临行前李青选给他的那块玉符。那老狐狸说过，这玉符能隐匿气息。洛星从怀中掏出那块温润的白玉符，仔细打量起来。玉符通体温润，隐隐有灵光流转，看起来确实不是凡品，怎么使用呢？他尝试着将一缕灵力注入其中，玉符微微震颤，微光一闪。下一刻，洛星便感到一层无形的力量将自己笼罩。原本因境界突破而外泄的灵力气息，瞬间被收束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存在过。还真管用。洛星眼睛一亮，他心念微动，尝试着控制玉符。很快，他便掌握了诀窍，将自身显露在外的气息稳稳地伪装在了刚刚踏入凝气1重的水平。如此一来，只要他不主动全力出手，恐怕就算是玉流苏那样的凝丹境，也难以看穿他的真实底细。有了这层保障，他心里踏实了不少。只是这玉符分明需要灵力才能催动，李清玄当初把他交给自己这个凡人，用意何在？难道他早就料到自己能踏入仙途？摇了摇头，他不再多想，有了系统，只要在合欢宗苟住发育，日后他还能怕谁？既然修为有了，是不是该学点术法防身？洛星摸着下巴思考起来。修仙者和凡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够施展各种神奇的术法，御剑飞行，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试试看能不能施展点什么。洛星伸出右手，尝试调动体内的灵力。那缕淡金色的气旋缓缓旋转，丝丝缕缕的金色灵力顺着经脉流向手掌，手掌微微发热，隐隐有金光闪烁。有戏！洛星眼睛一亮，他深吸一口气，学着记忆中那些师兄们施法的模样，对着墙壁做了个发射的手势。火球术。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手掌依旧只是微微发热，连个火星都没冒出来。那个掌心雷还是没反应。金光咒依旧没动静。洛星尴尬地收回手，挠了挠头，搞了半天我他妈根本不会术法。他这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修为是有了，但没有相应的术法配套，就像有了一身蛮力却不会武功招式，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这就尴尬了。洛星苦笑着摇摇头，烦躁地躺回床上。在天玄圣宗的3年里，他因为无法修炼，自然也没有接触过任何术法。那些基础的修炼功法和术法都是传授给能正常修炼的弟子的。
像他这种废物，连翻阅的资格都没有。看来得想办法搞点术法来学学。烦闷之下，他根本无法静心休息，索性翻身坐起，盘膝而坐。既然没有术法，那就先试试不靠系统自我的修炼速度。他心想着，至少要把修为提上去，实力强1分，保命的本钱就多1分。按照大日不灭真经的心法口诀，他引导体内的淡金色灵力缓缓流转，灵力顺着经脉游走1圈后，重新回到丹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洛星睁开眼，一脸懵逼，这就完了。他刚才明明感觉到灵力在体内流转了1个周天，按理说应该有所提升才对，可实际上修为一点变化都没有。不对啊，小说里不都说打坐修炼能快速提升境界吗？洛星挠挠头，再次闭目尝试。这次他更加专注，仔细感受着灵力的每一丝变化。1个周天，2个周天，10个周天，半个时辰后，洛星猛地睁开眼，一脸的不可思议，丹田内的灵力竟然没有丝毫增长。我去，这修炼效率也太慢了吧！洛星彻底无语了。刚才用修炼点提升境界，1炷香就从凝气1重干到2重巅峰，现在自主修炼半个时辰，连个屁都没有，这差距也太大了。童子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自主修炼没效果？提示：宿主的不朽阳神体过于霸道，需要海量的天地灵气才能支撑修为提升，常规吐纳修炼效率极低，建议宿主多多采集修炼点，以获取最大化的修炼效率。洛星嘴角抽搐，感情我这体质是个无底洞啊。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相对的，宿主的战力也会远超同境界修士。洛星眼睛一亮，这倒是不错。既然自主修炼是白费功夫，他索性放弃了，指望打坐吐纳来提升修为，还不如指望柳青梅明天再来为爱发电。洛星推开窗，夜风灌入，吹散了满是旖旎，也让他烦闷的思绪清醒不少。坐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下去走走。他推门而出，走廊里灯火昏黄，时不时传来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声响。刚走2步，隔壁房间就传来一个男人粗俗的炫耀声：哈哈，小宝贝，怎么样？你杨大爷，我这次可是足足坚持了3分钟，厉害吧？紧接着，一个女子娇媚的奉承声响起：杨大爷可真厉害。洛星听着那男人粗重的喘息，脚步一顿，表情变得有些古怪。3分钟，还真是厉害啊！洛星继续往前走，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他面不改色，早已习惯。红尘坊的夜晚本就是欲望的温床，沿着铺着猩红地毯的走廊缓步前行，空气到处充斥着脂粉香、酒气与那种特制的迷情香，三者杂糅在一起，闻久了让人头昏脑胀。但此刻随着他凝气2重的修为运转，这些味道再也无法影响他的心神，反而像是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清晰可闻，却又与他无关。这种感觉很奇妙，仿佛一夜之间自己就从这滚滚红尘中抽离出来，成了岸上的看客。走到一处拐角，前方传来一阵喧闹。云少，您慢点，一个娇柔的女声劝道。紧接着是一个虚浮的男声，强撑着几分豪气：小妖，你扶稳了，等本少爷喘口气，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好的，云少。那女生带着忍俊不禁的笑意，不过现在您还是先回去歇着吧，您看您这腿都软了。洛星脚步一顿，这声音他认得，只见一个穿着锦衣的年轻公子正被一个身段窈窕的少女搀扶着从一间房里挪出来。那公子哥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脚步虚浮的像是踩在棉花上，正是早上带他进来的富家公子云锦，而扶着他的少女正是先前在柳青梅房里见过的小妖。此刻的云锦哪里还有半分早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整个人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脑，连说话都透着一股中气不足。洛星正准备绕开，云锦却眼尖的发现了他哟，这不是洛兄吗？云锦连忙挣开小妖的手，强行站直了身子，努力摆出一副风流倜傥的姿态，结果身子一晃，差点没站稳。小妖看见洛星，清秀的脸蛋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有些不自然地垂下了眼帘。云兄。洛星点点头，目光在云锦身上扫过，心里暗自发笑。这家伙体内的阳气被抽得七七八八，都快见底了，也亏得他还能站着说话。洛兄你也完事了。云锦挤出一个自以为潇洒的笑容，拍了拍洛星的肩膀，结果自己反倒晃了一下。怎么样，红尘坊的姑娘滋味不错吧？我跟你说，我今晚可是连挑了3个，个个都是绝色。他一边说，一边朝小妖递了个你懂的眼神，仿佛在炫耀自己的战绩。小妖只是低着头，嘴角却忍不住弯起一个细微的弧度。洛星看着他这副死要面子的模样，也不点破，只是淡淡一笑。我刚出来走走，透透气。透气。云锦上下打量着洛星，见他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丝毫没有纵情过度的疲态，不由得有些诧异。洛兄，你这就不懂了，来红尘坊就得尽兴。
你看你这精神头，是不是找的姑娘不够卖力？要不要哥哥我给你推荐个厉害的？那倒不必。洛星摇摇头，云兄还是先顾好自己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走路也有些不稳，可别把身子掏空了。他这话说的诚恳，听在云锦耳朵里却变了味。这不就是说他不行吗？云锦的脸当即涨红了，一半是气的，一半是虚的。我这是鏖战一夜，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不像洛兄你初来乍到，可能就浅尝辄止。他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洛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新手。洛星闻言故作苦恼地叹了口气，云兄说的是，我确实是有些吃不消，主要是柳妈妈太热情了，亲自作陪着实有些耗费精力。话音落下，走廊里瞬间安静了。云锦眼睛瞪得像铜铃，张着嘴半天没合上，扶着他的小腰也是娇躯一颤，猛地抬起头看向洛星，清秀的脸蛋上写满了惊愕和难以言说的敬畏。不是兄弟，你真和柳妈妈好上了？洛星耸耸肩，我也没想到啊，本来只是想找个姑娘解解闷，结果柳妈妈说我气质不凡，非要亲自招待。你们真的？云锦咽了咽口水，声音都有些颤抖。聊得挺投机的。洛星一脸无辜，柳妈妈人很好，还说要照顾我几天，就是有点太热情了，我这身子骨差点没顶住。云锦整个人都傻了，他顶不住？他竟然说他顶不住柳妈妈的热情，这说的是人话吗？这是何等的凡尔赛！他作为听雨城的富家公子，红尘坊的常客，自然比谁都清楚柳青梅的地位，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风尘女子，而是这座萧金窟真正的主人，一个高高在上的仙师。他在红尘坊混了这么久，砸下的金银堆成山，最多也只能跟柳妈妈调笑几句，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亲密接触。可眼前这个初来乍到的洛星，竟然一来就被柳妈妈看中了，还亲自上阵招待。洛兄，你到底是什么来头？云锦声音发虚，旁边的小妖也竖起了耳朵。他虽然知道洛星体质不凡，但也想不通柳妈妈那种眼高于顶的筑基境修士，怎么会屈尊降贵，亲自为一个凡人服务，就是个普通人啊。洛星摊摊手，可能是我比较有缘分吧。云锦还想再问什么，忽然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小妖连忙扶住他。云少，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身体要紧。云锦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狼狈相，强撑着说，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洛星看着他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心提醒，云兄，红尘坊虽好，也要量力而行，你这样下去怕是要伤了根本。我知道分寸。云锦嘴硬道，但脚步已经彻底站不稳了。小妖无奈地摇摇头，对洛星歉意一笑，洛公子，我先扶云少回房休息，就不多聊了。去吧。洛星点点头，看着小妖搀扶着云锦摇摇晃晃地走远，洛星忍不住摇头，这家伙完全是在拿命玩，再这样下去不用半年就得废了。不过这也不关他的事，他继续往前走。洛星信步走下楼梯，一楼大厅与楼上的静谧截然不同，这里是欲望与喧嚣的集合体。中央舞池里，身姿曼妙的舞女们扭动着腰肢，水袖翻飞，媚眼如丝。四周的酒桌上，客人们推杯换盏，高声谈笑，不时有女子娇笑着倒在某个男人的怀里，引来一阵哄笑。丝竹管弦之声，男女调笑之声，酒杯碰撞之声，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红尘画卷。若是昨天的洛星身处此地，定会感到一种被声色全满淹没的窒息感。此刻他却面不改色，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很快就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桃。他没有像其他红尘种那样周旋于客人之间，而是独自一人端着个托盘，静静地站在一根朱红色的柱子旁。他似乎换了一身新衣，虽然依旧是红尘坊统一的款式，但料子明显要好上一些，脸上的神情也不再是先前那般怯懦，眉宇间多了一丝淡淡的自信。突破到红尘诀第二层，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了不一样的光彩。似乎是察觉到了洛星的目光，小桃抬起头，视线与他对上。他先是一怔，随即清秀的脸蛋上绽放出惊喜的笑容，连忙放下托盘，快步朝洛星小跑过来。洛公子。他跑到洛星面前，恭敬地行了一礼，声音里满是掩不住的欣喜和感激。洛星点点头，打量了他一眼，看来你恢复得不错，这都是托了公子的福。小桃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星光。我已经突破到红尘诀第二层巅峰了，只要再稳固一下，就有机会冲击第三层，到时候我就能成为真正的宗门弟子了。他激动的脸颊泛红，看向洛星的眼神充满了崇拜与敬畏。眼前这个男人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便提前恭喜了。洛星对此并不太在意，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术法的事。他看着一脸激动的小桃，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小桃，我问你个事，你们修炼的红尘诀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攻击手段？他比划了一下，比如
能biu一下打出火球或者雷电的那种。啊！小桃被他这个奇怪的问题问得一懵，眨了眨眼，有些没反应过来。就是术法，洛星换了个说法，能用来打架的法术。小桃这才明白过来，他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红尘诀只是我们用来感应阳气、淬炼自身、打下修炼基础的入门心法，并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术法。没有。洛星皱起了眉头。那你们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靠脸把敌人蒙死吗？小桃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即又赶紧收敛笑容，小声解释道：我们红尘众一般是不允许离开红尘坊的，坊内有柳妈妈和护卫在，很安全。不过柳妈妈还真教过我们一些魅惑术、香雾术之类的小术法，公子想学吗？他笑着问道，露出2颗洁白可爱的小虎牙。洛星看着小桃那张充满期待的脸，嘴角忍不住抽了抽。魅惑术、香雾术，他想象了一下自己对着敌人抛媚眼，或者喷出一团香喷喷的雾气，那画面太美，简直不忍直视。他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学这个？公子，您别小看这些术法。小桃见洛星表情古怪，连忙解释。柳妈妈说，高深的魅惑术能让敌人心神失守，任由我们摆布。香雾术练到极致，也能化作迷魂毒障，杀人于无形。还是算了吧。洛星果断摆手。那还真是可惜了。小桃一脸失望。宗门有规定，唯有正式入门的弟子才有资格修习真正的战斗功法和高深术法。洛星了然，看来想当的法爷还得先考编入职才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管事模样的中年妇人扬声喊道：小桃，这边需要你帮忙，快来一下。哎，来了。小桃连忙应了一声，歉意地对洛星躬了躬身。公子，我先去忙了。去吧。洛星挥挥手。看着小桃端着托盘匆匆离去的背影，洛星觉得无趣，起身决定出去城里逛逛。刚走到红尘坊大门口，正准备推门而出，一道熟悉的身影就从侧面的回廊里飘了出来。洛公子，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柳青梅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刚才闭关消化阳气的她，此刻容光焕发，眉宇间的风情愈发勾人。她身着一袭淡紫色的薄纱长裙，腰间系着一条金丝软带，将她那盈盈一握的细腰勾勒得淋漓尽致。柳妈妈，洛星收回手，回头望向她，房间里有些闷，我准备出去随便走走，透透气。透气。柳青梅莲步轻移，缓缓向她走来，裙摆摇曳，香风阵阵。这红尘坊里什么没有？公子若是觉得闷，姐姐我再陪你解解闷就是了，何必非要出去呢？总待在一个地方，总会腻的。洛星摊摊手，何况柳妈妈不是刚刚才辛劳过吗？也该好好休息才是。柳青梅走到洛星面前，伸出纤纤玉手挽住他，吐气如兰。姐姐我为了谁才辛劳的？公子心里没数吗？他眼神一转，画风也随之一变。玉长老临走前可是特意吩咐了，让奴家好生看管着你。这3天里，公子还是乖乖待在此处，哪儿都别去了。看管？洛星挑了挑眉，柳妈妈这是怕我跑了？怎么会？柳青梅娇笑一声，媚眼如丝。姐姐只是怕公子人生地不熟，在外面遇到什么危险。毕竟你现在可是玉长老看上的人，金贵着呢，万一磕了碰了，奴家可担待不起。洛星心中冷笑，说得好听，不就是怕自己这条大鱼脱钩了吗？他向前一步，稍稍拉近了2人的距离，低头俯视着柳青梅那张美艳的脸，玩味的开口：柳妈妈放心，我还没享受够柳妈妈的照顾，怎么舍得走呢？公子想出去也不是不行。柳青梅话锋一转，媚眼含笑。不过现在已是深夜，城中多有宵小之徒，公子一个人出去，我可不放心。明明是想监视自己，偏偏说的这么冠冕堂皇。那柳妈妈的意思是，要不这样？柳青梅眼珠一转，姐姐陪公子一起出去走走，既能透气，又能保证安全，岂不是两全其美？洛星摸了摸下巴，让他跟着好像也并无不可，自己也没想过逃跑，反而能趁此机会问问术法一事。那就麻烦柳妈妈了。哪里的话，能陪公子出游，是奴家的荣幸啊。柳青梅娇笑着松开挽住洛星的胳膊，公子稍等，奴家去换身衣服。不一会儿，柳青梅便换了一身素雅的青色长裙，头上只簪了一只白玉簪子，整个人看起来端庄了许多，倒像是个良家妇人。柳妈妈这身打扮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洛星夸赞道：公子喜欢便好。柳青梅轻笑，在红尘坊里，奴家自然要妖艳一些，但出了这道门，还是低调些为好。两人并肩走出红尘坊，夜风徐来，带着几分凉意。听雨城的夜晚并不寂静，主街道上依然有不少行人，大多是刚从各种娱乐场所出来的寻欢客。街边的小摊贩还在叫卖着夜宵，灯笼高挂，将整条街照得通明。这听雨城倒是热闹。洛星随口说道。那是自然。柳青梅颇为自得的介绍，听雨城地处要道，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
再加上我们红尘坊的名声在外，慕名而来的公子哥更是数不胜数。单靠一个红尘坊就能撑起一城的夜生活。公子有所不知，柳青梅压低声音，听雨城表面上是凡人的城池，实际上却是我们合欢宗的势力范围。城主府、商会，甚至城卫军都与宗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洛星心中一动，看来合欢宗的手伸得比想象中还要长。那岂不是说整座城都在合欢宗的掌控之下？差不多吧。柳青梅点点头。不过公子放心，宗门向来不干涉凡人的正常生活，只要不触犯宗门利益，大家都能相安无事。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来到了城中的一处夜市。这里比主街道更加热闹，各种小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卖什么的都有，充满了烟火气。烤肉串的油脂滴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浓郁的香气勾得人食指大动。捏糖人的小贩手艺精湛，吹出的凤凰栩栩如生。街头卖艺的汉子赤着上身，胸口碎大石的吆喝声引来阵阵叫好。柳青梅显然对此兴致缺缺，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不自觉地向洛星身边靠了靠。洛星倒是饶有兴致地四处打量，他曾经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了几文钱奔波，为了一个肉包子就能开心半天。可如今他已是真正的修士，再看眼前的景象，竟有种恍如隔世的疏离感。怎么，公子对这些凡人的玩意儿感兴趣？柳青梅见他驻足在一个卖兵器的摊位前，轻声问道。摊位上摆着些粗制滥造的刀剑，在灯笼下泛着廉价的铁光。随便看看。洛星拿起一把短刀掂了掂，入手冰凉沉重。柳妈妈，我有些好奇，你们合欢宗的弟子是不是都只修那些魅惑之术？他将短刀放回摊位，拍了拍手，状似随意地问。万一哪天遇到不解风情的莽夫，提着刀就要砍过来，总不能还指望抛个媚眼就把人劝退吧？柳青梅闻言，掩嘴轻笑起来，花枝乱颤。公子这话可真有意思。他一双美目水波流转，凑到洛星耳边，吐气如兰。对付男人哪里需要动刀动枪那么粗鲁？姐姐有的是办法，能让他们自己把刀放下，乖乖地躺好。他的声音又轻又媚，带着一丝从容的自信。洛星完全没 get 到其中的深意，他只想搞点实际的。我是说正经的，他强调道，比如有没有那种抬手一道雷，挥手一个火球的术法？那多威风！噗嗤，柳青梅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公子，你当那是街头耍猴戏呢？他拉着洛星继续往前走，避开拥挤的人潮，声音也压低了几分。那种攻击性的术法自然是有的，不过只有宗门的正式弟子根据天赋和贡献才有资格修习。贡献，洛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当然。柳青梅瞥了他一眼，眼神意味深长。宗门培养你，给你功法，给你资源，你总得为宗门做点什么吧？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洛星心中了然，这不就是绩效考核吗？那我这种情况，等进了宗门，能学什么？这就要看玉长老如何安排了。柳青梅的脚步慢了下来，语气也变得玩味起来。像公子这般万中无一的道顶体质，宗门自然会倾力培养。至于能学到何种程度的术法，就要看公子自己的价值了。他停下脚步，转身正对着洛星，一双勾魂的眸子直直地望着他。不过嘛，他故意拉长了语调，踮起脚尖，温润的红唇几乎要贴上洛星的耳廓。若是公子这几日表现得好，让姐姐我满意了，提前教你一两手防身的手段也未尝不可。温热的气息避过耳畔，带着若有若无的香气，让洛星心头一跳。这女人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算是看明白了，想白嫖术法是没可能了，终究还是得肉偿。也好，反正他也不亏，还能赚修炼点。一言为定，洛星干脆地应下。公子真是个爽快人。柳青梅满意地笑了起来，重新挽住他的胳膊，姿态亲昵。走，前面有家听雨轩，里面的桂花糕是城中一绝，姐姐请你尝尝。听雨轩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与外面的喧嚣仿佛隔着两个世界。没有红尘坊的纸醉金迷，也没有夜市的烟火缭绕，只有一盏素雅的灯笼悬在门前，光晕柔和，照亮了听雨轩三个清秀的字。轩内更是雅致，客人不多，三三两两都轻声细语。柳青梅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侍女见他进来，恭敬地将两人引至一处临窗的雅座，一壶雨前龙井，一碟招牌的桂花糕。柳青梅熟忍地吩咐道，姿态优雅，与在红尘坊里那个八面玲珑的柳妈妈判若两人。洛星打量着她，一身青衣，素面朝天，若非那双眼眸依旧媚意天成，真会让人错认成哪家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很快，茶水和糕点便送了上来。那桂花糕做得极为精致，晶莹剔透，如白玉雕琢，上面点缀着几粒金黄的干桂花，香气扑鼻。柳青梅用银签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块，送入口中，微微眯起了眼，脸上竟流露出一丝满足和享受那神情，不似作伪，
是发自内心的愉悦。洛星看得有些发怔，他本以为修士到了筑基境，早已辟谷，不食人间烟火，靠吞吐天地灵气便可为生。口腹之欲这种凡俗的欲望，对他们而言应该是不屑一顾的。柳妈妈，洛星也夹起一块桂花糕，却没有吃，只是拿在手里把玩。我一直以为像你们这样的仙师，早就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了。柳青梅闻言，睁开眼，眸光流转，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哦，那在公子心里，仙师该是什么样的？餐风饮露，不染凡尘，一心只为长生大道。洛星说出了自己印象中的修士形象。公子所言是一些名门正派的修道理念。柳青梅放下银签，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他们讲究斩断尘缘，清心寡欲，认为七情六欲是修行的阻碍，是魔障。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可我们合欢宗修的却是另一条路，以欲入情，以情正道。洛星想起了李清玄给的资料。不错。柳青梅赞许地看了他一眼。食欲、色欲，对美好事物的占有欲，对强大力量的渴求欲，这些都是欲。寻常宗门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而我们却将它看作修行的基石，是通往大道的阶梯。他伸出纤纤玉指，点了点桌上的桂花糕。比如这块糕点，它有形、有色、有香、有味。你看见它，想吃它，这是欲；你吃了它，感到愉悦，这是情。从品尝的欢愉中体悟滋味的变化，感悟自身心境的起伏，这便是道。欲望本身并无对错，它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想要筑起堤坝，将它堵死。可欲望之河堵得住吗？堵到最后只会低溃罢毁，生死道消。柳青梅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洛星听得入了神，这番理论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一个来自物欲横流现代社会的穿越者，你让他清心寡欲，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你们不仅不戒色，连食欲也不戒。洛星总结道。当然。柳青梅掩嘴轻笑。人生在世，若连这点口腹之欢都放弃了，即便长生万载，与一块冰冷的石头又有何异？修仙是为了活得更久，更是为了活得更精彩。洛星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将手里的桂花糕送进嘴里，甜而不腻，入口即化。桂花的清香与米糕的软糯完美融合，瞬间在味蕾上炸开。好吃，他由衷的赞叹。好吃吧？柳青梅的眼眸弯成了月牙，这便是欲望最直接的回馈，简单纯粹。洛星吃完一块，又夹起一块，吃得津津有味。他前世就是个吃货，这3年在天玄圣宗，不是啃干粮，就是吃屁股丹，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柳青梅非但不觉得粗鲁，反而觉得分外顺眼。一个懂得享受欲望的人，才更容易走上他们的道。公子似乎很喜欢这条路。柳青梅试探着问。听起来确实比当个苦行僧有意思多了。洛星擦了擦嘴，半开玩笑地说道。有得吃有得玩，还有美人相伴，这样的神仙谁不想当？咯咯喽，柳青梅被他逗得花枝乱颤。公子可真是个妙人。可我记得你先前说过，合欢宗有4大道统，其中就有无情一道。洛星放下手中的银签，疑惑道。这似乎与你刚才说的以欲入情背道而驰。说起这个，柳青梅脸上的笑意缓缓收敛，那双总是水波荡漾的眸子，此刻竟有了一丝清冷。他沉默了片刻，端起茶杯，指尖轻轻摩挲着温热的杯壁。公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声音也低沉了些许。4大道统本是同根同源，都始于一个欲字。极乐一道乃宗门主流，也是最正统的法门，讲究灵与肉的双重极致欢愉，是宗门最庞大的一支。相似一道与极乐道恰恰相反，讲究情在先，欲在后，须先建立深厚的情感羁绊，以情思为引，方能共鸣天地。画皮一道这一脉认为皮囊是度世的宝筏，色相是悟道的门户，他们极致追求外在的容貌与仪态，精修幻术与媚术。至于你说的无情道，柳青梅的目光投向窗外小巷的幽暗处，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那是一条绝路，也是一条捷径。绝路。洛星捕捉到了他话里的关键。不错。柳青梅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洛星。当一个修士在情之一道上走到极致，却始终无法勘破瓶颈，正的大道时，该怎么办？他自问自答。有些人会就此认命，终老于当前境界，而另一些不甘心的人便会选择斩断一切。斩断他们曾经赖以修行的情。柳青梅一字一句道，将品尝过的所有欢愉，经历过的所有爱恨，付出过的所有真心，亲手斩得一干二净。从有情的巅峰堕入无情的深渊，这便是由有情入无情。洛星心头一凛，这听起来比那些一开始就修太上忘情的门派还要极端和残酷。
先让你体会世间最极致的美好与情感，再让你亲手将这一切全部摧毁。这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凌迟。走上这条路的人会变得极其可怕。柳青梅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忌惮，他们心中再无任何情感羁绊，视众生为刍狗，视昔日道侣为踏脚石。为了提升修为，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吞噬掉自己曾经最爱的人，因为斩断的情感越是深刻，他们获得的力量就越是强大。洛星不由得想起了李清玄交代的任务，调查合欢宗宗主是否可能突破圣王境。一个能将宗门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女子会是怎样的人？如果她被卡在圣王境的门槛前，会不会也选择走上这条血腥的捷径？听起来这条路风险很大。洛星不动声色地评价道。何止是风险大？柳青梅苦笑一声，无情道：九死一生，一旦斩不断，或者斩得不干净，留下一丝一毫的念想，便会道心崩溃，走火入魔，落得万劫不复的下场。宗门历史上选择这条路的人不少，但真正成功的寥寥无几。可一旦成功，修为便是一日千里。看着洛星若有所思的模样，柳青梅忽然又笑了起来，仿佛刚才的阴郁只是一场错觉。不过这些都与公子无关。她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以公子的道顶仙姿，只要按部就班的修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根本无需走那等偏激的险路。柳妈妈说的这么详细，莫非见过这样的人？洛星试探着问。柳青梅手中的茶杯微微一颤，茶水溅出几滴，落在桌案上。见过。她的声音很轻，轻的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的师父当年走过这条路。洛星心中一动，没有追问，只是静静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内门徐长老，我的师父。柳青梅放下茶杯，目光有些恍惚。他曾经是宗门最温柔的长老，对弟子关怀备至，对道侣情深似海。那时候的他修炼的是相思一道，与他的道侣恩爱无比，在宗门里传为佳话。可是柳青梅的声音顿了顿，她被困在宁丹巅峰整整300年，始终无法突破原因，眼看着寿元将近，她慌了。洛星能想象那种绝望，修士最怕的就是寿元耗尽而修为不进。他的道侣劝他放下执念，说就算不能突破，两人也能在剩余的时光里相守到老。柳青梅苦笑，可师父不甘心，他说他还有太多事情没做，还有太多风景没看。于是他选择了无情道，亲手杀了自己的道侣。洛星问：不。柳青梅摇头，眼底的情绪愈发复杂。他做得更绝，先是勾引了道侣的师弟，让道侣亲眼看到背叛的一幕，然后又设计陷害，让道侣误以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他。最后他当着道侣的面与他的师弟双修，吸干了师弟的修为。他的道侣绝望之下自废修为，郁郁而终。洛星倒吸一口凉气，这比直接杀了还要残忍。你师父成功了。成功了。柳青梅点头，他一举冲破桎梏，踏入神功境，此后修为高歌猛进，短短数年便至神功后期。宗门上下为之侧目，都说他有冲击动天境的希望。那后来呢？后来柳青梅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他走火入魔了。无情道虽然能带来强大的力量，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当一个人斩断了所有情感，他就失去了人性的锚点。师父变得越来越冷血，越来越疯狂。他开始屠杀无辜，吞噬其他同门的双修道侣，甚至妄图炼化宗门灵脉以求突破。最后宗门不得不将他镇压。柳青梅说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疲惫。洛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所以你才会被发配到红尘坊？柳青梅苦笑：师父出事后，我们这些弟子自然受牵连。虽然宗门没有直接处置我们，但想要在宗门里出头，基本是不可能了。我得罪了有长老庇护的核心弟子，正好给了他们借口，就被发配到这里当老保。洛星总算明白了柳青梅的处境，难怪他对自己这个道顶体质如此重视，这可能是他重新崛起的唯一机会。不过也好，柳青梅重新振作起来，眼中恢复了往日的精明。在红尘坊这些年，我见识了太多人情冷暖，反而让我更加坚定自己重新选择的道路。什么道路？极乐道。柳青梅毫不犹豫地回答，享受当下，活在此刻，既不像相思道那样被情感束缚，也不像无情道那样斩断一切。就像现在，我能品尝到桂花糕的甜美，能感受到与公子相处的愉悦，这就足够了。洛星点点头，这个理念倒是很符合他的胃口。两人又坐了一会儿，柳青梅便起身结账。走吧，夜也深了，该回去了。走出听雨轩，夜风微凉，吹散了那段沉重往事带来的压抑。两人并肩走着，正要拐出小巷，迎面走来一行三人。为首的是个女子，约莫20出头，容貌清丽脱俗，一身月白色长裙，步履轻盈，有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腰间悬着一柄连翘长剑，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平添了几分英气。
跟在他身后的是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五官精致可爱，一双大眼睛透着不谙世事的活泼与好奇。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胸前那对硕大的雪峰，在月光下格外惹眼，与她娇小的身材形成强烈反差。洛星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随即赶紧移开。嘿嘿，当真是天赋异禀啊！队伍末尾还跟着一名长相清秀的男子，同样背着长剑，亦步亦趋地跟在两女身后，俨然是个随行师弟。柳青梅的脚步微顿，眉梢轻轻挑动，这几人身上有股藏不住的锐气，是剑修。不过他也没太在意，听雨城作为南域有名的大城，来往的修士多了去了，其中不乏一些自诩名门正派的剑修，只要他们不在城里闹事，洪晨芳也懒得理会。两拨人擦肩而过的瞬间，那位少女忽然停下脚步，回眸望向洛星。师姐，那个人长得好好看呀。宁幽儿一双杏眼亮晶晶的，话语里满是惊奇与欣赏，完全没想过要压低声音。走在前面的女子身形一僵，脚步都乱了半分，连忙出声道：幽儿，快跟上，别乱说话。宁幽儿的少女吐了吐舌头，不情不愿地转回头去，却还是忍不住用眼角余光又偷瞄了一眼。她感觉这个帅哥哥身上有种神秘的气息吸引着她，这突如其来的夸奖让洛星自己都愣了一下。柳青梅自然也听到了那句话，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三名剑修远去的背影，随即目光饶有兴味地落回洛星脸上，那双勾人的美眸里笑意更浓了，也多了几分审视的意味。这个男人不仅是顶级的修炼到顶，这副皮囊本身就是一件无往不利的利器，连那些向来眼高于顶、自诩清心寡欲的剑修门派小姑娘都挡不住。这要是进了合欢宗，还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浪。看来公子这副好相貌，到哪儿都吃得开。柳青梅调侃道，语气里带着几分莫名的愉悦。洛星摸了摸自己的脸，无奈地耸耸肩，没办法，天生的。柳青梅被他这副坦然自若的样子逗笑了，眼波流转，风情万种。两人没再多言，身影很快消失在小巷的另一头。小巷重归寂静，直到洛星与柳青梅的气息彻底远去，那三名剑修才停下脚步。为首的月白长裙女子转过身，清丽的脸上带着几分无奈和严肃，看着身后那个还在东张西望的少女。宁幽儿，她喊了一声，声音清冷。哎，师姐，我在呢。宁幽儿凑上前，一脸无辜地眨着大眼睛。我们身在何处，你忘了吗？祝九思的眉头紧锁，师尊临行前如何交代你的？谨言慎行，收敛心性。你倒好，当街对一个陌生男子评头论足，成何体统？师姐，我就是觉得他好看嘛，夸一句怎么了？宁幽儿小声嘟囔着，有些不服气。再说了，刚才偷偷看人家的，可不止我一个哦。祝九思脸一红，神色带着几分不自然，凤眸瞪了他一眼，声音更冷了几分。休要胡言，我是在观察他身边的女子。师姐，幽儿师妹没有恶意的。队伍中唯一的男子见气氛不对，连忙小声的打圆场。你闭嘴！祝九思和宁幽儿异口同声的喝道。陆明脖子一缩，立刻噤声，乖乖的站到一旁，不敢再插话。祝九思深吸一口气，不再理会宁幽儿的狡辩，神情凝重的说道：重点不是那个男人，是他身边的女子。那女子是什么人啊？感觉应该是合欢宗的女修。合欢宗？宁幽儿眨眨眼，师姐你怎么知道的？她身上的味道香香的，还挺好闻，那是媚术修到一定境界后，媚意入骨，自然而然散发的气息。祝九思解释道，况且听雨城本就是合欢宗的地盘，遇到他们的人不足为奇。宁幽儿恍然大悟，哦，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能混进合欢宗了？幽儿，祝九思皱眉，此行是为了治好你的体质，不是来玩的。我知道了，师姐。宁幽儿撅着小嘴，可是刚才那个男人真的很好看啊，比陆师兄好看多了。陆明，他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心中受到了10000点暴击。祝九思无奈地摇头，师尊真是把你宠坏了，你这性子真不知道进了合欢宗会变成什么样。师姐放心，我会乖乖的。宁幽儿拍拍胸脯保证，结果这一拍，某个部位又是一阵波澜起伏。祝九思赶紧移开视线，心中暗叹，师妹这体质确实是个大麻烦。9天玄阴体，万中无一的特殊体质，体内阴寒之气极盛，若是修炼得当，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但问题是，这种体质在修炼初期极其危险，体内阴寒之气会不断反噬自身，需要特殊的功法来调和阴阳，而这种功法偏偏只有合欢宗才有。师尊为了师妹的性命，不得不放下门第之见，让他们前来合欢宗求法。师姐，我们真的要加入合欢宗吗？传闻那里可是……一直沉默的陆明此时却皱起了眉，迟疑着开口问道。祝九思悠悠一叹，师弟，你本不必跟来的。陆明闻言立刻摇了摇头，攥紧了剑柄，闷声道，师姐和师妹都在这里，我怎么能不来？
师尊让我保护你们，刀山火海我也得闯。哎呀，陆师兄，你真是个闷葫芦。宁幽凑过去戳了戳他的胳膊。合欢宗听起来多好玩呀，不像咱们宗门，整天就知道练剑，我都快长茧子了。可是我听说，那里面的女修需要靠采补男人的阳气进行修炼。作为一名心性纯粹的剑修，陆明最是厌恶这种旁门左道。你说的是极乐道，合欢宗4大道统之一。祝九思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但并非所有合欢宗弟子都修此道。来时师尊与我说过，合欢宗另有相思一道与画皮一道。相思一道讲究情在欲前，灵欲共鸣，以情催动修为，虽也需道侣，但更重情感羁绊，与极乐道的纯粹索取截然不同。画皮一道则专精于幻术、媚术与易容之法，修炼者可以千变万化，颠倒众生。他们的修炼更多是依靠自身对美与媚的领悟，不一定需要双修。宁幽儿的大眼睛扑闪，立刻被吸引了相思一道。听起来好浪漫啊！画皮一道也不错，可以把自己变得更漂亮。祝九思没有理会他，只是继续看着陆明。幽儿师妹身负9天玄阴体，进入合欢宗后，自有长老会为她择选最合适的功法，无论是哪一道都能解决她体质的问题。那就好。陆明松了口气，拍了拍胸口。至于我，届时只需选择相思或画皮一道拜入即可。但祝九思看着陆明，清冷的脸上竟浮现出一丝古怪，欲言又止。师弟，你若真想随我们加入合欢宗，祝九思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合欢宗虽有男弟子，但数量稀少，且大多是作为女修的附属存在，所以留给你的路貌似只有一条。什么路？陆明下意识地追问，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祝九思悠悠道：与合欢宗女修结为双修道侣，阴阳互济。啊！陆明整个人都僵住了，脸涨得通红。宁幽在一旁捂着嘴偷笑，花枝乱颤。陆师兄，你这表情好好笑哦，怎么害怕了？陆明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祝九思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暗叹，师弟虽见到天赋出众，但在这种事情上确实太过青涩。他只好出言安慰：师弟不必过于忧虑，合欢宗虽然名声在外，但也并非传闻中的魔窟。况且以你的剑道天赋，就算真的结为道侣，也不会任人拿捏。可是师姐，我从小就立志要专心剑道，从未想过。陆明的声音越来越小。哎呀，陆师兄，你想那么多干嘛？宁幽蹦跶着凑过来，说不定合欢宗的师姐们都很温柔呢。而且你看刚才那个好看的哥哥身边那个姐姐不是挺正常的吗？陆明想起刚才那个女子，脸更红了。那个女子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师弟慎言。祝九思皱眉，我们初来乍到，不宜妄加评判。是师姐教训的是。陆明连忙低头认错。宁幽却不依不饶，什么叫不正经？人家穿得好好的，说话也很有礼貌啊。陆师兄，你是不是对人家有什么偏见？祝九思看着师弟窘迫的样子，心中有些好笑。师弟这副纯情的模样，要是真进了合欢宗，怕是3天就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好了，别为难师弟了。他出声解围，我们还是先找个客栈住下，明日再去拜山门。陆明咬了咬牙，依旧不甘心地追问：师姐，难道合欢宗就没有能让男子独善其身的修行之法吗？祝九思沉默了，他想起了师尊提及那一道时那凝重无比的神情。他缓缓摇头，声音低沉：有，但那是一条吞噬情感、泯灭人性的绝路。我们此行不仅要为幽儿寻法，更要避开那条路。宁幽儿和陆明心中一凛，齐声问：是什么？祝九思看着远处听雨城的灯火，一字一顿地说道：无情道。回到红尘坊，穿过1楼喧闹的大堂，柳青梅却没有带洛星走向他之前住的雅间，而是径直引着他踏上了通往更高楼层的阶梯。红尘坊的楼梯是盘旋而上的，1至3楼对所有客人开放，4楼往上便只有身份尊贵的常客或是宗门内部人员才能踏足。洛星跟在他身后，看着那扭动的腰肢，心中琢磨着这女人又在打什么算盘。直到7楼，柳青梅才停下脚步。到了。他回头冲洛星一笑，取出一枚精致的玉牌，在门扉上轻轻一贴，微光闪过，门无声地开了。洛星愣了一下，修仙界也有门禁卡。踏入其中，这里和楼下那些奢华却透着脂粉气的房间完全不同。房间很大，但布置却意外的素雅。淡青色的纱帐，白玉雕花的屏风，就连床榻都是简洁的梨花木制式。空气中没有那种刻意的迷情香，反而有淡淡的兰花香味。最让洛星意外的是，房间里竟然还摆着一张古琴，琴台旁放着几本书册。这是你的私人闺房？怎么不像吗？柳青梅走到梳妆台前，开始卸下头上的簪子。确实不像。洛星老实回答，
我还以为柳妈妈的闺房会是金丝帐暖，龙涎香浓，一派醉生梦死的景象呢。柳青梅从铜镜里看着他，镜中那双凤眸水光潋滟，唇角似笑非笑，饱满的红唇泛着诱人的光泽。公子啊，你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我可不是谁都能见的。他拿起一把玉梳，却没有梳理，反而转过身将玉梳递向洛星，眼含秋波地看着他。过来，帮我把簪子取下来。洛星没有拒绝，接过玉梳走到他身后。女子的幽兰体香钻入鼻腔，比楼下任何一种迷情香都更让人心惊摇曳。他伸出手，指尖避开他光洁的脖颈，触碰到发间冰凉的玉簪。随着簪子取下，青丝如瀑布般散落香肩，垂至腰际，几缕发丝划过洛星手背，带来一阵微痒的触感。卸下了那些繁复的头饰，镜中的他褪去了风尘味，气质清雅脱俗，宛如月下幽兰。柳青梅透过镜子，凝视着身后男人专注而英俊的脸庞，感受着他指尖传来的温热，娇躯竟没来由的微微一颤。洛公子，我美吗？洛星不得不承认，此刻的柳青梅确实比楼下那副老鸨模样更有魅力。当然美，美得跟仙女似的。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所以柳姐姐带我来此，莫非是想……柳青梅咯咯直笑，笑声如银铃般清脆，自然是想和公子深入交流一番。他赤着玉足走到洛星面前，伸手轻抚他的胸膛。毕竟答应了要教你防身之术，总得找个安静的地方不是？洛星看着他眼中的狡黠，心领神会的笑了。那就有劳柳姐姐了。自然。柳青梅主动上前，环住洛星的脖子，踮起脚尖，吐息如兰。房间里的兰花香不知何时变得浓郁起来，纱帐轻垂，遮住了满室春光。古琴无声，屏风静立，只余一首无名诗在寂静的房中悄然吟唱。金乌坠，玉兔生，阳关一道锁重城。柔水漫镜盘石骨，烈火清焚结雨藤。龙吟浅，凤鸣深，云为被，月为灯，一宵颠倒阴阳里。我是青山，你是风。检测到宿主阳气流失，阴阳反哺转化中。本次流失阳气值120，获得修炼点120。一夜酣战，洛星神清气爽，账面上多出的120点修炼点是对他辛勤付出的最好嘉奖。柳青梅昨夜为了尽快突破瓶颈，可谓是毫无保留，将极乐功运转到了极致。他侧过头看向身旁，柳青梅还在沉睡，青丝散乱在枕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多了几分难得的恬静。似乎是察觉到了洛星的目光，柳青梅发出一声慵懒的鼻音，缓缓睁开了眼。四目相对，空气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柳青梅的眼神先是有些迷茫，随即迅速恢复清明，昨夜的种种记忆涌上心头。醒了。柳青梅下意识地应了一声，随即立刻察觉到不对，自己怎么会是这副小女儿姿态。她连忙坐起身，任由颈背滑落，露出大片雪腻的春光，随即立刻内视自身，这一看顿时喜上眉梢。困扰他许久的筑基中期瓶颈碎了，他已是筑基后期。兴奋之余，他猛地探过身子，揽住洛星的脖颈，在他脸上重重地啵了一口。洛公子，你真是我的福星。温热柔软的触感在脸颊上一闪而过，洛星愣了一下，抬手拭去脸上的口水，随即笑了。看来姐姐收获不小，既然如此，也该兑现承诺，教我一两手防身的本事了。柳青梅心情大好，闻言轻笑一声，从床榻上起身，随手披上一件薄纱，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她走到书案前，从一个精致的檀木匣子里取出2枚色泽温润的玉简。公子体内的阳气是我生平仅见的磅礴纯粹，寻常术法在你身上未必能发挥出威力，甚至可能被阳气冲散。不过凡事有利有弊，你这身霸道的阳气，若是修炼某些特定的术法，反而会事半功倍。他将2枚玉简递到洛星面前，这是我早年在外偶得的2门术法，一门功法，一门遁法，都属于阳雷属性，与你的体质最为契合。你只需将灵力探入其中，便可读取里面的法诀。洛星接过玉简，入手微凉，这种记载着术法的玉简，在修仙界可不是大陆货。他一言将灵力探入其中，检测到黄阶身法雷光遁，可花费10点修炼点直接入门，是否学习？检测到黄阶术法阳雷手，可花费10点修炼点直接入门，是否学习？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洛星眼前一亮，童子哥果然贴心，连学技能都能一键完成。学习。洛星心中默念。定。雷光遁入门成功，消耗10修炼点。定。阳雷手入门成功，消耗10修炼点。剩余修炼点100。心念微动之际，2股截然不同的信息流涌入脑海，一股是关于身法移动的奥妙法门，
无数个光点在他的意识中交织，勾勒出雷光闪烁的轨迹。另一股则是狂暴刚猛的灵力运转路线，如何牵引丹田内的灵力在手心凝聚成至阳至刚的雷霆。这并非死记硬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领悟。洛星缓缓睁开眼，眼底深处似有细微的电光一闪而过，丹田内那缕淡金色的灵力气旋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他共鸣。只要他心念一动，这股力量就会顺着经脉奔涌而出，化作雷光或者遁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这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前一刻还是个连术法都不会的伪修士，下一刻便掌握了功法与遁逃之术。童子哥，永远的神，怎么了？柳青梅见他接过玉简后便愣在原地，半晌没有动静，不由得开口询问：是法诀太过深奥，无法参悟吗？他心中并不意外，黄阶术法虽只是最低阶的，但对一个刚刚踏入宁气境的新手来说，没有10天半个月的苦功，休想摸到门槛。他给洛星这2门术法更多的是一种投资合适好，顺便看看他悟性如何。洛星回过神，看着柳青梅那双关切的凤眸，咧嘴一笑：深奥倒是谈不上，就是感觉挺简单的。简单？柳青梅好看的眉毛微微挑起，只当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点破，只是柔声笑道：公子天赋异禀，自然觉得简单。不过修行之事，切忌好高骛远，你先尝试着感悟一下法诀，试着引导灵力按法诀路线运转，若有不懂之处，随时可以问我，不用那么麻烦。洛星说着从床榻上站了起来。柳姐姐，这房间够结实吧？柳青梅愣了一下，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7楼的房间有阵法加固，寻常住激进修士都难以撼动，怎么了？那就好。洛星话音刚落，整个人化作雷光从原地消失了。柳青梅瞳孔骤然一缩，砰！一声闷响从房间另一头的墙壁处传来。柳青梅猛地转头，只见洛星正龇牙咧嘴地扶着墙，一手揉着自己的额头。好家伙，这速度也太快了，差点没刹住车。柳青梅呆住了，她红唇微张，美眸中写满了难以理解的震撼。刚刚那是什么？雷光遁。他学会了。从接过玉简到现在才过了多久？1盏茶的功夫都不到。这怎么可能？一个刚刚踏入宁气境一众的小修士看了一眼玉简，就直接施展出来了。你柳青梅指着洛星，一时间竟说不出完整的话来。洛星甩了甩有些发晕的脑袋，刚才那一下速度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身体的反应根本跟不上思维，直接就撞了上去。幸好他如今也是修士，肉身强度远非凡人可比，再加上柳青梅说这墙有阵法加固，不然怕是得直接撞出个人形窟窿来。他看着柳青梅那副活见鬼的表情，心中暗爽，脸上却是一副无辜的模样。柳姐姐，你给的这个遁法好像有点猛，劲儿太大了，不好控制。柳青梅听到这话，胸口一阵起伏，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你为什么能用出来啊？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声音都有些干涩。你以前学过类似的术法？除了这个解释，他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没有啊，你忘了，我之前只是个凡人。洛星摊手，况且我家那本祖传功法残缺不全，就只有心法，哪有什么术法？这还是我头一回接触这些。他一边说，一边再次运转灵力。这一次有了经验，他刻意控制了灵力的输出。淡金色的电光再次亮起，洛星的身影在房间内拉出一道道，围绕着柳青梅高速穿梭。从床榻到梳妆台，从屏风到窗边，他的身形飘忽不定，只留下一缕缕电光在空气中交织，发出轻微的雷鸣。最后他身形一顿，稳稳地停在了柳青梅面前，与她相距不过3寸。带起的微风拂动她额前的发丝，也吹乱了她的心神。柳青梅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俊朗脸庞，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灼热阳气。他可以确定，洛星对雷光遁的掌握程度已经超过了他当年苦修10日才达到的水准。这悟性简直妖孽！遁法学会了，再试试这个。洛星像是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兴致勃勃地抬起了右手。他按照扬雷手的法诀，引导着丹田内那缕融合了纯阳之气的淡金色灵力涌向掌心。滋啦，一缕缕细碎的金色电弧开始在他的掌心跳跃。起初只是零星几道，但随着他对灵力控制的逐渐熟练，电弧越来越密集，最终整只手都汇集着炽热的雷霆。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毁灭的力量在掌间奔走。他抬头看向柳青梅，却发现对方正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盯着自己。柳姐姐，你这是什么表情？洛星散去掌心的雷霆，有些疑惑。柳青梅张了张嘴，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当真是第一次修习术法？当然啊，我骗你干嘛？
洛星理所当然地说道。柳青梅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修炼了100多年，见过的天才不少，但像洛星这样的简直闻所未闻。寻常修士，即便是宗门里那些备受瞩目的天骄，参悟一门术法也需数日，而洛星呢，看一眼玉简，直接就会了。柳青梅回过神，嘴角僵硬地抽动了一下。公子，当真是天纵奇才。洛星没注意到柳青梅的异样，她正沉浸在掌握新力量的喜悦中。柳姐姐，这2门术法威力如何？柳青梅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黄阶术法虽是最低阶，但胜在实用。雷光盾在逃命和追击时都有奇效。至于扬雷手、主攻法，你那身纯阳之气配合这门术法，对付同境界的修士绰绰有余。洛星满意的收回手，活动了一下手腕。有了这2门术法，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空有一身修为却无法施展。柳青梅此刻的心思已经彻底乱了。如此恐怖的悟性，再配上那逆天的道顶体质，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个双修道侣那么简单。被狱长老带走，或许能得到亲传弟子的待遇，但那终究是成了狱长老的私产，是其修行路上的垫脚石。而以他展现出的潜力，未来绝不可能止步于宁丹，甚至神功境都未必是终点。一个未来的强者，柳青梅的心脏猛地一紧。他想起了自己那走上无情道，最终落得被镇压下场的师父。师父的倒台，让他在宗门内失去了所有庇护，被发配到这红尘坊，一待就是数十年，前途黯淡。他无时无刻不想着重返内门，可希望何其渺茫。但现在，一个天大的机缘就摆在他的面前。投资，必须立刻投资。在他还未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在他还对自己抱有几分好感时，将他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比讨好任何长老都来得可靠。一瞬间，柳青梅心中就有了决断，看向洛星的眼神已经带上了一丝敬畏与灼热。就在他准备说些什么来进一步拉近关系时，腰间一枚用于传讯的玉佩忽然微微一亮。柳青梅眉头微蹙，一道神念探入其中。片刻后，她抬起头，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怎么了？洛星见他神色有异，开口问道。楼下来了3位客人，指明要见我。客人？洛星随口问道。云锦那样的？不。柳青梅摇了摇头，神色有些古怪。是3名修士，2女1男，都背着剑。洛星心中一动，背着剑的修士。他立刻想起了昨晚在街上遇到的那3名剑修，尤其是那个身材格外有料的少女。是昨晚我们在听雨轩遇见的3人。对。柳青梅的回答肯定了他的猜测，他那双勾人的凤眸里此刻也带上了几分郑重。他迅速从床榻上起身，动作极快地穿上一身艳丽的红色工装。走吧，下去看看。洛星也整理了一下衣衫，跟在柳青梅身后。2人来到1楼的片厅，厅内3道身影静立。为首的女子正是昨夜见过的白裙女修，气质端庄娴静，背负长剑，宛如一朵不染尘埃的雪莲。她身旁的少女则是那个让洛星印象深刻的大雷少女。此刻她小脸有些苍白，眉宇间凝着一层淡淡的寒霜，一双灵动的大眼睛里满是好奇。而站在2人身侧的青年男子则是一脸警惕，手一直若有若无地按在腰间的剑柄上。他们的存在与这间装饰的富丽堂皇、处处透着奢靡与暧昧的房间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让3位贵客久等了，真是切身的不适。柳青梅迈着步子走了进来，脸上挂着歉意笑容。祝九思3人闻声望去，当看青来人时，祝九思清丽的脸庞上闪过一丝诧异。眼前的红衣女子媚骨天成，风情万种，正是昨夜与那名神秘男子同行的女修。而跟在她身后的，不就是那位被师妹宁幽当街夸赞长得好看的年轻男子吗？他今日换了一身青色长衫，少了几分夜晚的神秘，多了几分清俊雅致。祝九思心中一定，昨夜的猜测果然没错。他压下心头的波澜，上前一步，对着柳青梅端端正正地行了个礼。晚辈太白剑宗祝九思，见过道友。身后的陆明也跟着行礼，只是目光带着警惕，在柳青梅和洛星身上来回扫视。师姐你看，就是昨晚那个好看的哥哥。宁幽可没管那么多礼数，大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惊喜地指着洛星，声音毫无遮掩。一句话让偏厅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古怪。陆明的脸黑了黑，师妹怎么又犯花痴了？还是当着这妖女的面？幽儿，不得无礼！祝九思连忙回头低声斥道。宁幽儿俏皮地吐了吐舌头，但一双好奇的大眼睛还是忍不住粘在洛星身上。洛星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心想这大雷姑娘还是个颜控，而且一点不带拐弯抹角的。太白剑宗。柳青梅像是没听到宁幽儿的话，面露诧异，没记错的话，这貌似是个2流宗门。真是稀客，3位剑仙大驾光临，让我们这小小的红尘坊蓬荜生辉。不知3位前来所为何事？他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用神识扫过3人。
为首的祝九思，距临近后期，气质清冷，是个标准的名门正派弟子。那个男弟子陆明，距临近巅峰，修为最高，剑意凝实，但看起来有些木讷。倒是那个叫悠儿的少女柳青梅的目光在宁悠儿身上多停留了片刻，凝气近3重，修为平平，但眉宇间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阴寒之气，脸色也略显苍白，似乎身有隐疾。祝九思再次行礼，语气不卑不亢：“不瞒道友，我等此次前来是奉师门之命，有要事想求见合欢宗的前辈，还望道友能够代为引荐。”“哦，求见宗门前辈。”柳青梅眼波一转，笑意更浓：“这可不是小事。3位远道而来，不如先坐下喝杯茶，慢慢说与我听。若事情不违背宗门规矩，我自当为3位通传。”祝九思略一沉吟，便点头应允。“那便叨扰了。”柳青梅拍了拍手，立刻有侍女奉上香茶和精致的糕点。“3位请坐。”祝九思一言坐下，陆明则像个护卫一样笔直地站在他身后，只有宁悠一双大眼睛还在洛星和柳青梅之间来回打转。他犹豫了一下，竟直接跑到了洛星身边，好奇地问：“大哥哥，你也是合欢宗的弟子吗？”少女一靠近，洛星便感觉到一股混杂着少女体香的清寒气息扑面而来，像是炎炎夏日里的一缕凉风，让他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极为舒适。丹田内那缕淡金色的灵力气旋似乎也活跃了几分。定，检测到特殊体质9天玄阴体与宿主不朽阳神体存在极强吸引力，近距离接触可小幅提升双方修炼速度。系统的提示应让洛星心中一动。9天玄阴体，听起来就跟自己的不朽阳神体是一对啊。悠儿，祝九思脸色一变，连忙起身想把他拉回来。“哎呀，师姐，我就问问嘛。”宁悠儿却不以为意，反而离洛星更近了些，小鼻子轻轻嗅了嗅，脸上露出舒服的表情。“大哥哥，你身上好暖和啊，像那小太阳一样。”这话说的天真烂漫，听在旁人耳中却变了味。陆明的脸已经彻底成了锅底色，握着剑柄的手指因用力而骨节发白。这简直是伤风败俗，师妹怎么能对一个陌生男人说出这种话？祝九思更是又气又急，快步走过去，一把抓住宁悠儿的胳膊：“快过来，别胡闹！”柳青梅坐在主位上，端着茶杯，轻轻吹着热气，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她那双媚眼深处闪过一抹异色，别人或许不知，但她却清晰地感知到。当那少女靠近洛星时，两人之间那微弱的灵气流转，一个阴寒之气满溢，一个纯阳之气霸道。这两人呵呵，小妹妹快人快语，真是可爱。柳青梅放下茶杯，笑着打圆场：“这位洛公子可不是我们合欢宗的弟子，他只是我的一位贵客。”他特意在贵客2字上加重了语气，话语里的暧昧意味不言而喻。祝九思听了这话，拉着宁悠儿的手不由得一紧，看洛星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复杂。原来是这样，难怪昨夜两人会在一起。陆明则是满脸鄙夷，果然是靠出卖皮相的妖人。洛星对这些目光毫不在意，只是对着一脸好奇的宁悠儿温和一笑。在下洛星确实只是路过此地。他这一笑如春风拂面，宁悠儿的脸蛋顿时红了，被祝九思拉着1步3回头的回到了座位上，嘴里还小声嘀咕：“师姐你干嘛呀？人家又不会吃了我。”一场小小的风波就此接过。祝九思整理了一下情绪，郑重地看向柳青梅：“道友，实不相瞒，我这位师妹身怀玄阴体，近期体内寒气反噬日益严重，我宗功法已难以压制。师尊遍查典籍，得知唯有贵宗的玄女塑心经或是其他治阴法门，方可调和她体内的阴阳，救她性命。我们此行便是想让师妹拜入合欢宗，求得一线生机。”他说完，站起身，对着柳青梅深深一揖：“还请道友成全。”祝九思深深一揖，姿态谦卑，言辞恳切。他身后，陆明的脸色变了又变，紧紧抿着唇，显然对师姐向着妖女低头的行为感到屈辱，却又无可奈何。柳青梅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美眸在祝九思身上转了一圈，红唇微扬：“哦，我没听错吧？一出魔为道为几任的剑宗弟子，居然要拜入我们这魔道银窟。”他站起身，摇曳生姿，绕着3人缓缓踱步。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还是我今天没睡醒？祝九思直起身，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但语气依旧沉静：“道友，晚辈所言句句属实，绝无半句虚言。我自然知道你不敢拿这种事说谎。”柳青梅在祝九思面前停下，伸出纤长的食指，轻轻挑起他一缕秀发，放在鼻尖嗅了嗅。啧啧，一身的浩然剑气，真是干净的让人想把它弄脏呢。祝九思身子一僵，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避开了他的手指。陆明见状，往前踏出一步，将祝九思护在身后，怒目而视：“你休得无礼！哟，小剑修还挺护食。”柳青梅玩味地看着他：“怎么想在这里动手？”
小弟弟，我劝你最好想清楚，这里可是听雨城。你，陆师弟，退下！祝九思厉声喝道。陆明身子一僵，回头不甘地看了师姐一眼，最终还是咬着牙退了回去。柳青梅笑意更浓了，你们这些名门正派，不是向来看不上我们合欢宗，骂我们是伤风败俗的魔道妖人吗？怎么，现在走投无路，求到门上来了？陆明的脸涨得通红，握剑的手青筋暴起。祝九思却没有动怒，依旧保持着谦卑的姿态。道友说笑了，正邪之分本就是世人强加，修行路上各有所求，又何必拘泥于门户之见？况且师妹性命攸关，我等别无选择。柳青梅挑了挑眉，倒是对这个女剑修高看了几分，能屈能伸，不是个死脑筋。话是这么说，但你们剑宗那些老古董可未必这么想。柳青梅回到主座，翘起二郎腿，姿态慵懒。让一个弟子拜入合欢宗，传出去怕是要被人笑掉大牙，你们宗门同意吗？祝九思抬起头，目光坦然。此事已得宗主首肯，只要能救优，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宁优听到这里，眼眶微微泛红，小声道：师姐。洛星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能感觉到柳青梅并非真的为难对方，而是在试探和拿捏。毕竟一个剑宗弟子主动送上门，这事儿透着古怪，不探清底细和诚意，他绝不会松口。柳青梅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倒是我小看了贵宗宗主的魄力。他站起身，走到宁幽面前，伸手捏住她的下巴，仔细打量。陆明立刻上前一步，手按剑柄。你做什么？别紧张。柳青梅松开手，退后2步。极阴体质确实罕见。他转头看向祝九思，不过你们找错人了。祝九思一愣，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这红尘坊的管事，还没资格决定宗门收徒之事。柳青梅看向3人，语带讥诮，更何况是招收你们剑宗弟子。什么？祝九思脸色微变。柳青梅走回主座，慢悠悠地坐下。你们要拜入合欢宗，这事儿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红尘坊管事能做主的，至少也得宗门长老点头才行。祝九思被齿轻咬下唇，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那还请道友代为引荐。柳青梅笑了，引荐倒是可以，不过得看你们的诚意了。祝九思沉默片刻，他明白对方这是在索要好处。听雨城是合欢宗的地盘，他们此行本就冒着风险，若无对方引荐，想见到合欢宗高层无异于痴人说梦。想到这，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盒，这是清心玉髓，于静坐时佩戴，可清心凝神，抵御心魔侵扰。他将玉盒放在桌上，推向柳青梅。若道友愿意引荐，此物便当作谢礼。师姐，陆明失声喊道，满脸痛心。这可是师尊在他突破巨灵境时所赐，对剑修稳固剑心有奇效，珍贵无比，怎能给了这妖女？柳青梅眼睛一亮，拿起玉盒打开，盒中躺着一块拇指大小的乳白色玉石，散发着清新凝神的气息。她满意的将玉盒收入袖中，脸上的笑容真切了几分。祝姑娘果然是爽快人，这份诚意我就收下了。2日后，你们再来红尘坊，届时会有长老亲自接见。祝九思松了口气，起身行礼，多谢道友。客气了。柳青梅摆摆手，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能不能成，还得看那位长老的意思，我只是引荐而已。晚辈明白。3人告辞离开。宁幽走到门口时，还回头看了洛星一眼，冲他挥了挥手。洛星站在原地，若有所思。2天后，长老接见他，脑中瞬间浮现出玉流苏那张妖媚动人的脸。如果不出意外，柳青梅口中的长老，就是2天后来带自己回宗门的玉流苏，这下可热闹了。等3人走远，柳青梅脸上的笑容才收敛起来。她把玩着袖中的玉盒，心情大好。柳姐姐，刚才那个叫幽儿的姑娘，她的体质很特殊吗？洛星开口问道。柳青梅瞥了他一眼，怎么，看上人家了？洛星摆了摆手，只是好奇。她靠近我时，我能感觉到一股很舒服的凉意，体内的阳气都安分了不少。那是因为她身怀9天玄阴体。9天玄阴体？这种体质极其罕见，体内阴寒之气极盛，与你这身霸道的纯阳之气正好是2个极端。若是有合适的功法辅以修炼，那便是天生的修炼宝体，进境1日千里，未来不可限量。可若是找不到合适的功法修行，他顿了顿，继续道，体内阴寒之气便会随着年岁增长，不断侵蚀他的经脉和神魂，最终寒气反噬，生死道消。洛星皱眉，那他现在已经很严重了。柳青梅转过身，你没见他脸色苍白，气息虚浮。我观他如今修为才凝气境3重，想来就是因为体内寒气郁结，难以正常修行。一旦体内灵力运转，就会牵动阴寒之气，加速反噬。
洛星想起了宁幽那略显苍白的脸色和眉宇间的寒霜，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和欢宗会要他吗？洛星问。柳青梅闻言却是笑得花枝乱颤，胸前波涛汹涌。要！我的洛公子，你太小看9天玄阴体的价值了。这样的体质天生就适合修炼合欢宗的功法，我们抢着要都来不及。只要他能加入合欢宗，至少也是核心弟子的待遇。他美眸中闪烁着光芒。而且若此事真能由我促成，那也是一桩功劳，我重返内门便指日可待了。洛星点头，随即又有些不解。既然如此，那你刚才还为难他们？柳青梅轻笑，好处当然是不要白不要。况且这些所谓的正道修士，平日里一个个道貌岸然，看不起我们，如今有求于人，不敲他们一笔，我这心里可不痛快。再说了，他看向洛星，红唇微扬，我若是不为难一下，他们又怎会觉得此事来之不易，又怎会对我感恩戴德？人啊，都是贱骨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是不会珍惜的。洛星摇头失笑，这女人的心思真是9曲18弯。受教了。他拱了拱手，半是认真半是调侃。柳青梅白了他一眼，风情尽显。你呀，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别以为有了几分实力就能横行无忌。这修仙界最不缺的就是打打杀杀的莽夫，能活到最后的永远是懂得审时度势的聪明人。他这番话既是提点，也是在拉拢洛星，自然听得出来。他笑了笑，没有接话。好了，公子先回去歇着吧，我还有些事务要处理，晚点再来寻你。目送柳青梅离去，洛星拿着他给的玉牌回到了7楼房间。他心念一动，调出了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灵气近2重巅峰，修炼点10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镜入门，技法雷光盾入门，阳雷手入门，阳气值。看着面板上那100点修炼点，洛星陷入了沉思。这可是他辛勤劳作的血汗钱，得用在刀刃上。提升技法，雷光盾和阳雷手都只是入门级别，若是提升，威力自然大增。可转念一想，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现在的身份是卧底，不是打手。在合欢宗这种地方，拳头硬不如腰好，能打不如能干。而且2天后玉流苏就要来了，一个宁丹境执事，谁知道会不会把他当成一次性补品。自己虽阳气无极限，但系统曾提升过，如若修为不够，还是可能因丢失过多阳气而肉身崩溃，神魂俱灭。与其赌对方的人品，不如提升自己的根本，修为才是保命的底牌。想通了这一点，洛星不再犹豫。童子哥将剩余的100点修炼点全部用来提升修为，消耗100修炼点，修为提升中。大日不灭真经自行运转，天地灵气疯狂涌入。1个小周天，2个小周天，3个灵力气旋越转越快，中央的纯阳之气与之交融，化作一道道金色的细流，冲刷着4肢百骸。洛星的皮肤表面开始泛起淡淡的金光。1刻钟后，他猛地睁开眼，眼底深处一缕金光一闪而逝。定，修为提升至灵气近4重，剩余修炼点0。呼，洛星缓缓收工，吐出一口浊气。他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灵气4重，从灵气2重巅峰到灵气4重，只用了1刻钟。若是让外人知道，怕是要惊掉下巴。可洛星此刻却有些哭笑不得，100点修炼点就只提升了1个小境界多一点，这修炼点还真是不经花啊。他算了算，柳青梅给他带来120点，小桃5点，也就是说，从凡人到灵气4重，他一共消耗了145点修炼点。看来还是得多努力啊。洛星感叹一声。2天后玉流苏就要来了，到时候自己成了那位长老的私产，再想这么自由的薅羊毛恐怕就难了。不过宁丹境的长老的话吸的应该更多吧。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房门被轻轻推开。洛星下意识地转转头望去，只一眼，整个人便定在了原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少女，不，准确地说是一个穿着少女服饰的柳青梅。她褪去了那身象征着红尘坊主身份的艳丽宫装，换上了一袭水绿色的齐胸襦裙，裙摆素净，只在边缘绣着几朵小巧的白色兰花，随着她的走动轻轻摇曳。乌黑的秀发梳成了2条松散的麻花辫，垂在胸前，发梢用同色的绿丝代系着。脸上也不再是那艳丽的妆容，只是略施粉黛，唇色淡淡的，像是清晨带着露珠的花瓣。这副模样，清纯中透着一股不谙世事的娇羞，让她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几10岁。可那身本该尽显清纯的襦裙，穿在她身上却完全变了味道。齐胸的设计更凸显出她那傲人的身姿，纤细的腰肢被裙带一束，盈盈一握，清纯与性感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无比强烈的视觉冲击，更让人血脉奔张。洛心喉结滚动，丹田内的纯阳之气似乎沸腾了起来。洛公子，看傻了。柳青梅见他呆呆的样子，掩嘴轻笑一声，缓缓走了进来。随着他的靠近，一阵不同于以往浓香的少女清香飘入鼻尖。他走到洛心面前，原地转了个圈，水绿色的裙摆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好看吗？他扬起那张娇媚的小脸，眼波流转。咕咚。柳姐姐，洛心的声音有些干涩。你这是？柳青梅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男人这种生物，她见得多了，再风情万种的尤物，看久了也会腻。唯有不断变化，不断给予新鲜感，才能将他们牢牢地抓在手心。哥哥，公子若是喜欢，以后我天天传给你看，好不好？他凑到洛心耳边，吐气如兰，温热的气息吹得洛心耳根发痒，心头也跟着痒了起来。他下意识地点头，既然公子这么喜欢。柳青梅的身体柔软地贴了上来，双手环住他的脖子，声音里带着一丝娇媚。那我们也该好好修炼了，不是吗？下一刻，他踮起脚尖，献上粉唇，绿裙轻舞绕云台，素面朱唇暗送怀，玉臂轻环如藤绕，香间半一丝花开。金阳暗涌丹田暖，银月轻摇玉骨来。一缕幽兰轻碧袖，三分春色上琼腮。不知窗外尘与幕，只在此间做到人。夜色渐深，房内以你的动静终归于平静。本次流失阳气值150，获得修炼点150。洛心神清气爽地坐起身。150点，柳青梅修为提升后，自己能获得的收益果然也水涨船高。他侧头看去，柳青梅正盘坐在床榻边的地毯上，那深水绿色襦裙早已不知去向，此刻只披着一件薄纱，曼妙的曲线若隐若现。她周围摆满了几十个精致的小瓷瓶，瓶身在烛光下泛着微弱的荧光。这是？洛心好奇地问。柳青眉头也没抬，先手拿起一个瓷瓶，拔开瓶塞，混杂着脂粉香和特殊气息的味道飘散开来。瓶中装着透亮的粘稠液体，在烛光下泛着珠光，红尘露。他淡淡道：这几日姑娘们上交的。洛心恍然，之前柳青梅就说过，红尘坊的姑娘们修炼红尘诀，与客人双修后，体内会凝练出多余的阳气，需以红尘露的形式上交。他看着那些粘稠的液体，心里有些犯嘀咕，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用？薄杂不纯，还带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气息，比起自己身上精纯的阳气，简直就是米汤和琼浆玉液的区别。公子是不是觉得这些东西上不得台面？柳青梅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微微一笑。蚊子再小也是肉嘛，在你来之前，姐姐我就是靠着这些才勉强维持修为的。那你这是要提炼？柳青梅妖媚的脸上带着几分认真。红尘露直接服用太过驳杂，需要提炼凝聚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他说着，双手结印，一道道灵力从掌心涌出，将那些瓷瓶中的红尘露牵引而出。几十道粘稠的液体在空中汇聚，在他的控制下缓缓旋转。洛心看得啧啧称奇，这等精妙的灵力操控，比自己那粗放的运用方式高明太多了。柳青梅闭上双眸，额角渗出细密的香汗。那团红尘露在他的炼化下开始一点点缩小，颜色也愈发清亮，最后竟凝成了一颗拇指大小的丹丸。丹丸通体晶莹，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其中隐约可见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游走。成了。柳青梅睁开眼，看着悬浮在掌心的丹丸，这叫红尘丹，是我们红尘坊特有的丹药。原来如此。洛心看着那颗丹药，若有所思。合欢宗这套体系还真是物尽其用，一点都不浪费。哎，辛辛苦苦几十瓶，提炼出来也就这么点东西。柳青梅抬起美眸，悠悠地看着洛心，乃像洛公子你一个人就顶得上他们全部。这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洛心干笑两声，心说我这可是独家买卖，概不赊账。柳青梅不再多言，将那颗丹丸直接抛入口中，盘膝坐下，开始运功炼化。不过片刻，她脸颊上便浮现一抹不正常的潮红，气息也随之起伏，额角汗珠滚落。洛心看出来了，这丹药的药力虽然精纯了不少，但终究是百家饭，驳杂的根子还在，炼化起来远不如直接吸收它的阳气来得温和顺畅。足足过了一炷香的功夫，柳青梅才缓缓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她眼中的媚意更浓，肌肤也愈发水润光泽，显然是得了些好处。但她看向洛心的眼神却变得更加灼热和贪婪，就像是刚吃完一顿粗茶淡饭，愈发想念山珍海味的饕客。公子，你这体质当真是天赐的宝贝。洛心被他看得有些发毛。柳姐姐，你这眼神怎么跟要吃了我似的？柳青梅掩嘴轻笑，站起身走到床边，一把将他推倒。吃了你？那可不行，
公子这么好的宝贝，我得慢慢品尝才是。他俯身贴近，温热的呼吸拂过洛星的脸颊。不过，他话锋一转，坐直了身子。公子，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洛星可惜，这女人刚才那架势，他还以为又要来一轮。什么事？柳青梅沉吟片刻，开口道：2天后，玉长老来接你，我想请你帮个忙。说来听听。那3个太白剑宗的弟子，你也见过了。柳青梅缓缓道：那个叫宁幽儿的少女，身怀9天玄阴体，若能将她引入宗门，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功劳。可玉长老那人……他顿了顿，脸上闪过一丝厌恶。他虽是长老，但为人自私，最喜欢抢功。若是让他知道此事，怕是会直接将功劳据为己有。洛星挑眉，所以你想让我帮我在玉长老面前美言几句？柳青梅眼波流转，就说是我慧眼识珠，发现了那个9天玄阴体，并主动引荐给他。到时就算他想抢功，我也可借此让他批我重回内门。洛星摸了摸下巴，仔细想想，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坏处。柳青梅若能重返内门，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他在宗门里的助理。更何况他本就打算在合欢宗里多拉拢几个人，好方便自己行事。可以。洛星点头。不过柳姐姐，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柳青梅闻言，脸上露出妩媚的笑容。公子想要什么表示？我想要……洛星故意拉长了音调，更多的术法。柳青梅一怔，随即失笑。就这……洛星一本正经的，我现在就会2门黄阶术法，防身手段实在太少，心里不踏实。其实什么防身不够，心里不踏实都只是借口。他骨子里终究是个热血少年，好不容易来到这能呼风唤雨的修仙世界，若不能学几手帅气拉风、仙气十足的术法，那修仙的乐趣岂不是少了一大半？柳青梅白了他一眼。行，等我回头整理一下，给你找几门合适的。不过公子，你现在修为尚低，术法贪多嚼不烂，还是先把修为提上去才最实在。柳青梅这话倒也没错，只是她不知道，对洛星而言，修为提升不过是动动念头的事，唯一限制他的只有那珍贵的修炼点。对了，柳姐姐，我有个事想问问。洛星忽然想起一事，咱们合欢宗里除了双修，还有没有其他获取修炼资源的途径？柳青梅媚眼一斜，怎么，公子这是嫌弃姐姐了？哪能啊？洛星连忙摆手，我就是好奇，多了解一些总没坏处。柳青梅娇哼了一声，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自然是有的。宗门每月会发放固定的修炼资源，另外完成宗门任务也能获得贡献点，用贡献点可以兑换丹药、法器、功法等等。不过他看向洛星，意味深长，以公子的体质，双修才是最快的修炼方式，其他途径效率太低了。洛星心中了然，看来在这合欢宗最快的变强之路，终究还是离不开自己的辛勤耕耘。毕竟修炼点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洛公子，柳青梅忽然开口，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来，反正离天亮还早，不如我们再探讨一下功法。洛星眉头一挑，大姐，刚交完公粮，又要加班，这资本家看了都得流泪啊。柳青梅可不管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已经软弱无骨地贴了上来，一双玉臂环住他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这次换我来伺候公子。不等洛星回应，他便微微仰头，再次献上红唇。洛星自然是来者不拒，反正有不朽阳神体在，自己就是永动机，谁怕谁？更何况对方还是个主动换上清纯套装，玩起了角色扮演的妖精，这谁顶得住啊？一时间房内春意再起，比之前更加浓烈。2天时间一晃而过，这期间洛星几乎是足不出户。红尘坊7楼的这间雅致卧房，成了他与柳青梅闭关苦修的道场。除了抽空下楼帮那位满脸期盼的小桃姑娘顺利突破了红尘诀第3层，让她哭得稀里哗啦，顺便收获了10点修炼点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柳青梅。用柳青梅的话说，这叫深入探讨阴阳互济之无上大道。用洛星自己的话说，这叫生产队的驴都没我这么勤快。好在回报是丰厚的，2天2夜，洛星累积获得了整整520点修炼点。你真是个怪物。柳青梅慵懒地趴在床上，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她修为稳固在了筑基后期，气息圆融，肌肤胜雪，眼角的魅意几乎要化为实质。可此刻她看向洛星的眼神却充满了惊叹。2天，整整2天，任凭他如何使尽浑身解数吸取阳气，这家伙都没有半点萎靡，反而精神头越来越足，眼神也越来越亮。柳姐姐过奖了，这叫专业对口。洛星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浑身骨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他心念一动，调出了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
凝气近4重。修炼点52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镜入门。技法：雷光盾入门，阳雷手入门。阳气值。看着那明晃晃的500点，洛星心中豪气顿生。辛苦工作了这么久，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刘姐姐，你先歇着，我去旁边巩固一下修炼成果。洛星找了个借口，溜去了隔间。柳青梅媚眼如丝的白了他一眼，也没力气拦他回到房间。洛星立刻反锁房门，盘膝坐下，迫不及待地沟通系统。童子哥，别睡了，开工！先给我砸300点，提升修为。消耗300修炼点，修为提升中。大日不灭真经自行运转，天地灵气疯狂涌入体内。丹田中那缕淡金色的灵力气旋越转越快，1圈、2圈、3圈纯阳之气与天地灵气交融，化作金色的细流，冲刷着经脉。四肢百骸传来酥麻的舒适感，每一寸肌肤都在贪婪地吸收着灵气。凝气4重巅峰，凝气5重初期，凝气5重中期。正在隔壁房间休养的柳青梅忽然睁开了眼，怎么回事？她眉头微蹙，只觉整个7楼的灵气都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流失，方向直指隔间。那架势简直像是有人在那边布下了巨灵阵法。可这里是红尘坊7楼，除了他和洛星，根本没有其他人。柳青梅身形一闪，瞬间来到隔间门外。这个小混蛋在搞什么鬼？他一个凝气1重的小修士，再怎么巩固修为，也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阵仗。难道是修炼出了岔子？他不敢怠慢，立刻放出神识，朝着隔壁探查而去。神识穿过墙壁，瞬间便锁定了盘膝而坐的洛星。只见他周身金光流转，皮肤呈现出一种玉质般的光泽，整个人如同一尊神奇，宝相庄严。而他体内的灵力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节节攀升。柳青梅瞳孔骤然收缩，那气息凝气近5重。柳青梅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凝气近5重，什么时候的事？2天前，他明明还是凝气1重，短短几天从凝气1重到凝气5重，这怎么可能？这还没完。就在他震惊之际，洛星身上的气息再度暴涨，凝气近5重巅峰，凝气近6重巅峰，凝气近7重。轰！一阵灼热的气浪从洛星身上爆发，将房门震开。柳青梅站在门口，衣袂翻飞，却是纹丝不动。片刻后，洛星缓缓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叮！修为提升至凝气近7重，剩余修炼点220。呼！爽！洛星站起身，灵力流转间，感觉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凝气7重，比起刚穿越时的凡人之躯，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转过身，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柳青梅正站在门口，一双美眸瞪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他。洛星心里咯噔一下，糟了，被发现了。柳姐姐，你怎么来了？他干笑2声，试图蒙混过关。柳青梅没有说话，只是缓步走进房间，抬手轻轻按在了洛星的丹田处，一缕神识探入。下一刻，他脸色彻底变了。凝气7重，货真价实的凝气7重，而且丹田中那金色的灵力气旋，比起2天前足足壮大了数倍。柳青梅收回手，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震撼，抬眸看向洛星。洛公子，你藏得好深啊。他的声音听不出喜怒。这个我也不是故意瞒着柳姐姐的，就是什么？柳青梅打断了他的话，美眸中闪过危险的光芒。就是我这体质比较特殊，修炼起来进有点快。洛星硬着头皮解释。柳青梅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有点快？他上前一步，伸出纤手，轻轻拍了拍洛星的胸口。洛公子，你这叫有点快吗？3天，从凝气1重到凝气7重，你这哪里是有点快？你这是要上天啊！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高了几分。你知不知道，寻常修士从凝气1重到凝气7重，至少需要数年时间，就算是天才，也得数月之久。可你，柳青梅指着洛星，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好。洛星见他这副模样，反倒松了口气。看来柳青梅只是震惊，并没有生气或起疑心。姐姐，这不也是托了你的福？洛星笑着说，若不是和你双修，我体内的纯阳之气得不到疏导，又怎能突破得这么快？这话倒也不算全是胡扯。虽说修炼点是系统给的，但修炼点的来源不就是跟柳青梅双修的来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自己最大的赞助商。柳青梅闻言，绕着洛星转了一圈，美眸上下打量。托我的福？我的极乐宫可没这么神奇。他美眸眯起，而且你既然修为大进，为何要刻意隐藏？又是用什么法子隐藏的？我堂堂筑基后期的神识，竟然都看不穿你的底细，这才是他最在意的地方。一个能瞒过他探查的手段，
绝非曾经身为凡人的他该有的。听他问到关键，洛星也不再隐瞒，干脆将李清玄给的那枚玉符拿了出来，递到他面前。就是这个祖上传下来的宝贝，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用，后来有了修为，灌注灵力进去，才发现它有隐匿气息和修为的功效。柳青梅接过玉符，入手温润，神识探入其中，却如泥牛入海，什么都探查不到。他脸上闪过一丝讶异，这玉符的品阶远在他认知之上。至于为什么要隐藏，洛星摊了摊手，一脸理所当然。这不是为了低调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一个外来者，初到贵地，人生地不熟的，自然要谨慎些。柳青梅捏着玉符，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洛星静静地看着她，这女人是个聪明人，如今见识到自己的价值，只会想方设法拉拢，绝不会轻易翻脸。更何况这2日他与柳青梅也算日久生情了，想必不会为难她。果然，片刻之后，柳青梅脸上的惊疑不定渐渐褪去。她将玉符还给洛星，忽然嫣然一笑，这一笑仿佛冰雪初融，万花盛开。是姐姐，我格局小了。她主动上前，伸手帮洛星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襟，动作自然而亲密。像洛公子你这样的真龙，又岂是池中之物？谨慎些是应该的。祖传的功法，祖传的玉符，再加上这万古罕见的体质。他抬起那双水波潋滟的眸子，直视着洛星的眼睛。洛公子，你骗得姐姐好苦啊！这语气不带半分责备，反而充满了幽怨和一丝撒娇的意味，听得人骨头都快酥了。刘姐姐言重了，我……嘘！柳青梅伸出食指，轻轻点在他的唇上，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过去的事不提了。他身子又贴近了几分，言语间带着淡淡的清香。姐姐现在只知道，我当初真是捡到宝了。他眼中的灼热已不再是单纯的欲望，更像是一个赌徒看见了足以逆天改命的王牌。洛公子，不，洛星。他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想不想到合欢宗的高处去看一看风景？洛星心中一动，知道他这是在彻底摊牌了。如果可以，当然想。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好。柳青梅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玉流苏虽然是宁丹境长老，但他心性凉薄，为人自私。你跟着他，迟早会被他吸干了价值后一脚踢开。他把你当成炉鼎，姐姐我却把你当成未来的依仗。洛星笑了。柳姐姐就不怕我把这话传到玉长老耳朵里？你不会的。柳青梅笃定地摇头。因为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谁才是真正能帮你的人。玉流苏能给你的无非是亲传弟子的名头和一些修炼资源，但他会像看管自己的私产一样看着你，不会让你有任何接触其他人的机会。而我不同，我需要你帮我重返内门，作为回报，我会成为你在宗门里最可靠的眼睛和臂柱。合欢宗的水可比你想象的深多了。洛星看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太会拿捏人心了。他先是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又点明了玉流苏的潜在威胁，最后再抛出无法拒绝的合作条件，一套连招下来，直接将他牢牢地绑在了他的战车上。但他想错了一点，玉流苏对他根本不是威胁。我明白了。洛星点头。那以后就要请刘姐姐多多关照了。好地点。柳青梅满意，称呼也变得更加亲密。姐姐绝不会让你失望。柳青梅正欲与洛星再次深入交流，腰间传讯的玉佩忽然亮起，她神念探入，面色微凝。他来了。洛星眉头一挑。这么快？快，把你的修为气息压制回凝气一重。柳青梅声音急促。玉流苏生性多疑，若是让他发现你修为暴涨，定会刨根问底，到时候就麻烦了。洛星点头，立刻催动玉符，身上的灵力波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下去，很快便重新回到了凝气一重的水平。见状，柳青梅稍稍安心，迅速整理好仪容，恢复了那副妖娆妩媚的模样。公子，待会见了玉长老，记得按我们之前说的，要在他面前替我美言几句。放心。洛星压低了声音，我心里有数。两人刚整理好，房门便被人推开，一道紫色妖娆的身影踏入房中。玉流苏穿了一身紫色云纹长裙，裙摆开叉极高，雪白的长腿若隐若现，乌黑的长发高高挽起，露出修长的脖颈，一对紫玉耳坠在耳畔摇曳。他环顾四周，美眸在洛星和柳青梅身上扫过，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哟，这么快就打得火热了。柳青梅连忙上前行礼。见过玉长老。玉流苏摆了摆手，径直走到洛星面前，细细打量。气色不错嘛，看来这几天青没把你照顾得很好。柳青梅垂手应道。长老吩咐好生照料，弟子不敢有丝毫怠慢。哦。玉流苏拖长了尾音，秀眉轻挑，仅仅是照料。柳青梅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旋即恢复如常，坦然道：长老明鉴，
弟子确实从骆公子身上得了些好处。他没有否认，在宁丹境的神识之下，任何隐瞒都显得可笑。但弟子绝不敢逾越，一切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试探骆公子的体质，好将最详尽的情况向长老汇报。玉流苏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笑了，笑得花枝乱颤，饱满的胸口随之起伏。突破到筑基后期了，这好处可不小啊！他伸出葱白的指尖，轻轻点在柳青梅的额头，动作亲昵，话语却冰冷。柳青梅，你倒是好大的胆子，我让你看着人，你倒先把自己喂饱了。冰冷的杀意顺着指尖传来，柳青梅身体僵直，额角瞬间沁出冷汗，却不敢动弹。弟子不敢，是不敢，还是已经做了？玉流苏收回手，走到桌边坐下，姿态慵懒。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凝固。洛星知道该自己出场了，他往前一步，对着玉流苏拱了拱手。玉长老，这是不怪柳姐姐。玉流苏抬眸看他，眼里的兴味更浓了。哦，不怪他，难道怪我？不，洛星连忙摆手，都怪我。他一脸苦恼地说道，我这体质特殊，阳气总是自己往外冒，控制不住。这几天多亏了柳姐姐用她的功法帮我疏导，不然我怕是早就被自己的阳气撑爆了。柳姐姐也是为了帮我，才不小心吸收到了一些阳气，突破了修为。她事后一直自责不已，生怕未经长老允准会遭您责罚。柳青梅感激地看了洛星一眼，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玉流苏听完轻笑一声，不置可否。他自然不会全信洛星的鬼话，但这话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他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柳青梅得了多少好处，而是洛星这个道顶本身。你倒是会替他说话也罢，看在你的面子上，这次便算了。玉流苏目光重新落在洛星身上，既然无事，那便随我回宗门吧。长老且慢。洛星赶忙开口，怎么，你还有事？玉流苏的语气淡了下来，不是晚辈的事，是柳姐姐的事。洛星看了看身旁紧张的柳青梅，继续说道，长老，您可真是慧眼如炬，派柳姐姐来这听雨城，真是派对人了。玉流苏眉头微动，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您是不知道，柳姐姐在这儿可给您立了个天大的功劳。就在昨天，有3名自称太白剑宗的弟子找上门来，指明要见柳姐姐。太白剑宗？对。洛星一拍手掌，其中有个叫宁幽儿的少女，体质极其古怪，身上寒气逼人。柳姐姐一眼就瞧出不对劲，只用了几句话就套出了底细。原来那姑娘是万古罕见的9天玄阴体。9天玄阴体，饶是玉流苏见多识广，听到这5个字，呼吸也不由得急促了几分，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死死盯着洛星，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洛星一脸笃定。听他们说，那姑娘的9天玄阴体已经快压制不住了，体内的阴寒之气随时都会反噬，性命堪忧。他们宗门那些功法根本没用，再拖下去就是死路一条，走投无路之下，他们才求到我们合欢宗门下。柳姐姐当时就判断出，此等体质乃是天生修炼我合欢宗功法的绝佳宝体，若是引入宗门，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她立刻就将此事记下，说等您一到，便将这份功劳引荐给您。柳青梅站在一旁，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她没想到洛星不仅帮她解了围，还如此完美的将引荐之功推到了她身上，并且捧到了玉流苏面前。现在就看玉流苏如何抉择了。玉流苏的目光在柳青梅和洛星之间来回扫视，那双妖媚的眸子里金光闪烁，让人猜不透其心中所想。房间里安静的可怕，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许久。玉流苏脸上再次绽放出妖媚的笑容。好，很好。他走到柳青梅面前，亲手扶起她，语气前所未有的温和。青梅，你做得很好，为宗门发掘如此人才，是大功一件。柳青梅受宠若惊，这都是托长老的福，弟子不敢居功，有功便是有功。玉流苏拍了拍他的手背，待我将此事上报宗门，你的功劳我自会为你记着。这红尘坊你也无需再待了，回内门吧。柳青梅娇躯一颤，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喜。她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太多年了。多谢长老成全。行了。玉流苏摆摆手，又看向洛星，眼神愈发满意。一个道顶，一个玄阴体，此番下山当真是收获满盆。他看向柳青梅，那几个太白剑宗的人何时再来？弟子已让他们今日再来，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柳青梅恭敬地回答。玉流苏颔首，走吧，下去等候几位贵客。他率先转身，紫色裙摆摇曳生姿。柳青梅连忙跟上，洛星会意迈步跟在2人身后。对了，这太白剑宗是什么来头？玉流苏忽然问道。柳青梅解释，回禀长老，弟子这2日特意查探过，这太白剑宗如今在南域只能算是一个二流宗门，门内弟子不过数百，不足为虑。二流宗门？
玉流苏语气轻蔑，那倒是有趣，一个区二流宗门，竟也敢给自己冠上太白之名。长老有所不知，柳青梅的声音依旧平稳。这太白剑宗虽已没落，但500年前也曾有过一段辉煌岁月。玉流苏来了兴致，哦，说来听听。太白剑宗的宗主道号太白真人，俗家姓名已不可考。此人500年前曾是东域赫赫有名的剑道奇才，一手太白剑法出神入化，据说曾一剑断江，威震一方。而传言他当时的修为已真至万象之境。话音落下，走在最前方的玉流苏脚步一顿，眼中露出几分意外。万象之境，万象境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大能，在合欢宗内也只有各店店主才有这等修为。跟在后面的洛星心头也猛地一跳。凝气、聚灵、筑基、凝丹、神功、洞天、万象、圣王，这是他目前已知的境界。而在圣王不出的时代，万象几乎立足于金字塔顶端。柳青梅垂手，肯定的回答：是万象之境。只是后来在一场席卷东域的大战中，太白真人身受重创，根基受损，境界从万象跌落，死后便一蹶不振。太白剑宗也随之没落，迁徙到南域，沦为如今的2流宗门。倒是小瞧了。玉流苏轻笑一声，不过既然境界已跌，倒也无需太过在意，这是合欢宗给他的底气。一行人刚到1楼大厅，便见前方迎面走来3人，与周遭的靡靡之气格格不入为首的白裙女子，身姿挺拔，气质娴静，正是祝九思。她身旁跟着那个大雷少女宁幽，以及神色紧绷的青年陆明。双方在人来人往的大厅中央相遇，脚步同时一顿。柳青梅立刻上前一步，3位道友来的正是时候。她侧过身，恭敬地引向身后的玉流苏，这位便是我和欢宗内门极乐殿的执事玉流苏长老。闻言，祝九思和陆明的脸色皆是微微一变。祝九思不敢怠慢，立刻收敛心神，上前一步，躬身一礼。太白剑宗落剑锋弟子祝九思见过玉长老。身后的陆明也跟着师姐行礼。唯有宁幽，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越过了所有人，直勾勾地落在了玉流苏身后的洛星身上。大哥哥，你也在啊？少女清脆的声音打破了这略显严肃的氛围，她脸上满是惊喜，几步就想往洛星这边凑。幽儿，不得无礼。祝九思连忙拉住她，低声呵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场面瞬间有些尴尬。祝九思暗自捏了把汗，生怕这位小姑奶奶触怒了玉流苏。然而玉流苏却并未动怒，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宁幽。就是你。玉流苏抬手，一道神识探入宁幽体内，片刻后她眼中闪过亚色，果然是9天玄阴体。他收回神识，看向祝九思：你们太白剑宗舍得把这样的苗子送出来？祝九思苦笑：实在是没有办法，师妹体质特殊，我们宗门功法压制不住寒气，若不寻得合适的法门，师妹性命堪忧。玉流苏眯起眼，目光在3人身上扫过。哦，本长老又如何能确定你们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正道门派安插进来的探子呢？此言一出，不仅祝九思和陆明的脸色变了，站在玉流苏身后的洛星也是冷汗直落。这话该不会是在点他吧？祝九思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玉长老多虑了，幽儿是本宗宗主的女儿，我和陆明都是宗主的亲传弟子，若是真要派卧底，宗主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女儿和弟子冒险。哦，曾经万象境大能的弟子。玉流苏的目光落在祝九思身上，多了几分审视。祝九思面色不变，知道他们调查过他们宗门背景，倒是个美人胚子，只可惜修了这无趣的剑道，一身的灵气都变得又冷又硬，白白浪费了这副好皮囊。祝九思脸上泛起一丝红晕，依旧不卑不亢。多谢长老夸奖，修行之路各有所求罢了。说得好。玉流苏轻笑一声，目光又落在了他身旁一脸戒备的陆明身上。这位小剑修火气倒是不小，怎么怕我吃了你们不成？陆明被他那勾魂摄魄的眼神一看，只觉得心神一荡，连忙咬住舌尖，强行稳住心神，将头偏向一旁，不去看他。玉流苏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带着几分不屑。既然是为女儿求生路，他话锋一转，他怎么不亲自来？以太白真人的身份亲自登门，我和欢宗自然会给几分薄面，派你们3个小辈过来算什么？他语气淡淡的，却透着几分不悦。祝九思闻言，脸上闪过一丝为难。师尊他身负重任，无法离开宗门，况且此事关乎幽儿的性命，师尊不愿声张，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才让我们低调前来，恳请贵宗师以援手。玉流苏轻笑：也罢，看在曾经太白真人的面上，此事我可以做主。他看向宁幽，眼中闪过一丝满意。9天玄阴体确实是修炼我和欢宗功法的绝佳体质，若他愿拜入宗门，我可以亲自引荐，让他成为核心弟子。若得店主亲眼，
直入真传也非难事。祝九思和陆明对视一眼，眼中都露出喜色，这待遇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多谢玉长老。祝九思连忙道谢，随即又道：长老，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玉流苏心情正好，摆了摆手，说：晚辈也想一同拜入合欢宗，恳请长老成全。祝九思此话一出，满场皆寂，不只是玉流苏，连他身后的柳青梅和洛星都愣住了。宁幽儿是因为走投无路，可你祝九思一个根正苗红、前途光明的剑宗弟子，为何要自甘堕落，跳进合欢宗这个大染缸？咯咯咯！一阵娇媚的笑声打破了沉默。玉流苏笑得花枝乱颤，胸口随之起伏，引得洛星多看了几眼，心中不禁与柳青梅对比了一下。好家伙，竟然更凶！有意思。他走到祝九思面前，温热的吐息几乎浮上对方的脸颊。他身怀9天玄阴体，拜入我合欢宗是别无选择。那你呢？你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太白剑宗的剑道还不如我们合欢宗的床子之术有吸引力？面对这般羞辱，祝九思却只是垂下眼帘，语气依旧平静。长老说笑了，幼儿他心性纯良，自幼在师尊的庇护下长大，不谙世事。合欢宗与我太白剑宗的门风格格不入，我若不陪在他身边，实在放心不下。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所以晚辈愿一同拜入宗门，只为能护着师妹，望长老成全。为了保护天真无邪的小师妹，不惜自投魔窟，这是何等伟大的同门情谊！洛星在心里默默为他鼓掌，只是他却从祝九思那清澈的眼眸里读出了一丝不顾一切的决绝。玉流苏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祝九思姿容绝佳，气质娴静，一身浩然剑气，干净的让人心痒。若是收入极乐殿调教一番，想必会很有趣。既然你心意已决，本长老便允了。不过入了合欢宗，就要守我合欢宗的规矩，到时候可别哭着喊着要找你师尊。晚辈明白。祝九思躬身行礼，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可他身后的陆明却再也忍不住。师姐！他猛地冲上前来，一把抓住祝九思的手臂，双目赤红。说好的，我也要一起。祝九思眉头微蹙，挣开他的手。陆师弟，不要胡闹。我没有胡闹。陆明梗着脖子，倔强地看着他。我们下山前就说好了，要一起保护优师妹，你在哪，我就在哪。师姐，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祝九思看着陆明这副模样，眼底闪过一丝不忍，但很快又被决绝所取代。他知道自己可以为了师妹牺牲，但不能把陆明也拖下水。他的剑道天赋是3人中最好的，剑心纯粹，前途无量，绝不能毁在这里。陆师弟，合欢宗的道不适合你。陆明身子一僵，你的剑心纯粹，不该被此地红尘所染。祝九思的目光扫过大厅里那些衣着暴露的女子和纵情声色的客人，眼神里透着一丝疲惫和厌恶。你陪我们到这里，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吧，向师尊复命。不，我不走。陆明的眼眶红了，无助又愤怒。师姐，你不能赶我走，这是命令。祝九思语气冰冷至极。陆明呆住了。命令自他拜入师尊门下，祝九思待他如亲弟，从未用过如此严厉的口吻。他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师姐，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他不要她了。这个念头如一道裂痕一般出现在他无暇的剑心之上。玉流苏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戏，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柳青梅则不动声色地后退了半步，将自己隐藏在玉流苏的身影之后。只是那双看向祝九思的眼眸里多了一丝复杂的神色，他似乎从这个决绝的女剑修身上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祝姑娘倒是果决。玉流苏轻笑一声，打破了这凝固的气氛。既然她不愿意走，不如也一并留下来，给我们合欢宗的男弟子们做个伴，如何？他这话是对祝九思说的，目光却如毒蛇般在陆明身上游走。陆明闻言打了个寒战。他虽不通世事，但也听过合欢宗男弟子的下场，那根本不是弟子，而是炉鼎。不必了。祝九思冷硬的回绝，我师弟的去留不劳长老费心。他再次看向陆明，声音放缓了些许。陆明，听话，回去告诉师尊，我和幽儿一切都好。说完，他不再看他，转身对玉流苏道：长老，我们可以走了吗？玉流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走吧。一行人在陆明呆滞的目光中朝着门外走去。宁幽儿经过陆明身边时，有些担忧地看了他一眼，小声喊了句：陆师兄。可陆明却像是没听见一般，只是死死地盯着祝九思的背影，直到那道白色的身影消失在出口的拐角。洛星跟在最后，路过陆明时脚步顿了顿，他能感觉到这个年轻剑修身上那纯粹锋锐的剑意似乎正摇摇欲坠。在这条路上，最先破碎的往往是最纯粹的东西。本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洛星觉得有必要去安慰一下这位失足青年。
于是他停下脚步，转身走了回去。陆明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忽然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他猛地回神，转头便看到一张带笑的脸，是那个男人，那个跟在何欢宗妖女身边的男人。兄弟，别太伤心了。洛星一脸诚恳，人嘛，总是要往前看低。陆明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只是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洛星见他这副样子，叹了口气，又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道：你放心，你师姐那边我会帮你多照看着点的。然而这话听在陆明耳朵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意思。照看？怎么照看？在这合欢宗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照看，还能是怎么个照看法？陆明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无数不堪入目的画面，他心中那圣洁如白莲、清冷如高山雪的师姐，被眼前这个男人用各种姿势照看，轰的一声，陆明脑子里瞬间炸开了锅。你说什么？我说我会帮你照看你师姐啊。洛星一脸无辜，大家以后就是同门了，互相关照是应该的吗？不准动我师姐。陆明一把推开洛星的手，双目通红地瞪着洛星。洛星一愣，这反应不对啊，自己好心搭话，对方不领情也就罢了，怎还生出这般大的敌意？陆明死死盯着洛星，咬牙切齿，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合欢宗有什么地位，我警告你，离我师姐远一点。说完他转身就走，步履踉跄，背影萧索。洛星站在原地挠了挠头，想不明白自己那句话让他这么大反应。他摇了摇头，也没多想，快步跟上玉流苏一行人。洛星跟上队伍时，玉流苏已经带着众人走出红尘坊，在门口停下脚步。青梅长老请吩咐。柳青梅上前半步，红尘坊的交接工作你尽快安排好。玉流苏语气淡淡的，3日之内会有人来接替你的位置。柳青梅心中一喜，恭敬应道：弟子明白。另外玉流苏扫了眼红尘坊，坊里那些红尘绝修到2层以上的姑娘，资质尚可，一并带上，也算给宗门添些新鲜血液。是。柳青梅转身进了红尘坊，不多时便带着7、8个年轻女子走了出来，她们个个神情激动，又带着几分对未知的忐忑，站成一排，连大气都不敢出。洛星一眼就看到了队伍里的小桃，小桃也看见了他，眼睛里满是感激，若不是玉流苏在此，恐怕他已经要冲过来。洛星对他笑了笑，算是回应。其他几个姑娘也纷纷看向洛星，眼神里带着好奇和打量，毕竟能让柳妈妈亲自作陪的男人，他们可没见过。玉流苏见人齐了，也不废话，抬手一挥，一道紫光从他袖中飞出，迎风暴涨，眨眼间便化作一艘10丈长的飞舟，悬停在半空。飞舟通体紫色，雕刻着繁复的纹路，船身两侧各有一对羽翼状的灵纹，散发着淡淡的灵光。上来吧。玉流苏率先飞身而起，带着那些姑娘落在甲板上。祝九思和宁幽儿对视一眼，眼中都有些新奇。太白剑宗的弟子出行，向来都是御剑飞行，何曾见过这般奢华的代步法器？两人学着玉流苏的样子跃上飞舟。洛星两眼放光地看着这艘紫色的飞舟，心中啧啧称奇。这玩意儿也太拉风了，通体由不知名的紫色木料打造，线条流畅，充满了艺术美学。等以后有钱了，必须搞一艘，不，搞一个舰队。想想自己之前坐李清玄那把破飞剑，还被一脚踹下来，简直是云泥之别。洛公子，该上船了。旁边传来柳青梅的声音，将他从幻想中拉了回来。洛星回过神，看了眼柳青梅，点点头。那我就先走了。柳青梅微微颔首，眼中既有不舍，又有期待。公子保重，3日后我们宗门再见。他还得在这红尘坊待3天，把交接工作做完才能离开。言罢，洛星看着那几丈高的船舷，嘴角抽了抽。玉流苏他们都是直接飞上去的，姿态潇洒飘逸。自己如今虽是宁气7重，一跃而上，轻而易举，但作为一个宁气1重，就得有宁气1重的样子。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后退几步，一个助跑，奋力向上一跃。这一跃稳稳地扒住了船舷，而后翻身跳上了甲板，只是姿势多少有些狼狈。甲板上那7、8个从红尘坊带出来的姑娘正好奇地打量着他，小桃更是捂着嘴，想笑又不敢笑。洛星面不改色地拍了拍手，仿佛刚才那个狼狈的人不是自己。祝九思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秀眉微蹙，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解。这人明明身怀那般磅礴的阳气，为何修为却如此低微，连上个非洲都这般费力？唯有宁幽一见到洛星上来，眼睛就亮了，立刻就想凑过来。幽儿，祝九思及时拉住了他，对他摇了摇头。宁幽只好停下脚步，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却始终粘在洛星身上。洛星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这姑娘的眼神太纯粹，太直接，像个小太阳，让他这个常年在阴暗角落里打滚的老油条都感到有些灼热。他走到角落，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非洲上，
玉流苏站在船头，一袭紫裙迎风而立，长发飞扬，身姿曼妙，活脱脱一副仙子出尘的模样。要不是知道她是个宁丹境的老妖精，洛星差点就信了。而小桃等一众红尘坊的姑娘则拘谨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对未来充满了既激动又忐忑的幻想。都站稳了。玉流苏的声音传来，她抬手结印，一道灵力注入非洲。嗡！非洲微微一震，紫色的羽翼状灵纹骤然亮起，下一刻，整艘非洲拔地而起，化作一道紫光，朝着远方疾驰而去。洛星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眼前景物飞速倒退。他趴在船舷边，看着下方越来越小的听雨城，心中豪气顿生。修仙世界，这才是修仙世界该有的样子。非洲在云层中穿梭，速度极快。洛星估摸着，这玩意儿全速飞行，怕是比前世的飞机还要快上几倍。宁幽儿也趴在船舷边，兴奋地看着下方的云海，不时发出惊叹：“哇，好美啊！”祝九思站在他身旁，眼中却没有半分欣赏的意味，只有一片沉静。宁幽儿终是按捺不住，凑到洛星身旁：“大哥哥，你也加入合欢宗了吗？”少女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满是好奇。洛星愣了下，旋即笑道：“算是吧。”太好了！宁幽儿拍着手，开心的像只小雀。那我们以后就是同门了。对了，大哥哥，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宁幽儿，幽静的幽。少女仰着小脸，眼神澄澈，主动介绍起自己。洛星。洛星笑着回答：“洛星的洛，洛星的星。洛星，洛星哥哥。”宁幽儿念了一遍，眼睛更亮了，自来熟的改了称呼。你的名字真好听。他说着，又凑近了些，小声道：“洛星哥哥，你身上真的好暖和，跟小太阳似的。”洛星微微一笑，他也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纯阳之气似乎对这9天玄阴体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就像磁铁的两极，互相靠近时总会有种难以抗拒的牵引。幽儿，别胡闹！祝九思走了过来，拉住宁幽儿的手臂，将她拽到自己身边。他看向洛星，微微颔首：“洛公子，方才多有打扰。”“无妨。”洛星摆摆手，心说这祝九思还真是处处透着一股子正派气息，跟合欢宗这地方格格不入。祝九思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眼神复杂地看了眼周围那些姑娘，又看了看洛星。洛公子也是被玉长老看中的弟子。洛星耸耸肩：“差不多吧。”祝九思点点头，没再多问，拉着宁幽儿走到一旁。非洲在云海中平稳穿行，洛星倚在船舷边，佯装闭目养神。他发现那位玉长老的目光10有8九都落在自己身上，那眼神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洛星睁开眼，便见玉流苏裙摆摇曳，带着一阵撩人的香风，走到了祝九思和宁幽儿面前。既然决定入我宗门，便要早日选定修行道统。他的态度比在红尘坊时温和了不少，毕竟宁幽儿这块璞玉，未来很可能成为店主级别的亲传弟子。我和欢宗明面上有4大道统。玉流苏伸出纤纤玉指，慢条斯理地介绍起来。其一，画皮道，专精幻魅之术与易容，能画尽天下美人皮，不过终究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术，难登大雅之堂。他语气轻蔑，显然对这一道并不感冒。其二，相思道，讲究情在玉前，以情正道，听起来倒是风雅，但修行起来磨磨唧唧，进展缓慢，最是浪费光阴。其三，极乐道。说到这里，玉流苏的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笑意。此道直指阴阳本源，灵肉合一，以无上欢于登灵仙道，是4大道统中修行速度最快也是最强的法门。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祝九思一眼，本长老修的便是这极乐道。至于最后一种，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讳莫如深的意味。无情道，此道凶险，是给那些走投无路或是被情爱伤透了心的蠢人准备的，你们不必考虑。一番介绍，褒贬之意再明显不过。洛星在旁边听得直撇嘴。玉流苏介绍完，目光落在宁幽身上。小丫头，你想好了吗？宁幽听得云里雾里，扯了扯祝九思的衣袖。师姐，我选哪个好呀？祝九思沉吟片刻，看向宁幽。幽，画皮道和相思道，你选一个。宁幽歪着脑袋想了想，那我选相思道。他说的干脆利落，眼睛却不自觉地瞟向洛星那边。哦，玉流苏秀眉一挑，为何？那可是最慢的一条路。宁幽的脸更红了，她低下头玩弄着自己的衣角，小声嘟囔道：“我听刘姐姐说，相思一道要先有喜欢的人才能一起修炼，我觉得这样很好。”少女的心思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在这充满了欲望和算计的合欢宗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玉流苏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咯咯娇笑起来。也罢，小姑娘家家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正常。她没再多劝，相思一道虽然慢，
但胜在根基稳固，对宁幽这9天玄阴体来说，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选择。既然他选定了，那便轮到你了。玉流苏的目光转向了祝酒司，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汇集到了这位清冷的白衣女剑修身上，连洛星都好奇起来。按理说，这祝酒司一身正气，来和欢宗纯属无奈，大概率会选个听起来最正经的画皮道，专精幻术，既能自保，又不至于失了邪。祝酒司迎着玉流苏的目光，神色平静，仿佛早已做出了决定。他缓缓开口，声音清冷，却吐出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4个字：我选极乐道。风似乎都停了。师姐。宁幽瞪大了眼睛，玉流苏眯起眼，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祝酒司。你确定？确定。祝酒司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宁幽急了，拉住他的手臂：师姐，你是不是搞错了？极乐道那个。我没搞错。祝酒司打断了他，转头看向宁幽，眼神温柔：幽，我既然要保护你，就得让自己变强。极乐道修炼最快，只有这样，我才能尽快拥有守护你的力量。洛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女人眼神太平静了，平静的不像是要做什么巨大牺牲的人，反而像是早就想好了一切。玉流苏显然也察觉到了，他盯着祝酒司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真是有趣。他伸手勾起祝酒司的下巴，逼他与自己对视。祝酒司没有躲避，任由玉流苏打量，脸上没有半分羞怯。玉流苏收回手，满意的点点头：行，我准了。本长老也想看看一朵剑宗的冰山雪莲落入我这欲望的熔炉里，会开出怎样妖艳的花来。他转身走向船头，丢下一句话：到了宗门，你就是极乐殿的人了，好好表现，别让我失望。祝酒司对着他的背影行了一礼：多谢长老。等玉流苏走远，宁幽才压低声音：师姐，你真的别担心。祝酒司揉了揉他的脑袋：师姐心里有数。宁幽还想说什么，却被祝酒司眼神制止了。洛星沉思，这祝酒司不会真是卧底吧？一个正道剑修选择入魔宗的极乐道，要说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他把这艘非洲吃了。他正琢磨着，忽然感觉有人在看自己，转头一看，祝酒司正站在不远处，那双清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四目相对，洛星心里一突，这女人看他的眼神怎么感觉像在看一块肥肉。祝酒司很快移开视线，拉着宁幽走到一旁。非洲继续前行，云层渐薄，视野愈发开阔。远处一片连绵的山脉出现在天际，那山脉笼罩在淡淡的粉色雾霭中，隐约可见宫殿楼阁，气势恢宏。是合欢宗。小桃激动地喊了出来。洛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心中一震，这就是合欢宗的山门。只见那山脉连绵起伏，主峰高耸入云，周围环绕着大大小小10几座山峰，每座山峰上都建有宫殿楼阁，雕梁画栋，奢华至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笼罩整片山脉的粉色雾霭，雾霭中隐约可见无数符文流转，散发着迷离的光芒，看上去既美丽又神秘。玉流苏站在船头，抬手打出一道灵光，灵光没入雾霭，片刻后，雾霭中裂开一道口子，露出通往内部的通道。非洲加速，笔直地冲了进去。穿过雾霭，眼前的景象顿时清晰起来。洛星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真够气派的，比天玄圣宗还要更胜一筹。主峰之上，一座巨大的宫殿拔地而起，通体由白玉打造，在阳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宫殿周围无数非洲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而那些山峰之间更是建有无数廊桥相连，宛如天上宫阙。那是极乐殿。玉流苏指着右侧一座笼罩在粉色雾气中的山峰，以后那里就是你们的归宿。洛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座山峰比主峰要矮一些，但也足够雄伟。山腰处一座巨大的宫殿横亘其上，殿门上书极乐殿3个大字。宫殿周围建有无数阁楼殿宇，错落有致，不少身着暴露的女修在其中穿梭，笑语盈盈。非洲缓缓降落，停在极乐殿前的广场上。玉流苏率先下船，洛星等人紧随其后。刚一落地，洛星就感觉到空气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闻起来让人神清气爽，但又隐隐有些躁动。这是欢合香。玉流苏似笑非笑地看着众人，可助修炼，也可助兴，习惯就好。这倒是跟红尘坊的迷情香挺像的，不过这香味更加高雅，也没有那么低劣的催情效果，反而能引动灵气，让人心神活泛。广场上那些轻纱女修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洛星等人身上，带着打量与好奇。玉流苏抬手一挥，一旁等候的女修快步上前行礼：见过玉长老，把他们几个带去外门报道，好生安顿。玉流苏指了指小桃等人：是。小桃恋恋不舍地看了洛星一眼，跟着那名女修离开了。其他几个姑娘也是一脸激动，低声讨论着未来的生活。处理完这些天头，
玉流苏取出一枚传讯玉符，注入灵力，淡淡开口：“菲儿，来一趟。”片刻之后，一道浅绿色的身影从店内飘然而出，落在众人面前。来人是个瞧着20出头的女子，一身淡青色的素雅长裙，脸蛋圆润，黑色长发如瀑布般垂至腰间。姿容虽是上乘，却与玉流苏的妖娆妩媚、柳青梅的风情万种截然不同，反而像一株雨后初晴的青竹，干净剔透。师尊，女子对着玉流苏躬身行礼，声音清脆，没什么情绪。玉流苏应了一声，指了指洛星，这是洛星，以后就是我们极乐殿的人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先带他去我洞府安顿。”是。林菲儿应下，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在洛星身上扫了一眼，眼底的好奇一闪而过。玉流苏又看向祝九思和宁幽：“你们两个随我来。”宁幽一步三回头，冲着洛星用力挥了挥手。祝九思则只是平静地看了洛星一眼，便跟着玉流苏朝着极乐殿深处走去。偌大的广场上，很快只剩下洛星和这位名叫林菲儿的师姐，气氛一时有些安静。跟我来吧。林菲儿率先开口，声音依旧是那副冷清的调子，说完便转身带路。洛星耸耸肩，跟了上去。林菲儿步履轻快，洛星跟在后面，不紧不慢，正好打量着极乐殿的四周。白玉铺地，灵植为篱，不时有女弟子遇着法器从头顶飞过，带起一阵香风和银铃般的笑声。那些女弟子看到林菲儿，大多会远远地打个招呼，但看到她身后的洛星，眼神就变得有些玩味和探究了。洛星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是小刷子一样，在她身上来回扫荡，毫不避讳。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始终沉默的林菲儿似乎终于憋不住了。他脚步慢了半分，侧过头瞥了洛星一眼：“你是我师尊什么人？”洛星一笑：“我就是个新来的弟子啊。”林菲儿显然不信，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眼睛直直地看着洛星：“新来的弟子，为何师尊会让你直接去他的洞府？”洛星看着他这副模样，觉得有些好笑。这姑娘瞧着冷冰冰的，没想到内里居然这么八卦。这个嘛，洛星摸了摸下巴，故作深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特殊吧。”特殊？林菲儿柳眉皱起。对啊。洛星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林师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体质，生来便与众不同，万中无一，连天道都要为之侧目？”林菲儿被他问得一愣，下意识地摇头。洛星叹了口气，用一种忧郁眼神看着远方，缓缓道：“我这种体质，万中无一，举世罕见。玉长老慧眼识珠，自然要对我特殊关照一些。”林菲儿，他盯着洛星看了半天，表情一言难尽。他虽然不常与外人打交道，但也不是傻子。眼前这人长得是好看，可说话的调调怎么听都透着不着边际的虚浮，还天道侧目，骗鬼呢。见他不说话，洛星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师姐，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别告诉别人。”洛星神秘兮兮地说道：“其实我是玉长老失散多年的亲弟弟。”林菲儿的表情彻底凝固了，他看着洛星那张俊美的不像话的脸，又想了想自家师尊那张绝美的容颜，两人好像确实都好看得不像凡人。难道是真的？可师尊从未提过自己还有个弟弟啊！就在林菲儿脑子里天人交战，世界观摇摇欲坠的时候，洛星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骗你的，师姐。”林菲儿，她白皙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一双杏眼瞪着洛星，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洛星好笑地看着他，只感觉他完全不像玉流苏的弟子，甚至不像合欢宗的女修。走了，师姐，再不走天都黑了。洛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率先朝前走去：“我还等着参观玉长老的洞府呢。”林菲儿僵在原地，看着洛星的背影，银牙紧咬，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一路行来，山路蜿蜒，两侧奇花异草，争奇斗艳。两人间的沉默持续了很久，只有林菲儿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在山间回响。洛星跟在后面，双手枕在脑后，悠哉悠哉，心里却在犯嘀咕：这姑娘真有意思。师尊是玉流苏那种熟透了的水蜜桃，徒弟却是个还没熟的青杏，酸涩又清脆。终于，洛星觉得有些无趣，主动开口打破了这份宁静：“林师姐。”前面的身影脚步一顿，但没有回头。你真的是合欢宗的弟子吗？”洛星一脸认真地问。“我怎么感觉不太像啊？”这话一出，林菲儿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依旧没有回头，但脚步却迈得更快了。没搭理他。洛星挑了挑眉，也不在意，反而笑了起来：“你看，又急。”很快，两人来到一处幽静的山谷，谷口被一片紫色的光幕笼罩，光幕上符文流转，散发着强大的灵力波动。一座巨大的洞府就开凿在山谷尽头的峭壁之上。到了。林菲儿停下脚步，
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清冷。他取出一枚紫色的玉牌，对着光幕轻轻一晃，光幕如水波般荡漾开来，露出一个幽深的洞口。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洛星深吸一口气，只觉得神清气爽。好地方，这洞府里的灵气浓度比外面广场上至少高了3倍，不愧是宁丹长老的居所，果然奢侈。进来吧。林菲儿率先走了进去，洛星紧随其后。洞府之内别有洞天，穹顶镶嵌着拳头大小的月光石，将整个洞府照得亮如白昼。一条清澈的溪流从洞府深处潺潺流出，溪边种满了各种灵草，溪水上飘着袅袅白雾。整个洞府极大，分为好几个区域，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浴池，池水蒸腾着热气，池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香露花瓣，奢华精致，充满了女人的气息。林菲儿指了指前边的座椅，语气依旧冷淡：在师尊回来之前，你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要乱走，不要乱碰，否则死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说完，他便不再理会洛星，转身离开。林菲儿的身影消失在洞口，洛星脸上的笑容也跟着收敛了起来。他环顾四周，这洞府确实是好地方，空气里洋溢着与玉流苏同款女人香，与灵气混杂在一起。他信步走到那片热气蒸腾的浴池边，池水清澈见底，池边白玉小几上摆着10几个精致的瓷瓶，里面装着5颜6色的花露。真会享受，洛星心里嘀咕。宁丹境的长老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他伸出手指，刚想沾点池水试试温度，又猛地缩了回来。不行，这女人的地盘还是小心为上，万一水里有什么禁制，把自己煮了就不好玩了。他走到一旁的软榻上坐下，这里远离洞口，位置隐蔽，正适合干点私事。这可是宁丹长老的洞府，灵气充裕，又无人打扰，简直是天赐的修炼宝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洛星心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凝气净7重，修炼点22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镜入门，技法雷光盾入门，阳雷手入门。看着那220点修炼点，洛星舔了舔嘴唇。之前留着是为了提升术法，但现在看来还是修为更重要，毕竟待会可能就要面对宁气境长老的摧残了。童子哥，将剩余点数都梭哈在境界上吧。提示：宿主功法境界与当前修为不匹配，强行提升修为将导致根基不稳，阳气失控反噬，轻则经脉尽断，重则爆体而亡。是否继续提升？猩红的警告文字在洛星眼前展开，吓得他一个激灵。爆体而亡。洛星脸上的贪婪瞬间凝固，后背渗出一层冷汗。好家伙，差点玩脱了。他以前只顾着提升境界，从凝气1重到7重，跟做火箭一样，没怎么在意功法的问题。现在看来，这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提款机，该遵守的基本法还是要遵守。洛星深吸一口气，重新下令道：那就把点数全加在功法上，消耗220修炼点，功法境界提升中。系统的提示音刚落，洛星便感觉丹田内传来一阵灼热，那团米粒大小的金色火焰开始疯狂旋转，周围的纯阳之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地向火焰涌去。洛星盘膝而坐，闭上眼睛，全身心感受着体内的变化。丹田内金色的火焰越转越快，吸纳的纯阳之气也越来越多。原本米粒大小的火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直到长至拇指大小才停下。定，功法大日不灭真经已提升至燃阳境小成，剩余修炼点0。洛星睁开眼，丹田内那团拇指大小的金色火焰正静静地燃烧着，旋转形成的灵力漩涡也大了不少。虽然境界没变，但实力至少翻了一番。洛星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浑身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不错不错，这波不亏。正当他心满意足，准备找个地方继续休息时，洞府深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洛星眉头一挑，玉流苏回来了。他连忙收敛气息，重新坐回软榻上，摆出一副无聊等待的模样。片刻后，一道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果然是玉流苏。他换了一袭轻薄的紫色纱衣，若隐若现，更添几分魅惑。洛公子，等久了吧？还好。玉流苏莲步轻移，行至洛星面前，一股馥郁的幽香钻入鼻尖。是不是觉得姐姐的洞府比那红尘房要好上许多？那是自然。洛星老实点头，这里的灵气吸一口都感觉要飘起来了。玉流苏轻笑，伸出葱白的手指，轻轻划过洛星的脸颊。喜欢的话，以后就住在这里。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仿佛在许诺一个天大的好处。换做旁人，被他这般挑逗，又身处这灵气与香气交织的环境，怕是早已心神失守。可洛星只觉得脸颊有点痒，
丹田内的那团金色火焰仿佛成了一轮小太阳，将所有侵入体内的外来气息都灼烧得一干二净。玉流苏的媚术就像是往火堆里丢了几片雪花，连个响声都听不见。见洛星只是眨了眨眼，脸上没有半分痴迷之色，玉流苏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小家伙定力不错。他俯下身，吐气如兰。怎么不喜欢姐姐？洛星闻着那醉人的芬芳，一本正经地说道：玉长老国色天香，弟子怎会不喜欢？只是弟子修为低微，怕是唐突了长老。玉流苏咯咯直笑，胸前抖动的厉害。放心，他走到软榻边侧卧下来，紫色纱衣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姐姐不会吃了你的。他对着洛星招了招手，过来。洛星心里门清，这是要开饭了。他深吸一口气，装作一副忐忑不安的模样，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坐。玉流苏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洛星一言坐下，屁股只沾了半边，一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势。你这体质确实万古罕见。玉流苏的目光重新变得灼热，阳气之精纯，远超我生平所见。若非亲眼所见，我实在难以相信世间竟有你这般完美的道顶。道顶就是能帮助姐姐修炼的好宝贝。玉流苏伸出手，轻轻按在了洛星的丹田上。别怕，放松。一股阴柔却霸道的灵力顺着他的掌心探入洛星体内。玉流苏嘴角的笑意愈发妩媚，他已经准备好享用这顿期待已久的大餐。然而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的神识探入洛星丹田，预想中那片温顺的人有采撷的纯阳气海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轮黄黄燃烧的金色火焰，那至阳至刚的恐怖气息仿佛能焚尽世间万物。他的那缕阴寒灵力刚一靠近，就被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玉流苏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就连洛星凝气境7重的修为也被他选择性忽略了。长老怎么了？洛星知道暴露了，这也是迟早的事。玉符只能隐匿表面气息，一旦有强者探入，就肯定会暴露。玉流苏猛地回神，收回手，看向洛星的眼神彻底变了。你的体质？我的体质怎么了？洛星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是不是太好了？玉流苏柳眉微蹙，难道这小子不知道你丹田里那东西是什么？哦，你说那个啊？洛星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练着练着就有了，练着练着就有了。玉流苏的目光猛地一凝，这才注意到另一个被他忽略的重点。你的修为凝气境7重。是啊，凝气7重，怎么了，长老？洛星偏了偏头，神情困惑又带着一丝苦恼。我这修炼速度是不是有点慢了？我看书上说，有些真正的天才都是一夜筑基，一步登天的，我这好几天了才到7重，感觉有点给您丢人了。玉流苏，他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请教问题的俊美青年，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表情。慢了，丢人。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几天时间从一个凝气1重飙升到7重，这种速度就算是在天才云集的合欢宗内门也足以引起轰动。宗门里那些被誉为天骄的真传弟子也不过如此吧？难道这小子不仅是个万古罕见的道顶，还是个不世出的修炼妖孽？玉流苏的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只觉得自己似乎捡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宝贝。兴奋之际，他连洛星为何要隐藏修为都忘了。短暂的失神后，玉流苏脸上的惊愕化为了愈发深邃的笑意，媚态横生。他款款上前，柔软的身体几乎贴在了洛星身上。慢，一点都不慢，公子是个难得的天才呢。那就好，那就好。洛星装作松了一口气的模样。玉流苏娇笑，胸前那惊人的饱满随之起伏，看得洛星眼角一抽。他忽然伸出玉臂环住洛星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你不是给姐姐丢脸，你是要给姐姐一个天大的惊喜。走，姐姐带你去个好地方。他已经忍不住要好好检验洛星的体质，拉着他便朝那片热气蒸腾的浴池走去。洛星被他拽着，只觉得入手一片温软，鼻尖全是醉人的香气，整个人都有点飘。到了池边，玉流苏并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轻轻一推。洛星猝不及防，整个人扑通一声跌进了温热的池水里，水花四溅。嗨！洛星从水里冒出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有些狼狈地看着岸上笑得前仰后合的女人。池水温暖，恰到好处的温度迅速包裹了全身，说不出的舒服。水里似乎还加了什么灵药，连带着体内的灵力都开始活泛起来。公子，时候不早了，该洗浴了。玉流苏站在池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中闪烁着猎人看到猎物的光芒。他说着，缓缓抬起纤纤玉手，搭在了自己紫色纱衣的系带上。洛星坐在水里，仰头看着这一幕，呼吸不由得一致，紫色的纱衣如一片轻盈的云，从他光洁的肩头滑落，
顺着那曼妙的曲线坠下，最后堆叠在白玉般的脚边。穹顶的月光石洒下柔和的光辉，为他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晕。但他眼底的魅惑与欲望，却又让他像一个引人堕落的妖精。洛星看得眼都直了，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他承认，他忍不住抬头了。虽然池水温暖，但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某处比丹田里那团金色火焰还要灼热。这就是宁丹境大佬的压迫感吗？顶不住，根本顶不住。玉流苏赤着足，踩着温润的白玉地面，一步步走下台阶，缓缓步入水中。水波荡漾，没过他笔直纤细的小腿。他走到洛星面前，两人之间距离极近。现在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身体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话音未落，一片温软便附上了他的双唇。玉流苏送上了一场法式诗吻。洛星只觉脑中一空，随即本能的反客为主，热情回应。纠缠间满是醉人的香甜。浴池之内水汽氤氲，春色无边。唇齿相接的瞬间，洛星只觉一道阴柔至极的灵力顺着交汇的精液探入自己体内。玉流苏的功法已经开始运转，他神念微动，小心地牵引出一缕比发丝还要纤细的纯阳之气。这缕纯阳之气入体，玉流苏只觉浑身毛孔都舒张开来，难以言喻的舒畅感传遍四肢百骸。原本因为修行而积累在体内的些许阴煞之气，在这阳气面前如春雪遇骄阳，顷刻间消融无踪。好东西，果然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玉流苏心中狂喜，但动作却愈发克制。他太清楚这种低阶修士的根基有多脆弱了。这洛星虽然体质特殊，但终究只是个凝气境，自己若是吸得梦了，伤了他的根基，那便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于是他像个初尝美酒的品鉴师，只是轻轻沾染，不敢有半分贪婪。洛星起初还沉浸在这宁丹长老的主动之中，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回事？比柳青梅还不如。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的纯阳之气正在被牵引，但那速度却慢得让人发指，速度还没他生成的快。按照这个速度想赚到足够的修炼点，恐怕得折腾到天亮。洛星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个宁丹境大佬小心翼翼的模样，突然觉得有点好笑。堂堂极乐殿的内门执事，吃个饭都这么怂。长老，玉流苏微微睁眼，眸中带着疑惑。您就这？洛星挑了挑眉，我还以为宁丹境的长老会有多厉害呢。玉流苏动作一顿，怎么，公子不满意？他松开洛星，往后退了半步，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岂止是不满意？洛星摇摇头，叹了口气，我感觉您这是在给我挠痒痒。玉流苏俏脸一黑，本长老这是怕伤了你的根基，为你好。他仔细打量着洛星，却见他神情清明，呼吸平稳，清亮的眸子里非但没有丝毫沉沦，反而带着一丝戏谑与挑衅。看来是姐姐小瞧你了。他忽然笑了，带着一丝被挑起兴致的危险。既然你嫌姐姐不够卖力，那姐姐今天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极乐无间。洛星心中一喜，这样才对吗？检测到宿主阳气流失，阴阳反哺转化中，本次流失阳气值996，获得修炼点996。不知过了多久，洛星缓缓睁开眼，只觉浑身骨头酸软，又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触感温润的玉床上，身上盖着柔软的丝被，细闻还能闻到一股清香。这里是洞府内的一间偏室，显然是玉流苏把他挪过来的。回想起浴池中的情景，洛星嘴角微扬，不愧是宁丹境的长老，花样就是多，而且战斗力极其持久。不过收获也是巨大的，洛星心念一动，调出了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凝气境7重，修炼点996，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境小成，技法雷光盾入门，阳雷手入门，阳气值996点。与柳青梅折腾那么久，也不过差不多这个数。这就是宁丹境大佬的含金量吗？爱了，童子哥，从凝气7重到凝气境巅峰需要多少修炼点？定，提升至凝气境9重巅峰需消耗修炼点500点。果然，境界越高，需要的点数越多。洛星咂了咂嘴，之前从4重到7重，总共也就花了300点，现在从7重到巅峰，直接就要500。不过，他现在可是手握近1000点巨款的男人，不就是500吗？洒洒水啦。洛星咧嘴一笑，毫不犹豫地下令：来，给我拉满，消耗500修炼点，修为提升中。如往常一样，天地灵气被疯狂卷入体内，气息开始节节攀升。凝气境8重，凝气境9重，直至9重巅峰。定，修为提升至凝气境9重巅峰，剩余修炼点496。洛星缓缓握拳，
感觉自己现在一拳能打死10个昨天的自己。他从浴床上翻身而起，浑身的酸软一扫而空，穿好衣服走出偏室。洞府大厅内空无一人，空气依旧飘着那股撩人的香气，但玉流苏的身影却已消失不见。就连昨天被两人弄得一片狼藉的浴池，此刻也恢复了原样，池水清澈，热气袅袅，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则把 X 无情啊。洛星撇了撇嘴，心里倒也没什么失落，本来就是一场交易，钱货两讫，互不相欠。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辨明方向，便大步朝着洞府外走去，打算逛逛这极乐店，说不定还能遇到其他大姐姐。洛星心情甚好，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刚走到洞府门口，正要迈步而出，迎面一道淡青色的身影撞入眼帘，来人正是林帆。他似乎正要进洞府，看到洛星从里面走出来，脚步猛地一顿，四目相对，空气凝固了一瞬。你怎么还在这里？林帆神情充满错愕与不解，洛星倒是坦然自若，甚至还冲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他反问了一句，迈步走出洞府，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说不出的惬意。师姐一大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林帆看着他这副悠闲自得的模样，仿佛这里是他家后花园一般，一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冒了上来。他压着火气，声音清朗：师尊的洞府岂是你能随意进出的地方？昨天让你待着是师尊的命令，现在师尊不在，你还不快滚！滚！洛星掏了掏耳朵，一脸无辜地看着他。师姐，你这话可就不讲理了，玉长老亲口说的，让我以后就住在这里，怎么到你这就变成让我滚了？你胡说！林帆脱口而出，师尊怎么可能容许一个男人留宿在他的洞府？这可是师尊清修的地方，连他这个亲传弟子，若无传唤都不得擅入。我胡说！洛星乐了，师姐若是不信，大可以等玉长老回来当面对质。不过嘛，他忽然压低了身子，凑到林帆耳边。昨晚我与玉长老秉烛夜谈，从阴阳大道聊到生命起源，相谈甚欢。长老对我的才华大加赞赏，非要留我常住。你说我一个新来的弟子能拒绝吗？我也很为难的。秉烛夜谈，林菲儿看着洛星那张带笑的脸，还有他身上那尚未完全散去的属于师尊的独特香气，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念头浮现出来。师尊他真的和这个男人你无耻！林菲儿气血上冲，指着洛星的手指都微微颤抖。你竟敢玷污师尊！玷污！洛星眨了眨眼，师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与长老清清白白探讨的都是阴阳大道，是最高深最纯粹的修行法门，怎么到你嘴里就成玷污了？他上下打量了林菲儿一眼，啧啧称奇。师姐，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难道在你眼里，男女共处一室就非得干点什么不成？林菲儿被他一番抢白，堵得哑口无言。他当然知道合欢宗的修行法门是什么，也知道极乐道的根本就是双修，可知道是一回事，亲眼看到一个男人从师尊的洞府里神清气爽地走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尤其这个人还是个昨天刚入门、修为低的可怜的小男人，一种莫名的烦躁和酸楚涌上心头，让他看洛星的眼神愈发不善，巧言令色。林菲儿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不管你用了什么花言巧语蒙骗了师尊，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这里。他往前一步，属于巨灵境修士的气势散发出来，试图给洛星一些压迫。然而洛星只是站在原地，动都没动一下，脸上的笑容甚至都没变过。师姐，一大早的火气这么大干吗？他叹了口气。你看你脸都红了，这么在意玉长老啊？师姐，你该不会是……你找死！林菲儿再也听不下去，羞愤之下手捏法诀，一道青光凝聚的掌印便朝着洛星胸口悍然拍去。这一掌他留了力，只想教训一下这个口无遮拦的登徒子，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序。洛星甚至连手指都没动一下，一股淡金色的气浪便以他为中心轰然扩散。那青色的凌厉掌印甚至没能靠近他身前3尺，就被无形的炽热气浪冲得烟消云散。林菲儿只觉得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吹得他长发乱舞，衣袂猎猎作响，竟是被震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他神色一僵，不是因为自己的攻击被轻易化解，而是因为那股一闪而逝的凌厉气息。凝气境9重巅峰，怎么可能？昨天在广场上，他亲眼所见，这个男人连上非洲都费劲，分明就是个凝气境初期的弱者。他隐藏了修为。师姐，你这是干什么？洛星拍了拍胸口，一脸后怕的表情。一言不合就动手，也太不友好了吧。幸亏我昨晚跟长老探讨功法，略有心得，不然今天非得被你打死不可。林菲儿嘴巴微张，却发不出半点声音。你的修为！
洛星看着他这副模样，就忍不住想逗他。师姐有所不知，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悟性高了点。昨夜在玉长老的悉心指导下，我于阴阳交汇之际顿悟了修行真谛，一不小心就从凝气一重突破到了9重。你胡说！林菲儿脱口而出，想也不想地反驳，一夜之间连破8个小境界，绝无可能，这根本不合常理。师尊是凝丹境没错，可双修才补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哪有这般鲸吞牛饮的道理？真要这么干，洛星这小身板早就被西城人干了，哪还能站在这里神气活现？常理。洛星往前踏出一步，凝气境9重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师姐看我这身修为，难道是假的吗？林菲儿死死地盯着洛星，神情呆滞。真的，是真的。那股如烘炉般炽热、精纯到极致的灵力，做不得半点假。凝气境9重巅峰，一夜难道和师尊双修真的有如此神效？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自己掐灭。不可能，即便是师尊，也绝不可能让一个人的修为在短短一夜之内发生如此变化，这已经违背了修行的常理。这个洛星，他到底是什么人？林菲儿站在原地，山风吹过，拂起他的青丝，也吹乱了他的心。他忽然想起洛星昨天那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我这种体质万中无一，举世罕见，玉长老慧眼识珠，自然要对我特殊关照一些。当时他只当是这人油嘴滑舌，胡说八道，可现在看来，难道他说的是真的？洛星见他呆立当场，神游天外，也不再刺激他，只是耸了耸肩，绕过他朝山下走去。师姐，我先四处逛逛，熟悉一下环境。他走了几步，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冲他咧嘴一笑。对了，以后大家都是邻居了，还请多多关照啊。说完，他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背着手悠哉地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只留下林菲儿一个人在风中凌乱。邻居，他真的要常住在这里？林菲儿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这个男人不仅夺走了师尊的关注，现在还要霸占师尊的洞府。他攥紧了拳头，不行，绝不能让他得逞。洛星顺着山路往下走，不得不说，这极乐殿的风景确实不错，雕梁画栋，仙雾缭绕，奇花异草遍地都是，弥漫的香气也让人心旷神怡。路上不时有身着各色轻纱的女弟子玉气飞过，他们看到洛星大多会放慢速度，投来好奇的目光。咦，这位师弟好生俊俏，以前怎么没见过？看他走的方向，好像是从玉长老的洞府那边下来的。玉长老，他身上阳气好惊人，只是路过都感觉暖洋洋的，难道是长老新收的炉鼎？玉长老不是宣称不找炉鼎吗？且他还能自由走动，莫非是双修道侣？瞎说，玉长老何等眼光，修为如此低下，玉长老怎会看上？可惜了这么好的皮囊，也不知能撑几天。窃窃私语声顺着风飘进洛星的耳朵，他不仅不恼，反而冲着那几个聚在一起讨论的女弟子挥了挥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几个女弟子先是一愣，随即咯咯娇笑起来，胆子大的还冲他抛了个媚眼。好家伙，这极乐殿是盘丝洞吧？个个都是妖精，不过我喜欢。洛星心情大好，一路走马观花，很快就来到了一处极为热闹的所在。那是一片开阔的白玉广场，广场中央搭着一个高台，台下围着黑压压一大群女弟子，吵吵嚷嚷，好不热闹。他好奇地挤了过去，往里一瞧，顿时一愣。高台上，一名身穿劲装、手持长鞭的女修站在旁边，正像介绍货物一样，指着台上站成一排的7、8个男修。那些男修个个衣衫褴褛，神情麻木，脖子上还都套着一个闪烁着符文的项圈。新到的一批货都是从山下凡俗国度抓来的散修，根骨尚可，身子干净，还没被人用过。起拍价100-10。台上的女修声音冰冷，手中长鞭一甩，在空中发出一声脆响，台下立刻骚动起来。我出150，170。那个白净的小哥我要了。切，瘦得跟竹竿似的，有什么好？我出180，要那个壮的。洛星看得目瞪口呆，好家伙，真是开眼了，这不就是人贩子现场吗？原来李清玄那老家伙说的都是真的，这合欢宗还真就四处掠夺男修当炉鼎，而且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贩卖。看这架势，生意还相当火爆。他正感慨着，忽然一个洪亮粗犷的嗓门压过了全场：500！那个白净的，还有那个壮的，老娘全要了。洛星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体型颇为壮硕的女修挤到了最前面。她身高8尺，虎背熊腰，体重怕是不下200斤，脸上横肉堆叠，一双小眼睛里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随着他这一嗓子，场面顿时安静了不少。那2名被挑中的炉鼎看到他，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身体抖得像筛糠。洛星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那合欢宗遍地是美女的美好幻想，
在这一刻碎得稀里哗啦。原来和欢宗也不全是仙女，还有坦克。就在他暗自吐槽的时候，人群中一名身穿桃红长裙的女修忽然注意到了他。那女修本是随意一瞥，可目光落在洛星身上时却猛地一亮。她上下打量了洛星几眼，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惊喜，最后化为一丝狞笑。哟，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偷跑出来的。偷跑？洛星一愣，还没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就感觉一股强大的灵力威压瞬间将自己锁定。他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好。刚想运转雷光盾开溜，一条粉色的绸带却如毒蛇出洞，后发先至，刹那间便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一道巨力传来，洛星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就被那绸带凌空拽起，朝着那女修飞去。他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凝气境9重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试图挣脱束缚。然而那粉色绸带上符文流转，散发出的灵力波动远在他之上，任凭他如何挣扎，都如蚍蜉撼树，纹丝不动。洛星懵了，搞什么？自己竟毫无反抗之力。下一瞬，他便落入一个温软馨香的怀抱，鼻尖是馥郁的桃花香，耳边是女子带笑的轻喘。抓他的桃裙女修稳稳接住他，绸带却未松开分毫，反而将他牢牢锁在怀里，动弹不得。这女修面容姣好，明眸皓齿，此刻正低头打量这怀里的猎物，眼神像是发现了绝世珍宝。姐妹们都先停一停，她清脆的声音盖过了全场的喧嚣。看看我抓到了什么，这可是个极品。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洛星身上，短暂的死寂后，整个白玉广场炸开了锅。天哪，这长相，你们感觉到了吗？他身上的阳气，只是靠近，就感觉我体内的灵力都活泛起来了。这阳气，好精纯！台下的女修们一个个双眼放光，呼吸急促，那眼神像是饿了3天3夜的狼群，看到了最肥美的羔羊。高台上那几个待售的青年颅顶，跟洛星一比，瞬间成了路边无人问津的野草。苏师姐，这位师弟怎么卖？我出1000灵石。一个按捺不住的女修喊道，生怕慢了一步。1000？你看不起谁呢？我出3000，我出5000，外加1瓶驻颜丹。价格像是脱缰的野马，节节攀升，场面瞬间失控。女修们的热情比刚才拍卖一整堆炉鼎时还要高涨10倍。就在这时，一个洪亮如钟的嗓门压过了全场：1万！我出1万灵石！人群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推开，那位体型壮硕如山的师姐奋力挤到了最前面，唾沫横飞地指着洛星吼道：今晚就让他给我暖床！洛星被绸带捆着，动弹不得，听着耳边疯狂的叫价，一张俊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现在总算明白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虽说他需要修炼点，但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那种坦克他不要啊！师姐，我真不是炉鼎。他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是新来的弟子，是狱长老带我来的。新来的弟子？抱着他的桃裙女修仙士一怔，随即嗤笑出声：哟，原来是凝气9重巅峰，藏得还挺深。可惜啊，小家伙，在姐姐面前，凝气境跟蝼蚁有什么区别？这种修为也想当内门弟子，做什么白日梦呢？他伸出手指勾起洛星的下巴，啧啧称奇。不过你这皮囊和体质确实是万中无一的极品，放心，师姐们会很温柔的。苏禅抱着洛星转向高台上那个手持长鞭负责拍卖的女修：季师妹，这是不是你那边跑掉的？要是你的，我可就直接要走了。2万灵石怎么样？高台上的季星婉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不是我的，我抓来的炉鼎脖子上都有禁灵锁，而且都在台上，一个没少。苏禅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不是拍卖场的货。他纳闷了，按理说这极乐殿里除了他们这些正式弟子，就只有2种男人，一种是外面抓来的普通炉鼎，被囚禁在弟子居舍，等待榨干价值后抛弃；另一种则是殿内正式弟子的双修道侣，数量稀少，但无疑不是修为高深、天资极佳之辈。可怀里这个苏禅低头看了看洛星，他脖颈光洁，没有禁灵锁的痕迹，显然不是待售的炉鼎。可要说是谁的道侣，这凝气境9重的修为也太不够看了，别说当道侣，就算当个长期炉鼎都不够资格，这就有点棘手了。苏禅眼珠一转，抱着洛星的手臂稍微松了些许：小家伙，你到底是什么人？偷偷潜入我们极乐殿有什么目的？洛星被他那粉色绸带捆着，灵力被压制得死死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台下那群女修的目光越来越炽热，尤其是那个坦克大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说了，我是新来的弟子，狱长老带我来的。狱长老这个名号一出，周围的喧嚣声小了不少。苏禅的眼神也变了，他仔细端详着洛星，似乎在判断他话里的真假。你说
你是玉长老带来的人？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可有凭证？凭证？洛星气结，我人就在这，就是最大的凭证。不信，你带我去见玉长老。哼，带你去见玉长老？苏禅忽然笑了，你当玉长老是什么人？想见就见。我看你就是个骗子，想拿玉长老的名头来吓唬我。他话音一转，对着台下喊道：姐妹们，这小子身份不明，但体质是真不错。既然不是拍卖场的货，那就是无主之物，谁价高谁得。然而这次并没有人出价，毕竟苏禅自己都说了这人身份不明。先前那些女修敢哄抬价格，是因为默认了洛星是无主的野货，谁抢到就是谁的。可现在洛星一口咬定自己是玉长老的人，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玉流苏是谁？极乐殿的内门执事宁丹镜长老，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护食又记仇，抢他的东西跟找死有什么区别？一时间，先前还喧闹的广场此刻落针可闻。苏禅见无人应声，抱着洛星的手臂反而收得更紧了些，丰腴的身体紧贴着他。哼，没人敢要，那我就自己留着享用了。洛星被他勒得差点喘不过气，听了这话，心里却松了口气。还好不是那个坦克大姐。他尝试着挣扎了一下，那粉色绸带却纹丝不动，反而越收越紧，让他浑身气血都有些不畅。小家伙，别白费力气了。苏禅在他耳边吹了口热气，姐姐的负仙灵可不是吃素的，你再挣扎，当心把你勒坏了。周围的女弟子们见没自己的份，又不敢得罪玉流苏，脸上都露出失望的神色，但他们也没散去，反而兴致勃勃地围成一圈，准备看苏禅的好戏。毕竟苏禅仗着自己筑基中期的修为和师尊的宠爱，在极乐殿里向来飞扬跋扈，抢夺其他师姐妹炉鼎的事情也没少干。如今他踢到了玉长老这块铁板，众人巴不得看他怎么收场。苏禅自然也感受到了周围幸灾乐祸的目光，心里也有些打鼓。他师尊虽同为内门执事，修为更是稳压玉流苏一头，但平白无故去招惹另一位手握实权的内门执事，他自己也免不了师尊的责罚。苏禅死死盯着怀里的洛星，试图从他脸上看出半分心虚。可这小子除了最初的惊慌，现在居然一脸镇定，甚至还有闲心打量自己。他心头火气，冷笑道：小子，你最好别是骗我，若是让我查出来你跟玉长老没半点关系，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洛星叹了口气：师姐，我都说了，不信你带我去见玉长老，当面对质不就清楚了。你当我傻？苏禅撇嘴：万一你真是玉长老的人，我把你带去了，他看我绑了他的人，我还有好果子吃。洛星一愣，发现这女人的逻辑居然该死的清晰。就在这僵持不下之际，人群外围传来一阵骚动，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都让开。众人回头，只见林芬正从人群外挤进来，她显然是一路急行过来的，呼吸有些急促，白皙的脸颊上泛着两团红晕，不知是累的还是气的。她一眼就看到了被苏禅像抱宠物一样抱在怀里，还被粉色绸带捆得结结实实的洛星。林芬的脚步猛地一顿，表情有些复杂。她先是怔住，随即一丝极淡的幸灾乐祸在她眼底一闪而逝。活该，让你油嘴滑舌，让你气我。可这快意只持续了一瞬，就被更强烈的羞愤和焦躁所取代。这个人再怎么可恶，也是从师尊洞府里出来的，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苏禅当作战利品一样抱在怀里，周围还围了这么多人指指点点，这丢的不仅是这个男人的脸，更是师尊的脸。林师妹，你来得正好。苏禅看到林芬，眼睛一亮，他当然认得这个玉流苏座下唯一的弟子。苏师姐。林芬定了定神，对着苏禅微微颔首，语气生硬的开口：还请苏师姐放了他。苏禅笑了，抱着洛星的手臂却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放了他？林师妹，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林芬，这小子来路不明，潜入我极乐殿，我将他擒下，有何不妥？他不是来路不明之人。林芬咬着嘴唇，感觉脸颊有些发烫。他是师尊带回来的人。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虽然洛星自己也这么说，但从林芬这个玉长老亲传弟子的口中得到证实，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变了，看向洛星的眼神里，除了贪婪，又多了一丝敬畏和同情。苏禅脸上的笑容也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妩媚。原来真是玉长老的人啊，那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嘴上说着抱歉，手上却没半点要放人的意思，反而低头在洛星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师姐给你赔不是了，小家伙。洛星只觉得脸上一片温软，鼻尖全是桃花的香气，而这一幕落在林芬眼里，却让他浑身血液上冲。苏禅，你放肆！我放肆！苏禅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直起身，轻蔑地俯视着林芬。林芬，你不过是聚灵境初期，
也敢对我大呼小叫？别以为你是狱长老的弟子，我就不敢动你。他身上的气息陡然一变，筑基中期的威压如潮水般向着林菲儿压了过去。林菲儿脸色一白，被这股气势压得连退2步，只觉得胸口发闷，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他攥紧拳头，倔强地抬起头，迎着苏禅的目光：你若敢伤他，师尊绝不会放过你。哦，苏禅的兴趣更浓了，看来狱长老很看重他嘛。他低头捏了捏洛星的胳膊，又摸了摸他的脸，眼神愈发火热。这样完美的颅顶确实难得一见，狱长老眼光真好。林菲儿脸色难看，她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师尊和这个男人扯上这种关系。行了，不逗你了。苏禅撇了撇嘴，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既然是狱长老的心肝宝贝，我可不敢弄坏了。他说着，抱着洛星的手臂猛地一松，随手就将洛星朝着林菲儿的方向扔了过去。你的男人还给你！洛星只觉身体一轻，整个人像个沙包一样被抛了出去，失重感传来，天旋地转，被一个女人像货物一样抱在怀里拍卖，又被像垃圾一样丢来丢去。他妈的！洛星的眼神骤然冰冷下来。林菲儿显然没料到苏禅会来这么一出，见洛星被扔过来，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伸出手臂，下一刻，一个温热的身体便撞进了他怀里。林菲儿闷哼一声，被那股冲力撞得又退了2步，才勉强站稳。洛星整个人都栽在他身上，鼻尖被一股清幽的竹香包裹，怀里很软，但洛星此刻却没有任何旖旎的心思。看什么看？都散了。苏禅冲着周围的人群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然后扭着腰肢，带着一阵香风扬长而去。人群渐渐散开，只留下窃窃的私语声在空气中飘荡。苏师姐还是这么霸道，那小子也算倒霉，刚来就被苏师姐盯上。倒霉？我看是好运吧，能从狱长老的洞府里出来，现在又被林师姐护着，这福气别人求都求不来呢。林菲儿听着这些议论，脸颊涨得通红，她感觉自己抱着一个火炉，烫得她浑身不自在。你还不快下来！她又羞又气，推了洛星一把。洛星回过神，顺势站直了身体，整理了一下被弄得有些凌乱的衣袍。他看着苏禅离去的方向，眼中厉色一闪而逝。今天这番羞辱，如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醒了他。靠山，终究是靠不住的。玉流苏的名头能吓住一个筑基中期的苏禅，但下次呢？若是来个背景更硬、更肆无忌惮的，玉流苏会为了他这个刚入门的道顶去跟人死磕，他毫不怀疑。届时自己只会被当成一个可以随时舍弃的玩物。一想到方才那个虎背熊腰的坦克师姐，以及自己被当成货物一样叫卖的场景，强烈的危机感与屈辱感便涌上心头。看来在这弱肉强食的鬼地方，只有自己的拳头够硬才是唯一的道理。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嫌不够丢人吗？洛星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情绪都压回心底。当他再次抬起头时，脸上又挂上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师姐，多谢了。他冲着林菲儿咧嘴一笑，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今天怕是清白不保。林菲儿看着他这副没心没肺的模样，心里的火气更盛。都被人当众羞辱成这样了，他怎么还笑得出来？谁要救你？他没好气地说道，我是怕你丢了师尊的脸。哦，原来是这样。洛星摸了摸下巴，那也一样。总之，你救了我，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以后师姐要是有什么需要，比如扛米挑水、捶背捏肩什么的，尽管开口。林菲儿被他这番话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瞪着洛星，这个男人脸皮到底是什么做的？跟我回去。他丢下这句话，便转身朝山上走去，步子迈得又快又急，像是在发泄着什么。洛星耸耸肩，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师姐，你走慢点。林菲儿不理他，走得更快了。哎，我说师姐，你刚才接我的时候能不能温柔点？我这腰感觉都快被你撞断了。前面的身影猛地一顿，林菲儿豁然转身，一双杏眼死死地瞪着他，胸口因气愤而剧烈起伏着。洛星，他咬牙切齿地喊出他的名字，你给我闭嘴！说完，他扭头就走，再也不想跟这个无赖多说一句话。很快回到洞府，玉流苏已经在了，他斜倚在软榻上，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缕垂落的青丝，姿态慵懒而魅惑。师尊，他来了。林菲儿停下脚步，躬身行礼。玉流苏嗯了一声，目光落在洛星身上。你刚来合欢宗，先不要到处乱跑，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让菲儿带你。洛星抬眼迎上他的目光，没说话。玉流苏从身旁的小几上拿起一套衣物和一枚玉牌，随手一抛，东西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地落在洛星怀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洛星低头看去，那是一套暗紫色的长袍，料子是某种不知名的丝绸，触手冰凉丝滑，衣袍上用银线绣着繁复的星纹，在光线下流淌着微光。而在衣袍之上静静躺着一枚玉牌，玉牌正面龙飞凤舞的刻着一个玉字，
极乐殿内门弟子的服饰，以及专属于玉流苏一脉的身份玉牌。林菲儿看到那枚玉牌，呼吸一滞，眼中闪过浓浓的错愕。内门弟子的身份，师尊为什么要赐予他内门弟子的身份？要知道，在极乐殿内门，一位执事长老主动赐予一名男修内门弟子身份，意味着他有意将这名男修收为双修道侣。这也意味着，从今天起，洛星在这极乐殿中便不再是任人拿捏的炉鼎，而是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和地位。虽然依旧要依附于师尊，但这已是天壤之别。他不解地看向自己的师尊，又看了看那个拿着玉牌默不作声的男人，他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值得师尊这般对待？师尊，您真的打算收他？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已不言而喻。菲儿，玉流苏的目光落在自己徒儿那张不解的脸上，是不是觉得他修为低微，平平无奇，不配作为师的双修道侣？林菲儿嘴唇动了动，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玉流苏也不恼，反而对着林菲儿招了招手，声音带着几分莫名的笑意。过来。林菲儿迟疑片刻，还是一言上前，用你的灵力探查一下他的丹田，好好感受一下。林菲儿一怔，让他去探查一个男人的丹田，这举动未免太过亲密。他下意识地看向洛星，却见对方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林菲儿不再犹豫，并指如剑，小心翼翼地点向洛星的小腹，指尖隔着衣料触到一片坚硬的肌肉，他脸颊微热，分出一缕极细的灵力顺着指尖探入。下一刻，林菲儿的脸色骤变，预想中那凝气境的灵力气旋并未出现，他的那缕灵力落入其中，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便被瞬间蒸发。在他的神识感知中，洛星的丹田根本不是一片气海，而是一轮黄黄燃烧的金色太阳。那太阳不大，不过拇指大小，却散发着无穷无尽的光和热，至阳至刚，霸道绝伦。林菲儿如遭雷击，指尖下意识地缩了回来。这是什么体质？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霸道精纯的阳气？这根本不是一个凝气境修士能够拥有的。师尊，他的体质。林菲儿声音干涩，望向玉流苏。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玉流苏很满意徒弟震惊的表情，嘴角的笑意愈发妖媚。他红唇轻启，语气里带着难掩的兴奋与灼热。他可以让为师更进一步，甚至是一大步。林菲儿咬着嘴唇，终于明白师尊为何会对一个凝气境的男人另眼相看，为何会容忍他在洞府留宿，甚至不惜赐予他内门弟子的身份。因为他不是普通的炉鼎，他是一座行走的灵药宝库，是一条能让人登天的通天捷径。对于师尊这样卡在凝丹境多年的修士而言，洛星的价值无可估量。可明白归明白，他心底那股莫名的酸楚与烦躁却愈发浓烈。见林菲儿低着头不说话，玉流苏的目光柔和了几分。菲儿，你既然不愿接受炉鼎，那也该找个双修道侣了。他轻叹一声，修极乐功，却不愿踏入那阴阳交合之道。你的修为已经停滞多久了？难道真甘心一辈子都困在这具灵境初期？洛星在一旁听得有些意外。好家伙，这位看着清冷高傲的师姐，竟然还是个纯情小处女。在这合欢宗里，还能有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他忍不住多看了林菲儿两眼，只见她脸颊涨得通红，水润的嘴唇都快被自己咬破了，却依旧倔强的一言不发。玉流苏见他这副模样，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和无奈。先回去吧，好好想想为师的话。林菲儿微微颔首，转身快步离开，背影竟有几分仓皇。他走后，玉流苏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古朴的玉简，玉简通体碧绿，上面刻着繁复的纹路，隐约能看到古老的字体在表面流转。方才广场之事我已知晓，今日之事也算是给你提个醒。在这极乐殿，姐姐能护你一时，却护不了你一世。想要不被人当成玩物随意玩弄，就得拿出让所有人都闭嘴的本事来。洛星沉默地站在那里，没有接话。玉流苏将那枚功法玉简抛了过来，洛星伸手接住，入手温润，一股玄妙气息从中透出。阴阳和合功，地阶上品功法。在这修仙界，功法分为天地玄黄四阶，每阶又分上中下三品。地阶功法已是寻常一流宗门压箱底的传承，若是放在外界，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这是我极乐殿的核心双修功法之一。玉流苏缓缓开口，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交感，万物化纯。此功取法自然，以人体为顶炉，性命为根基，旨在调和龙虎，擒复坎离，使阴阳二气于体内循环往复，共济共生，从而达到性命双修，羽化登仙之无上妙境。以往那些只能算是姐姐我对你单方面的采补，而修炼此法后，你我二人才算真正踏入双修之道，从此阴阳互济，水火既济，性命同修。他顿了顿，好好参悟，莫要辜负姐姐的一番心意。洛星捏着玉简，表情有些微妙。双修功法，这玩意儿对别人来说或许是至宝，但对他而言，从穿越到现在，他的修为全靠修炼点堆砌，
压根就没正经修炼过。这玩意儿自己用得上吗？多谢姐姐，我会好好参悟的。他想了想，还是先将玉简收下。玉流苏满意的点了点头，从软榻上起身，衣裙随着动作滑落出更诱人的弧度。走到洛星面前，他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身粗布衣衫也该换了，去把这身袍子穿上，让姐姐看看。”洛星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确实，这身从正道宗门带来的布袍，跟极乐殿那些弟子的华丽衣着相比，简直寒酸的可怜。他点点头，转身走向内室。屏风后，他脱下旧衣，将那套暗紫色的长袍穿在身上，衣料触感极佳，丝滑冰凉，贴在皮肤上却又透气舒适。银色的星纹在衣袍上流转，隐隐散发着淡淡的灵光。洛星整理好衣襟，从屏风后走了出来。玉流苏正倚在软榻上等他，当他看到换好衣服的洛星时，眼波微微一荡。暗紫色的长袍衬得他本就白皙的皮肤愈发如玉，出色的容貌此刻更显几分邪魅，配合那双漆黑深邃的眼眸，竟有种让人移不开视线的魔力。不错，这身衣物倒是把你的气质衬出来了。玉流苏的声音里多了几分赞赏，他上下打量着洛星，眼神里的满意越来越浓。日后便穿这身也好，叫那些不长眼的货色知道你是我玉流苏的人。多谢玉长老。玉流苏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玉指指了指洛星腰间的那枚玉字令牌，功法只是根基，护道的手段同样不可或缺。凭此玉牌，你可随意出入极乐殿的藏经阁1、2两层。第一层多是些黄阶术法，聊胜于无，你可随意翻看。第二层则藏着玄阶的术法与武技，以你现在的身份，能免费挑一门。至于剩下的，便要拿贡献点来换了。洛星眼睛一亮，术法武技，这可比那什么双修功法实用多了。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空有凝气9重巅峰的修为，对敌手段却贫乏的可怜。兴奋之余，洛星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忽然上前几步，在玉流苏错愕的注视下，低头在他那张娇艳欲滴的红唇上啄了一口，软的，香的，还带着点温热。玉流苏瞪大了眼睛，那双妩媚的美眸里满是错愕，这小子居然敢主动亲自己。短暂的错愕过后，他反应过来，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小家伙，你这是在惹火上身啊？洛星却没有退缩，他微微一笑，俯身凑到玉流苏耳边。玉姐姐的赏赐如此丰厚，小弟无以为报，不如现在就让姐姐亲手教教我，那阴阳和合的无上妙法究竟该如何修行。玉流苏又是一愣，他似乎没料到，这只刚从狼群里捞出来的小绵羊，非但没有惊魂未定，反而敢主动伸出獠牙，有意思。他的笑意愈发娇媚，眼神也变得灼热起来。玉臂顺势环住洛星的脖颈，吐气如兰。好啊，就让姐姐我慢慢教你。话音未落，他纤腰一拧，两人位置瞬间颠倒。洛星只觉眼前景物旋转，在回神时已被按在了那张宽大柔软的玉床之上。他仰面躺着，看着上方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柳叶般的眉下，一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波光流转，琼鼻挺翘，唇瓣嫣红饱满，吹弹可破的肌肤在朦胧月色下更显莹白。洛星看得有些出神，下意识的喃喃道：姐姐真美。玉流苏闻言巧笑嫣然，伸出葱白的玉手抚上他的面颊。小家伙胆子不小，不过姐姐喜欢。随着他心念一动，洞府穹顶那明亮的月光时，光芒开始缓缓收敛，由白昼般的明亮渐渐化为朦胧的月色。墙壁上两人交叠的影子被拉得悠长，在昏黄的光线下拥吻纠缠，最终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彼此。阴阳之道始于混沌，归于太虚。真拱渡灵谦，一气化甘露。周天行火后，性命两相护。洞府外，林菲儿失魂落魄地站在紫色光幕前，她在这里已经站了很久。山风吹过，带起她的青丝，却吹不散心中那股复杂难言的情绪。从离开洞府到现在，师尊那句话一直在她脑海里回荡。菲儿，你既然不愿接受炉鼎，那也该找个双修道侣了。找个双修道侣？林菲儿贝齿轻咬下唇，她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心中对师尊那种朦胧的情感一直制止着她。今天看到洛星那副模样，看到师尊对他的态度，强烈的酸涩和不甘几乎要将他吞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与其眼睁睁看着师尊被那个男人一点点占据，与其在无尽的煎熬中等待一个注定心碎的结局，不如就把一切都说开。哪怕被拒绝，哪怕从此师徒关系生分，也总好过这样不明不白的煎熬下去。林菲儿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看向眼前的紫色光幕，禁制是开着的，这让他有些意外。师尊洞府的禁制平日里从不轻易打开，除非是在修炼，或是林菲儿的脸颊微微发烫。师尊是在修炼吗？他犹豫片刻，还是取出了腰间的玉牌，对着光幕轻轻一晃。以往每次来，师尊感应到玉牌的气息，都会主动将禁制打开，
让他进入。可惊天翁，光幕荡起一圈涟漪，随即又恢复平静，没有打开。林菲儿愣住了，他又试了一次，玉牌上的玉字微微发亮，灵力涌入光幕之中。然而光幕只是轻轻震颤了一下，依旧没有任何要打开的迹象。被拒绝了，师尊竟然拒绝他进入。林菲儿站在原地，手中的玉牌慢慢垂下，难言的酸楚涌上心头，他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眶有些发热。从他被师尊带回合欢宗的那天起，这还是第一次。第一次，师尊的洞府对他关上了门，是因为那个男人吗？林菲儿喃喃自语，声音在山峰中显得格外无力。他想起洛星从洞府里走出来时那副神清气爽的模样，想起他身上残留的属于师尊的香气，想起师尊看他时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兴致，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站在光幕前，进不去也不想走，就这样呆呆地站着，像个被抛弃的孩子。洞府内月光石的光芒已经彻底暗了下去，只余下一圈淡淡的微光。洛星躺在柔软的玉床上，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充盈感。检测到宿主阳气流失，阴阳反哺转化中，本次流失阳气值1100，获得修炼点1100点，比之上次还要多上不少。洛星嘴角上扬，没想到此番云雨竟有意外之喜。在方才那场教学中，洛星福至心灵，竟鬼使神差的消耗200修炼点，将那部本不打算修炼的阴阳和合功给入门。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功法入门后竟能让他主动引导自身阳气渡给玉流苏，这意味着他之后都能靠主动释放阳气获得更多修炼点。而且这门功法还仅仅是入门境界，随着功法境界提升，他将能主动释放更多阳气，获取修炼点的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洛星侧目望去，身旁的玉流苏正盘膝而坐，闭目调息。他盘坐在床榻上，身姿笔直，一头青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美丽动人。片刻后，玉流苏徐徐睁开双眸，他看着洛星，唇角含笑，感觉如何？可有领悟？还行。洛星伸了个懒腰，姐姐教得好。就还行。姐姐，我可是倾囊相授了。玉流苏嗔了他一眼。洛星好笑，姐姐的本事自然是极好的，这不多亏了姐姐的倾囊相授，这门阴阳和合功我已经入门了。你说什么？玉流苏红唇微张，美眸满是惊讶。我说这门阴阳和合功我入门了。洛星重复道。玉流苏愣在原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入门？这才几个时辰，就这一次双修的功夫他就入门了。这可是地阶上品的双修功法，哪怕是天资不凡的修士，没有个10天半月也难窥门径。想当初即便是他自己也耗费了整整1月光阴才勉强摸到门槛。你当真没骗姐姐？玉流苏眯起美眸，凑近洛星。姐姐若是不信，大可以试试。洛星摊了摊手，一脸坦然。玉流苏心中虽惊，却也并未尽兴，他红唇一勾，便要亲自验证一番。不过他也清楚，这双修之道并非无节制的索取，尤其是洛星这等罕见道顶，需细心呵护，方能源源不绝。若是一次性采补过甚，伤了他的根基，那便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更何况刚刚才进行过一次深入交流，他也需要时间来炼化体内那股精纯的阳气，所以这次他只是打算浅尝辄止，稍稍探探虚实便好。好，那姐姐就来试试。片刻之后，又是100修炼点入账。玉流苏表情复杂地从洛星身上起来。你竟然真的练成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次洛星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承受，而是能主动运转功法，引导着阳气流转。虽然还很生涩，量也不大，但这确确实实是阴阳和合功入门的标志。没想到你不仅体质特殊，这悟性也如此之高。洛星嘿嘿一笑，顺势说道。说起来，柳妈妈当初也这么夸过我，她传我的那2手防身术，我一眨眼的功夫就学会了，把她惊得不轻。她看似无意地提起柳青梅，实则在暗暗观察玉流苏的表情。听到柳青梅的名字，玉流苏眼神果然微微一凝。她从床榻上起身，一边穿戴整理，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柳青梅传你术法？她倒是舍得。那是自然，柳妈妈对我可好了。洛星也坐起身，笑嘻嘻地说：要不是玉姐姐把她调回内门，我还真舍不得离开红尘坊呢。玉流苏瞥了他一眼，红唇微勾，是舍不得红尘坊，还是舍不得柳青梅？都舍不得。洛星一脸真诚，柳妈妈人美心善，对我又好，姐姐你说这样的好人哪里找？人美心善。玉流苏冷笑一声，你可知他为何会被发配到红尘坊？洛星故作讶异，不是因为他师父的事吗？那只是其一。玉流苏整理好衣袍，转身看向洛星。他那位师父走火入魔，欲修无情道，
第一个便拿自己的亲传弟子开刀，想吸干他的修为作为突破的资粮。而柳青梅为了活命倒也果决，转头就将他师父的计划捅给了宗门执法殿。虽说那老货罪有应得，但柳青梅这般干脆利落的出卖恩师，也让不少人心生忌惮，背叛师门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洛星听完，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并未言语。柳青梅的过往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这女人表面温婉柔顺，实际上心机深沉，当初在红尘坊时他就看出来了。但要说她有多坏，他也没感觉出来。背叛师门这件事也属于情有可原，毕竟身为师傅都要对自己徒儿下手了，不背叛坐着等死吗？行了，时候不早了。玉流苏走到洛星面前，伸出纤纤玉指挑起他的下巴，好好修炼，别让姐姐失望。明天一早让菲儿带你去藏经阁挑选术法，记住只有一次机会，别浪费了。洛星点头，多谢姐姐指点。玉流苏满意的笑了笑，转身进入了修炼室。房间里只剩下洛星一人，他立刻在心中呼唤系统：童子哥，突破聚灵境需要多少修炼点？提升。宿主当前修为凝气境9重巅峰，突破至聚灵境需1000修炼点，建议宿主先提升大日不灭真经，稳固根基。洛星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突破聚灵境竟然需要整整1000修炼点。好吧，听你的，先升功法，消耗750修炼点，功法境界提升中。定，大日不灭真经成功提升至燃阳境大成，剩余修炼点946。1刻钟过去，大日不灭真经成功突破。他内视丹田，只见那原本只有拇指大小的金色火焰，此刻已然长到了鹅蛋大小。洛星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那仿佛要喷薄而出的爆炸性力量，嘴角不自觉地咧开。真想找个人干一架，好好检验一下现在的战力。从开始修炼到现在，他还从未真正与人动过手，属实手痒难耐。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白玉广场上那个将他像货物一样抱在怀里的桃群女修。苏禅下一次见面可就不是那么好收场了。清晨的阳光穿过云雾，为极乐殿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洛星从洞府里走出来，整个人神采奕奕。他伸了个懒腰，正打算去找林芬儿带他去藏经阁挑术法，结果刚走出几步，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光幕外。林芬儿背对着他，身形单薄，长发散落在肩头，衣衫上还沾着晨露。洛星挑了挑眉，走上前去：师姐。林芬儿身体一僵，缓缓转过身来。洛星顿时愣住了，他的眼圈红红的，眼眶里还泛着水光，整个人憔悴的不行，哪里还有平日里那副清冷高傲的模样。师姐，你这是？林菲儿死死地盯着他，咬着嘴唇不说话。洛星心里大致有了数，但脸上却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还往前凑了凑。师姐不会是担心我，所以一整晚都睡不着吧？林菲儿瞪大了眼睛，担心他？这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的男人！你给我闭嘴！洛星看着他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忽然有些不忍心了。这姑娘虽然性子别扭，但本质上也不坏，就是被玉流苏那个妖精给养歪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先不逗她了。行了，师姐，我不说了。洛星摆摆手，玉长老让你带我去藏经阁挑术法，我们走吧。林菲儿愣了愣，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就转移话题。他原本准备了一肚子的质问，此刻却全都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他张了张嘴，师尊他在闭关炼化阳气。洛星打断他的话，昨晚我们双修了，不过师姐放心，我没被榨干，身体好着呢。林菲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谁问你这个了？哦，那师姐想问什么？林菲儿咬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总不能直接问师尊是不是很喜欢你这种蠢问题吧？还走不走？洛星催促道。不走，我可自己去了。走。林菲儿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她转身朝山下走去，洛星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两人沿着青石铺就的山路往下，路上遇到的女弟子看到林菲儿身边多了个俊俏的男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林师姐身边居然有男人了？那身极乐殿内门弟子的服饰，难道是林师姐的双修道侣？不可能吧，林师姐那么清高，怎么会找双修道侣？窃窃私语声传入耳中，林菲儿的脸色更难看了几分。洛星倒是乐得自在，还冲那些指指点点的女弟子挥了挥手，引得一阵娇笑。你能不能正经点？林菲儿回头瞪他，我这不是在给师姐长脸吗？洛星笑嘻嘻地说，你看他们那羡慕的眼神，都快把我生吞活剥了。林菲儿气结，懒得再理他。很快，两人来到一座气势恢宏的阁楼前。藏经阁共有7层，通体由紫檀木建成，阁楼四周布满了繁复的阵法纹路，隐隐有灵光流转。这就是藏经阁。林菲儿停下脚步，指着眼前的建筑，第1层收录的是黄阶术法，第2层是玄阶，以此类推。凭你的身份，可以免费进入1、2、2层，
并在第2层免费挑选一门术法。洛星点点头，抬头打量着这座藏经阁。进去吧。林芬说完这句，便自顾自地朝藏经阁走去。洛星跟在他身后，刚踏上台阶，一阵无形的威压便从阁楼中传来，像是在警告所有试图闯入者。别紧张，这是藏经阁的禁制，感应到你的玉牌后就会放行。林菲儿头也不回地说着，玉手一扬，腰间的玉牌泛起微光，眼前的光幕荡起涟漪，随即散开一道门户。洛星有样学样，取出玉牌，光幕再次波动，他顺利踏入其中。阁楼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宽敞得多，一排排紫檀木书架整齐排列，架上摆满了玉简，淡淡的檀香散开，让人心神宁静。第1层的术法都是黄阶，你随便看。林菲儿指了指四周，看中哪个直接用神识探入玉简就能查看内容。洛星点点头，目光在书架上扫过，凝水诀、御风术、金刚指，一个个玉简上刻着术法名称，大多都是些烂大街的基础法门。他随手拿起一枚玉简，神识探入，下一刻一段口诀和修炼心得便涌入脑海。凝水诀，黄阶下品，修炼至大成可凝聚水剑攻敌，威力平平。洛星撇了撇嘴，将其放回原处，太弱了。他又接连看了几个，都是些花里胡哨但不实用的玩意儿。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林菲儿清冷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你的目标应该是第2层。洛星耸耸肩，跟着他上了2楼。刚踏上楼梯，便听到一个悦耳的女声响起，哟，林师妹来了。洛星抬眼望去，2楼的布置比1楼更加精致，书架上的玉简也明显少了许多，但每一枚都散发着若有若无的灵力波动。而在正中央的檀木桌旁，一名身穿鹅黄长裙的女修正斜靠在软榻上，她年约27、8，生得明眸皓齿，身段窈窕，手里把玩着一枚玉简。秋水师姐。林菲儿对她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那名叫秋水的女修目光本是随意一扫，可当落在洛星身上时，眼睛顿时一亮。这位小师弟好生俊俏，林师妹，你什么时候找了道侣？他从软榻上起身，莲步轻移，不一会儿便来到洛星面前，鼻尖飘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幽香。秋水师姐误会了。林菲儿面无表情的解释，她不是我的道侣，是师尊新收的。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弟子。秋水师姐眨了眨眼，上下打量着洛星。新收的弟子，玉长老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他话里有话，笑意却更浓了几分。洛星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正想开口，秋水师姐却已伸出纤纤玉指，在他胸口轻轻一点。小师弟，你身上这阳气。他眯起眼睛，舔了舔嘴唇，好浓郁啊。林菲儿脸色一变，上前一步挡在洛星面前。秋水师姐，她是师尊的人。我知道。秋水师姐笑盈盈地收回手，林师妹别紧张，我就是好奇嘛。说吧，来藏经阁做什么？挑术法。林菲儿言简意赅。哦。秋水师姐来了兴致，凭玉长老赐的令牌，倒是可以在第2层免费择一门玄阶术法。她的目光再次落在洛星身上，小师弟想好选什么了吗？洛星摇摇头，他刚上来，哪知道这里都有些什么。那我给你介绍介绍。秋水师姐起身，扭着腰肢走到最近的书架旁。第2层的术法按属性分为5行、音律、幻术、炼体几大类。5行术法最常见，攻击、防御、辅助都有，适合大多数人。音律术法偏向控制，需要一定的音律天赋。幻术吗？擅长迷惑人心，不过修炼难度高。至于炼体，他顿了顿，笑道，那是给那些走进站路子的莽夫准备的，小师弟这么俊俏，应该不会选这个吧。洛星没接话，他的目光已经被书架最角落的一枚玉简吸引。那玉简通体赤红，上面篆刻着3个古朴的大字，焚天拳。洛星伸手将其拿起，入手滚烫，竟似握着一块烧红的烙铁。哎呦，小师弟眼光真毒。秋水见状，扭着腰肢走了过来，带起一阵香风，一眼就相中了咱们这2层最霸道的一门术法。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那枚赤红玉简。这焚天拳可是玄阶上品，威力堪比地阶下品，若是练到大成，一拳轰出，烈焰焚天，足以熔金化铁。不过嘛，他话锋一转，媚眼如丝地看着洛星，这玩意儿伤敌1000，自损800。他对修炼者的肉身和经脉要求极高，寻常人若是强行修炼，怕是还没伤到敌人，自己的经脉就先被那狂暴的火灵力给烧毁了。这藏经阁里打他主意的人不少，可能真正练成的没几个，大多数都是练得半身不遂，最后只能灰溜溜的跑来换其他功法。秋水说着，身子有意无意地往洛星身上靠了靠。小师弟身娇肉贵的，又是玉长老的心头肉，若是练坏了身子，姐姐可是会心疼的。林菲儿闻言，眉头紧锁，上前一步将洛星拉开，
冷声道：“既是如此危险的术法，就不必看了，换一个吧。”他虽不喜欢洛星，但毕竟是师尊交代要照顾的人，若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事，他没法交代。别啊！洛星却反手握住那枚玉简，嘴角咧开一个灿烂的笑容：“这玩意儿我喜欢，伤敌1000，自损800。那是对别人。他身怀不朽阳神体，又修了大日不灭真经，体内流淌的本就是最为霸道纯粹的纯阳之火。论玩火，谁能比得过他？这门术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疯了！”林芬瞪着他，没听秋水师姐说吗？这术法会烧毁经脉。师姐放心，我这人皮糙肉厚，耐烧。洛星笑嘻嘻地将玉简揣进怀里，那副不以为意的模样，看得林芬直咬牙。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林芬气急反笑：“既然你非要找死，那随你便。到时候练废了，可别到师尊面前哭诉。”小师弟果然有魄力。秋水咯咯娇笑，看洛星的眼神越发感兴趣了。姐姐就喜欢你这种不信邪的劲儿。他媚眼流转，凑到洛星耳边吐气如兰：“若是练出了火气没处泄，随时可以来找姐姐，姐姐那儿有的是办法帮你降火。”洛星只觉耳边一阵酥麻，鼻尖全是这女人身上成熟馥郁的香气，是个妖精。他不动声色地退后半步，笑道：“多谢师姐美意，若真有那天，定来叨扰。”行了，选好了就走吧。林菲儿实在看不下去这两人眉来眼去，冷着脸催促道。洛星点点头，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停下脚步问道：“对了，秋水师姐，听说第2层其他的术法需要贡献点兑换，不知这贡献点该如何获取？”一门焚天拳显然不够，技多不压身，他得多攒点底牌贡献点啊。秋水手指卷着发梢，漫不经心地说道：“途径多着呢，做宗门任务，上交天材地宝，猎杀妖兽。不过嘛，这些都太辛苦，不适合小师弟你。”他上下打量了洛星一眼，意味深长地笑道：“以小师弟这般得天独厚的条件，想要贡献点还不简单。咱们极乐殿多的是寂寞的师姐师妹，只要小师弟愿意牺牲一下色相，这贡献点还不是滚滚而来。”秋水，林菲儿忍无可忍，厉声喝止：“哎呦，林师妹急什么？姐姐这不是在给小师弟指条明路吗？”秋水掩嘴轻笑，花枝乱颤。洛星摸了摸下巴，竟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提议的可行性。卖身换资源，听起来似乎也不赖。反正他有系统，谁嫖谁还不一定呢。见他这副模样，林菲儿只觉一股血气直冲脑门，这个不知廉耻的混蛋！他一把拽住洛星的胳膊，也不管他愿不愿意，拖着他就往外走。哎，师姐你慢点，我这细皮嫩肉的，别给我拽坏了。身后传来秋水放肆的大笑声。出了藏经阁，林菲儿一路拽着洛星走出老远才松手。你还要不要脸？他转过身，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气得不轻。那种话你也听得进去？你把极乐殿当什么地方了？把自己当什么了？洛星揉了揉被拽疼的手腕，一脸无辜。我这不是想多学点本事，好保护自己吗？师姐你也知道，我修为低微，在这极乐殿寸步难行，不多攒点底牌怎么行？那也不能。林菲儿咬着嘴唇，后面的话有些难以启齿。不能什么？不能出卖色相。洛星凑近他，笑得一脸欠揍。师姐，咱们可是合欢宗，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装什么正经人啊？你……林菲儿被他堵得哑口无言，一张俏脸涨得通红。他虽然身在合欢宗，但从小被师尊保护得很好，从未做过那些阿杂事，骨子里依旧保留着几分清高。此刻被洛星如此直白地揭开合欢宗的遮羞布，只觉得羞愤难当。行了了，不逗你了。洛星见好就收，摆摆手道：“我就是随口一问，没真打算去卖身。我有洁癖，不是什么货色都能入得了我的眼的。”林菲儿冷哼一声，显然不信他的鬼话。走吧，回去了。两人一路无话，回到玉流苏的洞府所在的清幽谷。洛星走在后面，手里把玩着那枚赤红玉简，心中默念：系统学习焚天拳，消耗100修炼点，焚天拳入门。一股庞大的信息流瞬间涌入脑海，洛星只觉体内沉寂的灵力瞬间沸腾起来，按照一种极其狂暴的路线在经脉中奔涌，那种感觉就像是往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灼热、刺痛、膨胀感接踵而至，换作常人此刻怕是早已经脉寸断，痛不欲生，但洛星却只觉得爽，那是积压已久的火山终于找到了宣泄口的畅快感。他体内的纯阳之火仿佛受到了召唤，欢呼雀跃地融入那股狂暴的灵力之中，不仅没有被灼伤，反而如鱼得水，威势更甚。走在前面的林菲儿似有所感，豁然回头，只见洛星不知何时停下了脚步，周身空气扭曲，令人心悸的炽热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他抬起右手，五指成拳，原本白皙的拳头此刻竟变得通体赤红，
仿佛烧红的烙铁，隐约可见赤金色的火焰在指缝间跳跃。你，林菲儿瞳孔骤缩，这股气息不会吧？这才多久？从离开藏经阁到现在，不过短短1刻钟。就算是看一眼就会的绝世奇才，也得有个消化的过程吧。他居然边走边练，还直接入门了。师姐，小心了！洛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下一刻，他脚下一踏，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没有花哨的招式，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拳，直轰向路旁一块2人高低的青色巨石。焚天拳！轰！一声巨响震彻山林，赤红的拳影轰然爆发，恐怖的高温瞬间将周围的紫竹烤得焦黄卷曲，尘土飞扬，碎石四溅。待烟尘散去，林菲儿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彻底失声。那块坚硬无比的青金石，此刻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焦黑的大坑，坑底还在冒着袅袅青烟，边缘处甚至有融化的岩浆在缓缓流淌。一拳之威，恐怖如斯。这就是玄阶上品术法焚天拳的威力。不，这威势恐怕寻常的地阶下品术法也不过如此。洛星收回拳头，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满意的点了点头。还不错，有点劲儿。他转头看向已经石化的林菲儿，挑眉笑道：师姐，我这算练成了吗？林菲儿看着他那张欠揍的笑脸，又看了看地上那个还在冒烟的大坑，喉咙发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妖孽，这绝对是个妖孽。你的手没事？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下意识问道。洛星摊开手掌，白皙如玉，连个红印子都没有。能有什么事？都说了我皮糙肉厚。林菲儿只觉一阵眩晕，这哪里是皮糙肉厚能解释的？那可是能融金化铁的高温，他是怎么做到毫发无损的？他深深地看了洛星一眼，心中第一次对这个男人生出了几分忌惮，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好奇。怎么了，师姐？我这拳头够劲儿吧？劲儿是够劲儿。林菲儿定了定神，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你别得意，你现在才宁气巅峰，打出这样一拳，体内的灵力还剩多少？术法威力再强，也架不住境界上的差距，就是刚入具灵境的修士，只要避过你的锋芒，等你力竭之时，你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洛星听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刚才那一拳的威力固然强悍，但体内灵力却瞬间被抽走了大半，那股骤然的空虚感却是实打实的。要知道，他的灵力可不是寻常货色，而是融合了纯阳之火的霸道灵力，论精纯浑厚程度远超同阶。饶是如此，也仅仅够支撑他全力打出一拳。这焚天拳不愧是玄阶上品术法，威力惊人的同时，消耗也同样恐怖。看来现阶段确实只能当做底牌，不能轻易动用。师姐教训的是？洛星收敛了笑容，我只是想看看这术法威力如何，好心中有个底。林菲儿见他终于听进去了，脸色稍缓，他瞥了一眼他身上的暗紫色长袍，眼神复杂。师尊对你确实看重，这内门弟子的身份，你得珍惜，多做宗门任务，尽快提升修为才是正道。明白。洛星不再多说，跟在他身后回了洞府。清幽谷洞府的禁制感应到玉牌，无声的开启。刚一踏入，一阵温热香风便扑面而来。玉流苏此时已结束了修炼，他换了一袭更为轻薄的烟霞色纱裙，修长的双腿在纱裙下若隐若现，肌肤泛着一层莹润的光泽。见到二人回来，他美眸微抬，视线在洛星身上打了个转，唇角便多了几分笑意。回来了，选到术法了。林菲儿上前行礼，回禀师尊，洛师弟他选了玄阶上品的焚天拳。焚天拳？玉流苏身姿优雅的起身，来到洛星面前。洛星将那枚赤红玉简递了过去。是，我瞧着这功法适合我。玉流苏接过玉简，美眸在洛星身上流转。忽然，他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你身上的气息为何如此燥热？你已经尝试修炼了。他身为宁丹长老，感知何其敏锐，一眼就看出了洛星体内那尚未平息的狂暴火灵力。洛星大大方方的点头，脸上挂着乖巧的笑容。玉流苏的笑意凝固了一瞬，他深深地看了洛星一眼。此拳法至刚至阳，对肉身要求极高，寻常修士强练，轻则经脉寸断，重则走火入魔。你虽体质特殊，但境界过低，还是……师尊。林菲儿忽然出声打断。玉流苏微微蹙眉，看向自己徒儿。林菲儿咬了咬嘴唇，一副不知该不该说的模样，最终还是开口：洛师弟的焚天拳已经入门了。入门了。玉流苏眼波一滞，那笑意僵在了唇角。他看向林菲儿，见自己徒儿那副心神未定的模样，不似作伪，又将审视的目光转向洛星。入门？从藏经阁到这洞府才走了多久？就算是那部阴阳和合功，
这小子也是在自己的亲身教导和深入交流下才堪堪入门，可这焚天拳是纯粹的攻击术法，霸道绝伦，修炼难度何止高了一筹。饶是有了前车之鉴，玉流苏此刻心中依旧翻起了惊涛骇浪。这小子的悟性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定了定神，朝洛星绽放出一个勾人的笑容。看来本长老这次当真捡到宝了呢。姐姐过奖了，我就是运气好，这焚天拳正好契合我的体质。洛星谦虚地回了一句，若单是运气，藏经阁那么多人看过焚天拳，怎么就没一个能像你这般边走边练还直接入门的？玉流苏轻笑一声，小家伙，过分的谦虚可是会遭人嫉恨的哦。洛星摸了摸鼻子，不置可否。玉流苏话锋一转，但你现在空有修为和术法，却无半点实战经验，不过是纸上谈兵。若是遇上真正的生死搏杀，怕是连3成威力都发挥不出来。洛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他到现在为止，除了打过一块石头，还真没跟人动过手。那姐姐的意思是，宗门山门以东30里有一片十月之森，里面妖兽众多，倒是个不错的历练之地。玉流苏缓缓道，不过你现在修为尚浅，等突破聚灵境再去吧。以你现在的实力，只能在外围转转，深入的话。他顿了顿，眼神变得认真起来。会死人的。洛星点头，他可不是那种头铁的愣头青。对了，玉流苏忽然想起什么，说起动手倒是有个现成的机会。再过1月，便是宗门3年一度的内门大比，届时我会为你报上名。此话一出，不仅洛星愣住了，一旁的林帆也忍不住开口：师尊，他才凝气境，如何参加内门大比？那上面可都是聚灵境甚至筑基境的师兄师姐，他上去不是？菲儿，玉流苏打断了他的话，我并非要他去争什么名次，只是想让他去见识见识，感受一下气氛。与强者交手，哪怕只是几招，对他的成长也大有裨益。林帆咬了咬嘴唇，不再言语。师尊说的有理，但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内门大比，洛星来了兴趣，具体是怎么个比法？内门大比是我和欢宗的一大盛事，届时我们画皮、相思、极乐、无情4大道统的内门弟子都会参加。玉流苏耐心解释道，大比分为2个阶段，首先由各店自行举办店内选拔，决出前10名，然后这40名各店的佼佼者会齐聚一堂，进行最终的对决，决出整个内门的前10。洛星摸了摸下巴，那奖励呢？自然丰厚。前10名不仅能获得大量修炼资源，还能进入宗门的地火溶洞修炼1月。地火溶洞，那是宗门最好的修炼圣地之一，里面地火精华浓郁至极，修炼1日抵得上外界1月。洛星听完，沉默片刻。地火溶洞修炼10日，对其他修士来说或许是天大的造化，可对他这个全靠修炼点堆砌境界的挂逼而言，好像没啥用。他修为靠系统，突破靠修炼点，什么地火溶洞，对他来说跟泡澡池子有啥区别？还不如多奖励几个美女师姐来得实在。怎么，小家伙对奖励不满意？玉流苏见他表情古怪，眯起美眸。没有。洛星回过神，扯出一个笑容，只是想着自己修为低微，怕是连店内选拔都过不去，哪还敢奢望什么的火溶洞，倒是有自知之明。玉流苏红唇微勾，不过也别妄自菲薄，你那体质和悟性在同阶之中已属顶尖。再说了，姐姐让你参赛，本就没指望你能拿到名次。他起身走到洛星面前，抬手轻抚他的脸颊，去见识见识就够了，能在台上撑几招不丢人，就算完成任务。也让你瞧瞧真正的斗法是什么样，省得你以为练了个拳法就天下无敌了。明白了。洛星立刻换上一副受教的表情，就是去当沙包，感受一下师兄师姐们爱的毒打，在挨揍中成长。噗嗤，一旁的林帆没忍住笑出了声，但很快又意识到不妥，连忙捂住嘴，板起脸来。玉流苏也被他这模样逗乐了，嗔怪地白了他一眼。就你贫嘴！洛星表面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心里却琢磨开了，见识是要见识的，但要说就这么上去被人揍一顿，那可不是他的风格。距离大比还有1个月，足够他把修为再往上顶一顶了。到时候配合焚天拳，或许还真能在大比上搞点事情。看来这1个月自己得努力努力了。行了，你先回去修炼吧。玉流苏摆摆手，好好熟悉焚天拳，莫要荒废了功夫。洛星点头，识趣的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玉流苏正对林帆招了招手：帆儿，跟我来。林帆愣了愣，跟在玉流苏身后走出洞府。洛星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啧了一声，架势怕是有什么悄悄话要单独谈。玉流苏领着林帆来到他自己那处清幽的小院，院内青石铺就的小径蜿蜒，两侧竹影摇曳，风过时沙沙作响。林帆跟在师尊身后，
心中忐忑。师尊今日的态度有些古怪，突然把他叫出来，该不会是师尊？您找我有什么事？林菲儿小心翼翼地问。玉流苏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到院中石桌旁坐下，纤手一挥，灵力凝成一道屏障，将整个小院笼罩。林菲儿心头一紧，这是要谈论什么机密之事？菲儿，过来坐。玉流苏拍了拍身旁的石凳，林菲儿依言坐下，端端正正的，双手放在膝盖上。玉流苏看着自己这徒儿紧张的模样，不由失笑放轻松。为师又不是要吃了你。林菲儿勉强扯出一个笑容。菲儿，你今年多大了？回师尊，30有5了。35啊！玉流苏悠悠一叹，一晃眼，当年那个被我从青楼门口救回来的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提及往事，林菲儿眸光暗淡，垂下眼帘，声音微涩。弟子能有今日，全赖师尊的恩情。恩情？玉流苏摇了摇头，为师不喜欢听这些生分的客套话。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林菲儿。为师今日叫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心里话。你对洛星可是心存芥蒂？林菲儿身子一僵。师尊，我……别急着否认。玉流苏打断他，为师又不瞎，你这几日的表现，为师都看在眼里。从他来的第一天，你就对他处处针对，言语间夹枪带棒。虽然你掩饰得很好，但为师还是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林菲儿唇瓣泛白，不知该如何回答。玉流苏叹了口气，是因为为师对他太过看重，让你心里不舒服了？没有。菲儿，玉流苏的声音温柔了几分。你我师徒这么多年，你什么心思为师还能不知道？林菲儿心头一颤，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师尊，傻丫头。玉流苏抬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为师对洛星看重，是因为他能助为师更进一步，但你在为师心里永远是不一样的。林菲儿猛地抬头，眼神中带着难以置信的渴盼。真的吗？自然是真的。玉流苏温柔地看着他。当年为师把你从那群人贩子手里救下来时，你才多大？8岁。8岁，瘦得跟小猫似的。为师第一眼看到你就心疼的不行。为师从小无父无母，一个人摸爬滚打到今天，孤独惯了。可自从有了你，为师才知道什么叫牵挂。林菲儿身体微微颤抖，一阵暖流涌上心头，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师尊，所以啊，傻丫头。玉流苏捧起她的脸，为师对洛星再好，那也是利用，唯独你是为师真心疼爱的。林菲儿紧紧抿着唇，努力压抑着翻涌的情绪。玉流苏将她轻轻揽入怀中，两人静静相拥。许久，林菲儿的情绪渐渐平复，她靠在师尊怀里，闻着那熟悉又让她心安的气息，声音沙哑。师尊，我是不是很没用？怎么会？可我修为停滞不前，给师尊丢脸了。玉流苏摇头，修为这种事强求不来。为师知道你不愿找炉鼎，也不勉强你。可菲儿啊，他顿了顿，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你现在35岁，再过几年，若是还不突破距临近中期，寿元就要开始衰减。到那时，容貌衰老是小事，修为倒退才是大患。林菲儿沉默了，这些道理他都懂，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为师并非要你立刻去找什么炉鼎，玉流苏松开他，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想想。若实在不愿走极乐道，不如转修其他道统。画皮道虽是小术，但胜在安稳。相思道需要真情实感，但对你而言……玉流苏话没说完，但林菲儿明白他的意思。相思道需要双修对象彼此有真情，这对他而言更难。菲儿，玉流苏握住他的手，为师不逼你，你自己慢慢想。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为师都支持你。林菲儿重重点头，哽咽道：“谢谢师尊。”傻丫头，跟为师还说谢谢。玉流苏戳了戳他的额头，气氛缓和下来。玉流苏忽然话锋一转：“对了，既然说到洛星……”林菲儿擦了擦眼泪，疑惑地看向师尊：“为师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师尊请说。洛星此子天赋异禀，但终究初来乍到，对宗门规矩不熟。玉流苏慢悠悠地说：“为师希望你能多照顾他一些，帮他尽快适应宗门生活。”林菲儿愣住：“让他照顾洛星？”师尊，为师知道你对他有意见。玉流苏打断他：“但为师方才不是说了吗？他只是为师的一颗棋子，你才是为师真正在意的人，所以为师才放心把他交给你。”玉流苏凑近林菲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再说了，多接触接触，说不定你就改观了呢。那小子虽然油嘴滑舌，但本性不坏，人也长得俊。菲儿，你若是看上了，为师做主把他赐给你当双修道侣，如何？”林菲儿的脸腾地红了：“师尊，您说什么呢？哟，还知晓害臊了。”玉流苏眼唇轻笑：“我才不会看上他。”林菲儿又羞又恼：“
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看着就烦。是吗？玉流苏眯起眼，那为师可就不客气了。林菲儿一怔，师尊，你什么意思？没什么。玉流苏站起身，拍了拍裙摆，就是觉得那小子挺合为师胃口的，养着养着，说不定就舍不得放手了。林菲儿心头莫名一堵。好了，为师还要回去炼化阳气。玉流苏走到院门口，回头笑道：记得为师的话，多照顾照顾他，别整日板着脸，笑起来多好看。说完，他身形一闪，消失在竹林中，只留下林菲儿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心乱如麻。1周时间弹指而过，清幽谷的洞府内，月光石的光芒已经恢复了明亮，这温柔乡当真是英雄种。洛星醒来时，只觉口鼻间尽是的馥郁芬芳，脸上也是一片温软滑腻。头顶传来一声慵懒的鼻音，洛星这才回过神，费劲地把脸拔了出来，大口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他这才发现自己昨晚竟是埋在南北半球中间睡了一整夜，这窒息感差点让他成了史上第一个被凶杀的穿越者。小家伙可算是舍得起来了。玉流苏侧卧在床榻上，单手支着脑袋，似笑非笑地看着正大口喘气的洛星。洛星回头冲他眨了眨眼，姐姐这胸怀当真宽广，小弟差点就在里面迷了路。贫嘴。玉流苏嗔了一句，缓缓起身，开始整理衣衫，颈背彻底滑落，那曼妙身姿在晨光下一览无余。他也不避讳，大大方方地当着洛星的面开始穿衣。如何？这1周可有收获？洛星看着他系好腰间的丝带，将玲珑曲线衬托得淋漓尽致，眼神中闪过一丝赞叹。有，收获可大了。洛星伸了个懒腰，浑身骨骼噼啪作响，我感觉已经到了临界点，随时能突破了。哦，这么快？玉流苏神色讶异。凝气境到聚灵境，可是一道大坎，你确定？小弟对姐姐从不撒谎。洛星笑嘻嘻地说，语气笃定。玉流苏沉默片刻，他知道洛星体质特殊，悟性也高得离谱，但凝气境到聚灵境不仅需要灵力的积累，更需要对天地灵气的感悟和境界的升华。短短1周，就算有他的倾囊相授，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不过洛星带给他的惊喜已经太多，他也渐渐习惯了这种不合理。那姐姐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玉流苏轻笑着拍了拍洛星的手，然后从他怀里脱身。他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铜镜整理发髻。镜中的女子容光焕发，眼角眉梢都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娇媚与活力，仿佛回到了最美好的年华。这1周时间，两人几乎都在这洞府内没羞没臊的修炼。有了洛星这个双修道侣，玉流苏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他在凝丹境多年的瓶颈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这种由内而外的滋养是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法比拟的。好了，我去修炼了，你今天有什么打算？玉流苏转过身看着洛星，眼神中带着几分柔和。我打算再巩固巩固，顺便再研究研究焚天拳。洛星说，也好。玉流苏点点头，内门大比在即，既然感觉到了契机，就抓紧时间。说完，他扭着腰肢，带着一阵香风款款离去。待那倩影消失在洞府外，洛星脸上的不正经才慢慢收敛。系统打开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凝气境9重巅峰，修炼点10023，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境大成，阴阳和合功小成。技法雷光盾入门，阳雷手入门，焚天拳入门。阳气值，看着面板上那个足10000点的修炼点，洛星只想仰天大笑3声。这1周没日没夜的辛勤耕耘，总算是没有白费。腰子虽然有点酸，但值了。虽然玉流苏每次都小心翼翼，生怕伤了他根基，但架不住他主动引导阳气，再加上玉流苏那凝丹境的修为，每次双修反哺的修炼点都极为可观。尤其是花了近2000修炼点将阴阳和合功提升到小成后，他主动渡阳气的效率更是成倍增长。10000点修炼点，这笔巨款让洛星腰杆子前所未有的硬。他盘膝坐在玉床上，平复躁动的心绪。童子哥突破聚灵境，消耗1000修炼点，开始突破。指令下达的瞬间，洛星只觉丹田内那团已经达到饱和的金色气旋猛地一颤，随即开始疯狂旋转收缩。原本充盈全身经脉的气态灵力，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吸力，如同百川归海般向丹田汇聚。压缩，再压缩。这种极致的压缩带来的是经脉的阵阵胀痛，仿佛要被撑裂一般。洛星咬紧牙关，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知道这是凝气化液的关键时刻，只有将一身灵气压缩成灵液，才能算是真正踏入了聚灵境的大门。慢慢的，第一滴金色的灵液在丹田内凝聚成型，紧接着第2滴、
第3滴，越来越多的气态灵力转化为粘稠的金色液体，汇聚在丹田底部，形成了一片浅浅的金色小水洼。与此同时，一股比之前强大数倍的强横的气息从他体内横扫而出，震得洞府内的沙幔无风自动。恭喜宿主成功突破至具灵境初期。洛星睁开眼，2道金芒在瞳孔中一闪而逝。他抬起手，掌心向上，一团纯粹由灵液压缩而成的金色火焰凭空浮现，散发出的高温瞬间让周围的空气扭曲起来。这就是具灵境。洛星握拳，火焰炸裂，化作点点金光消散。如果说凝气境的灵力是雾，那具灵境就是水，无论是质量还是总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爽！洛星长舒一口气，看了一眼面板，还剩9002点，财大气粗的感觉就是好。系统继续提升，大日不灭真经。既然要追求极致，那就贯彻到底。根基越雄厚，未来的路才走得越远。消耗1500修炼点，大日不灭真经，功法境界提升中。这一次的动静比刚才突破还要大。洛星感觉自己就像是吞下了一颗太阳。丹田内那片刚形成的金色小水洼瞬间沸腾起来，体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原本平静的灵液掀起惊涛骇浪，金色的火焰在灵液表面熊熊燃烧，将整个丹田化作了一片火海。他的皮肤变得通红，滚滚热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身下的玉床都开始微微发烫。好在洞府内有阵法守护，否则这动静怕是要把房顶给掀了良久。异象渐渐平息，洛星内视丹田，只见那片金色火海中央隐约浮现出一轮虚幻的大日轮廓，虽然还很模糊，但已经散发出一种煌煌天威，令人不敢直视。燃阳境圆满，此刻他的灵力雄厚程度恐怕已经是同阶修士的10倍不止。接下来就是术法了。洛星的目光落在焚天拳上，之前入门级的焚天拳消耗太大，如今突破了具灵境，应该能支撑更高层次的消耗了。童子哥，将焚天拳提升至小成需要多少修炼点？提示：需要1000修炼点。洛星咂了咂嘴，看来往后的开销只会越来越离谱。二弟，咱还得加班啊！一阵肉痛后，洛星咬牙默念：提升，消耗1000修炼点，焚天拳提升至小成。洛星抬起右手，心念微动，并不像上次那般声势浩大，也没有灼人的热浪外泄。他的拳头上只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赤金色光膜，看起来毫不起眼，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层看似脆弱的光膜下压缩着何等恐怖的爆发力。力量内敛，凝而不散，这才是真正登堂入室的标志。试试消耗，他维持着这个状态，感受着体内灵液的流逝速度。10息过去，丹田内的金色灵液仅仅下降了1成。洛星露出满意的神色。若是换作入门时，这点时间怕是已经抽干了他3成灵力。如今不仅威力倍增，续航能力也大大提升，总算不用担心打完一拳就得躺平认潮了。接下来，洛星的目光投向面板上另外2门早已被冷落多时的术法，扬雷手和雷光盾。这2门黄阶上品术法虽不如焚天拳霸道，但胜在消耗小，实用性强。尤其是雷光盾，保命赶路的绝佳手段。在这危机四伏的修仙界，打不过还能跑，才是长久之道。技多不压身，干脆一次拉满。洛星财大气粗，意念一动，直接梭哈。消耗1500修炼点，扬雷手提升至圆满。消耗1500修炼点，雷光盾提升至圆满。刹那间，无数关于这2门术法的感悟涌上心头，那种感觉极为奇妙，仿佛他已经浸淫这2门术法数10年，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变化都已烂熟于心，化作了身体的本能。扬雷手，洛星抬手，掌心金色雷霆跳跃，蕴含着霸道的毁灭气息，那是融合了他纯阳之力的阳雷，至刚至阳，专克阴邪。雷光盾，身形微动，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在洞府内拉出数道折线，速度之快，肉眼几乎无法捕捉。不错，这3000点花得值。这份圆满境带来的极致掌控感让他沉醉。正当他准备收工时，眼前忽然又跳出2行更为醒目的金色提示：定，检测到黄阶上品术法扬雷手已至圆满，触发进阶条件，是否消耗1万修炼点，将其进阶为玄阶上品术法大日扬雷手。定，检测到黄阶上品术法雷光盾已至圆满，触发进阶条件，是否消耗1万修炼点，将其进阶为玄阶上品术法雷动3000。洛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睛瞪得像铜铃。还能这么晚？他原本以为低阶术法练到头也就是个过渡，等以后修为高了，迟早要被更高级的术法淘汰。没想到这系统竟然还提供售后升级服务，从黄阶直接跨越到玄阶上品，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激动过后，洛星很快冷静下来，目光死死盯着那个1万的数字。1万点，童子哥，
你这心也太黑了点吧。他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耕耘了1周，腰都快累断了，才攒了1万点出头。这要是2门都升级，岂不是得2万点？把它榨干了也凑不出这么多啊。系统，这1万点升级后术法熟练度怎么算？别告诉我又要从入门开始练起。若是那样，这1万点花的可就太冤了。提示：术法进阶后将自动继承原有的圆满熟练度，无需额外修炼。看到这行字，洛星心头的怨气散了一些。那我问你，若是我从藏经阁找来一门玄阶上品术法，从0开始练到圆满，需要多少修炼点？根据术法难易程度，约需5000至1万修炼点不等。洛星一愣，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乍一看，直接进阶似乎比自己练要贵上一些，但仔细琢磨，这笔账不能这么算。玄阶上品术法是什么概念？在合欢宗，那至少得是内弟子才有资格接触的高级货，还得花费巨额宗门贡献点去兑换。要知道，高阶术法不仅珍贵难寻，修炼起来更是晦涩难懂。哪怕它有系统加持，从入门干到圆满，中间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巨大的。更别提那些传说中的地阶、天阶术法，往往都被各大宗门视若珍宝，非核心弟子不得传授。可现在，系统这条售后升级的路子，直接帮他解决了这2个最大的难题。无需四处搜寻秘籍，不必担心资质悟性，只要修炼点到位，哪怕是最低级的黄阶术法，也能一路进阶，最终蜕变成毁天灭地的无上神通。试想一下，若是将那烂大街的御风术一路升级到顶阶，那得是什么光景？怕是瞬息万里，缩地成寸也不在话下。童子哥，还得是你啊！洛星啧啧感叹，原本以为你是个黑心商，没想到竟是个良心批发商。这哪里是坑钱，分明是给他开了一条通往至强者的康庄大道。只要有足够的修炼点，他就能批量制造高阶圆满术法。想到未来自己左手大日阳雷，右手焚天神拳，脚踩雷动3000，把敌人按在地上摩擦的画面，洛星就忍不住一阵心潮澎湃。不过激动归激动，现实还是一如既往的骨感。他看了一眼自己仅剩的3523点修炼点，躁动的心瞬间凉了半截。穷，还是太穷了。辛辛苦苦耕耘1周，看似赚得盆满钵满，结果稍微提升一下实力，立马就回到了解放前。而且洛星冷静下来，细细思索，以他如今距临近初期的修为，施展玄阶上品的焚天拳小成尚且勉强，若是真弄出个圆满境界的玄阶上品术法，怕是一招就能把他抽成人干。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现阶段贪多嚼不烂。罢了，这2个进阶先放一放。洛星关掉系统面板，从玉床上跳了下来。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把修为提上去，只有根基深厚了，才能驾驭更强的力量。在洞府里憋了1周，骨头都快生锈了，也该出去透透气了。洛星哼着小曲儿走出了洞府，刚解开禁制，他脚下没注意收力，整个人便如离弦之箭般窜了出去。呀！一声娇呼响起，迎面走来一人，显然没料到洞府里会突然冲出个人影，惊慌之下连连后退，手里提着的精致石盒都差点脱手飞出。洛星眼疾手快，一手稳住石盒，一手顺势揽住了来人的纤腰。师姐，大清早的就投怀送抱，师弟我可有点消受不起啊。林菲儿站稳身形，脸颊微红，一把推开他的手。谁投怀送抱了？是你自己走路不长眼。他瞪了洛星一眼，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衫，将手中的石盒递了过去。诺，师尊让我给你送来的。什么好东西？洛星好奇地接过石盒打开，里面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灵粥，用不知名的灵米熬制而成，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上面还漂浮着几片晶莹剔透的灵药花瓣。这是百花玉露粥，有固本培元、温养经脉的功效。林菲儿别过头，语气生硬地说，师尊怕你这几天修炼过度伤了身子。他的表情明显有些不自然。洛星好笑，替我谢谢玉长老。他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喝了一大口。灵粥入口即化，唇齿留香，舒服的他眯起了眼。原本因突破而有些躁动的灵力竟奇迹般的平复下来。好粥。洛星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师姐的手艺真不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那可是有福了。林菲儿神情一僵，随即狠狠瞪了他一眼。少贫嘴，这是师尊亲手熬的，我只是负责送过来而已。哦，洛星拖长了尾音，一脸恍然大悟，原来是姐姐的一片心意，难怪如此香甜。他说着还故意凑近林菲儿，鼻翼微动。不过师姐身上这股子酸味儿又是从哪来的？你林菲儿俏脸涨红，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谁酸了？你少自作多情。他羞恼地伸手想要推开洛星，却在触碰到他衣袖的瞬间动作僵住了。不对劲，这股气息1周前明明还是凝气近9重，怎么现在给他的感觉完全变了？
林菲儿下意识放出神识一扫，下一秒他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突破了聚灵境。这才过了多久？1周。仅仅1周时间，洛星竟然从凝气境9重直接突破到了聚灵境。林菲儿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受到了冲击。凝气境到聚灵境是个大坎，多少修士卡在这道门槛前数年不得寸进。当年的他也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成功凝液踏入聚灵境。这小子还是人吗？洛星看着他那副惊呆的模样，挠了挠头。呀，忘了隐匿气息了。他倒也坦荡，反正以后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低调，不存在的。在这合欢宗，实力才是硬道理，藏拙只会让人觉得他好欺负。你，林菲儿张了张嘴，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师姐别这么盯着我看，我会不好意思的。洛星笑嘻嘻地说。林菲儿回过神，狠狠瞪了他一眼。不好意思？他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哪有半点不好意思？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林菲儿忍不住问。就算师尊倾囊相授，也不至于。这妖孽般的修炼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可能是因为我体质特殊，比较耐操练。洛星冲他挤了挤眼，意有所指。林菲儿瞬间秒懂，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1周来洞府内偶尔传出的动静，脸颊烧得通红。不知羞耻。他一把夺过空碗，转身欲走。师姐留步。洛星身形一晃，再次拦在他身前。林菲儿眉头紧锁，不耐烦地看着他。又怎么了？我没空听你在这胡言乱语。别这么冷淡嘛。洛星嘿嘿笑道。师姐，商量个事儿呗。被他这种眼神盯着，林菲儿只觉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双手抱胸。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也没啥大事，就是师弟我刚突破，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手痒得很。师姐若是有空，不如指点指点我。林菲儿愣住，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要跟我动比试？他上下打量着洛星，像是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没错，这家伙的确是个妖孽，修炼速度说出去能吓死人，但修炼速度快不代表能打。他林菲儿虽然天赋不如他，但好歹也在聚灵境经营多年，距离中期只差临门一脚。更别提他这些年做过的宗门任务，经历过的实战厮杀，哪里是这个刚出茅庐的小子能比的？他哪来的自信？师弟，做人还是脚踏实地些好。林菲儿冷笑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刚学会走就想跑，小心摔个狗吃屎。摔了就当交学费呗。洛星丝毫不恼，依旧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师姐就当发发善心，要是怕伤了我，让我一只手也行啊。让你一只手？林菲儿被气乐了，这小子还真是狂得没边了。也好，师尊让他多照顾他，那今天就好好照顾照顾，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省得以后出去惹是生非被人打死。行。林菲儿将食盒放到一旁的石桌上，转身走向洞府前的空地。既然你皮痒求奏，做师姐的自然要满足你。他站定，单手负后，另一只手随意地冲洛星勾了勾。来吧，别说我欺负你，让你3招。清风拂过，卷起几片竹叶。洛星站在原地没动，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收敛。师姐，这可是你说的。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凭空消失了。林菲儿瞳孔骤缩，好快，不是那种单纯依靠灵力爆发的速度，而是某种高深的遁法。几乎是同一时间，一道微弱的雷鸣声在他左侧响起。林菲儿常年历练的本能让他瞬间做出反应，身形强行向右横移半尺，同时一掌拍出。砰！两掌相交，发出一声闷响。林菲儿只觉一股霸道至极的灼热灵力顺着掌心钻入经脉，劲震得他手臂微微发麻。他心中大骇，借力向后飘退数丈，定睛一看，洛星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周身隐约有细小的金色电弧跳跃。雷属性遁法。林菲儿眼皮一跳，这不仅仅是快，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寻常弟子修炼遁法，起步往往生涩，转向间总有凝滞，可洛星这身法动静由心，分明是经营此道多年的表现。可他才来多久？1周时间，除了突破境界，竟然还将一门遁法练到了此等境界。师姐，第1招喽。洛星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掌，嘿嘿一笑，接下来我可不客气了。林菲儿收起了轻视之心，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刚才那一掌虽然只是试探，但洛星灵力的浑厚程度远超他的预想，根本不像是一个刚突破聚灵境的新人。看来是我小瞧你了。林菲儿深吸一口气，双手缓缓抬起，食指间多了几根细若游丝的粉色丝线。既如此，那我也要认真了。牵丝绕，他食指连弹，数十根粉色丝线如同活物般激射而出，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大网，朝着洛星笼罩而去。这些丝线看似柔弱，实则坚韧无比，且附带着致幻的毒素，一旦被缠上，
一身灵力都要迟滞3分。来得好！洛星不退反进，眼中战意熊熊。他没有再用雷光盾躲避，而是迎着那张粉色大网冲了上去。扬雷手，滋啦！狂暴的金色雷霆瞬间撞入那绵密的丝网之中。至刚至阳的雷霆之力，正是这些阴柔手段的克星。那些附着在丝线上的灵力，甚至来不及发挥作用，便在金色的电弧中冰消雪融，怎么可能？林菲儿美眸圆睁，她的牵丝绕乃是玄阶下品术法，配合她多年的静凝，就算是同阶修士也不敢硬接，竟被她如此蛮横的撕碎了。没等她回过神，洛星已经冲破了丝网，欺身而进。师姐，发什么呆呢？戏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林菲儿心头一跳，仓促间只能架起双臂格挡。砰！又是一声闷响。这一次，林菲儿整个人被震得倒飞而出，双脚在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沟壑，才勉强稳住身形。她感觉自己的双臂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火辣辣的疼。她抬起头，看着不远处那个依旧一脸轻松的男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师姐，还要继续让吗？洛星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站在原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林菲儿咬着银牙，只觉脸上火辣辣的。刚才的大话放得有多满，现在脸就被打得有多疼。少得意！他娇喝一声，反手一拍储物袋，一柄碧绿色的长剑落入手中。剑身灵纹流转，显然不是凡品。逼我动用青木剑，你也足以自傲了。林菲儿手腕一抖，挽出一个漂亮的剑花，整个人气质陡变，灵力非凡。青木剑诀，数道青色剑气破空而出，封死了洛星所有的退路。洛星眼睛一亮，这才有点意思嘛。他脚下雷光闪动，整个人如穿花蝴蝶般在密集的剑气中穿梭，实在避无可避的，便用那双泛着惊雷的手掌硬汉剑锋。当当当，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清幽谷前的空地上，只见青光与金芒交织，劲气四溢，周围的竹林遭了殃，被溢散的剑气削断了一大片。越打，林菲儿越是心惊。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动用了灵气，竟然只能和赤手空拳的洛星打个平手。这家伙体内的灵力简直深不见底，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大力沉，逼得他不得不全力应对。若非洛星的战斗经验尚浅，好几次出招都留下了不小的空当，他恐怕早就败了。可偏偏就是这些破绽，他却不敢轻易去抓，因为每一次他试图反击，都会被那小子身上爆发出的金色气浪给硬生生顶回来。怎么，师姐这就没招了？力道好像有点变小了啊。洛星一边格挡，一边还有闲心开口调侃。林菲儿咬紧牙关，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少得意！他手中青木剑光芒再盛，娇喝一声：“幻灵刺！”青木剑骤然分化出数十道虚幻剑影，虚实难辨，如孔雀开屏般照向洛星全身大穴。洛星身形微侧，竟是不退反进，精准地从漫天剑影中找到那唯一的实体。那只泛着惊雷的手掌轻飘飘地拍在了青木剑的剑脊之上。叮！一声脆响，漫天剑影瞬间溃散。林菲儿只觉虎口一阵发麻，险些握不住剑柄。他心头大骇，这小子怎么可能一眼看穿他的幻灵刺再来？他不信邪，背齿紧咬红唇，体内灵力疯狂运转，指尖青芒与粉色雾气交织，时而化作缠人的藤蔓，时而变为拍击的落花掌印，攻势如水银泻地，将洛星周围的空间完全封锁。他将这些年所学的术法一股脑地砸了出去，一时间清幽谷前灵力激荡，青光粉芒交织成一片绚烂的光幕。面对这狂风骤雨般的攻势，洛星起初还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衣衫也被划破了几道口子，只能凭借雷光盾的急速左躲右闪。但很快林菲儿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小子的适应能力简直快得吓人。从最开始的狼狈躲避，到10息后的勉强招架，再到30息时，他竟然已经能在漫天攻势中游刃有余。他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战斗经验。每一次交手，他的动作就精简一分，多余的花架子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直接有效的应对方式。师姐，这招落阴掌力道分散了，若是能再凝聚一点，或许能碰到我的衣角。洛星一边随手拍散袭来的掌风，一边还有闲心开口点评。林菲儿气的胸口一阵起伏，银牙都快咬碎了。这哪里是切磋，分明是拿他当陪练。你闭嘴！林菲儿娇喝一声，攻势陡然加剧。可他越是急躁，露出的破绽就越多。师姐，别生气嘛，你看你这招灵蛇吐信，角度刁钻，但力道不足，若是能配合上你的身法，你给我去死！林菲儿终于忍无可忍，身形猛地向后一跃，拉开了10几丈的距离。她俏脸涨红，眼中的羞愤几乎要喷出火来。洛星，这是你逼我的。他将青木剑束于胸前，另一只手飞快地掐动法诀，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
磅礴的生机之力从他体内喷涌而出，尽数灌入青木剑之中。嗡！碧绿色的剑光冲天而起，剑身上灵纹尽数亮起，发出阵阵清明。洛星脸上的轻佻终于敛去，神情变得认真。他能感觉到林菲儿这次是动真格的了，那柄剑上凝聚的力量已经足以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来得好！洛星非但不惧，眼中反而燃烧起更加炙热的战意。他体内的金色灵液开始沸腾，周身都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金芒。青木剑诀，慕龙吟。林菲儿发出一声轻斥，手中长剑猛地向前一指，吼！远古的龙吟响彻山谷，那冲天的碧绿剑光瞬间化形，无数青色藤蔓与凌厉剑气交织，竟在半空中凝聚成一条长达数丈的木龙。木龙盘旋咆哮，龙首狰狞，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朝洛星当头势来。所过之处，地面被离开一道深深的沟壑，两侧的紫竹瞬间被搅成齑粉。这才是巨灵境修士真正的杀招。面对这惊天一击，洛星不闪不避，反而向前踏出一步。他深吸一口气，丹田内的金色火海彻底暴动全身的灵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右拳汇聚，整条手臂瞬间变得赤红，赤金色的火焰自指缝间喷薄而出，将他的拳头完全包裹。那一刻，他的拳头仿佛化作了一轮小太阳，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高温。周围的空气被灼烧得剧烈扭曲，发出滋滋的声响。焚天拳！洛星低吼一声，简简单单的一拳，迎着那咆哮而来的木龙悍然轰出。轰隆！赤金色的拳影与碧绿色的木龙轰然相撞，震耳的轰鸣声化作肉眼可见的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青幽谷前，大片大片的紫竹林瞬间化为飞灰，坚硬的青石地面被整个掀起，均裂出蛛网般的巨大裂缝。狂暴的能量中心，青光与金芒疯狂纠缠湮灭，形成了一片混乱的能量风暴。不知过了多久，风暴渐渐平息，烟尘缓缓散去。空地中央出现了一个直径10数丈的焦黑大坑，坑边还残留着些许融化的岩浆和焦黑的木屑。坑的两侧，两道身影遥遥相对。林菲儿脸色煞白，呼吸急促，握着青木剑的手微微颤抖。剑身上的光芒已经暗淡无光，显然灵性大损。这是他压箱底最强的一击，竟然只是平分秋色。他看着对面，洛星的模样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身上的内门弟子服饰已经变得破破烂烂，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显然也受了些内伤。可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里面没有丝毫的沮丧或痛苦，只有酣畅淋漓的战意和兴奋。爽！洛星抹去嘴角的血迹，畅快地大笑出声：“师姐，你这招够劲，再来，再来！”林菲儿看着他那副战意盎然的模样，在感受着自己丹田内几近干涸的灵力，心头那股憋屈和无力感涌到了顶点。不打了，没意思。洛星一愣，怎么不打了？我还没尽兴呢。林菲儿转身，头也不回地朝着谷外走去。走了2步，他脚步一顿，依旧没有回头，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把你弄出来的烂摊子恢复原样。”洛星站在原地，挠了挠头，这女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不过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咧嘴一笑，这一架打得值。只是他站在那个焦黑的大坑边，看着满目疮痍的青幽谷，嘴角抽了抽。得，这下好了，刚才打得热血上头，现在冷静下来一看，这场面有点惨烈啊。原本郁郁葱葱的紫竹林，现在只剩下一片焦黑的残妆，地面上那条深深的沟壑，还有那个冒着青烟的大坑，怎么看怎么触目惊心。我去，下手是不是有点重了？洛星走到坑边，蹲下身，伸手摸了摸那些焦黑的泥土，还烫手。他叹了口气，站起身，认命地开始干活。他先是将那些倒伏的竹子一根根扶正，然后用灵力催动，让它们重新扎根。好在这些紫竹生命力顽强，只要根系未断，倒也能活过来。至于那个大坑，洛星看着那10几丈宽的焦黑深坑，有些头疼。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填填土就能解决的。他想了想，干脆盘膝坐下，双手按在地面上，开始运转体内的灵力。金色的灵力顺着掌心渗入地下，一点点修复着被破坏的地脉。这活儿可比打架累多了。洛星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咬牙坚持着。1个时辰后，大坑总算是填平了，地面上的裂缝也修复得差不多。洛星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累死我了。他抹了把汗，看着恢复得七七八八的青幽谷，总算松了口气。虽然仔细看还是能瞧出战斗的痕迹，但至少不那么惨不忍睹了。算了，就这样吧。洛星站起身，挥手换了一身新衣服，转身打算回去洞府。刚走几步，他脚步一顿，山谷外的静止，有人。他走了过去，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在徘徊。
那人并未穿着和欢宗弟子常见的粉腻纱裙，而是一袭素净的青色道袍，领口收得颇高，遮住了大片引人遐想的春光，头发也规规矩矩地挽了个倒髻，乍一看倒像个正经宗门的女修。但有些人骨子里的媚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裹得再严实也没用。那道袍虽然宽松，却依然被撑得有些紧绷，腰肢款摆间自有一股成熟妇人特有的风韵流淌出来。洛星眼前一亮，快走2步，隔着光幕喊道：哟，这不是柳姐姐吗？几日不见，怎么改走清纯路线了？听到这欠揍的声音，柳青梅身子一顿，转过身来，见到洛星从谷内走出，她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既有惊喜，又带着几分意料之中的释然。小没良心的，总算舍得从这安乐窝里出来了。柳青梅嗔怪地横了他一眼，这一眼的风情顿时将那身正经道袍带来的端庄感破坏殆尽。洛星笑嘻嘻地拿出玉牌，打开禁制一角，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姐姐大驾光临，小弟有失远迎，快请进，让小弟好好看看这身道袍是不是又是姐姐的新情趣。柳青梅啐了他一口，迈步走入谷内。刚一进来，感受到谷内那浓郁的几乎化不开的灵气，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神色间多了几分羡慕。玉长老的清幽谷果然名不虚传，在这里修炼1日，抵得上外面数日之功。他看向洛星，语气酸溜溜的：你这小家伙倒是好福气，刚来就能住进这等宝地，看来玉长老对你是真动了心思了。那是也不看我是谁。洛星得意地挑了挑眉：倒是姐姐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红尘坊那边交接完了？柳青梅点了点头，伸手理了理鬓角的碎发：托你的福，明悠的是给宗门立了大功。玉长老说话算话，不仅免了我的外派之苦，还让我在内门杂物堂领了个闲差，每天处理些琐碎的事，就能领到不错的贡献点。柳青梅眉间难掩喜色，她看着眼前这个让自己命运发生转折的男人，心中感慨万千。当初在红尘坊，她只是觉得这小子体质特殊，是个潜力股，这才想着提前投资一把，没成想这回报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对了，姐姐今日来找我，可是有什么好关照？洛星凑近了些，笑眯眯地问。柳青梅没好气地推开他凑过来的大脸：哼，你如今是玉长老眼前的红人，住着清幽谷，喝着百花玉露粥，哪里还用得着我来关照？他嘴上数落着，但还是从袖中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塞到洛星手里：拿着吧，姐姐现在虽然不富裕，但这点见面礼还是拿得出来的。洛星也不客气，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这么多零食，柳姐姐这是要贿赂我吗？贿赂你？柳青梅娇笑一声：我哪敢贿赂你，这些零食不过是姐姐的一点心意罢了。她走到一旁的石桌边坐下，再说了，你帮我摆脱了红尘坊那个鬼地方，这点谢礼不算什么。洛星也不客气，直接将储物袋收了起来。虽然对他来说这些零食用处不大，但在这修行界，零食就是硬通货，那小弟就却之不恭了。柳青梅看着他那坦然自得的模样，不由得莞尔。他目光在谷内扫了一圈，最终落在不远处那片明显有些稀疏且带着些许焦痕的紫竹林上，鼻翼微动：你这谷里怎么有股子焦糊味？哦，刚练了手心术法，没控制好火候。柳青梅美眸微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的修为，他神识不经意的一扫，瞬间定在了原地，巨灵境。柳青梅掩嘴惊呼：这才过去多久？从他正式接触修炼到现在，也才过去半个月吧。姐姐别这么看着我，怪瘆人的。洛星摸了摸鼻子：我这不是体质特殊吗？再加上玉长老的悉心指导。悉心指导？柳青梅回过神，眼神变得意味深长。她啧啧2声，看来洛公子这半个月是把姐姐教你的本事都用上了。洛星老脸一红，连忙咳嗽2声，岔开话题：嗨嗨，柳姐姐，你今天来找我，该不会就是专程来打趣我的吧？怎么就不能是想你了？柳青梅撑着下巴悠悠地说：你这小没良心的，住进清幽谷就把姐姐给忘了，也不想想当初在红尘坊是谁手把手教你的。他略带幽怨的语气听得洛星心头一荡。姐姐说笑了，弟弟我怎么敢忘了姐姐的恩情？洛星陪着笑脸：这不是刚突破，还没来得及去找你吗？是吗？柳青梅眉梢一挑，她从袖中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传讯玉符，放在石桌上，推到洛星面前：拿着吧。洛星拿起玉符，入手温润，上面还残留着柳青梅独有的脂粉香气。这是传讯玉符，绑定了我的气息。柳青梅站起身，走到洛星身边，红唇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以后有空记得来杂物堂找姐姐。姐姐现在虽然有了差事，但每日闲得很，一个人住在那小院子里，时常寂寞难耐。热气喷洒在洛星耳畔，带着股子勾人的魅意，激得他浑身一个激灵。洛星握着玉符的手微微一紧，喉结滚动了一下，这女人是越来越会撩了。
柳青没见他这反应，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行了，姐姐也不打扰你修炼了。他转身朝谷外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冲洛星抛了个媚眼。记得别让姐姐等太久。说完，他身形一闪，消失在禁制之外。洛星摩挲着手中的玉符，许久才低笑一声，将其妥善收好，转身向洞府深处走去。夜幕降临，洛星走向玉流苏的寝殿，推开门就见玉流苏斜倚在榻上，手里拿着一卷古籍，烛光映照下，那张绝美的脸庞竟带着几分出尘的韵味。玉流苏抬眸，见是洛星，红唇轻启。怎么，这个时辰来找姐姐，是又想？我想去十月之森。洛星直接开口。玉流苏愣了愣，笑容微微收敛。十月之森，你现在修为还？话说到一半，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神识朝洛星扫去。下一秒，他坐直了身子。聚灵境。玉流苏盯着洛星，神色惊异。他还以为白天洛星说的快要突破是开玩笑的，真正突破怎么也得再过10天半月。可现在小家伙，你这修炼速度……玉流苏红唇微张，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姐姐不是说过，等我突破聚灵境就能去十月之森历练吗？洛星笑嘻嘻地说。现在我突破了，总该可以去了吧？玉流苏盯着洛星看了许久，神色复杂。你这小家伙总能给姐姐带来惊喜。他轻叹一声，放下手中的古籍，起身走到洛星面前，纤手抬起，轻轻抚上他的脸颊。不过十月之森可不是闹着玩的，里面的妖兽凶残狡诈，稍有不慎就会丢了性命。我明白，但我也不能总躲在姐姐的温柔乡里，真遇上危险，总不能指望姐姐每次都来救我。玉流苏美眸掠过一丝赞许。也罢，他收回手，既然你都突破了，姐姐也不好食言。不过你一个人去，姐姐可不放心。那姐姐的意思是让芬儿陪你去。玉流苏转身走回榻边，重新坐下。他在聚灵境经营多年，实战经验丰富，有他在，至少不会让你死在外围。洛星想起白天那场切磋，林芬儿最后那张黑脸，嘴角抽了抽。姐姐，你确定她愿意带我？她当然愿意，你是姐姐的人，她自然会照顾着。洛星总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别扭。那就这么定了。玉流苏挥了挥手，明日一早你去找芬儿，就说是我的意思。记住，在外面听她的，别逞强。知道了，姐姐。洛星应下。玉流苏看着他，忽然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怎么，今晚就这么走了？不打算陪姐姐修炼修炼？他起身，薄纱滑落，露出大片雪白。洛星喉结滚动，看着眼前这活色生香的一幕，眼中的犹豫只持续了一瞬间。他一步上前，伸手揽住玉流苏的纤腰，将她带入怀中。姐姐盛情难却，小弟要是再推辞，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再说了，明天就要去面对那些茹毛饮血的妖兽了，今晚当然要让姐姐好好帮我养精蓄锐一番。油嘴滑舌。玉流苏顺势将手臂缠上了他的脖颈，媚眼如丝地看着他。既然如此，那姐姐今晚就设身饲虎，让你这头小老虎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去捕猎。话说到一半，红唇便已应了上来。翌日清晨，当洛星从玉流苏的寝殿走出时，天色已经大亮。他非但没有丝毫疲惫，反而觉得神清气爽。不朽阳神体，越战越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十月之森，是时候去见识见识真正的血与火了。收拾妥当后，洛星便出了洞府。按照玉流苏的指引，他来到清幽谷东侧的一处小院，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细微的水声。洛星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门。谁？林菲儿清脆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是我。院内沉默了片刻。你来干什么？玉长老让我来找你。洛星老实回答。又是一阵沉默。良久，院门吱呀一声打开。林菲儿站在门后，头发还有些湿润，显然刚洗漱完。她穿着一身素色长裙，脸上没有施粉黛，却依然清丽动人。师尊让你来找我。林菲儿皱眉。洛星点头。姐姐说让你带我去十月之森历练。林菲儿脸色一变。十月之森？就你？怎么？师姐觉得我不行？洛星挑眉。林菲儿想起昨天那场切磋，脸色更黑了。不是你行不行的问题。他深吸一口气，十月之森里的妖兽可不会跟你讲规矩，一个不小心就会没命，所以才要师姐带我去啊。洛星笑嘻嘻地说。师姐实战经验丰富，有你在，我肯定死不了。林菲儿瞪了他一眼。这家伙明明实力已经不弱了，还装出这副模样。等着。他转身回屋，片刻后换了一身利落的劲装出来，腰间别着青木剑。走吧。两人一前一后离开清幽谷，朝着宗门东侧行去。师姐，走快点啊，这磨磨蹭蹭的，太阳都快到头顶了。洛星回头催促道。林菲儿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催什么催？十月之森的妖兽又不会跑，
倒是你，一会儿可别被吓得尿裤子。放心，我这人胆子大得很，倒是师姐你，别到时候躲我身后就行。谁会躲你身后？林芬气得牙痒痒，加快脚步从他身边走过。两人斗着嘴，很快来到宗门大殿前的广场。此时正值上午，女弟子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是议论着昨日的八卦，或是炫耀着新到手的俊俏炉鼎，莺声燕语，好不热闹。咦，苏师姐快看，那不是上次那个炉鼎吗？一个身着蓝裙的女弟子指着洛星的背影，语气惊讶。她身旁，苏禅正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里的一串玉珠，闻言抬头看去，那张妩媚的脸上瞬间涌起一抹玩味的笑。哟，还真是他！苏禅眯起眼，跟在林芬身边，看来上次那小子说的倒不是假话。他嘴角勾起一个弧度，上次在极乐殿，他虽迫于玉流苏的威名道了歉，但那口气又岂会真的咽下？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敢仗势压他，简直不知死活。若不是忌惮玉流苏，他早就把那小子抓回去，好好调教一番了。蓝裙女弟子凑过来，眼中闪着八卦的光。苏师姐，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谁知道？苏禅把玩着玉珠，不过看方向，好像是往山门外走。山门外？蓝裙女弟子愣了愣，那边除了十月之森，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苏禅眼睛一亮，十月之森，那可是个好地方，里面妖兽横行，危机四伏，就算是筑基境修士都不敢深入。更重要的是，那里地广人稀，就算发生点什么，也不会有人知道。走，跟上去看看。苏禅收起玉珠，站起身来。啊！蓝裙女弟子有些迟疑，这样不太好吧？万一被林芬发现，发现又怎样？苏禅冷笑，我们只是恰好也要去十月之森历练罢了，难不成他还能拦着不成？蓝裙女弟子想想也对，便跟了上去。苏禅没有靠得太近，只是远远掉在后面。他修为比林芬高，又刻意收敛气息，倒也不怕被发现。两人穿过广场，走上通往山门的石径。守门的女弟子见到林芬，连忙行礼：“林师姐。”林芬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块身份令牌：“我带她去十月之森历练。”守门弟子接过令牌查看，确认无误后还了回去。师姐请便。两人走出山门，沿着蜿蜒的山道往东而去。苏禅和蓝裙女弟子紧随其后。苏师姐，他们还真是去十月之森啊？蓝裙女弟子低声道：“看来是玉流苏让林芬带那小子去历练，想让这小子快点成长起来，好方便他采补。”苏禅眼中闪过一丝思索，区区凝气境就敢去十月之森，这小子倒是胆子不小，不过也好，他正愁找不到机会教训他一顿呢。十月之森里妖兽众多，环境复杂，就算不小心缺胳膊断腿，甚至丢了性命，又能怪得了谁？想到这，苏禅嘴角的笑容愈发灿烂。走，我们也进去。可是苏师姐，玉长老那边，蓝裙女弟子有些担心。怕什么？苏禅不以为意，我们又不是要杀他，只是顺便教他一点规矩罢了。再说了，十月之森里妖兽横行，发生点意外不是很正常吗？蓝裙女弟子闻言，立刻心领神会，不再多言。十月之森位于合欢宗山门以东30里，占地极广。传说此地曾有上古大妖陨落，血肉化作养分滋养万物，导致这片森林里的妖兽数量远超寻常之地。而且这些妖兽因常年吸收大妖残留的煞气，性情格外凶残暴戾。洛星跟着林芬走了约莫1个时辰，眼前的景象终于发生了变化。原本稀疏的树木变得密集起来，每一棵都粗壮的需要2-3人合抱，树冠遮天蔽日，将阳光挡得严严实实。到了，林菲儿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洛星。从这里开始就是十月之森的外围区域。他指了指前方那片黑压压的森林。记住我说的话，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往后退，不要逞强。洛星收起了嬉皮笑脸，认真的点了点头。虽然对自身实力有信心，但毕竟是第一次真正面对妖兽，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外围区域的妖兽大多是1境到2境，相当于凝气境和聚灵境，以你现在的实力倒也能应付。林菲儿继续说，但千万别深入，森林深处还有相当于筑基境甚至凝丹境的妖兽，那不是我们能招惹的。知道了。洛星乖乖点头。走吧，先进去看看。两人刚踏入森林，身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苏禅和蓝裙女弟子也悄然跟了上来。苏师姐，我们就这么跟着他们？蓝裙女弟子小声问。不急。苏禅眼神狡黠，先看看这小宝贝有什么能耐，等他玩得尽兴了，我们再送他一份大礼。他舔了舔红唇，眼中涌起兴奋的光。十月之森的外围区域光线昏暗，脚下的落叶腐烂成黑色的泥泞，踩上去发出令人不适的咕叽声。小心些。林菲儿低声提醒，妖兽的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别发出太大动静。话音刚落，
前方的灌木丛突然一阵骚动，一头体型硕大的黑影猛地窜出，獠牙森森，直扑洛星而来。是血纹豹，小心！林菲儿惊呼一声，下意识便要拔剑，然而洛星的反应比他更快，他身形微侧，轻松避开扑击，同时右手金光一闪，扬雷手，滋啦！清脆的响声在林间回荡，那头血纹豹脑袋就被一掌拍进了胸腔，身体横飞出去，撞断了2棵碗口粗的树木，才停下尸解。这就是妖兽。洛星甩了甩手，有些失望，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林菲儿嘴角抽搐，这家伙还真是，你别大意，这只是外围最常见的妖兽，算不得什么。他没好气地说，那就继续往里走。洛星跃跃欲试，林菲儿看着他那副兴奋的模样，叹了口气，走吧，不过越往里妖兽越强，你可别大意。两人继续深入，身后100丈外，苏禅从一棵巨树后探出头，他距灵近了。蓝裙女弟子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头血纹豹的尸体，苏禅脸上的轻蔑之色也收敛了几分。上次在极乐殿，这小子明明还是凝气境9重，怎么才过了几天就看来玉流苏对他还真是上心。苏禅眯起眼，不过距灵境初期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接下来的半个时辰，洛星充分向林菲儿展示了什么叫暴力美学。无论是迅捷的影猫，还是皮糙肉厚的铁甲猪，在他那蕴含着阳雷之力的拳掌下，都撑不过一招。林菲儿全程只是在旁边看着，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师姐怎么都是些一劲的小东西，一拳一个，打得实在不过瘾啊！洛星抖了抖拳头上沾的血污，语气里满是意犹未尽。林菲儿扶额，有些头疼地看着他，这才进来多久，这家伙就已经膨胀成这样了。行吧，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们就继续往里走。师姐够意思，丑话说在前头，真遇到2境后期甚至3境的妖兽，你必须听我的，该跑就跑，明白吗？明白明白。洛星连连点头，转身就往森林深处走。约莫又走了1刻钟，周围的环境愈发阴森，树皮上生长着奇异的苔藓，散发着幽幽绿光，空气中的血腥味也浓郁了数倍，偶尔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兽骨和撕裂的皮毛。小心！林菲儿压低声音，这里已经是2境妖兽的活动范围了。话音刚落，前方传来一声沉闷的兽吼，地面微微震颤，一头足有2丈高的巨熊从树林深处走出，它浑身覆盖着黝黑的鳞甲，双眼赤红如血，死死地锁定了洛星和林菲儿。2境中期的铁甲豹熊。林菲儿脸色微变，来得好！洛星却已经窜了出去，惊雷炸响，洛星化作一道残影直扑巨熊。铁甲豹熊咆哮一声，巨掌狠狠拍下，洛星不闪不避，右拳上金红色火焰熊熊燃起，焚天拳！轰！拳掌相撞，气浪炸开，周围的树木齐齐弯腰。铁甲豹熊踉跄后退2步，掌心的鳞甲出现了焦黑的裂纹。洛星也被震得手臂发麻，身形倒退数丈。铁甲豹熊彻底被激怒了，他四肢着地，背上的鳞甲泛起黑色光泽，整个身躯像是化作了一辆战车，朝洛星狂奔而来。沿途的树木被撞得粉碎，地面离出深深的沟壑，洛星脚下雷光闪烁，身形瞬间横移。可铁甲豹熊的冲撞之势太过凶猛，即便他已经用上了雷光盾，依旧被那股狂暴的劲风擦到，坚硬的鳞甲划破了他的衣衫，在他侧腰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剧痛袭来，洛星眼中的战意却愈发炙热。他刚稳住身形，就看见巨熊已经转身，张开血盆大口朝他咬来。扬雷手！金色雷霆轰入熊嘴，炸得他一阵痛嚎。趁此机会，洛星再次欺身而上，林间一人一熊疯狂搏杀。林菲儿站在不远处，看着洛星越战越勇的模样，心情无比复杂。明明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凶兽，却能在短短10几息内就摸清对方的攻击节奏，甚至还能在战斗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招式，让每一击都更加精准有效。吼！铁甲豹熊的惨叫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洛星一拳轰在熊头上，火焰顺着裂纹钻入鳞甲之下，直接将这头2境中期的凶兽烧成了焦炭。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林菲儿这才快步上前。没事吧？洛星低头看了眼腰侧那道血痕，龇牙咧嘴的抽了口凉气。还成，就是有点疼。他抬手按住伤口，金色灵力涌动，那道狰狞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林菲儿看得瞠目结舌，这种恢复力真的是巨灵境能拥有的吗？大意了。洛星活动了一下腰，确认没什么大碍后松了口气，差点被他开膛破肚。林菲儿回过神，白了他一眼：你以巨灵境初期的修为越阶独斗2境中期的妖兽，只受了这点轻伤，已经很不错了。他走到铁甲豹熊的尸体旁，蹲下身，从他胸口处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妖丹，血红色的晶体在阳光下
泛着妖异的光泽。2进中期的妖丹，拿回宗门能换不少贡献点。林菲儿擦干净妖丹上的血污，递给洛星：“拿着吧，是你的战利品。”洛星也不客气，接过妖丹丢进储物袋，随即环顾四周狼藉的战场，咂了咂嘴：“2进中期的就这么费劲，碰上2进后期的乃至3进的，我怕是真得交代在这了。”废话，林菲儿没好气地说：“3进妖兽相当于筑基境修士，你一个巨灵境初期能打得过？”他转身往回走：“行了，今天就到这，你也受伤了，先回去养伤。”“别啊，师姐。”洛星几步追上他：“我这伤真不碍事，要不咱们再往里走走？”“不行。”林菲儿想都没想就拒绝，再往里就接近3进妖兽的地盘。你想送死我，可不想陪你。暗处，蓝裙女弟子看着林菲儿拉着洛星往回走的身影，低声道：“苏师姐，他们好像要离开了。”苏禅舔了舔猩红的嘴唇，盯着远处2人，眼神戏谑：“想走，哪有那么容易？”他身形一闪，带着一阵香风拦在洛星2人面前。苏禅，林菲儿眉头一皱，下意识将洛星往身后拉了半分，美眸中满是警惕与厌恶。“你跟踪我们？”“跟踪？”苏禅掩嘴轻笑：“这10月之森又不是你家开的，我们来历练碰上你们，不是很正常吗？”洛星看着苏禅，想起上次在极乐殿的不愉快，心中警惕。既然碰上了，那就一起玩玩呗。苏禅目光在洛星身上打量：“听说小弟弟你突破巨灵境了，正好让师姐看看你的本事。”“不必了。”林菲儿挡在洛星身前：“他刚受伤，我们要回去了。”“受伤？”苏禅眼神戏谑：“那就更要试试了，你说是吧，小弟弟？”洛星眯起眼，没有作声，但体内的灵力已经悄然运转。苏师姐说笑了。林菲儿语气冷淡：“我们确实要回去，不劳师姐费心。”“费心？”苏禅笑容愈发灿烂：“我这可是一片好心，想帮你们磨练磨练呢。”他说着，身形一晃，竟直接朝洛星袭来。林菲儿脸色一变，下意识拔剑横挡。当，青木剑与苏禅的副仙灵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鸣响。“苏禅，你想干什么？”林菲儿咬牙：“别紧张嘛。”苏禅笑盈盈地收回副仙灵：“我就是想试试这小宝贝有没有长进。”洛星后退2步，警惕地盯着他：“这女人来者不善，既然不想试，那我们换个玩法。”苏禅眼珠一转：“听说这森林深处有诸千年灵芝，对突破瓶颈大有裨益，不如你们陪师姐我走一趟。”林菲儿冷笑：“深处有3进妖兽，你想让我们送死？”“哎呀，怎么会呢？”苏禅摆摆手：“有师姐我在，你们怕什么？再说了，菲儿师妹，你卡在巨灵境初期也有些年头了吧？这可是个大机缘。”“不去。”林菲儿断然拒绝。苏禅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眼神变得阴冷：“不去，那可由不得你们。”话音未落，苏禅已经动了，他身形一晃，筑基中期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副仙灵化作粉红残影，以雷霆之势扫向2人。洛星瞳孔骤缩，下意识就要施展雷光盾，然而一股如山岳般沉重的威压当头照下，将他周身的灵力都压制得几近凝固，雷光竟在经脉中变得滞涩，身法一时难以施展。他这才惊骇地发现，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引以为傲的速度变得如此可笑。砰！巨大的力量轰在2人身上，洛星只觉一股无可抵挡的巨力袭来，整个人横飞出去，狠狠撞断了3棵碗口粗的大树才停下。林菲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整个人倒飞10几丈，砸在一块巨石上，巨石应声碎裂。洛星挣扎着爬起来，喉咙一甜，嫣红的血液从嘴角溢出。他低头看了眼胸口，那里有一道深紫色的鞭痕，皮肉翻卷，火辣辣的疼该死。这女人是真想下杀手。不远处，林菲儿也踉跄着站起身，嘴角挂着血迹，脸色煞白。她死死盯着缓步走来的苏禅，咬牙道：“苏禅，你敢残害同门？”“残害？”苏禅轻笑，副仙灵在他指尖缠绕：“我这不是在帮你们历练吗？怎么能叫残害呢？”他走到2人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再说了，等会儿你们深入森林，不幸遇上3进妖兽，死在了兽口，这又能怪得了谁呢？”洛星擦掉嘴角的血，眼神阴沉下来：“借刀杀人，毁尸灭迹，这女人的心肠比她的手段还要歹毒。”林菲儿银牙紧咬，右手飞快地从怀中掏出一张玉符：“想让我们死，你还没那个本事。”他厉喝一声，将灵力灌入玉符，奋力向前掷出。玉符在半空中炸裂，化作一道刺目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磅礴的威压瞬间笼罩方圆100丈，连空气都被压得凝固。苏禅脸上的笑容一僵，身形本能地暴退数步，眼中满是惊疑：“宁丹境的气息，你竟然有这种保命符？
林菲儿顾不上回话，拉起洛星就往森林外围跑。快走！金色光柱的威压虽强，但毕竟只是死物，最多维持数十息。他必须趁这点时间逃出去。洛星感觉胸口那道鞭痕火辣辣的疼，每跑一步都牵扯着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也明白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咬牙跟上林菲儿的步伐。两人化作两道残影，在密林间飞速穿梭。身后那道金色光柱的威压渐渐减弱。苏禅站在原地，看着两人逃窜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蓝裙女弟子有些焦急：“苏师姐，不追吗？再不追他们就跑远了。急什么？”苏禅慢悠悠地收回傅仙灵，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衫。“我刚才那一击可不只是为了打他们那么简单。”蓝裙女弟子一愣，有些不解。苏禅伸出纤细的食指，指尖泛起一抹淡淡的粉色光晕。“我的傅仙灵可不是普通的灵气，上面浸染了我多年修炼的独门秘法欢喜古印。”他眯起眼，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这古印一旦种下，便会如枯骨之躯，无法驱除。它不仅会让中招者体内灵力逐渐紊乱，产生难以抑制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苏禅抬起手，掌心符现出两个微弱的红点，一大一小，正缓缓向远处移动。无论他们跑到哪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蓝裙女弟子这才恍然，满脸佩服，还是苏师姐高明。这下他们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掉了。那当然。苏禅收起手，对那蓝裙女弟子吩咐道：“你先回宗门，若有人问起，就说我在森林里碰上些麻烦，要晚些回去。那苏师姐您，我自有分寸。”苏禅摆摆手，示意他离开。“这两只小老鼠，我要慢慢陪他们玩。”蓝裙女弟子点头，身形一闪，朝森林外掠去。苏禅独自站在原地，舔了舔红唇：“小宝贝，你可别让师姐失望啊！”他不紧不慢的迈步，朝着掌心红点移动的方向追去。另一边，洛星跟着林菲儿狂奔了足足1刻钟，直到确认后面没有追兵，两人才停下脚步。呼呼，洛星扶着一棵树，大口喘着粗气，胸口的伤势因为剧烈运动而崩裂，鲜血浸透了衣衫。林菲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她脸色苍白，嘴角还挂着未干的血迹。应该甩掉他了。林菲儿勉强直起身，从储物袋中摸出2颗疗伤丹药，自己吞下1颗，另1颗递给洛星。洛星接过丹药，一口吞下，温热的药力在体内化开，伤势开始缓缓愈合。“师姐，刚才那玉符，那是师尊给我的保命底牌。”林菲儿坐在一块青石上，闭目运功，一共就3张，刚才用掉1张，只剩2张了。洛星听出他语气中的肉疼：“对不起师姐，要不是因为我……”“行了。”林菲儿睁开眼，有些乏力地瞪了他一眼：“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先养好伤再说。”洛星闭嘴，盘膝坐下，开始运转功法。金色的灵力在经脉中流转，修复着体内的伤势。体表那道深紫色的鞭痕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但很快，洛星察觉到了不对劲，体内的灵力运转得格外艰涩，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们的流动。而且，一股邪异的燥热自丹田深处升起，逐渐蔓延至4肢百骸。这种感觉，洛星眉头紧皱，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他睁开眼，恰好对上林菲儿同样惊慌的目光。他的俏脸不知何时染上了一层不正常的红晕，额角渗出细密的香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师姐，你是不是也觉得体内灵力紊乱，而且有股燥热？”林菲儿话还没说完，脸色骤然大变。“不好，我们中招了。”洛星心头一沉。“中招？什么招？”“刚才苏禅那一击。”林菲儿咬着银牙，脸上的红晕愈发明显。他的傅仙灵上肯定附着了什么阴毒的手段。该死，我竟然没察觉到。洛星闻言，立刻内视丹田，果然，在那片金色的火海深处，有几缕淡淡的粉色雾气正在缓缓游走，所过之处，灵力变得躁动不安。更可怕的是，那股邪火越来越旺，烧得他心神不宁。“能驱除吗？”洛星强压下体内的异样，问道。林菲儿摇头，声音有些发颤。这种阴毒极为霸道，若没有专门的解药，根本驱除不了。而且，他咬着下唇，眼中闪过一丝羞愤。这毒会逐渐侵蚀神智，让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欲望，若不及时压制，恐怕……后面的话他没说出口，但洛星已经明白了，和欢宗的阴毒能是什么好东西。再联想到自己体内那股邪火，瞬间明白了这阴毒手段的真正目的。操！洛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这苏禅还真是够阴险的。先回宗门。林菲儿强撑着站起身，脸上的红晕已经蔓延到了脖颈，只有回去找师尊，他才有办法解毒。洛星也站起来，却发现双腿有些发软。该死，
这毒发作的也太快了。两人相互搀扶着朝森林外走去，然而才走出不到100丈，林菲儿脚下一软，险些跌倒。洛星连忙扶住她：“师姐，没事。”林菲儿摇摇头，但她那双本该清澈的眼眸，此刻已经蒙上了一层水雾，看起来迷离而诱人。洛星喉结滚动了一下，该死，这毒不仅让人身体燥热，连看什么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不能停，快走！林菲儿咬破舌尖，用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两人继续前行，但走得越来越慢。就在这时，一道娇笑声从身后传来：“哎呀，这是要去哪儿啊？师姐还没玩够呢。”苏禅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前方，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哎呀，这是要去哪儿啊？师姐我呀，还没玩够呢。”林菲儿的心沉到了谷底，体内的燥热一波接着一波，不断冲击着她紧绷的理智。她不敢去看身边的洛星，只觉得那小子身上散发出的阳刚气息让她口干舌燥，心慌意乱。这种感觉让她感到无比的羞耻与恐慌。洛星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那股邪火在他丹田里横冲直撞，他引以为傲的纯阳之气此刻反倒成了助燃的烈油。“苏禅，你到底想怎么样？”林菲儿强撑着身体，将青木剑横在胸前。“不想怎么样啊？”苏禅踱着步子慢悠悠地走近。“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们一句，你们中的可是我的欢喜古印。”他看着两人脸上不正常的红晕，笑得更开心了。“这古印呢，没什么大不了的，要不了命，只是会让你们灵力紊乱，心火焚身，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他暧昧的目光在洛星和林菲儿之间来回扫视，那就是找个异性，好好的阴阳调和一番。“你！”林菲儿气得发抖。“哎，菲儿师妹，你别这么看我嘛。”苏禅无辜地摊开手：“你看，我这不是还给你们找好了伴儿吗？这位小师弟阳气充沛，正好能解你的燃眉之急。你们要是现在就地办了，说不定这古印自己就解了呢。师姐我还可以好心的帮你们把风哦。”“苏禅，你敢对同门动用如此阴毒的手段，就不怕宗规处置吗？”林菲儿羞愤欲绝。“宗规？”苏禅掩嘴轻笑：“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的好师妹，咱们可是合欢宗，男欢女爱，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洛星强行压下丹田内翻腾的邪火，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冰冷。“苏师姐真是好手段，师弟佩服。”苏禅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哦，小宝贝，你不求饶了？求饶有用吗？”洛星扯了扯嘴角，露出一口白牙。“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前快活快活。师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他说着，竟真的伸手揽住了林菲儿的腰，将她柔软滚烫的身子往自己怀里带了带。林菲儿浑身一僵，本能的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竟提不起一丝力气。“你放开我！”他低声呵斥，声音却软绵绵的，毫无威慑力。“哟！”苏禅眼中的玩味更浓了，看来要笑上来了。这就对了吗？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他打量着林菲儿那副媚眼如丝、娇喘吁吁的模样，讥讽道：“啧啧，这不是我们合欢宗鼎鼎大名的冰山美人林师妹吗？天天摆出一副贞洁烈女的清高模样，进了宗门这么多年，连个炉鼎都不肯碰。我还当真以为你是什么圣女呢，原来骨子里也这么浪荡啊！哦，我倒是忘了，外面都传说你不是不喜欢男人，而是心里早就惦记上自己的。”“闭嘴！”林菲儿厉声尖叫，打断了他的话。苏禅的娇笑声在林间回荡，充满了快意。“看来是说到你心坎里了，菲儿师妹，你这点心思在咱们合欢宗可不是什么秘密，天天守着玉长老，跟护食的狗崽子似的，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可惜啊，人家玉长老心里只有大道，现在又多了个这么个阳气鼎盛的宝贝，哪里还有你的位置？字字诛心！”林菲儿气血翻涌，眼前阵阵发黑，羞辱、愤怒，还有体内那股愈演愈烈的邪火，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焚毁。洛星却在这时收紧了手臂。“你放开我！”林菲儿低声呵斥。“师姐，别动！”耳边灼热的气息让林菲儿浑身一颤。洛星抬眼直视着苏禅，俊朗的脸上忽然露出一抹邪气的笑意。“苏师姐，你说的对，春宵一刻值千金，就这么死了，确实可惜。不过嘛……”洛星话锋一转，目光在苏禅那凹凸有致的身段上扫过，看别人亲热有什么意思？不如一起玩玩。苏禅一愣，随即笑得花枝乱颤。“小宝贝，你还真敢想？怎么想尝尝师姐我的滋味？”“那倒不必。”洛星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嫌弃。“师姐你这年纪，对我来说老了点。我呢，就喜欢菲儿师姐这种又嫩又纯的。”洛星说着，竟真的低下头，埋手在林菲儿修长的脖颈间，作势欲吻。苏禅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找死！一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蝼蚁，竟敢羞辱他！一声尖笑，绫罗破空，
带起尖锐的呼啸，直奔洛星的面门而来。林菲儿脸色骤变，却虚弱的连举剑都做不到，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临近。然而洛星脸上却没有半分惊慌，他眼中闪过一抹疯狂。就是现在，他猛地运转体内灵力，将那些附着着欢喜古印的阳气尽数调动起来，在经脉中疯狂压缩。丹田内的金色火海剧烈翻涌，纯阳之力与那阴毒的欢喜古印狠狠碰撞在一起。给我爆！沉闷的巨响自洛星的体内炸开，他眼前一黑，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直挺挺地倒飞出去。远处的苏禅发出一声闷哼，俏脸瞬间煞白。傅仙灵与他心神相连，欢喜古印更是他以本命金元炼化而成。古印被如此粗暴的强行湮灭，他当即承受了恐怖的反噬，神魂像是被狠狠撕扯了一番。苏禅眼前金星乱冒，喉头一甜，一丝嫣红的血迹从嘴角溢出，体内的灵力更是一阵紊乱，竟有了失控的迹象。怎么可能？那可是欢喜古印，一旦种下，除非阴阳交合，或是由他亲自解开，否则只会与宿主的灵力越缠越深，直至宿主沦为欲望的奴隶。强行引爆灵力与古印同归于尽，只会落得个经脉尽断、丹田破碎的下场。这种自杀式的解法，他是怎么敢的？嗨！洛星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每咳一声都带出腥甜的血沫。若非不朽阳神体强悍的恢复力撑着，方才那一下自爆灵力足以让他经脉寸断。他看向一旁呆滞望着自己的林芬儿，急忙传音：快，分头跑！苏禅现在受了反噬，顾不上两个人。洛星抹了把嘴角的血，他肯定会来追我。你回宗门找狱长老解毒。林芬儿娇躯一颤，瞬间清醒。体内的蛊毒虽未解除，但洛星那场自爆般的灵力冲击似乎也震散了部分药性，让他恢复了一丝清明。可是你……别废话！洛星厉声打断，我有办法对付他，你留下来也只会碍事。说完，他脚下雷光迸现，拖着重伤的身体一头扎进了森林深处。混蛋！林芬儿骂了一句，眸光复杂地看了一眼洛星踉跄的背影，而后银牙一咬，转身朝宗门方向急奔而去。体内的邪火越烧越旺，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必须尽快赶回去，否则真的会出事。想跑？苏禅终于从神魂的震荡中缓过劲来，他看着分头逃窜的两人，妩媚的俏脸因愤怒而扭曲。小畜生，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他怨毒地瞥了一眼林菲儿逃离的方向，最终还是将杀意锁定在了洛星身上。林菲儿中了他的欢喜古印，神志不清，就算能跑回宗门，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届时自己早已将这小畜生虐杀千百遍，再去抓他也不迟。而这个胆敢伤他神魂的疯子，他一刻都等不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林芬儿，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死死咬住洛星逃离的方向。洛星在密林中狂奔，自爆古印的反噬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每跑一步，胸口的剧痛就加剧一分。感受着身后的杀意和越来越近的灵力波动，心中冷笑，赌对了，这疯女人果然来追他了。他拼命压榨着丹田内残余的灵力，催动雷光盾，树影飞速倒退，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可身后的那股气息却越来越近。筑基中期的修为，即便受了反噬，速度也远不是他一个巨灵境能比的。跑啊！怎么不跑了？阴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洛星只觉后心一凉，磅礴的掌力已经拍到，避无可避，他只能将所有残余灵力灌注于后背。砰！一声闷响，洛星整个人向前扑飞，在地上狼狈地滚了10几圈才停下。噗！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感觉浑身骨头都散了架。苏禅缓缓落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残忍的快意。小杂碎，我看你还怎么跑！他抬起袖足，一脚踩在洛星的胸口上，缓缓捻动，咔嚓，肋骨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洛星痛得额头青筋暴起，却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骨头还挺硬。苏禅冷笑，我会挑断你的手筋脚筋，把你练成只会承欢的药奴，再把你丢进最低贱的奴隶房，让所有人都来尝尝你这身子骨的滋味，让你在无尽的欲望中沉沦，求死不能。他脚下再次加力，傅仙灵自袖中划出缠向洛星的脖颈，看着那越来越近的粉色绸带，洛星眼中却没有恐惧，反而闪过一抹诡异的光。他忽然放弃了所有抵抗，彻底释放丹田内的金色火海，难以言喻的宏大气息从他体内爆发。一轮虚幻的金色大日在他身后浮现，黄黄金光冲散了林间的阴暗，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神圣的金色。磅礴、浩瀚、至阳至刚。苏禅的动作戛然而止，踩在洛星胸口的脚猛地收回，缠向他脖颈的傅仙灵也停在了半空。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脸上满是震撼与迷茫。这是什么？身为合欢宗弟子，他自认对天下各种炉鼎体质了如指掌，
可眼前这股气息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这哪里是什么上加炉鼎，这分明是一轮行走在人间的太阳。那精纯到极致的阳气，只是闻上一口，就让他体内因反噬而紊乱的灵力平复了许多。贪婪瞬间取代了所有的愤怒与杀意。苏禅的呼吸变得急促，双眼放光，死死地盯着洛星。怪不得玉流苏那个老妖婆会把你当成宝。苏禅恍然大悟，随即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这体质真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啊！他一步步走向洛星，眼神中的占有欲几乎要溢出来。现在就让师姐好好的享用你。洛星看着他那副贪婪的模样，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拖时间，只要拖到玉流苏过来，他就赢了。喜欢吗？他擦掉嘴角的血，声音嘶哑，却带着一丝挑衅。喜欢就来拿，小宝贝，你可真是师姐的福星。苏禅笑得花枝乱颤，一把撕开了洛星本就破烂的上衣。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与欲望，整个人都贴了上去。放心，师姐会很温柔的。滚烫的呼吸喷在洛星的脸上，带着令人迷醉香气。他俯下身，红唇几乎要贴上洛星的嘴唇，声音甜腻。等师姐吸干了你，别说突破住激境后期，就是宁丹境也未尝没有指望。洛星闭上眼，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然而就在苏禅准备品尝这顿饕餮盛宴时，他的动作忽然顿住。不对，洛星心头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怎么了师姐？苏禅缓缓直起身，离开了洛星的身体。呵，他忽然冷笑一声，脸上的贪婪渐渐消失。小东西，你还真会演戏。洛星的眼皮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故意激怒我，让我追杀你而不是零分，引爆古印，让我以为你是个不怕死的疯子，放松警惕，最后恰到好处地展露出你的体质，用天大的诱惑来转移我的注意力。苏禅每说一句，脸色就阴沉一分。杀人一掌就够了，可要想用你这么个宝贝，总要费些手脚，多花些时间。他转过身，一双美眸死死锁定着洛星。你主动释放这些信息，是想拖延时间，好让那个小贱人跑回去求救吧？洛星的心沉入谷底，他暗骂自己终究是小看了这些在魔窟里摸爬滚打的女人，尤其是苏禅这种。他连忙打了个哈哈，咧嘴一笑。师姐你想多了，我就是想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哪有想那么多？是吗？苏禅眯起眼。那当然，你看我现在这样，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与其被你折磨死，倒不如趁着还有口气，跟师姐好好亲热亲热。洛星挣扎着坐了起来，还冲苏禅抛了个媚眼。来呗师姐，别墨迹了。苏禅冷哼一声，演的倒是挺像。他抬手，指尖凝聚出一道粉色的灵光，轻飘飘地朝洛星点去。洛星想躲，可浑身重伤，根本使不上力。那道粉光没入他胸口，瞬间化作无数细密的丝线，沿着经脉游走，将他体内残余的灵力尽数封锁。这叫缠情锁，它会锁住你全身的灵力，让你动弹不得。苏禅俯身，先手轻抚过洛星的脸颊，吐气如兰。不过你放心，他不会伤你性命，只会让你更敏感一些。洛星只觉浑身一麻，原本还能勉强调动的灵力彻底凝滞，更要命的是，五感突然变得敏锐了数倍。苏禅指尖传来的温度，空气中飘荡的脂粉香气，甚至连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都被无限放大。操，这女人是真阴。放心，等姐姐抓到那小贱人，再好好疼爱你。苏禅娇笑连连，抛出负仙灵。负仙灵迅速变大，化作一条粉色长链悬浮在空中。苏禅一把拎起洛星，将他扔上去，自己则优雅地踏了上去。抓稳了，我的小宝贝。他话音刚落，负仙灵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灵菲儿逃离的方向疾驰而去。洛星被丢在灵带上，浑身灵力被封，只能任由狂风拉扯。苏禅回头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玉指轻弹，一缕灵力从指尖飘出，缓缓飘向洛星，钻进他破烂的衣襟，在他胸膛上游走。洛星浑身一颤，该死！五感被缠情锁放大数倍，那缕灵力传来的酥麻感从接触处蔓延开来，直冲天灵盖。怎么样，小宝贝？苏禅回头看着他，眼中满是恶趣味。舒服吗？洛星咬着牙，硬生生憋出一句：师姐，你够了，够了。苏禅轻笑，这才刚开始呢。他指尖再动，又是几缕灵力飘出。这一次，那些灵力钻进了更奇怪的地方。洛星只觉全身血液都在往下方汇聚啧啧，看不出来，小家伙本钱倒是不小。苏禅扫了一眼，娇笑连连。洛星脸都黑了，他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了。这女人是真他妈阴险，故意用这种手段折磨他。他只能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开始思考脱困之法。
林菲儿身上还有苏禅种下的欢喜谷印，被追上是早晚的事，必须在那之前想出办法。可灵力被封，身不能动，他还能做什么？小宝贝，在想什么呢？苏禅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洛星回过神，发现他正扭过头看着自己，眼神玩味。没什么，就是在想。洛星顿了顿，突然露出一抹笑，想着美丽的师姐待会儿要怎么疼爱我。苏禅一愣，随即娇笑出声，小嘴倒是甜，就是不知道这身子骨能不能经得起师姐的疼爱。那师姐可得手下留情。洛星舔了舔嘴唇，毕竟只有这一次机会，用坏了可就没得玩了。苏禅眸光一闪，这小子都这时候了还能说笑，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怕还是已经吓傻了。不过无所谓了，等抓到那小贱人，有的是时间慢慢玩。傅仙灵的速度极快，不过片刻功夫，前方已经能看到一道狼狈的身影。林菲儿跪趴在地上，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她浑身被汗水浸透，单薄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曲线。原本清丽的小脸此刻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双眼已经失去焦距。哎呀，还没昏呢。苏禅操控着傅仙灵缓缓降落，打量着林菲儿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意外。菲儿师妹的定力倒是不错，换个人早就控制不住自己，找根树枝解决了。林菲儿听到声音，艰难地抬起头，当看到苏禅时，她眼中闪过绝望。苏禅，叫师姐。苏禅跳下傅仙灵，踱步走到林菲儿面前，蹲下身，他伸手捏住林菲儿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这副模样还挺可怜的，我都有点不忍心了。林菲儿咬着牙，想要挣脱，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体内的邪火越烧越旺，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扭曲。苏禅那张妩媚的脸在他眼中竟然变得格外诱人，身上传来的脂粉香气更是让他口干舌燥，喉咙发紧。该死，怎么会这样？林菲儿心中惊恐，他发现自己竟然想要亲近眼前这个女人。苏禅松开手，站起身。不过谁让你当初看不起我呢？他抬脚踩在林菲儿的手背上，缓缓捻动。你不是清高吗？不是觉得我们这些靠炉鼎修炼的都是俗物吗？现在呢？跪在地上跟条狗一样。林菲儿痛得闷哼一声，指甲陷进泥土里，可那股邪火不仅没有因疼痛而减弱，反而愈发狂暴。他抬起头，失焦的双眼死死盯着苏禅，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想要靠近那个让他又恨又渴望的身影。不要！林菲儿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却连自己都能听出那声音里的软弱与渴求。被丢在傅仙灵上的洛星看着这一幕，双目赤红，心中的憋屈与怒火几乎要将自己点燃。苏禅似乎很享受他的目光，转过头冲他妩媚一笑。小宝贝，你说师姐该怎么处置他才好呢？洛星没说话，只是死死盯着他。苏禅走过来，指尖轻点洛星的喉咙。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哑巴了？我呀，最喜欢看别人绝望的表情了，尤其是你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小家伙。就在这时，林菲儿突然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她整个人蜷缩在地上，身体抖得更厉害了。苏禅回头看了一眼，啧啧两声，看来快到极限了。他站起身，走回林菲儿身边。菲儿师妹，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要是早点放下那些可笑的坚持，找个炉鼎好好修炼，说不定现在已经突破筑基了。非要装清高，结果呢？修为停滞不前，还落得现在这副下场。林菲儿咬着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体内的邪火已经烧得他神志不清，眼前的景象都开始重映。苏禅蹲下身，伸手挑起林菲儿的下巴。不过也好，这样的你才更有意思。他回头看向洛星，眼中闪过一抹恶意。小宝贝，师姐想到一个更有趣的玩法。他踱步回到洛星面前，先手抚上他的脸颊。你说，要是师姐当着菲儿师妹的面好好享用你这具身子，她会是什么表情？洛星瞳孔一缩，这女人是魔鬼吧？苏禅见他这反应，笑得更开心了。你看，他现在被欲火烧得生不如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师姐吃肉，自己连口汤都喝不上。这种求而不得的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兴奋得发抖呢。他说着，竟真的开始褪去身上的衣衫。洛星咬牙，体内的灵力拼命冲击着缠情锁的锋劲，可那些丝线牢牢束缚着经脉，纹丝不动。苏禅的外衫滑落，露出里面若隐若现的肚兜，雪白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他伸手解开腰带，正准备享受这场盛宴时，咻！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而来，直取他的眉心。苏禅脸色骤变，身形暴退数丈，堪堪避开那道攻击。剑气斩在他方才所站之处，地面被离出一道深深的沟壑。谁？苏禅厉声喝问，灵力运转，警惕地盯着前方的树林。树林深处，一道身影缓缓走出，那是一名女子，身穿和欢宗极乐殿内门弟子的服饰。
她容貌绝美，气质娴静，眉眼间带着一股出尘的气韵，与合欢宗其他弟子的妩媚妖娆截然不同。更让苏禅惊疑的是，她腰间竟悬着一柄轻巧长剑，凌厉的剑意扑面而来。剑修，合欢宗的弟子怎么会有剑修？苏禅眯起眼，脑中飞速搜索着宗内有这号人物的信息，却一无所获。你是谁？为何我从未见过你？能无声无息接近到这么近的距离，此人修为绝对不低。那女子并未理会苏禅，反而将目光投向洛星。还好吗？洛星愣住了，这声音，这张脸是你？你怎么会在这？他眼中闪过惊异。祝九思面无表情，刚好路过，刚好路过。难道他也是来十月之森历练的？苏禅显然也认出了祝九思的不对劲，他冷笑一声，刚好路过，你当我是傻子吗？你到底是谁？报上名来。祝九思终于将目光从洛星身上移开，淡淡的看向苏禅。祝九思，祝九思。苏禅皱眉，没听过。不过既然敢坏我的好事，那就别想活着离开。话音刚落，傅仙灵化作粉色残影朝祝九思袭去。祝九思抬手，腰间的青色长剑出鞘，当，清越的剑鸣响彻林间。傅仙灵被一剑荡开，锋锐无匹的剑气顺着灵气反震回来，震得他手臂发麻。祝激进初期，终于探明了对方的修为，苏禅心中稍定。不过一个初期而已，自己可是筑基中期，就凭你也想救人？苏禅冷笑，周身灵力暴涨。祝九思的脸色平静，依旧持剑而立。试试不就知道了。话音未落，他已经动了，剑光如雪，寒芒闪烁。苏禅冷哼一声，傅仙灵化作漫天粉色光影，将那道剑光层层包裹，两人瞬间战至一处。洛星趴在地上，看着眼前的战斗，心中震惊。这祝九思上次见时还只是巨灵境后期，这才多久竟已突破筑基，而且面对高自己一个小境界的苏禅，竟丝毫不落下风。那套剑法行云流水，剑剑致命，每一招都透着纯粹的杀意。苏禅越打越心惊，傅仙灵的攻击看似绵密无孔，却总被对方用一种匪夷所思的角度隔开。那女人的剑法毫无花哨，每一剑都凝练至极，只攻不守，剑锋所指皆是他灵力运转的薄弱之处，逼得他不得不回防，竟有种束手束脚之感。你到底是什么人？苏禅厉喝一声，傅仙灵猛地一震，狂暴的灵力将祝九思逼退数步。祝九思持剑而立，神色平静。我是谁不重要，他抬起剑指向苏禅，重要的是你该死了。苏禅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好大的口气。他双手结印，傅仙灵在空中幻化出无数分身，铺天盖地的朝祝九思笼罩而去。祝九思深吸一口气，长剑横于胸前，一剑破万法。他口中轻念，身形随之而动，剑光如水银泻地，快到无法用肉眼捕捉轨迹。漫天的粉色灵影在剑光下寸寸崩碎。祝九思的剑法精妙绝伦，每一击都精准地斩在傅仙灵的本体之上。然而境界的差距终究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苏禅抓住一个破绽，冷笑一声，傅仙灵骤然炸开，化作无数坚韧的丝线，将祝九思的闪避空间全部封死，层层缠绕而上。就这点本事？祝九思脸色微变，长剑挥舞，斩断数十根丝线，却有更多的丝线缠了上来。他身形连闪，试图脱困，可那些丝线像是有生命一般，越缠越紧。苏禅见状，眼神得意，我劝你别挣扎了，乖乖受死，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祝九思没有回话，手中长剑泛起更加耀眼的光芒，银霜剑诀破空。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剑鸣，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而出，硬生生将那漫天丝线撕开一道缺口。苏禅脸色一沉，手印变换，傅仙灵重新凝聚，化作一条巨蟒朝祝九思咬去。祝九思剑指一引，长剑脱手飞出，化作一道青红，与那巨蟒悍然相撞。轰！气浪炸开，两人各退数步。祝九思嘴角溢出一丝血迹，脸色苍白。苏禅虽然也不好受，但明显占据上风。撑不住了吧？他舔了舔猩红的嘴唇，就你这点本事，也敢坏我的好事？祝九思擦去嘴角的血，重新握住倒飞而回的长剑。就在此时，洛星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他用禅情锁封了我灵力，找机会帮我解开，我有办法对付他。祝九思微微一愣，眸光闪动，下一瞬他身形暴起，朝苏禅发起猛攻。苏禅冷笑，负隅顽抗。傅仙灵化作无数残影，将祝九思的攻势尽数挡下。就在两人战至酣处时，祝九思忽然变招，身形一闪，竟绕过苏禅，朝洛星的方向掠去。想救人？做梦！苏禅冷哼一声，傅仙灵如影随形地追了上去。祝九思落在洛星身边，长剑一挑，斩断了傅仙灵的一缕分身。
他伸手按在洛星胸口，灵力涌入。忍着点。洛星咬牙点头，一股清凉的剑气顺着经脉游走，将那些粉色的缠情锁一点点剥离。剧痛袭来，洛星额头青筋暴起，却一声不吭。苏禅见状大惊：“你找死！”傅仙灵化作一道粉色流光，直取祝九思的后心。祝九思头也不回，长剑反手一挥，堪堪挡下这一击。可那股巨力还是震得他气血翻涌，嘴角再次溢出血迹。快！他咬牙。洛星深吸一口气，猛地运转体内残余的灵力，咔嚓，最后一丝缠情锁被震碎，他瞬间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多谢。洛星翻身而起，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张金色符箓。给我死！苏禅眼中闪过一抹疯狂，傅仙灵化作漫天光影，朝两人笼罩而来。洛星冷笑一声，将灵力灌入符箓。就你也配！符箓瞬间燃烧殆尽，恐怖的威压轰然爆发，金色的神炎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化作一道通天彻地的金色火柱，朝苏禅狠狠拍下。苏禅脸色大变，宁丹境的气息，怎么可能？他想逃，可那股威压将他死死锁定，根本动弹不得。千钧一发之际，他从怀中掏出一张同样金光闪闪的符箓，拍在自己身上。给我挡住！金色的光照将他笼罩，刚撑起不到一息，那道金色火柱便轰然落下。轰隆！整片森林都在颤抖，烟尘四起，地面被砸出一个深达数丈的巨坑。洛星和祝九思被气浪震退数步，待烟尘散去，坑中已经不见苏禅的踪影。死了！洛星皱眉，祝九思摇头，应该是逃了。符箓被破的瞬间，有微弱的空间波动。洛星啧了一声，有些遗憾，这都没弄死，这女人的保命手段还真多。不过硬吃一记宁丹境的一击，现在的他就算不死也是重伤，短时间内翻不起什么浪花。他转身看向祝九思，抱拳道：“多谢仙子出手相救。”祝九思收起长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现在看起来还不错。”洛星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自己的修为，侥幸突破罢了。这时，一旁传来痛苦的呜咽声。洛星脸色一变，连忙看去，林菲儿跪趴在地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身体抖得厉害。他的脸烧得通红，额角满是汗水，呼吸急促的像是要窒息。该死，差点忘了，他还中着欢喜古印。洛星几步冲过去，蹲下身扶起他。菲儿师姐。林菲儿艰难地睁开眼，眸中已经没有焦距。热，好热。他声音虚弱，伸手抓住洛星的衣襟，整个人都往他怀里钻。洛星脸色难看，这股印发作到这个地步，林菲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刻解毒。可这种毒，他看了眼身旁的祝九思，咳了一声：“那个姑娘能不能回避一下？”祝九思看着他，又看了眼林菲儿，明白了什么。他深深看了洛星一眼，没说什么，转身离开。洛星松了口气，低头看向怀中的林菲儿，探手按在他丹田处，灵力探入，整个经脉一片混乱，那些粉色的骨印已经与他的灵力纠缠在一起，根本无法驱除。而且林菲儿的意识已经开始涣散，再不解毒真的会出人命。林菲儿忽然睁开眼，眸中满是迷离。他感受到洛星身上那股纯粹的阳刚之气，本能地扑了上去，滚烫的红唇直接印在洛星嘴上。洛星浑身一僵，咬了咬牙：“师姐，对不住了。”他将林菲儿打横抱起，灵力化作金色的茧，将两人笼罩其中。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就是这样。金简春深不忍闻，呢喃细语乱红尘。星眸半闭成欢处，师姐红颜化娇容。九思简外心如镜，月色清冷照孤影。无奈为救同门命，忍看春色满园中。祝九思背对着那层金色的光茧，静静站立。他面无表情地听着身后传来的动静，只是握剑的手指微微收紧。不知过了多久，身后的动静终于停歇，金色的茧缓缓散去。洛星扶着林菲儿从里面走出来，脸色有些苍白，额角还挂着汗珠。林菲儿已经昏睡过去，脸上的红晕褪去，呼吸平稳，显然是脱离了危险。祝九思转过身，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最终落在洛星脸上。解决了。洛星点头，将林菲儿打横抱起。多亏了你。祝九思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洛星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干咳一声：“那个，你怎么会在这？”“路过。”洛星挑眉：“这要巧。”祝九思沉默片刻：“我在附近历练，感应到这边有打斗的灵力波动，就过来看看。”洛星狐疑地看着他，这理由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过眼下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林菲儿虽然脱险，但元气大伤，得尽快带她回去。不管如何，今日多谢仙子。洛星郑重抱拳，此恩洛星记下了，日后必有报答。祝九思摇头：“
举手之劳。他顿了顿，又道：“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先送他回宗门。洛星低头看了眼怀中的灵芬，眼中寒芒一闪。至于苏禅那边，今天这笔账他记下了。祝九思似乎看出他的想法，苏禅是内门执事长老陈雪灵的弟子，你动他要小心。洛星一愣，仙子知道的不少啊，我在宗门也有些时日了。祝九思说，陈雪灵在极乐殿势力不小，苏禅又是他最宠爱的弟子，你今天伤了他，陈雪灵不会善罢甘休。洛星眉头一挑，心中却并无多少惧意。一个宁丹境巅峰的长老确实棘手，但那又如何？他背后也是有靠山的，为了自己这具能助他突破瓶颈的人形大药，那妖精可是宝贝的紧。更何况这次本就是苏禅那疯女人主动挑衅，下死手在先，自己这边占尽了道理，陈雪灵必然不敢太过火。多谢提醒，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要是真敢来找麻烦，我也不是吃素的。祝九思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那你小心。你呢？洛星问，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继续历练。祝九思说，我还需要更多的实战经验。洛星点头，想起刚才他和苏禅交手的场景，心中暗暗赞叹，这女人的剑法确实厉害，以筑基初期的修为硬汉筑基中期，虽然落了下风，但也没吃太大的亏。假以时日，必成大器。那就祝你五运昌隆。洛星抱拳，后会有期。祝九思点头，转身准备离开。走出几步，他忽然停下，回头看向洛星。他欲言又止，怎么了？祝九思沉默片刻，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没什么，保重。说完，他身形一闪，消失在密林深处。洛星看着他离开的方向，总觉得这女人有些奇怪。不过现在也顾不上多想，他低头看了眼怀中的灵芬，脚下雷光闪烁，朝宗门方向疾驰而去。清幽谷洞府内，玉流苏正在打坐修炼，忽然睁开眼，眉头微皱。他感应到灵芬的气息正在快速接近，而且状态很不对劲。身形一闪，他已经出现在洞府外。不多时，洛星抱着灵芬落在谷口。玉姐姐。玉流苏看到两人的狼狈模样，脸色一沉。怎么回事？洛星将灵芬放下，简单的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当听到苏禅用欢喜古印暗算他们时，玉流苏眼中闪过一抹杀意。苏禅。是。洛星点头，他想杀我们，还好有人出手相救，不然。玉流苏没再多问，伸手探向灵芬的丹田。片刻后，他收回手，脸色稍缓。古印已经解了，不过他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说完，他转头看向洛星，眼神有些微妙。欢喜古印我也略有耳闻，这种阴毒手段一旦种下，除非由施术者亲自解开，否则只有一个办法。洛星心头一跳，察觉到这妖精的眼神不对劲。你们两个。玉流苏美眸微眯，阴阳交合了。洛星干咳一声，坦然点头。是。哦。玉流苏眉梢一挑，语气玩味，倒是没看出来，你这小家伙挺会把握时机。姐姐误会了。洛星连忙解释，当时情况紧急，菲儿师姐已经神志不清，再不解毒真的会出人命，我也是无奈之举。他说的诚恳，眼神也很真挚。玉流苏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轻笑出声，你倒是不用解释的这么紧张，我又没说要怪你。洛星一愣，相反，玉流苏转身看向昏睡的灵芬，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好事。这丫头从小到大对炉鼎一事极为排斥。玉流苏叹了口气，我劝了她多少次，她就是不听，说什么要凭自己的本事修炼，不愿走左道。洛星没说话，只是静静听着。可在合欢宗不找炉鼎修炼，就意味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努力。玉流苏摇头，他天资不算顶尖，又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些年修为停滞不前也是意料之中。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柔和。如今经历此事，说不定他心中的执念会松动些，不再那么排斥双修之法。洛星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嘴角抽了抽。好家伙，感情这妖精还觉得自己帮了他徒弟一个大忙。姐姐的意思是？洛星试探着问。你既然已经与菲儿有了肌肤之亲，往后若是有机会，不妨多帮衬他一些。玉流苏笑盈盈地看着他，你那身阳气对他修炼大有裨益。洛星懵了，这妖精是认真的？这不太好吧？他硬着头皮说。有什么不好的？玉流苏反问。你是我的道侣，菲儿是我的徒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洛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一家人？这什么虎狼之词？再说了，玉流苏眯起眼，语气意味深长。你刚才不是还挺主动的吗？怎么现在就装起正人君子了？洛星脸一黑。行了，别摆出这副表情。玉流苏摆摆手，菲儿现在需要静养，你先回去休息吧。洛星点头。那弟子告退。等等。
洛星刚转身就被玉流苏叫住：“苏禅的事我会去处理，你不用担心。”他语气一顿，眼中流露出一丝自责：“是姐姐疏忽了，让你出去历练，却忘了给你些保命的手段。不过，他话锋一转，姐姐倒是很好奇，是哪位好心人救了我的小宝贝一命？”洛星闻言嘿嘿笑道：“姐姐可还记得上次咱们从红尘坊捡回来的那2位太白剑宗的女子？”玉流苏眼神微动：“你是说？”“没错，救我们的便是那气质清冷的女子祝九思。”“哦，竟然是她！”玉流苏表情玩味：“我记得她不过聚灵境后期的修为，如何能从筑基中期的苏禅手中救下你们？”洛星解释道：“他已经突破到筑基初期了，而且剑法极为高明。”“筑基初期？”玉流苏柳眉微蹙，眼中疑色更浓。即便他突破了，以筑基初期对上筑基中期的苏禅，也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他为何会出现在那？洛星摊了摊手，他说是在附近历练，感应到打斗的灵力波动，就过来看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洛星点头，虽然他也觉得过于巧合，但总不能是那冰山美人特意在跟踪自己吧？玉流苏凤眸微眯，深深地看了洛星一眼，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片刻后，他才嫣然一笑：“罢了，不管他有何目的，这次终归是救了你和菲儿，这份情，姐姐记下了。”洛星点头，心想这妖精倒是恩怨分明。那弟子先告退了，去吧。洛星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重重地靠在门板上。胸口那道鞭痕虽然已经愈合，但隐隐作痛。他抬手摸了摸，咧嘴一笑，这次真是差点交代了。他走到床边坐下，从储物袋中掏出3张泛着微光的符箓，2张青色，1张金色。这可是当初从天玄圣宗出发前，他死皮赖脸从李清玄那老家伙手里讨来的保命宝贝。青色的是瞬移符，关键时刻能救命；金色的是神炎符，能释放相当于宁丹境修士的全力一击。结果今天为了吓退苏禅那疯女人，硬生生用掉了1张神炎符。洛星看着手中剩下的2张符箓，肉疼的想哭。败家啊！他把符箓收好，躺倒在床上，盯着房梁发呆，脑海里不自觉地回想起刚才的事：林菲儿那副神志不清的模样，苏禅那张疯狂的脸，还有祝九思突然出现的场景。另一边的小院里，林菲儿悠悠转醒，睁开眼便看到自己房间熟悉的房梁，身体传来前所未有的虚弱感，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可奇怪的是，那股几乎要将他烧成灰烬的燥热已经消失无踪。他空洞地望着上方，脑海中一片混沌。渐渐的，破碎的记忆片段开始涌现：10月之森的茂密树林，苏禅那张疯狂的脸，还有洛星焦急的面孔，滚烫的怀抱，以及那些林菲儿猛地坐起身，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他死死咬着下唇，双手紧紧攥着被子。那些画面，那些让他羞耻到无地自容的画面，他主动贴上去，撕扯他的衣衫，疯狂地索求不可能，那一定是幻觉。林菲儿小声喃喃，眼眶却不受控制的泛红。他活了30多年，何曾经历过这种事？而且对象还是那个整天嬉皮笑脸、没个正经的洛星。一定是蛊毒的幻觉，一定是。他不断催眠自己，可心底却知道那不是幻觉。那些触感太真实了，真实到他根本无法说服自己。林菲儿抱着膝盖，脸埋在被子里，耳根红得滴血。这时他忽然察觉到体内有什么不对劲，那股虚弱感之下竟藏着一缕异样的温热。他强压下羞愤，闭上眼内视己身。下一刻，他瞪大了眼睛，脉中一缕金色的阳气正缓缓流转。那缕阳气精纯至极，带着煌煌大日般的威严，却又温和得像春日的暖阳，滋养着他因蛊毒而受损的经脉。更让他震惊的是，停滞了整整5年的修为瓶颈竟然松动了。林菲儿呆呆地睁开眼，脑子里一片混乱。这股阳气的来源，他脸又红了，红得像要烧起来。所以那些不是幻觉，是真的。林菲儿抱着被子，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真的和洛星，而且还是他主动的，天哪！林菲儿把脸埋进被子里，发出绝望的呜咽。以后还怎么见人？不，以后还怎么见他？可是他又想起洛星那副焦急的模样，还有他拼死护住自己、引爆古印的疯狂举动，心底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时，房门外传来敲门声：“菲儿，醒了吗？”是师尊的声音。林菲儿浑身一僵，连忙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和头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些。“师尊，我醒了。”房门被推开，玉流苏走了进来。他看着林菲儿苍白的脸色，眼中闪过一抹心疼。“感觉怎么样？”“我没事。”林菲儿低着头，不敢看玉流苏的眼睛。玉流苏在床边坐下，抬手探向他的额头。“蛊毒已经解了，不过身体很虚弱，接下来几天好好休息。”林菲儿点头，声音很小：“多谢师尊。”
玉流苏看着他这副模样，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怎么，不敢看为师？林菲儿身体一僵，脸更红了。我没有。呵，玉流苏轻笑，害羞什么？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林菲儿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震惊。师尊，您知道了？洛星都跟我说了。玉流苏笑得意味深长。林菲儿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说了，他竟然什么都说了。师尊，我不是故意的，是蛊毒。他慌乱的解释，眼眶都红了。玉流苏抬手按住他的肩膀。傻丫头，为师没有怪你。林菲儿愣住。相反，玉流苏眼中闪过一抹欣慰，为师还要谢谢他救了你。林菲儿咬着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是我，可是什么？玉流苏看着他，你与他阴阳交合，既解了性命之危，又得了莫大好处，此事于你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有何可羞愧？林菲儿低着头，沉默不语。玉流苏轻叹一声，菲儿，你在极乐殿这么多年，为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排斥双修，觉得那是有辱清白的事。可你看看你现在，修为停滞5年，同期进宗的师姐妹们早就突破筑基，甚至有人已经在冲击名单。你就真的甘心？林菲儿摇头，泪水滚落。弟子不甘心，可是你放不下心里那道坎。玉流苏接过话，你觉得找炉鼎双修就是在出卖自己，对吗？林菲儿没说话，算是默认了。玉流苏伸手擦掉他脸上的泪。傻丫头，大道3000，殊途同归，在合欢宗，这便是最直接有效的通天之路。你这般固执，只会蹉跎了岁月。林菲儿咬着娇嫩的唇，可是弟子不想。那洛星呢？玉流苏忽然问，你感觉他如何？林菲儿一愣，抬起头，眼中满是惊慌。师尊，你什么意思啊？玉流苏笑了，他的阳气你已亲身体会过了，对你停滞的修为可是大补之物。既然你们已有夫妻之实，为师又岂是那等不通情理之人？他俯身在林菲儿耳边轻语，吐气如兰。他是为师的道侣，你是为师最疼爱的徒儿，咱们师徒一体，又何分彼此？林菲儿只觉得脑子不够用了。师尊，您在说什么？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师尊竟然让他和洛星为师知道你在想什么。玉流苏眼神温柔，你担心师尊会不高兴，对吗？林菲儿下意识点头。傻丫头。玉流苏捏了捏他的脸，为师怎么会不高兴？你是为师一手带大的，为师比谁都希望你好。洛星那小子虽然嬉皮笑脸没个正经，但心地不坏，而且他那体质是为师所见这世间最适合你的道顶。玉流苏一字一句道。林菲儿傻了，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好了，你先歇着吧。玉流苏站起身，待养好了身子再去，好好谢谢人家。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林菲儿一人呆坐在床上。半晌，他忽然抱着被子，将自己又蜷成一团。怎么会这样？让他去谢洛星。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他。可是林菲儿想起体内那缕温暖的阳气，还有松动的修为瓶颈，他死死咬住娇嫩的下唇，眼神无比复杂。真的要去找他吗？极乐殿深处，一座被重重禁制笼罩的洞府内，陈雪玲盘坐在蒲团上，双手结印，磅礴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注入身前的苏禅体内。苏禅脸色惨白，气息萎靡，整个人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他的衣衫破烂，露出大片焦黑的肌肤，那是被神炎灼伤的痕迹。更要命的是，他体内的灵力紊乱不堪，经脉中到处都是细密的裂痕。陈雪玲的脸色也不好看，他能感觉到苏禅体内的灵力正在快速流失，而且这种流失根本止不住。该死！陈雪玲咬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血红色的丹药，塞进苏禅嘴里。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精纯的药力在苏禅体内流转。苏禅紧闭的眉头这才稍稍松了些。又过了半个时辰，他终于悠悠转醒。师尊，醒了。陈雪玲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却让人不寒而栗。你动用禁法了？苏禅娇躯一颤，咬着唇点头。陈雪玲闭上眼，深深吸了口气，语气阴沉。动用禁忌秘法，修为跌回筑基初期，你这些年的苦修算是白费了。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师尊。苏禅扑通一声跪下。弟子在10月之森历练，本是见玉流苏师叔的徒儿林菲儿身边跟着一个男弟子，那男子阳气之盛，世所罕见。弟子心想，这等极品炉鼎若是能为师尊所用，定能助您大道，便想上前探查一二。他话语一顿，脸上满是委屈与后怕。谁知那林菲儿竟蛮不讲理，说弟子要抢他的男人，不由分说便痛下杀手。弟子念在同门之义，处处忍让，可他却步步紧逼，后来更不知从哪冒出一个神秘剑修，
与他们合力围攻弟子。苏禅声泪俱下，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师尊奔走却惨遭横祸的忠心弟子，最后更是被逼到绝境，不得不动用禁法才捡回一条命。他一边哭诉，一边偷偷观察着陈雪灵的神色。师尊，弟子无能，不仅没能为师尊探的那炉鼎的虚实，还修为大损，丢了您的脸，求师尊责罚。陈雪灵低头看着他，面无表情。自己这个徒弟是什么德行，他心里一清二楚。什么为自己探查，什么被林菲儿误会，10句里怕是掺了9句假话。不过他不在乎苏禅说了多少谎，他只抓住了几个关键的信息。玉流苏的徒弟林菲儿，一个阳气旺盛到世所罕见的男弟子，一个能释放凝丹境一击的符箓，还有一个神秘的筑基期剑修。陈雪灵的指尖轻敲着扶手，洞府内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前段时间他就听闻玉流苏那女人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双修道侣，宝贝的紧，整日藏在清幽谷。现在看来传言非虚。你说那男子叫什么名字？洛星。苏禅咬牙切齿，弟子记得清清楚楚。洛星陈雪灵默念这个名字，眼中闪过一抹贪婪。师尊。苏禅见他沉默，急了，那小畜生害的弟子修为大跌，您可要为弟子做主啊。陈雪灵回过神，看着苏禅那副凄惨模样，心中虽有不满，面上还是露出心疼之色。放心，师尊自会为你做主。他抬手，指尖凝聚出一缕灵力，点在苏禅眉心。你先好好养伤，其他的事师尊来处理。苏禅眼神怨毒，有师尊出面，那小畜生死定了。对了，师尊，还有那个女剑修，若不是他突然杀出，弟子又怎会落得如此境地？而且他和那洛星关系暧昧，定然不简单。陈雪灵闻言，眼底掠过一抹欣慰。一个阳气鼎盛的宝贝，身边还跟着一个天赋不俗的剑修护卫，这玉流苏藏的倒是深。洛星在房间里躺了一会儿，越想越觉得不能再这样堕落了，该修炼了。童子哥，突破巨灵境中期需要多少修炼点？提升需要5000修炼点。洛星心念一动，打开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巨灵境初期，修炼点7673，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境圆满，阴阳和合功小成，技法焚天拳小成，雷光盾圆满，阳雷手圆满。阳气值，这次和林菲儿双修，因为是救人，而且林菲儿修为也只是巨灵境初期，所以获得的修炼点并不多，只有区150点，加上之前剩下的总共7673点。他轻叹一声，还是不够用啊，得找玉流苏那妖精才行，毕竟他是目前最优质的充电宝。凝丹境后期的修为加上阴阳和合功的加持，一次就能提供海量的修炼点，但玉流苏一天最多只能充能一次，毕竟他也需要时间消化那些霸道的纯阳之气，充电的空窗期自然也不能闲着。洛星摸着下巴，脑海中浮现出另一道成熟妩媚的身影。杂物堂那位时常寂寞难耐的柳青梅，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系统提升境界到巨灵境中期吧。月上中天，洛星盘坐在洞府内，体内金色的灵力正在缓缓运转。随着系统提示音落定，更为磅礴的力量自丹田涌动，他正式踏入了巨灵境中期。丹田内的金色大日变得更加凝实，灵力的浑厚程度几乎是之前的2倍。洛星睁开眼，活动了下手脚。不过还没等他享受突破的喜悦，房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小宝贝，睡了吗？玉流苏那媚入骨髓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洛星瞥了眼屋外，已是深夜。姐姐请进。房门被推开，玉流苏身着薄纱长裙踏跃而入，白皙的肌肤泛着莹润的光泽，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姐姐今日闭关有所感悟，需要你帮忙巩固一番。玉流苏毫不避讳，径直在床边坐下，纤纤玉指已开始轻解罗裙。洛星识趣地笑道：姐姐吩咐，弟子自当竭尽全力。一番云雨过后，玉流苏慵懒地靠在洛星怀里。小宝贝，你的阳气似乎比之前更精纯了些。洛星心头一突，脸上却不动声色。可能是这段时间勤于修炼，略有精进吧。是吗？玉流苏美眸微眯，忽然抬手按在他丹田处，一缕灵力探入。洛星暗道不妙，果不其然，下一瞬，玉流苏猛地撑起身子，美眸惊异。巨灵境中期。他豁然转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洛星。你何时突破的？洛星干笑2声。这还不是多亏了姐姐的滋润。姐姐的修为高深，每次与您修炼，弟子体内的阳气都会被淬炼得愈发精纯。加上今日在10月之森确实凶险，2相激发之下，回来稍一引导，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突破了。说到底，全是姐姐的功劳。就今晚，玉流苏审视的目光在他身上流连许久，看得洛星心里发毛。
片刻后，他忽然轻笑出声：“罢了，谁还没藏着点小秘密呢？不过，不管你将来能飞多高，可不许忘了姐姐今日的好。”“当然，当然。”洛星连连点头，总算松了口气。玉流苏在他胸口拍了拍：“好了，陪姐姐睡会儿。”洛星应声，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李清玄给的玉符虽能隐藏气息，可一旦有人用灵力探查，立刻就会暴露修为。李清玄给的玉符只能遮掩气息，一旦被灵力探查，修为立刻无所遁形。他这修炼速度实在骇人，必须尽快找一门高明的敛息功法，否则迟早会引来天大的麻烦。翌日清晨，洛星从玉流苏温香软玉的怀中醒来，小心翼翼地抽出被他压住的手臂。这妖精睡得正香，柔美的脸庞上还带着几分艳足。他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溜出了洞府。在他身后，玉流苏缓缓睁开双眼，凤眸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静静地注视着他离去的方向。走出清幽谷，晨曦的阳光洒在身上，他伸了个懒腰。昨晚一场酣战进账了近2000点，加上之前剩下的，总共4000多点。看着这个数字，洛星却高兴不起来。从距临近初期到中期花了5000点，那从中期到后期估计得1万点，再往后突破到筑基境，怕不是要个天文数字。洛星摸着下巴，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找个修为更高的充电宝，比如那些神功境的内门长老，那得是多大功率的移动电源啊！自己这小身板不知道扛不扛得住。他赶紧摇了摇头，把这个危险的想法甩出脑海。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隐藏修为的事。他这修炼速度简直比坐火箭还快，要是被有心人盯上，尤其是苏禅背后那个陈雪玲，绝对是个天大的麻烦。打定主意，洛星直奔藏经阁。藏经阁一如既往的气势恢宏。洛星踏入其中，发现这个时辰人并不多，只有零星几个弟子在书架间闲逛。他直奔功法区，目光在一排排书架上扫过，凝神诀、引气心法、青木功，全是些烂大街的大路货。洛星皱眉，往深处走去。藏经阁1楼虽对内门弟子开放，但真正的好东西都锁在2楼之上。他在书架间穿梭，手指划过一本本泛黄的书籍。敛息术、引灵诀、藏气功，这些倒是和敛息有关，可洛星翻开看了几眼，就忍不住直摇头。黄阶下品的敛息功法，也就能骗骗同阶修士，碰上筑基境的，人家神识一扫，立刻就露馅，更别提凝丹境乃至更高境界的了。这玩意儿还不如李清玄给的玉符管用。洛星叹了口气，继续翻找。又转了半天，他终于在角落的书架上找到一本看起来还算靠谱的息壤诀，黄阶上品。洛星抽出来翻开，眼睛一亮。这功法虽然品阶不高，但胜在思路巧妙。它不是简单的压制气息，而是通过改变灵力运转的方式，让修为看起来自然的降低。最关键的是，这种伪装不容易被识破，因为它不是硬压气息，而是真的改变了灵力的表现形式。除非对方修为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否则很难看穿。洛星摸着下巴，这功法虽然不错，可也就仅此而已。黄阶上品的敛息效果，对他来说最多能骗过筑基境的修士，碰上凝丹境的，人家随便一扫，立刻就能看出端倪，更别提那些神功境的长老了。但这都不是问题，他可是有系统的男人。这黄阶功法在他手里就是个潜力股，只要修炼点到位，别说玄阶地阶，就是升到天阶当传家宝都行。到那时，谁还能看穿他的底细？当然，一想到升级那天文数字般的修炼点，洛星就觉得的掉疼。又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无底洞，慢慢攒钱吧。系统学习息壤诀，消耗10修炼点，息壤诀入门。洛星心念微动，新学的息壤诀悄然运转，霎时间，他身上聚灵境中期的灵力波动骤然一降，伪装成了刚刚突破的聚灵境初期。才一个小境界，效果差强人意啊！洛星撇了撇嘴，正准备大手一挥，用修炼点把这玩意儿直接砸到圆满，却听到一阵轻缓的脚步声从通往2楼的木梯上传来。洛星抬头一看，来人正是上次在2楼遇见的秋水师姐。她一身青衣，手里还拿着本古籍。哟，这不是洛师弟吗？秋水看到洛星，美眸一亮，快步走了过来。他一走近，便绕着洛星转了一圈，啧啧称奇：几日不见，师弟这修为长进不小啊！秋水师姐好眼力。洛星干笑着拱手，侥幸突破，侥幸突破。秋水围着他转了一圈，眼中满是好奇。侥幸？我看你这突破的速度可不像侥幸啊！上次见还是凝气境9重，这才过了多久？就到聚灵境初期了。洛星面色不变。师姐，这不是有玉长老指点吗？进步快点也正常。秋水眨眨眼，笑得意味深长。玉长老的指点，我看不止吧？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装了。秋水凑近了些，压低声音：“你身上那股阳气比上次见面时精纯了不止1倍，这可不是简单修炼能做到的。”洛星摊手道：“师姐慧眼如炬，弟子佩服。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在和欢宗修炼，不就是靠双修吗？”秋水扑哧一笑，倒是坦诚。他上下打量着洛星，眼中闪过一抹欣慰。不过你这进步速度，玉长老还真是舍得下本钱啊。洛星嘿嘿一笑，不置可否。秋水也不再追问，目光落在他手里的息壤诀上，找敛息功法。是。洛星点头，修为突破的有点快，想低调点。低调。秋水挑眉，在咱们合欢宗，你这样的极品体质还想低调，怕是想多了。他盯着洛星看了片刻，忽然笑了。不过你这小子倒是比我想的要清醒。他伸手从洛星手里抽走息壤诀，随手扔回书架上。这玩意儿没用，黄阶上品的敛息功法最多骗助激进的。洛星星说：“我知道啊，但我有系统能升级。”不过这话自然不能说出口，他只能装作遗憾的样子。那师姐的意思是？秋水双手抱胸，1楼这些烂货确实没什么用，2楼倒是有几本不错的。玄阶的敛息功法，就算宁丹境的长老也很难看穿。洛星摊手：“师姐就别拿我寻开心了，2楼那种地方，我这点贡献点连门槛都摸不着。”秋水歪着头看他，眼神玩味：“贡献点嘛，又不是不能借。”洛星愣了愣：“师姐愿意借我贡献点，也不是不行。”秋水绕着他转了半圈：“不过吗？师姐有什么要求？”秋水停下脚步，笑盈盈地看着他：“很简单，答应陪我做几次实验，我就让你在2楼随意挑一本。”实验？洛星警惕地看着他：“什么实验？”秋水神秘一笑，凑近身子，红唇几乎贴着洛星的耳朵，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他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洛星浑身一僵，喉咙不自觉地滚动：“师姐，你认真的？”秋水直起身，眨了眨眼：“怎么？不敢？”洛星深吸一口气，脑子飞速运转。这要求听起来确实有些，但仔细想想，在合欢宗这种地方，这种交易反而算是正常操作。师姐，我能问一下，您现在是什么修为吗？筑基巅峰。怎么？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洛星嘿嘿一笑：“没什么，就是单纯好奇，想了解一下师姐的实力。筑基巅峰也还不错。”他心中有了计较，爽快点头：“成交。不知师姐打算实验几次？”这个嘛，秋水笑得意味深长：“到时候再说。”他转身朝木梯走去：“跟我来。”洛星跟在他身后走上2楼：“随便看，不用客气。”秋水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洛星点头，开始在书架间转悠。玄阴诀，玄阶中品，3000贡献点；风行术，玄阶下品，1000贡献点；敛气神功，玄阶上品，5000贡献点。果然都不便宜。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本敛气神功上，伸手将玉简抽了出来，心中却动了个念头系统：学习敛气神功。定，检测到该功法尚未归宿主所有，无法学习，请宿主获得所有权后重试。系统的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洛星撇了撇嘴，倒也不意外，看来系统也不是万能的复印机，必须得先用贡献点将功法解锁，才能用修炼点学习。洛星将玉简放回原处，摸着下巴，目光重新在书架上扫过。按理说他现在最缺的是敛息功法，应该优先挑一本敛气神功之类的，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换个思路。敛息功法固然重要，可他有系统在手，随便搞本黄阶的升级到顶，效果也不会差到哪去，反倒是肉身强度一直是他的短板。虽说不朽阳神体让他的体质远超常人，但终归没有专门的断体功法配合。要是能搞到一门强化肉身的功法，配合系统升级，以后就真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想到这里，洛星转身朝另一排书架走去。他记得藏经阁的功法分类很细，断体类的应该再找到了。洛星在角落的书架上找到一排断体功法：铁骨功，玄阶下品，1000贡献点；金刚体，玄阶中品，2500贡献点；不灭金身诀，玄阶上品，5000贡献点。洛星逐一看过去，最后目光落在最上层的一本泛着古朴气息的玉简上：炼体真解，玄阶上品，8000贡献点。这数字让洛星啧舌，不愧是2楼最贵的断体功法。他伸手将那枚玉简取了下来，触手温润，灵力探入其中，玉简表面便浮现出一行行古朴的文字介绍：眼光不错。秋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洛星回头发现他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手里的玉简。这本功法很特殊，秋水看着那枚玉简，据说是从某个古修士洞府里发现的残篇，虽然只有前半部分，但修炼到大成，肉身强度堪比地阶功法。洛星眼睛一亮，这么厉害，当然有代价。秋水笑了笑，
修炼过程极为痛苦，而且消耗海量资源。这些年也有人兑换过，但最后都放弃了。洛星摸着下巴，心里却更加坚定。痛苦，消耗资源，不好意思，在系统加点面前，这些从来都不是问题。就他了。洛星做出决定。秋水柳眉微挑，不看看敛息功法？不用。洛星摇头，这个对我更有用。秋水深深看了他一眼，也不多问，指尖在玉简上轻轻一点，那层光华应声而散。他将玉简递给洛星，拿去吧，你的了。洛星接过玉简，妥善收入储物袋，随即笑道：多谢师姐，那咱们约个时间。现在就去。秋水干脆地打断他，转身便朝楼梯走去。洛星一愣，现在？怎么？难道是反悔了？秋水回头看他，眼神促狭。那倒不是。洛星摇头，就是有点突然。修行之人讲究顺应本心，想到就做，有什么突然的？秋水说着已经走下楼梯。走吧，我的居所离这不远。洛星只好跟上。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藏经阁，秋水带着他穿过几条曲折的小道。洛星的目光落在他随着步履款款摇曳的腰肢上，那青衣勾勒出的弧线煞是好看。好看吗？秋水忽然回头。洛星坦然笑道：师姐风姿绰约，百看不厌。秋水娇笑：那待会就让你看个过瘾。谈笑间，前方花圃拐角处出现了一片雅致的院落。秋水正要迈步，忽然脚步一顿，洛星差点撞上他的后背，抬头一看，瞳孔微缩。前方小道上一道身影正缓步而来，来人是个身段丰腴的女子，一头惹眼的红发披散在肩，容貌妖艳。她身穿暗红色长裙，腰间系着一条金色丝带，每走一步，裙摆便扬起一片艳丽的弧度。陈长老。秋水停下脚步，微微欠身。陈雪玲的目光先是在秋水身上扫过，随即落在洛星脸上。他眯起眼，上下打量着洛星，眼中闪过意味不明的神色。秋水，这位是？回禀长老，这是极乐殿新入门的内门弟子洛星。秋水介绍道。洛星抱拳，沉声道：弟子洛星，见过陈长老。陈雪玲置若罔闻，绕着洛星走了一圈，鼻翼微动，像是在嗅闻什么独特的芬芳。果然是极品。他忽然笑了，那笑容却让人觉得有些瘆人。难怪婵儿那丫头会栽在你手里。洛星心一沉，她就是苏禅那疯女人的师尊陈雪玲。玉流苏那女人眼光倒是不错，竟真被他寻到了这等宝贝。他红唇轻启，声音魅惑而危险：真相，抢过来。一旁的秋水听出了不对劲，挪步挡在洛星身前，声音不冷不热：陈长老这是何意？陈雪玲眯起眼，脸上笑意更浓。怎么？秋水丫头，你要护着他？弟子不敢。秋水语气平静，只是洛师弟是玉长老的弟子，若陈长老真有什么想法，不如直接去清幽谷找玉长老商议，想必更妥当些。陈雪玲闻言轻笑出声，他当然知道这小子是玉流苏的心头肉，若是在宗门内动他，玉流苏那疯女人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眼前还有个秋水，这丫头虽然只是内门弟子，但她那个姐姐秋月可是百幻殿的核心弟子，神功境初期的修为，在合欢宗核心弟子的地位甚至高过普通长老。他陈雪玲虽贵为凝丹境巅峰，但也不想平白得罪一位核心弟子罢了。陈雪玲收回目光，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她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抚过洛星的脸颊，指尖带着灼热的温度。小家伙，你这具身子本座记住了。他凑近些许，艳红的长发垂落在洛星肩头，带来诱人的馨香。玉流苏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宗门之外天高地远，到那时本座会好好品鉴一番，你这世间罕有的极品炉鼎究竟滋味如何？他退后半步，眼中闪过贪婪的光芒。婵儿吃的亏，本座会连本带利讨回来。你身上那股纯阳之气，本座已经迫不及待了。说完，他转身离去，暗红色的裙摆扬起一片弧度，只留下一句飘渺的话语：好好活着，别让本座失望。洛星凝视着他远去的背影，眼底一片幽深。你怎么招惹上他了？秋水转过身，眉头微蹙。洛星冷哼一声：哪敢招惹啊，是他徒弟先动的手。苏禅。秋水挑眉，那个极乐殿出了名的毒蝎子，可不就是他？洛星简单把十月之森的事说了一遍，当然省略了不少细节。秋水听完，表情变得微妙。所以你是用凝丹境的符箓炸伤了他？难怪陈雪玲会盯上你。秋水叹了口气，他那人最护短，苏禅受了重伤，这笔账他肯定要算在你头上。洛星摊手，我也没办法，总不能站着让他杀。倒也是。秋水沉吟片刻，不过你最近还是小心点，别单独外出。
陈雪玲虽然不敢在宗门动手，但出了宗门就说不准了。洛星点头，这个道理他懂。苏禅背后有陈雪玲撑腰，而他虽然有玉流苏罩着，但那妖精毕竟只是宁丹境后期，真要撕破脸，未必能压住宁丹境巅峰的陈雪玲。看来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算了，别想这些了。秋水摆摆手，打破了沉寂，走吧，先去我那儿。洛星收敛心神，跟了上去。两人很快来到一处僻静小院，院门上挂着秋水居的牌匾。院子不大，种着几株灵木，枝叶繁茂，灵气盎然。秋水推开房门，侧身让洛星进去。房间布置得很雅致，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典籍，墙角还放着几个奇形怪状的法器。师姐，你说的实验？洛星看着满屋子的典籍和法器，心里泛起了嘀咕。秋水随手将房门带上，一层淡淡的光幕随之亮起，隔绝了内外。他回过身，一双美目饶有兴致地在洛星身上来回扫视。洛师弟，听过红尘路吗？洛星一怔，点了点头。这名字他当然不陌生，当初在红尘坊，柳青梅就曾跟他提过。那是红尘坊里那些修炼红尘诀的凡俗女子，通过与客人春风一度吸取其阳气，再以自身功法凝练，最终从口中渡出一缕精纯的阳气，凝成露珠般的形态。那玩意儿对普通修士来说也算是不错的补品。可秋水师姐堂堂筑基巅峰，怎么会提起这种凡俗之物？看来你确实去过红尘坊。秋水笑了笑，走到桌边坐下。红尘坊的女子用最粗浅的红尘诀吸纳那些凡夫俗子或是低阶修士驳杂的阳气，凝练出的红尘露尚且能有不错的效果。他的目光变得灼热，在洛星身上游走。我便一直在想，如果换一个对象呢？如果施术者不是那些凡人女子，而是一位筑基巅峰的修士；如果阳气的源头不是那些驳杂的个体，而是……他伸出食指，轻轻点在洛星的胸口，一具体内蕴藏磅礴纯阳之气的极品纯阳之体呢？洛星一怔，看来他是将自己的不朽阳神体悟认成纯阳道体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不朽阳神体太过骇人听闻，能少些麻烦就少些。他立刻做出震惊的模样。师姐，你知道我是纯阳之体？秋水扑哧一笑，起身走到他面前，吐气如兰。怎么，还想瞒着？别人或许看不穿，但我为了改良功法，对各种阳气的品鉴可是专业的。师弟，你这身宝贝在我面前就像黑夜里的太阳一样耀眼。洛星心中暗松了口气，面上却摆出忧虑的神色。那岂不是很危险？要是被那些心怀不轨的……放心。秋水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纯阳之体在咱们合欢宗虽是宝贝，却不是什么秘密。极乐殿好几位长老的道侣都是这种体质。他翻开一本古籍，指着上面的记载。合欢宗的功法讲究阴阳调和，纯阳体质确实是极佳的炉鼎。但也正因如此，合欢宗的弟子对这类体质也是小心呵护，不会强行采补。他看向洛星，嫣然一笑。毕竟这可是一个能源源不断提供阳气的宝贝，杀鸡取卵的蠢事谁都不会干。洛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秋水转身走到墙角，掀开一块布帘，露出一张通体温润的白玉床。那玉床周围地面上刻画着繁复玄奥的阵纹，丝丝缕缕的灵气在纹路间流淌，一看就不是凡物。红尘诀的思路很有趣，它提供了一种高效转化阳气的方式。我花了数年时间将它改良，并结合了聚灵阵与锁阳阵，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法门。秋水眼中闪烁着狂热与痴迷，像个即将完成惊世杰作的工匠。我将其称为玉露凝真诀。洛星嘴角抽了抽。师姐，你这实验它正经吗？噗嗤，秋水被他逗笑了，白了他一眼，想什么呢？当然正经，可这不还是要……洛星挑眉，合欢宗双修不就是正经之事吗？秋水理所当然地说。洛星，行吧，在这地方双修确实算是修炼的正统途径。躺上去吧。秋水指了指那张玉床，眼神期待地看着他。洛星犹豫了下，还是走了过去。玉床触手冰凉，却又有种说不出的温润感。他刚一躺上去，周围的阵纹力克亮了起来，一股柔和的灵力将他整个人笼罩，竟是说不出的舒适。秋水也跟着坐了上来，他深吸一口气，似乎有些紧张，白皙的脸颊上竟浮现出淡淡的红晕。他俯身下来，轻衣滑落肩头，露出白皙的香肩。可他的动作却透着说不出的僵硬和生涩，明明是主动的一方，呼吸却乱了节奏。洛星眨眨眼，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师姐，你该不会……闭嘴！秋水脸一红，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洛星憋着笑，我就是想问，师姐这是第一次？秋水咬着唇，没说话，算是默认了。洛星这下真的愣住了，脑子转了几圈才反应过来。不是，师姐你堂堂合欢宗极乐殿弟子，还筑基巅峰了，怎么可能？秋水脸颊绯红，眼神躲闪。
我之前是百幻殿的，修画皮一道。百幻殿？洛星一怔，那不是修幻术和媚术的吗？没错。秋水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下情绪。我本是百幻殿弟子，最近才转修极乐道。洛星恍然大悟，原来师姐是半路出家啊。百幻殿主修幻术，难怪对这双修之道如此生疏。但他又产生新的疑惑，这道统还能想转就转？百幻殿和极乐殿虽然同属合欢宗，但修炼体系完全不同，一个靠幻术控敌，一个靠双修提升，怎么看都不像能随便转换的。别问那么多。秋水脸更红了，索性将头埋在他颈窝，声音闷闷的，总之就是有些原因不得不转修。洛星张了张嘴，还想再问，却被他一把捂住。别啰嗦，开始了。洛星立刻闭嘴，乖乖躺平。可看着他那生涩的动作，洛星还是忍不住笑出声。你笑什么？秋水抬起头瞪着他。没什么。洛星憋着笑，就是觉得师姐这样挺可爱的。秋水一愣，随即脸颊烧得更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可爱？谁要你说这个？终于在秋水的不懈努力下，洛星的衣衫被褪去大半。他抬起头看着他精壮的身躯，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那个，接下来师姐打算怎么做？洛星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秋水咬了咬唇，从怀中摸出一枚玉简，飞快地看了几眼，然后又做贼心虚似的收了起来。洛星，好家伙，临阵磨枪，现学现卖。师姐，要不我来？洛星提议。不行。秋水摇头，这是我的实验，必须按我的步骤来。好啊，那师姐的第一步是什么？柔软的身躯贴在洛星身上，带着淡淡的清香。秋水深吸一口气，开始运转玉露凝真诀。柔和的灵力探入洛星体内，小心翼翼地牵引着他体内的阳气。那感觉很奇妙，像是有无数细小的触手在经脉中游走，带着几分酥麻。洛星身体一颤，下意识想要运转灵力抵抗，却被秋水按住。别动，放松。他的声音就在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脸颊上，让人心神荡漾。洛星便老老实实地躺着，任由他的灵力在体内施为。秋水的灵力不断深入，最终触碰到了他丹田深处那轮虚幻的金色大日。刹那间，磅礴的纯阳之气如潮水般涌出。秋水闷哼一声，娇躯一软，险些直接瘫倒在洛星身上。师姐，没事。秋水银牙紧咬，强行稳住紊乱的心神。你这阳气比我想的还要霸道许多。他迅速调整吐纳，重新运转功法，这一次的动作愈发谨慎。玉床周围的阵纹光芒大盛，丝丝缕缕的天地灵气汇聚而来，与秋水体内的灵力交织，试图驯服那股狂暴的纯阳之力。洛星能清楚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阳气正被一股巧妙的力量一丝丝的剥离，渡入他的体内。而秋水的气息也在逐渐变化，原本清冷的灵力中多了几分炽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秋水额头渗出细密的香汗，脸颊红得像要滴血。他体内的灵力运转已至极限，整个人的气息也变得极不稳定。洛星察觉到不对，皱眉道：师姐，你别说话。秋水咬着红唇，声音断断续续，快到关键了。话音刚落，他体内的灵力猛然一震，那些被他牵引的纯阳之气在功法的作用下开始凝聚成型。秋水猛地抬起头，红润的小嘴微张，一缕晶莹剔透的液滴迅速成型，悬在两人之间。那液滴通体灿金，散发着浓郁的阳气，比洛星之前在红尘房见过的红尘露不知精纯了多少倍。成功了！秋水眼中闪过狂喜。可下一刻，他体内的灵力突然失控，那枚金色液滴骤然炸开，化作无数细小的光点，在房间里四散飞舞。洛星眼疾手快，一把将秋水抱住，翻身护在身下。灵力光点如雨般落下，洒在两人身上，带来阵阵温热。秋水趴在洛星怀里，整个人都懵了。我的玉露。他呆呆地看着那些消散的光点，眼中满是懊恼。洛星哭笑不得：师姐，下次能不能先练熟了再做实验？闭嘴！秋水恼羞成怒，在他胸口捶了一拳。要不是你的阳气太霸道，我怎么会？行，我的错。洛星从善如流。不过这第一次嘛，失败也正常。秋水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去。他坐在床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体内的阳气确实超出了我的预估，以我现在的境界，想要完全凝练出玉露，恐怕还需要……他顿了顿，多试几次。洛星挑眉：所以师姐的意思是，这实验还要继续？秋水瞥了他一眼：你不会以为一次就够了吧？洛星摊手：那倒不是，只是师姐刚才那样子，我还以为什么？秋水脸又红了：以为我会放弃？我秋水做事从来有始有终，
他站起身，双手叉腰，这个功法我研究了数年，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罢手。洛星笑了，师姐这股劲儿，我佩服。秋水轻哼一声，转身走到桌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玉瓶，这是回灵丹，你拿着，刚才耗损了你不少阳气，算作补偿。洛星接过玉瓶，摇了摇头，师姐客气了，这本就是交易，谈不上谁欠谁。秋水看着他，忽然笑了，倒是个懂事的。洛星看着他，正想说些什么，脑海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本次流失阳气值2045，获得修炼点2045。洛星愣住，2000点。要知道他和宁丹后期的玉流苏双修一次，收益也不过如此。秋水师姐不过筑基巅峰，竟然能吸取相当于宁丹境后期的阳气量，这玉入凝真诀竟有如此奇效。洛星眼睛一亮，看向秋水的目光顿时变得火热起来。师姐，择日不如撞日，我们现在就多试几次吧。秋水正在收拾桌上的典籍，闻言动作一顿，回过头诧异地看着他。哦，你不怕阳气损耗过巨？放心，我这体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阳气。洛星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而且师姐也看到了，我恢复得快。秋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确实，刚才他明明抽取了不少，可现在洛星体内的阳气波动依旧旺盛，完全看不出半点虚弱，这恢复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你真不怕？真不怕？洛星笑得灿烂。再说了，能为师姐的伟大研究添砖加瓦，是我的荣幸。秋水眯起眼，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积极？洛星星说，那可不，一次2000点的大买卖，傻子才放过。他咳了一声，主要是师姐的功法确实神奇，我也很好奇最终能凝练出什么样的玉露。秋水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轻笑出声，行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就再试试。他走回玉床边，这次显然从容了不少，毕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来第二次时，那份生涩已经褪去大半。洛星主动躺回玉床，看着秋水褪去外衫的动作，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按这个效率多来几次，他的修炼点就能突破1万大关了。秋水重新施展功法，这次明显熟练了许多，他体内的灵力牵引着洛星的阳气，在经脉间缓缓流转，最终汇聚到丹田。玉床周围的阵纹再次亮起，灵气如潮水般涌入。时间推移，洛星能清楚看到他体内的灵力正在发生某种奇妙的蜕变，那些被吸收的纯阳之气在他功法的作用下与自身灵力完美融合，最终凝聚成一种全新的物质，要成了。秋水喃喃道。他蓦地睁开双眼，一枚晶莹剔透的金色液滴迅速凝成，这一次液滴稳稳地悬浮在空中，再没有丝毫溃散的迹象。秋水眼中闪过狂喜，小心翼翼地伸手将那枚玉露托在掌心，金色的光芒在他手中流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阳气波动。成功了，真的成功了！他激动得浑身颤抖，眼眶都有些泛红。数年的研究，无数次的推演，终于在今天开花结果。洛星也跟着坐起身，好奇地看着那枚玉露。师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秋水深吸一口气，平复激动的情绪。这枚玉露蕴含着极为精纯的阳气，对筑基修士来说都是大补之物。若是服用，能迅速恢复灵力，甚至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更重要的是，它本质上是源于你体内纯阳之气的转化，与天地灵气同源，不存在任何单独和后遗症，完全可以当作日常修炼的辅助。洛星恍然大悟，怪不得系统给的修炼点这么多，原来秋水这功法相当于把他的阳气转化成了修炼资源，而且还是高度提纯的那种。那这玉露能卖钱吗？洛星问。秋水一愣，随即失笑，你这脑子转得倒快。不过你说的没错，这玉露若是拿去拍卖，绝对能卖出不错的价钱。以它的效果，一滴至少价值3010起步。洛星眼睛亮了，师姐，要不咱们合作？洛星搓着手，我出阳气，你出技术，赚的钱咱们5-5分。秋水白了他一眼，想得美，我研究这么多年才5-5分，那师姐想要几成？7-3，成交。洛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秋水愣住，显然没料到他答应的这么爽快。你不还价？不还价。洛星笑道，师姐出力更多，拿7成理所应当。再说了，他看中的根本不是灵石，而是系统给的修炼点。一次2000点，来个10次8次，他就能突破到巨灵境后期，甚至冲击筑基境。这买卖怎么算都是他赚。秋水深深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他将手中的玉露收入玉瓶，转身看向洛星。不过现在还不急着卖，先多凝练几枚，到时候一起出手，价格更好谈。没问题。洛星点头，
师姐想什么时候继续，我随时配合。秋水眼神玩味，你还真不怕掏空自己？怕什么？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两人谈妥合作，洛星只觉神清气爽，一抬头才发现窗外已是月上中天。对了，师姐，你这功法有没有什么限制？限制？秋水想了想，倒也不是没有。这功法对施术者的要求很高，必须是筑基境以上，而且灵力要足够精纯。至于对象嘛，他看向洛星，自然是纯阳体质最佳。其他体质呢？也能用，但效果会大打折扣。秋水摇头，而且凝练出的玉露品质也会下降。洛星点头，难怪秋水会主动找上他。师姐，时辰不早，我该回去了。他起身整理衣衫，免得玉长老起疑。秋水正把新凝练的玉露收入玉瓶，闻言抬起头，美眸顾盼生辉。怕他吃醋？那倒不至于。洛星摆摆手，主要是我这体质特殊，他管得严，要是太晚不回去，指不定会来找人。秋水眼神戏谑，那你可得小心点，别让他闻出我的气息。洛星一愣，低头闻了闻自己身上，果然衣服上沾染了秋水身上特有的体香。他嘴角抽了抽，师姐，你这不是坑我吗？秋水笑得眉眼弯弯，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枚丹药，拿着，这是清灵丹，能掩盖气息。洛星接过丹药，捏在手里打量，淡青色的丹丸散发着草木清香，他也不客气，直接服下。丹药入口即化，清凉的气息从喉咙蔓延到全身，身上那股暧昧的馨香顷刻间消散无踪。多谢师姐。客气什么？秋水走到门边，合作愉快。刚走到院门口，一道流光从身后飞来，洛星下意识伸手接住，入手微凉，是一枚传讯玉符。秋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拿着，下次实验我会提前通知你。洛星回头看到他依旧倚在门框上，青衣半场，露出大片白皙的肌肤，月光洒在他身上，说不出的诱人。他晃了晃手中的玉符，咧嘴一笑，好嘞师姐，随叫随到。走出秋水居，洛星脚下雷光闪烁，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清幽谷疾驰而去。夜风吹在脸上，他心情格外舒畅。今天这一趟收获颇丰，不仅搞到了炼体真解这门玄阶上品的断体功法，还找到了秋水这个高效率的充电宝。更关键的是，玉流苏那边一天只能来一次，秋水这里却能多刷几轮，这波简直血赚。洛星打开系统面板，看着修炼点一栏显示的数字，嘴角忍不住上扬。修炼点8318，还可以，晚上再跟玉流苏来一次，那这修炼点就能破万了。不过想到后续修炼需要的海量修炼点，他又收敛了笑容。从距临近中期突破到后期，至少需要1万点，而从后期到巅峰，估计得2万。至于突破到筑基境，洛星想都不敢想，任重道远啊。他摇摇头，加快了速度。很快，清幽谷的入口就出现在眼前。洛星收敛气息，落在谷口，刚准备进去，就看到林芬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人四目相对，空气突然安静。林芬脸色唰的一下红了，下意识想躲开，却又硬着头皮站在原地。洛星挠了挠头，菲儿师姐，身体好些了吗？林菲儿咬着唇，声音小得像蚊子。洛星见她这副模样，心里有些好笑。这女人平时伶牙俐齿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扭捏？那就好，我还担心你落下什么病根呢。林菲儿抬起头，眼神复杂的看着他。你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这别扭的关心让洛星一愣，随即笑了。我能有什么事？皮糙肉厚，师姐没事我就放心了。林菲儿沉默着，侧身让开了路。洛星也不多留，走进清幽谷。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林菲儿的声音。洛星。他回头，林菲儿背对着他，月光勾勒出他纤细的身影。谢谢你。洛星一愣，这还是林菲儿第一次正经八百的跟他道谢。师姐客气了。他摆摆手，举手之劳而已。说完，他转身朝洞府走去。林菲儿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谷深处，这才轻轻呼出一口气。他抬起手按在胸口，心跳得很快。真是的，他喃喃自语，脸上又浮起一抹红晕。洛星回到洞府，推开房门，一股熟悉的幽香便扑面而来。玉流苏正盘坐在床上，一身月白色的长裙铺散在身下，墨发如瀑，衬得那张绝色容颜愈发清冷。他双眸紧闭，似乎正在入定，但洛星知道这妖精在等他。去哪了？玩到现在才回来。玉流苏睁开眼，眸光流转，似笑非笑。去藏经阁转了转。洛星很自然地在他身边坐下。经过上次十月之森的事，我发现自己这身板还是太脆了，想找本炼体的功法。哦，找到合适的了吗？找是找到了。洛星手腕一翻，从储物袋中取出玉简，递了过去。炼体真解，
玄阶上品。玉流苏接过，纤长的手指在上面轻轻拂过，一缕神识探入其中。片刻后，他抬起眼，秀眉微蹙：“功法不错，可你的贡献点从哪来的？”他将玉简兑还给他。藏经阁2楼的功法，少说也要上千贡献点，更何况是玄阶上品的功法。洛星一个刚入门的弟子，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洛星沉默了片刻，决定试探一下玉流苏的态度，实话实说：“是秋水师姐借给我的。”玉流苏眯起眼：“秋水？百幻殿那个转修极乐道的丫头？”洛星点头：“她找我帮忙做实验，条件就是借我贡献点换本功法。”实验？玉流苏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什么实验？”洛星咳了一声，将秋水研究玉露凝真诀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当然省略了不少细节。玉流苏听完，神情却出乎意料的平静。他抬起手，指尖在洛星眉心轻轻一点，一缕灵力探入他体内，在经脉间游走了一圈，后退了回来。确实损耗不少，不过你这恢复速度，玉流苏若有所思，倒是比我想的快。洛星有些意外：“姐姐不生气？生什么气？”玉流苏笑了，在合欢宗，双修本就是修炼的正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月色：“小宝贝，姐姐问你，你觉得自己能走多远？”洛星一愣，不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玉流苏转过身，凤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姐姐最开始确实想把你牢牢控制在身边，毕竟你这具身子对姐姐来说太重要了。可这些日子下来，姐姐发现他走回洛星身边，定眼看着他，你这修炼速度简直快得可怕。短短1月不到，从凝气境突破到聚灵境中期。”玉流苏眼中闪过一抹赞叹：“这种天赋，姐姐修炼300年也没见过几个。”洛星抓住他的手：“姐姐想说什么？”“姐姐想说，你的未来不会只属于我一个人。”玉流苏轻叹一声：“凝丹境或许已经是姐姐的极限，想要再往上突破，难如登天。可你不一样，你的未来说不定能走到姐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洛星沉默了，他能感觉到玉流苏这番话是真心的，没有试探，没有算计，只有一种近乎坦诚的复杂情绪，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一开始他对玉流苏的感情很复杂，这妖精虽然对他也算不错，但洛星心里清楚，自己更像是他的一个工具，一个能源源不断提供阳气的宝贝。而玉流苏在他眼中则是个提供庇护和修炼点的美丽靠山，他享受他的滋润，也警惕他的掌控，以为自己会像一只被养在华美笼中的金丝雀，直到羽翼丰满破笼而出。可现在这个亲手为他打造了笼子的女人，却要主动为他打开笼门。所以姐姐现在想明白了。玉流苏笑了笑：“与其把你困在身边，不如放手让你去闯，等你真正成长起来，说不定还能反过来拉姐姐一把。”他凑近些，红唇几乎贴着洛星的耳朵：“只是希望无论你将来飞多高，走多远，都不会忘了姐姐。”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洛星心头一荡：“自然不会忘。”玉流苏满意的笑了，伸手解开了腰间的系带：“那今晚好好陪姐姐。”一夜云雨自不必说。洛星能感觉到玉流苏确实变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将她视作一件需要严加看管的私有物。两人之间的相处少了几分掌控与试探，多了几分坦然与亲密，这让洛星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不少。接下来的一周，洛星过得异常充实，甚至可以说是忙得脚不沾地。每日清晨，玉流苏都会准时将他掏空，美其名曰巩固道基。凝丹境后期的修为，每一次都能为他提供海量的修炼点。白天则泡在秋水居，当一个任劳任怨的实验品。秋水师姐的热情超乎想象，时常拉着他一研究就是大半天，一边研究还一边拿着个小本本记录着什么阳气转化率、灵力共振频率之类的奇怪数据，神情狂热又专注。虽然秋水的修为只是筑基巅峰，但他那门功法效率奇高，每次实验下来，洛星获得的修炼点竟不比在玉流苏那里少多少。至于那位时常寂寞难耐的柳姐姐，洛星本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也抽空去杂物堂拜访了几次。柳青梅见到他，自是喜不自胜，非要拉着他到后院的静室里，说是要探讨一下生命的起源与繁衍这一伟大的生物学命题。几番交流下来，柳青梅眼间的寂寞果然消散不少，整个人容光焕发，看洛星的眼神也愈发柔媚似水。而洛星也收获颇丰，筑基后期的柳青梅同样是位不错的充电宝。就这样，洛星宛如一只勤劳的蜜蜂，周旋于3位师姐之间，痛并快乐着。1周后的某个深夜，洛星送走心满意足的玉流苏，盘坐在床上，终于有时间查看自己的收获。童子哥，打开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聚灵境中期，修炼点5128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燃阳境圆满，阴阳和合功，小成炼体真解，
为修炼。技法：焚天拳、小成、雷光盾圆满，扬雷手圆满，息壤诀入门，阳气值51000多点。看着这个数字，洛星激动的差点从床上跳起来。1周时间从不到1万飙升到5万，这效率简直了。他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开始盘算起来。从距临近中期到后期要1万点，后期到巅峰估计得2万，加起来就是3万点，剩下的2万多点刚好可以用来提升功法和技法。炼体真解是玄阶上品，入门简单，但后续升级是个无底洞。还有息壤诀，现在只是入门，伪装效果有限，也得花钱升级。要不先提升境界？洛星摸着下巴，实力才是根本，境界高了，无论是自保还是充电效率都会更高。就在他犹豫不决时，洞府的禁制被人轻轻触动了一下。这3更半夜的会是谁？洛星起身开门，只见月光下一道纤细窈窕的身影俏生生地立在门口，不是林菲儿又是谁？她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裙，小脸蛋红扑扑的，眼神飘忽不定，不敢与她对视。菲儿师姐。洛星有些意外，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林菲儿抬起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迅速低下头。我找你有点事。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师姐居然会主动登我的门。洛星靠在门框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说吧，什么事能让你大半夜跑来敲我的门？被他这么一调侃，林菲儿的脸更红了。他咬了咬下唇，鼓足勇气抬头看着洛星，你能不能帮我修炼？说完这句话，他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脑袋深深地埋了下去。洛星愣住了，他眨了眨眼，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说，林菲儿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陡然拔高，让你帮我修炼。听清没有？吼完之后，他又立刻蔫了下去，眼神飘忽，不敢看洛星的眼睛。洛星这下听清了，他看着林菲儿这副外力内忍的可爱模样，忍不住笑出声。菲儿师姐，你这算是求人的态度吗？林菲儿语塞，脸涨得通红。再说了，洛星故意拖长了音调，这种事玉长老他老人家知道吗？他要是知道了，不得扒了我的皮。闻言，林菲儿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像是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道，就是师尊让我来找你的。洛星这回是真的惊讶了。师尊说内门大比还有不到半个月，我也想试试。内门大比，洛星想起来了，林菲儿因为排斥双修，修为一直卡在距临近初期，同辈的弟子大多已经超过了他。眼看大比在即，他心里着急，玉流苏便顺水推舟，让他来找自己。想通了这一点，洛星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原来是奉旨双修啊！他摸着下巴，上下打量着林菲儿。好啊，师姐都主动开口了，我这个做师弟的哪有不帮忙的道理？林菲儿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警惕道：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洛星摊了摊手，笑得人畜无害，就是觉得师姐你终于想通了，我为你感到高兴。林菲儿俏脸一板，轻哼一声：少贫嘴，你到底帮不帮？帮，当然帮。洛星侧身让开路，做了个请的手势。菲儿师姐请进，我们这就开始为宗门未来的栋梁之才添砖加瓦。林菲儿瞪了他一眼，在门口踌躇片刻，还是迈步走了进去。房间里气氛一度十分尴尬。洛星坐在床边，双手撑着膝盖，面带微笑地看着对面的林菲儿。林菲儿坐在床的另一边，绷着身子，眼神四处游移，就是不敢看他。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先开口。终于林菲儿绷不住了，他猛地转过头瞪着洛星，咬牙道：你到底开不开始？洛星这才笑起来，身子往后一靠：对位了，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师姐。林菲儿气结：你别急嘛师姐。洛星一副过来人的口吻：你这样扭扭捏捏的，我还真不习惯。来都来了，放轻松点。林菲儿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那你说怎么办？洛星笑了笑，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窗边。菲儿师姐，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是真心想变强，还是被玉长老逼来的？林菲儿一愣，沉默了片刻，小声说道：我自己也想变强。那就对了。洛星转过身，笑嘻嘻地搓了搓手。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别扭扭捏捏的。双修虽说是合欢宗的正统修炼方式，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完善自身。你把我当成一块磨刀石就行，用来磨砺自己的修为。林菲儿咬着唇，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你就不觉得这样狠？师姐，洛星打断了他，这里是合欢宗，不是那些正道宗门，在这里实力才是根本。林菲儿被他堵得哑口无言。是啊，在合欢宗双修本就是家常便饭。
就连师尊都亲口让他来找洛星，他还在纠结什么？况且双修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好，那就开始吧。洛星笑了笑，直接往床上一躺，四仰八叉。来吧，师姐。林菲儿不解地看着他，你在干嘛？洛星双手枕在脑后，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师姐不是要我帮你吗？来啊！林菲儿不可思议地瞪着他，这种事情你让我主动，这不应该是男人主动，女人享受吗？没办法，洛星摊了摊手，刚刚才结束跟玉长老的双修，累了，现在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这话明显是骗他。林菲儿瞥了他一眼，这家伙气息沉稳，精神饱满，哪有半点疲惫的样子？这混蛋分明是在捉弄自己。看着他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洛星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怎么，师姐不行啊？他故意激他，那就算了，我正好也累了，师姐请自便。说着，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林菲儿，一副准备休息的架势。谁说我不行？林菲儿银牙紧咬，脑子一热，话就冲口而出：我来就我来，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把你掏空。洛星睁开一只眼，嘴角勾起，希望师姐有这个本事。林菲儿不再多言，她心一横，撅着红唇就朝着洛星的嘴亲了上去。唇瓣相接的瞬间，林菲儿的身体猛地一僵，柔软温热，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温热的红唇轻轻贴在洛星唇上，触感柔软的让人心跳加速。可她的吻技实在生涩，只是单纯的碰触，连嘴唇都不知道该怎么动。洛星等了片刻，实在受不了这蜻蜓点水般的触碰，主动伸出舌尖。林菲儿身体一僵，却没有躲开，入口微甜，带着她特有的青涩与芬芳。不错，99成稀罕物。洛星心里感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引导着他。然而一刻钟过去了，林菲儿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洛星终于忍不住了，稍稍拉开一丝距离，低声笑道：师姐，你就打算这么亲下去啊？林菲儿还处于迷糊状态，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等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脸疼的一下烧起来。那下一步要怎么做？洛星看着他这副纯情又无措的模样，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情绪。他叹了口气，翻身占据主导地位。那就让师弟我教教你吧。喂，你……林菲儿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堵住了嘴。清晨的光线闯入房间，洛星睁开眼，感觉身上压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林菲儿正趴在他胸口，脑袋枕在他肩窝，睡得正香。他的长发散落在枕边，白皙的脸颊上还残留着昨夜的红晕，双唇微张，呼吸均匀，看起来乖巧的不像话。洛星动了动身子，林菲儿立刻察觉到，眼睫毛颤了颤，睁开了眼。四目相对，空气霎时安静。最终还是洛星先开口：师姐，你口水都滴我身上了。林菲儿立刻回过神，脸刷得红透，慌忙从他身上爬起来。你胡说！洛星指了指自己肩膀上湿漉漉的一小块，证据确凿，师姐还狡辩。滴又怎么了？你嫌弃我？林菲儿梗着脖子反问，只是那泛红的耳根出卖了他。洛星乐了，凑过去在他气鼓鼓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师姐口水香香的，我怎么会嫌弃呢？再说了，昨晚你可不只流了口水。你无耻！林菲儿的脸颊瞬间红透，抓起枕头就往他脸上砸。洛星一把接住，笑着将他连人带被子一起揽进怀里。好了，不逗你了，感觉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不舒服？被他这么一抱，林菲儿的挣扎顿时弱了下去。他窝在洛星怀里，感受着他胸膛传来的温热和有力的心跳，心里乱糟糟的。昨晚的一幕幕不受控制的在脑海里回放，羞耻感一阵阵涌上心头。可身体深处却又有一股暖洋洋的气流在缓缓流淌，说不出的舒服。没什么不舒服的。那就好。洛星松开他，自顾自地掀开被子下床。时辰不早了，赶紧起来吧，免得玉长老等会儿过来查岗。他赤着上身，毫不在意地在房间里走动。那精壮紧实的背部线条和流畅的腰线，看得林菲儿一阵口干舌燥，连忙把头转开，心脏砰砰直跳。洛星穿好衣服，回头见他还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蚕宝宝，不由好笑。师姐，你打算在床上待一辈子？要你管！林菲儿嘴上犟着，身体却慢吞吞地挪动起来。他偷偷掀开被子一角，见洛星已经转过身去，这才手忙脚乱地开始找自己的衣服。等两人都收拾妥当，气氛又变得有些古怪。林菲儿站在原地，手指绞着衣角，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洛星打量着他，忽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他身上的灵力波动似乎比昨晚强了不少。菲儿师姐，洛星开口道，你内视一下自己的丹田，看看有什么变化。林菲儿一愣，下意识地依言照做。片刻后，他猛地抬起头，一双美目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
这怎么可能？他的丹田之中原本只有薄薄一层的液态灵力，此刻竟然充盈了近半。更让他震惊的是，在那灵力之中，有一缕缕精纯至极的阳气正在缓缓流转，不断滋养着他的经脉和丹田。困扰了他数年的修为瓶颈，竟然在一夜之间有了松动的迹象。距灵境初期巅峰，只差临门一脚，他就能突破到距灵境中期。这种坐火箭般的修炼速度，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他辛辛苦苦修炼数年，进展缓慢，甚至一度心灰意冷。可现在林菲儿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洛星。洛星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也有了底，看来效果不错。他心念一动，悄悄呼出了系统：本次流失阳气值255，获得修炼点255，才200多点。洛星撇了撇嘴，跟玉流苏和秋水师姐那两个大户比起来，确实是毛毛雨。不过转念一想，菲儿师姐毕竟才距灵境初期，底子薄，能有这收获也算是个不错的开门红。潜力股值得长期投资。林菲儿站在原地，感受着轻而易举提升的修为，心情复杂的说不出话来。以前他不是没想过双修这条路，可每次一想到要与陌生男子亲密接触，他就本能的抗拒。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误会了什么，双修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至少和洛星还挺。他猛地摇摇头，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那个林菲儿开口，声音小得像蚊子：谢谢你。客气啥，咱俩谁跟谁。林菲儿红着脸抬起头小声道：今晚我会再来找你。洛星倒是没想到他会主动开口，愣了一下：行啊师姐，这才一晚上就尝到甜头了。你别乱说。林菲儿急了：我这是为了突破境界。对，为了突破境界。洛星连连点头。林菲儿整理好衣衫，低着头走到门边：那我走了，师姐拜拜。洛星摆摆手。洛星站在窗边，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消失在山谷中，嘴角勾起一抹笑。他摇摇头，转身盘膝坐在床上。该办正事了。这段时间积攒的修炼点已经足够让他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提升。洛星闭上眼，意识沉入识海。系统加点。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内门大比仅剩3天清幽谷。曾经清雅秀丽的山谷，此刻已是一片狼藉，地面坑坑洼洼，遍布着剑痕与焦黑的拳印。这半个月来，这里几乎成了洛星与林菲儿的专属练功房。此刻谷地中央，两道身影正在激烈交锋。洛星负手而立，神态从容。他对面的林菲儿却是香汗淋漓，白色衣裙贴在身上，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曲线。他咬着红唇，手中青木剑再次刺出，剑光凌厉，直取洛星咽喉。洛星侧身一闪，随手探出2指，轻轻夹住剑锋。林菲儿瞪大美目，想要抽回长剑，却发现那把灵气纹丝不动。菲儿师姐，这招我见过了。洛星松开手指，笑着摇头。林菲儿银牙紧咬，运转灵力，脚下青光一闪，整个人化作残影绕到洛星身后。青木剑诀第3式青影闪，剑尖携着凌厉的破空声刺向洛星后心。洛星连头都没回，右手往后一探，手掌包裹着金色雷光，精准地拍在剑脊上。砰一声闷响，林菲儿只觉虎口发麻，手中长剑脱手而飞，在空中打了个旋，斜插在不远处的地面上。这招也见过。林菲儿气得脸颊通红，干脆收起剑，直接施展身法近身缠斗。他一掌拍向洛星胸口，洛星抬手格挡，掌与掌相接，林菲儿只觉一股霸道的灵力涌来，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后退3步，还没站稳，洛星已经欺身而上。他速度极快，林菲儿只来得及抬手防御，就被一掌印在肩头。他身形倒飞出去，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勉强稳住身形落地。可还没等他喘口气，洛星又到了。这一次他没有手下留情，接连出掌，掌掌逼人。林菲儿咬牙死撑，可境界和技法的差距摆在那里，他越打越吃力，额头的汗水不断滑落。终于他一个不慎，被洛星一掌印在小腹。饶是洛星收了70%力道，他还是闷哼一声，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草地上。师姐！洛星连忙收手。林菲儿躺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胸口随着呼吸剧烈起伏，汗水浸湿了白裙，紧紧贴在身上。他脸颊通红，发丝凌乱地贴在额头和脸颊上，说不出的狼狈。洛星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笑着打趣道：师姐，没事吧？林菲儿无力地白了他一眼，胸口起伏得更厉害了。他现在一个字都不想说，只想躺在这里好好喘口气。半个月前他还能和洛星打得有来有回，可短短半月过去，这家伙就像换了个人。不管他怎么出招，洛星总能轻松化解。更过分的是，他全程站在原地，连脚步都没挪几下，就把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种挫败感让他无比气恼。他喘着气，
声音断断续续：“你到底怎么修炼的？”洛星心中失笑，这还用问？这半个月的辛勤耕耘，修炼点多的用不完，修为早就飙到巨灵境巅峰了，这不都得感谢师姐你和几位姐姐的无私奉献吗？洛星蹲下身，笑嘻嘻地看着他：“这不是师姐你滋润的好吗？”林菲儿脸疼得红了，抓起身边一把草就往他脸上扔。哼，无耻！洛星哈哈大笑，轻松躲开。林菲儿躺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算恢复了些许力气。他撑着手臂想要坐起来，可浑身酸软无力，试了2次都没成功。洛星看不下去了，伸手把他拉起来。林菲儿顺势靠在他怀里，脸颊贴着他的胸膛，能清楚地听到他有力的心跳声。他愣了一下，耳根悄悄红了。这半个月来，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互相试探，再到现在林菲儿自己都说不清楚这算是什么关系。道侣又好像不完全是师姐弟，可哪有师姐弟会做那种事的？他脑子乱糟糟的，索性不去想了。歇够了吗？洛星低头看着怀里的人。林菲儿点点头，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双腿发软，刚站直身子就往前栽。洛星眼疾手快地扶住他，忍不住笑道：“师姐这是被我打的，站都站不稳了，你还好意思说？”林菲儿恼羞成怒，在他肩膀上捶了一拳，只是这一拳软绵绵的，毫无威力。洛星笑着把他打横抱起：“你干什么？”林菲儿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送师姐回去休息啊。”洛星说的理所当然。林菲儿张了张嘴，想说自己能走，可看着洛星认真的侧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羞赧地把脸埋进他怀里，小声道：“那就谢谢你了。”洛星低头看着怀里的人，心中一片柔软。这半个月来，林菲儿的变化很大，从一开始的扭扭捏捏，到后来能主动找他双修，再到现在两人相处越来越自然。他已经从巨灵境初期突破到中期，如今又稳稳站在了中期巅峰，距离后期只有一步之遥。这种进步速度放在整个合欢宗都算得上惊人。洛星抱着他，脚步放得很轻，朝洞府走去。林菲儿窝在他怀里，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热，心跳得越来越快。洛星，他忽然开口：“你觉得这次内门大比你能走到第几轮？”洛星笑道：“师姐，这你可为难我了。你入门比我先了那么多年，内门什么情况你应该更清楚吧？我一个刚入门不到2月的小萌新，每天的活动范围就那么一点，连内门的全貌都没见过，哪知道那些师兄师姐都是什么实力？”怀里的身子僵了一下，林菲儿抬起头，红着脸啐了一口：“少贫嘴，跟你说正经的。”他挣扎着想下来，却被洛星抱得更紧了些。“别动，摔了可别怪我。”洛星低头看他，两人离得极近，只要稍稍低头就能触碰到那令人遐想的柔软。林菲儿的心跳加速，连忙把头扭开。洛星笑了：“哟，老夫老妻了，还害羞？谁跟你老夫老妻了？”林菲儿在他怀里用力挣扎：“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那可不行。”洛星抱得更紧：“既然师姐这么担心，不如现在就帮师弟我好好修炼一番。”说着，他不由分说地抱着林菲儿走进房间。林菲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扔在了床上。“喂，你……”话还没说完，洛星已经俯身吻了上来。林菲儿象征性的抵抗被轻易瓦解，所有抗议都化作呜咽。房间里的气氛迅速升温，衣衫散落一地。林菲儿的脸颊滚烫，双手抵在洛星胸前，气息紊乱。“大白天的，你怎么？师姐还分白天黑夜？”洛星低笑：“再说了，咱们不是为了修炼吗？”林菲儿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确实，这半个月修为的飞跃全拜他所赐。想到这里，他心一横，竟主动搂住了洛星的脖子。那就开始吧。”洛星笑了笑，不再多言。房间内的气氛逐渐变得旖旎起来，灵力在两人之间流转，阴阳二气交融，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林菲儿紧闭着双眼，感受着精纯的阳气涌入体内，冲刷着她的经脉，滋养着她的丹田。那种修为瓶颈被一点点磨开的感觉，让她沉醉其中。这些日子以来，她已渐渐习惯了这种让她羞耻又无法抗拒的修炼方式。洛星则闭目内视，感受着林菲儿体内反馈回来的阴柔灵力，以及系统面板上缓缓跳动的修炼点数字。不错，菲儿师姐这个小号虽然收益不高，但胜在稳定，未来可期。就在两人都沉浸在修炼之中时，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人同时一僵，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哟，看来为师来的不是时候。玉流苏一袭月白长裙，容颜绝美，正笑盈盈地站在门口。师尊。林菲儿吓得惊慌失措，慌忙推开洛星，想要下床。可他这一动，床上的被子滑落，春光乍现。林菲儿惊叫一声，
连忙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粽子，只露出一颗红透的小脑袋。师尊，你进来怎么不通知一声？他羞窘的都快哭了。玉流苏款步走入，笑道：我还以为你们在切磋呢，特意过来看看。他的目光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洛星身上。洛星倒是坦然靠在床头，虽然衣衫不整，却神色自若的打招呼：玉长老来的真是时候，我正和菲儿师姐切磋功法，姐姐可以现场指点一二。玉流苏白了他一眼，走到床边坐下，醉人的幽香将两人笼罩。菲儿，别害羞，师尊又不是外人。林菲儿把头埋进被子里，声音闷闷的：师尊，好了好了。玉流苏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师尊是来看你修炼进度的。他探出一缕神识，在林菲儿体内游走了一圈，片刻后，他眼中闪过一丝赞叹：不错，距临近中期巅峰，根基稳固，比为师预想的还要快。他松开手，目光转向洛星：小宝贝，你倒是没让姐姐失望。林菲儿闻言，心里五味杂陈。师尊的肯定让他欣喜，可这种方式得来的夸奖又让他羞愧难当。玉流苏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柔声笑道：傻徒儿，你是我合欢宗弟子，双修本就是你我立身之本，你与洛星阴阳调和，乃是天作之合，有何可修的？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愈发意味深长。况且为师不是早就与你说过吗？玉流苏的目光在林菲儿和洛星之间来回流转，红唇微微弯起，带着动人的韵味。我们师徒一体，自然要有福同享。洛星一愣，玉长老的意思是？林菲儿瞪大美目：师尊，这怎么行？有什么不行的？玉流苏反问：在合欢宗这种例子多了去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别磨蹭了，开始吧。不知过了多久，这场惊心动魄的修炼才缓缓停歇。林菲儿红着脸逃也似的离开了，房内只留下玉流苏和洛星相视而笑。玉流苏慵懒地靠在床头，凤眸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洛星。他忽然开口：小宝贝，你隐藏修为了？洛星动作一顿，抬头看向他。玉流苏勾起嘴角：别装了，在姐姐面前，你那点小心思藏不住。他伸出纤长的手指，在洛星眉心轻轻一点，一缕神识探入，在他体内游走。片刻后，玉流苏收回手指，眼中闪过一丝惊疑：名气进巅峰？他眯起眼：你该不会以为姐姐真会信吧？洛星被看穿也不慌张，点了点头：修为提升太快，难免遭人嫉恨。遭人嫉恨？玉流苏失笑：你倒是想得远。他坐直身子，认真打量着洛星。方才那一探，他的神识竟然没能看穿洛星的真实修为。以他接近名丹境巅峰的修为，除非对方是神功境，否则不可能瞒过他的胆汁。可眼前这小子分明只是个巨灵境的弟子，竟然连我都看不出来。玉流苏秀眉微蹙：你这敛息功法品阶不低啊。洛星笑了笑：这是藏经阁玄阶上品的敛息功法。哦，玄阶上品。玉流苏柳眉微挑，他盯着洛星看了半晌，忽然笑了：也是那秋水给你的？洛星点头。玉流苏靠回床头，眼神玩味：那丫头倒是舍得。藏经阁2楼的功法每一本都价值不菲，秋水一口气借给洛星2本玄阶上品的功法，这份手笔可不小。看来那丫头对你很上心啊。玉流苏伸手在洛星脸颊上捏了一把：姐姐该不该吃醋？洛星哭笑不得：姐姐这话说的，我跟秋水师姐不过是合作关系。合作？玉流苏笑得愈发意味深长：什么合作需要他这么大方？洛星被问得有些心虚。秋水那边的事，他虽然没刻意隐瞒，但也没主动跟玉流苏细说。毕竟一个男人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说出去总归不太好听。不过玉流苏显然不打算深究，他摆摆手：算了，姐姐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小宝贝，你这敛息功法虽然高明，却也不是没有破绽。破绽？洛星一愣。玉流苏点头：敛息功法再怎么厉害，也只能掩盖修为波动，却掩盖不了实战时的表现。若是在内门大比上，你一个宁气进巅峰的弟子，轻松击败巨灵境对手，你觉得不会引人怀疑？洛星恍然，这确实是没法解决的问题。玉流苏见他想通了，笑道：所以啊，小宝贝，该藏就藏，该录就录，把握好这个度才是关键。洛星若有所思的点头。玉流苏站起身，整理了下衣衫：好了，姐姐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了。他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对了，3天后的内门大比，姐姐会去观战，小宝贝可别让姐姐失望哦。说完，他转身离去，留下满是幽香。洛星坐在床上，脑子里回想着玉流苏的话。内门大比，以他现在巨灵境巅峰的修为，在内门弟子中仅能算中上游。毕竟合欢宗内门高手如云，筑基境的弟子不在少数。不过洛星也不打算争什么第一，该藏就藏，该录就录。
系统打开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铁，境界巨灵境巅峰，修炼点35280，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烘炉镜小成，阴阳和合功圆满，炼体真解未修炼。技法焚天拳圆满，雷光盾圆满，阳雷手圆满，玄天息壤诀圆满。阳气值，看着面板上的数据，洛星嘴角扬起。这半个月过得简直不要太充实，白天泡在秋水居当实验品，晚上林芬又来敲门，凌晨安抚一下玉流苏，偶尔还得抽空去杂物堂慰问一下柳青梅。四路并发，修炼点刷的飞起，不仅境界提升到了巨灵境巅峰，各种手段也是大幅提升。当然最让洛星满意的还是玄天息壤诀。这功法本来只是黄阶上品的息壤诀，但在他砸了1万修炼点进去后，直接蜕变成了玄阶上品的玄天息壤诀。现在他只要运转功法，就能将境界完美隐藏到凝气境9重，除非对方高出他2个大境界，而且还用灵力仔细探查，否则根本看不穿。至于焚天拳和阴阳和合功，也在他的大力投入下提升到了圆满。洛星盯着面板上的数字，还剩35000多点，家底厚实。这要是放在半个月前，他想都不敢想。系统突破到筑基境需要多少修炼点？突破筑基境需要修炼点10万。洛星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多少？10万。系统冷冰冰地重复了一遍。洛星从床上跳了起来。10万点？你抢钱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花费10万，宿主将获得无上道基，根基稳固，潜力无穷。洛星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10万点按照现在的效率，玉流苏那边一次2000左右，秋水那边也差不多，林芬200多，柳青梅大几百，一天满打满算也就5000点左右。10万点就是20天。洛星揉了揉太阳穴，放弃了短时间内突破筑基的打算。算了，境界这种事急不来。他的目光落在炼体真解上。这本功法虽是残篇，仅有铜皮、铁骨、银血3重境界，却仍被评定为玄阶上品，可见其完整版品阶之高。系统，这炼体真解能补全吗？可以。洛星眼睛一亮。需要多少修炼点？完整修复需要修炼点100万。洛星呆住了，他仔细数了数，是6个零没错，也就是100万。100万，童子哥，这对吗？童叟无欺。洛星盯着那串数字，嘴角抽搐。100万修炼点，按他现在的效率，得刷到猴年马月。算了算了，想那么远干嘛？他摆摆手，前3境够用就行。虽然只是残缺版，但毕竟是玄阶上品的炼体功法，等以后修炼点富裕了，再考虑补全的事。系统提升炼体真解到铜皮境，消耗修炼点500，炼体境界提升中。系统提示音刚落，一股剧烈的热流瞬间从洛星丹田炸开。我操！洛星只来得及爆一句粗口，整个人就从床上弹了起来。热，从未有过的灼热感，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把他扔进了炼丹炉里，从内到外，每一寸肌肤，每一块血肉都在被无形的火焰灼烧。洛星咬紧牙关，额头青筋暴起，汗水瞬间浸透了衣衫。他想叫出来，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低沉的闷哼。不对劲，这种痛苦远超他的想象。洛星跌跌撞撞地冲向床边的水盆，想用冷水降温，可手刚碰到水面，整盆水竟然腾起了蒸汽。滋滋滋，水盆里的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不到3息时间就见了底。洛星的皮肤泛起诡异的赤红色，一层细密的汗珠不断渗出，又被体表的高温瞬间蒸干。童子哥，这到底怎么回事？正常现象，请宿主忍耐。正常你个头！洛星想骂人，可剧痛已经让他说不出完整的话。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肌肉纤维在崩解，又在重组骨骼，发出咔咔的响声，像是在被某种力量重新塑形。最可怕的是，他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能清楚感知到身体的每一处变化。这份痛苦远超他与苏禅战斗时自爆灵力的那一次。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洛星不知道自己在地上打滚了多久，渐渐的灼热感开始消退。他趴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终于过去了。半晌，他才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刚一站直，他就愣住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传遍四肢，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洛星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臂，皮肤变得更加紧致，在光线下竟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他握了握拳，能清楚听到筋骨发出的脆响。走到铜镜前，镜中的自己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黑污垢，散发着腥臭。他随手一抹，污垢便如死皮般剥落，
露出下方宛如新生的肌肤。这皮肤，洛星眯起眼，伸手在自己手臂上用力掐了一把，毫无感觉。他又加大力道，这次甚至动用了一丝灵力，手臂上终于出现了淡淡的红印，但也仅此而已。要知道，以他距临近巅峰的修为，这一掐足以在金铁上留下指印。洛星眼睛亮了，这就是铜皮镜。他满意的点了点头，这500修炼点花得值。系统，这练体功法的提升方式跟正常修炼有什么区别？正常修炼需要反复淬炼肉身，周期长，痛苦持续。系统加点可瞬间重塑体魄，痛苦集中，但效率极高。洛星了然。换句话说，别人修炼铜皮镜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光阴，期间每天都要承受淬体之苦，而他只需要承受一次性的剧痛就能直接达成效果。虽然那几分钟的痛苦堪称地狱，但结果却是立竿见影。看向系统面板，修炼点还剩34000多。童子哥，提升到铁骨镜需要多少？消耗修炼点3000，可提升至铁骨镜。洛星眼皮跳了跳，铜皮镜500，铁骨镜3000，这价格直接翻了6倍。那银血镜呢？消耗修炼点12000，可提升至银血镜。洛星倒吸一口凉气，这价格涨得也太离谱了。不过转念一想，炼体功法本就难修，越往后需要的资源越是天文数字。系统这价格虽然贵，但至少省去了他到处找天才地宝的麻烦。洛星咬咬牙，提升到银血镜。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消耗修炼点15000，炼体境界提升中。等等，我说的是……洛星话还没说完，更加恐怖的热流就从丹田炸开。我靠，这次的痛苦比刚才强了何止10倍。洛星整个人工成了虾米，青筋暴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能清楚感知到骨骼在咔咔作响，每一根骨头都在被某种力量重塑，血液在沸腾，血管里像是灌进了岩浆。洛星想叫，可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只能发出野兽般的低吼。他在地上翻滚，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房间里的温度急剧上升，木质的床榻竟然冒出了青烟。不知过了多久，当洛星以为自己快要被活活疼死时，那地狱般的痛苦终于缓缓消退。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感觉灵魂都快被疼出窍了。他现在万分后悔，安安稳稳地靠着温柔可人的小姐姐猥琐发育，他不香吗？非要学人家玩什么炼体，这不是纯纯的花钱买罪受吗？好半天他才缓过劲来，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刚站直身子，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就涌了上来。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皮肤依旧光洁，但仔细看就能发现皮肤下隐约有银色的光华在流转，这就是银血镜。洛星走出洞府，随意活动了一下筋骨，便察觉到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他甚至有种错觉，哪怕是筑基境修士的一击，自己光凭肉身就能硬生生接下来。为了验证这种感觉，洛星随手在谷中找了块巨石，开始测试自己的肉体强度和力量。结果让他自己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论是抗击打能力还是爆发力，都比之前暴涨了数十倍不止。更夸张的是，自愈能力竟然也跟着提升了10倍。这要是再配合上不朽阳神体本身那变态的恢复特性啧，简直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洛星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虽然刚才疼得死去活来，但这效果确实值了。他盘膝坐下，内视自身，丹田中金色的灵力如沸腾的熔岩翻滚涌动。炼体之后，灵力质量也提升了。洛星有些惊讶，他能感觉到现在丹田里的灵力比之前精纯了至少3成。这炼体功法还有这种效果。炼体与修真相辅相成，肉身强大，对灵力的掌控和转化效率也会提升。系统难得主动解释了一句，洛星恍然，怪不得那些炼体修士都这么猛，原来炼体不仅能提升肉身，连带着灵力都能变强。赚大了。洛星满意的笑了，他活动了一圈筋骨，浑身黏腻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炼体过程中排出的杂质已经在皮肤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得赶紧洗洗。他转身往洞府里走，直奔后院的浴池。这浴池是清幽谷的标配，泉眼连通地下灵脉，池水常年保持温热，还带着淡淡的灵气。洛星褪去衣衫，一脚踏进池中，温热的池水漫过身体，那舒爽感让他惬意地叹了口气。他靠在池壁上闭目养神，任由池水洗去身上的污垢。修炼了这么久，总算能稍微休息一下了。这半个月过得跟打仗似的，白天秋水那边，晚上林芬和玉流苏，偶尔还得照顾柳青梅。虽说修炼点刷得飞快，但精神也是真的累。洛星正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突然感知到外面传来熟悉的气息，他睁开眼，还没来得及开口，浴池的门就被推开了。玉流苏款款走了进来。玉姐姐。洛星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玉流苏款款走到池边坐下，
一双凤眸饶有兴致地在他身上流转，最终停留在他泛着淡淡银灰的皮肤上，美眸中闪过一丝讶异。看来姐姐来的不是时候，打扰小宝贝脱胎换骨了。他轻笑一声，在房里没闻到你的味儿，就猜你躲这儿了。洛星轻咳一声，姐姐这个时辰过来是想……话还没说完，玉流苏就抬手点在他额头上。小色胚，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洛星讪讪地摸了摸鼻子，玉流苏也不在意，他看着洛星，脸上的笑意收敛了几分，红唇轻启道：有人要见你。洛星一愣，谁？宁幽。洛星闻言一怔，从池中站起，水珠滚过他泛着淡淡银灰的紧实肌肤，迅速滑落，竟是滴水不沾。那个拥有9天玄阴体的剑修少女。玉流苏点了点头，眼神有些古怪。她不是加入相思殿了吗？来找我干嘛？洛星一边用灵力蒸干身体，一边问道。玉流苏瞥了他一眼，人家指名道姓要见你，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洛星穿好衣衫，跟着玉流苏往外走。他现在在哪？谷中做客呢。玉流苏顿了顿，对了，他已经被相思殿殿主收为亲传弟子了。洛星脚步一顿，殿主亲传，那可是合欢宗真正的顶层核心，地位远非普通弟子可比，甚至连普通长老都要巴结的存在。每一位殿主都是万象境的大能，能被他们看中收为亲传，这份待遇怎么吓到了？玉流苏回头看他，确实有点意外。洛星摸了摸鼻子，他才来多久就一步登天了？玉流苏笑了，你可知9天玄阴体意味着什么？洛星想了想，天生阴气重。肤浅。玉流苏白了他一眼，我和欢宗的创派祖师便是9天玄阴体。洛星愣住了。玉流苏继续道，在师祖出现之前，9天玄阴体被视为不祥之兆，拥有这种体质的女子无一例外都会在20岁前被体内寒气反噬而死。但师祖打破了这个魔咒，不仅活了下来，还创立了合欢宗，成为一代宗师。洛星若有所思，所以宁幽，她是数千年来第2个被确认的9天玄阴体。玉流苏的声音带着几分感慨，相思殿主收她为徒，不仅是看中她的天赋，更是想让她继承师祖的衣钵。洛星总算明白了，怪不得宁幽能得到如此待遇，原来背后还有这层关系。两人说话间已经到了会客厅，洛星刚踏进门，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端坐其中。宁幽还是如往日那般精致可人，一身淡青色长裙，长发扎成双马尾，露出白皙的脖颈。当然，最先映入他眼帘的，依旧是那对与他娇小身形成鲜明反差的雄伟山峰。天赋异禀，当真是天赋异禀。宁幽正小口抿着灵茶，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洛星。他眼睛一亮，放下茶杯就站了起来。宁姑娘。洛星拱了拱手，可他招呼刚打完，一阵香风便扑面而来。宁幽竟直接跑过来，一头扎进他怀里，双手紧紧环住他的腰，小脸在他胸膛上蹭了蹭，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味道更好闻了。宁幽满足地眯起眼睛，眸子弯成了月牙。洛星当场石化，这什么情况？他下意识看向玉流苏，只见他笑容依旧，但那眼神嗨嗨。宁姑娘，你这是？洛星僵硬地抬起手，完全不知道该往哪放。宁幽抬起头，那张精致的小脸上满是天真无邪的笑容。洛星，做我的道侣吧。宁幽抬起头，清澈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洛星。洛星脑子嗡的一声，僵在原地，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做我的道侣吧。宁幽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清脆。师尊说了，修相思道必须有一个相思的目标。我想了很久，觉得你最合适。洛星嘴角抽搐，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他下意识看向玉流苏，只见他正坐在一旁，凤眸微眯，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但那笑容怎么看怎么瘆人。宁姑娘，这种事，洛星咳了一声，是不是太突然了？不突然啊。宁幽歪着头，我早就想好了。他松开洛星，退后半步，认真地看着他。你身上的气息对我修炼很有帮助，而且你人也不错，长得也好看，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我喜欢你。洛星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认真的少女，脑子里乱成一团。他们总共才见过3次面，加起来说的话不超过100句，这就喜欢上了。宁姑娘，咱们冷静点。洛星深吸一口气，我们总共就见过3次，你怎么就喜欢我了？宁幽眨了眨眼，很自然地说，我喜欢你身上的气息，喜欢你的长相，喜欢你的。停！洛星连忙打断他，他能感觉到背后玉流苏的目光越来越危险了。宁姑娘，你只是被我的体质所吸引了，并不是真的喜欢。洛星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诚恳一些。他记得系统曾提示过，9天玄阴体与不朽阳神体之间存在极强吸引力，这或许就是他无端亲近自己的原因。有什么区别吗？宁幽歪着头，一脸不解。洛星噎住了，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当然有区别。洛星组织了一下语言。体质的吸引只是本能，就像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这不是喜欢。宁幽儿想了想，点点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洛星松了口气，还好，这姑娘虽然天真，但不傻。不过师尊说了，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宁幽儿又补充道，日久就能生情吗？洛星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都什么师尊啊，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嗨，一直看戏的玉流苏终于开了口，他放下茶杯，目光在宁幽儿和洛星之间扫过。幽儿，我记得相思道的相思目标并不一定需要是人吧？一草一木，一见一情，皆可相思。宁幽儿愣了一下，随即摇头。师尊确实这么说过，但他也说了，最好的相思目标是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能让相思之意更加真实。玉流苏笑了笑，没再说话。洛星站在原地，如芒在背。可，宁姑娘。洛星清了清嗓子，其实我已经有道侣了。宁幽儿愣住，歪着小脑袋看他。真的？当然是真的。洛星点头如捣蒜，玉长老就是我的道侣。说完，他转身看向玉流苏，眼神里写满了求生欲。玉流苏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眼波流转，没有否认。宁幽儿的目光在两人之间转了转，小脸上露出恍然的神色。原来是这样啊。他点点头，难怪你身上有玉长老的气息。洛星松了口气，还好这姑娘虽然天真，但总算听得进人话。谁知宁幽儿下一句话差点让他摔倒。那我做你第二个道侣不就行了？洛星嘴角抽搐。合欢宗虽然风气开放，但道侣这种事有什么问题吗？宁幽儿眨着漂亮的大眼睛，师尊说了，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的。噗嗤，一直看戏的玉流苏终于轻笑出声，他款款起身。宁姑娘，你师尊说的没错，但这种事的双方你情我愿才行。他走到洛星身边，纤细的手指在他肩上若有若无的轻点。我家小宝贝金贵得很，不是谁都能碰的。宁幽儿咬了咬下唇，清澈的眸子直勾勾盯着洛星。那你愿不愿意？洛星被他这么盯着，只觉得压力山大。说实话，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面对宁幽儿这种级别的少女，拒绝的话实在说不出口。那张脸，那身段，尤其是那傲人的天赋，更何况9天玄阴体啊，这可是行走的顶级充电宝。但洛星偷偷瞄了玉流苏一眼，正对上他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宁姑娘，玉流苏忽然开口，打破了僵局。我家小宝贝脸皮薄，不善言辞，但我看得出来，他对你也挺有好感的。宁幽儿眼睛一亮，真的吗？当然。玉流苏笑着点头，不过嘛，这道侣之事非同儿戏，你们相处时间不长，了解还不够深。他走到宁幽儿身边，亲昵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这样吧，姐姐给你们一个机会，你先和小宝贝多接触接触，若是3个月后你还坚持这个想法，姐姐就亲自做主，让你2人结为道侣，如何？洛星猛地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玉流苏。宁幽儿咬着下唇，认真地想了想，随即重重点头。好，那就3个月。他转头看向洛星，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期待。洛星，你等我。说完，他冲洛星挥了挥小手，蹦蹦跳跳地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洛星才长舒一口气。玉姐姐，你这是怎么不乐意？玉流苏款款走回，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凤眸中满是戏谑。白送上门的9天玄阴体，未来相思店主继承人，这等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呢。不是不乐意，就是太突然了，姐姐也没想到呢，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玉流苏悠悠一叹，风情万种。洛星盯着她绝美的脸庞，一时没明白她的意思。还记得姐姐说过什么吗？你的未来不会只属于我一个人。玉流苏的目光变得深远。不过话说回来，9天玄阴体这等体质与你的体质碰到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姐姐倒是挺期待的。洛星看着她那张笑盈盈的脸，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姐姐不吃醋？他试探着问。吃醋？玉流苏眼唇轻笑，姐姐我要是真小气，你以为你在秋水那丫头那儿能待得安稳？他话音一转，纤长的手指轻轻点在洛星的心口。哦，对了，还有杂物堂那个姓柳的小美人儿，姐姐说的对吗？洛星心里咯噔一下，冷汗差点冒出来。果然，这妖精什么都知道，自己那点小动作根本就没能瞒过他的眼睛。看着他瞬间僵硬的表情，玉流苏反而娇笑连连，花枝乱颤。瞧你那点出息，别怕，姐姐要是真那么小气，你以为你能安稳的当你的采花蜂？他莲步轻移走到洛星面前。况且你可别忘了，姐姐还有个宝贝徒儿呢。洛星一愣，你是说菲儿师姐？哼。玉流苏点头，菲儿那丫头虽然嘴上不说，但姐姐看得出来她对你已经动心了。洛星挠了挠头，
这事他也不是没察觉到。这半个月下来，林菲儿对他的态度变化肉眼可见，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的接受，再到现在，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就越过了普通师姐弟的界限。所以啊，姐姐早就做好准备了，你这小宝贝注定是要沾花惹草的命。洛星脸上有些发烫，心中长叹，都是系统的错，谁让他给的功能这么博爱呢？自己只是个想安稳修行的老实人罢了。对了，玉姐姐，洛星突然想到什么，我有一事不明白。玉流苏美眸微挑，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为什么还要给宁幽设置3个月的时限呢？洛星疑惑道，直接答应他不就行了？玉流苏闻言，眸中闪过狡黠的笑意，他悠悠地叹了口气，轻轻抱住洛星，将脑袋靠在他肩上。傻小宝贝，当然是姐姐舍不得你啊，万一你跟他做了道侣，转头就把姐姐忘了，那怎么办？洛星一怔，姐姐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忘了你？那可说不准呢。玉流苏轻哼一声，9天玄阴体的魅力可不是姐姐这种普通体质能比的，更何况人家还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天真单纯，惹人怜爱。姐姐这种成熟的老女人，哪能跟人家比？洛星心里一阵好笑，这女人明明就是在吃醋，还偏要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他低头看着怀中那张绝美的脸庞，笑着搂紧她的腰。姐姐可不老，在我心里，姐姐永远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油嘴滑舌。玉流苏嗔了他一眼，但脸上的笑意却藏不住。不过姐姐可把话说在前头了，这3个月你可得好好陪陪姐姐，不然等那丫头真成了你的道侣，姐姐可就要失宠了。他抬起头，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洛星的下颌。行了，正事说完了，接下来该办点正事了。洛星看着他眼中的媚意，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玉姐姐，话还没说完，玉流苏温软的娇躯已然贴了上来。小宝贝，姐姐刚才看你和那丫头搂搂抱抱，心里可不舒服了呢。他捧着洛星的脸颊，吐气如兰。你说该怎么补偿姐姐？洛星看着眼前这张绝美的脸庞，无奈地叹了口气。得，还说不吃醋？姐姐想怎么补偿就怎么补偿，这可是你说的。玉流苏笑得愈发妩媚，房间内的温度悄然攀升。这一次玉流苏格外缠人，两人自入夜时分开始，直至次日天光破晓，竟是未曾停歇片刻，径直封锁了整个洞府，隔绝了内外。就连前来探访的林芬儿都被拦在了门外，任凭他在外面轻声呼唤，房内也只传来玉流苏急促的一句：菲儿乖，师尊今天忙，明日再说。林芬儿站在门外，咬着红唇，隐约能感知到房内那交织缠绕的灵力波动与暧昧声响。他俏脸一红，羞愤地跺了跺脚，最终只能带着满心失落与羞恼黯然离去。次日清晨，洛星缓缓睁开眼，他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看着上面暴涨的修炼点，嘴角抽了抽，一夜就刷了5000点，这效率。他扭头看向身侧，玉流苏还在熟睡。他侧躺在床上，乌黑的长发散落在枕边，白皙的肌肤在晨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晨光勾勒着他完美的侧颜，少了平日里的妩媚，多了几分静谧。昨晚这妖精是真的发狠了，从天明到天黑又到天明，中间几乎没停过。若不是他提前将肉身淬炼到了银血境，怕是真的扛不住。醒了，玉流苏眼睫微颤，睁开了那双勾魂的眼眸，眼底还残留着一丝倦意。刚醒。玉流苏慵懒地舒展着玉臂，展示着玲珑有致的傲人身姿。他毫不在意，就这么靠在床头，笑盈盈地看着洛星。小宝贝，昨晚表现不错嘛。洛星翻了个白眼，姐姐这是要榨干我啊？谁让你偷偷练体，把身子骨练得那么硬？玉流苏伸出玉指戳了戳他的额头，不给你加点难度，姐姐岂不是太没面子了？洛星哭笑不得。玉流苏从床上起身，随手披了件薄纱，那若隐若现的雪腻风光，看得洛星又是一阵口干舌燥。行了，别看了。玉流苏回头瞥了他一眼，再看姐姐可就走不了了。洛星连忙移开目光，心里直呼要命。昨晚已经够疯狂了，再来几次，铁打的腰子也受不了。玉流苏刚穿好衣衫，洞府的禁制就被触动了。他神识一扫，感知来人后，唇角玩味一笑。洛星，有客人来了，去开门吧。洛星心生疑惑，这大清早的会是谁？他披上外袍，走到洞府门口，刚打开门缝，一道娇小的身影便挤了进来。洛星，早上好呀。宁幽笑靥如花，怀里还抱着一个精致的玉盒。洛星愣住，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履行3月之约了。宁幽理所当然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和你培养感情。他说完就往里走，洛星想拦都来不及。等等，现在不太方便。话还没说完，宁幽已经蹦蹦跳跳地进了内室，然后他就看到了刚从床榻边走出来的玉流苏。空气瞬间安静。玉流苏穿着单薄的长裙，乌黑的长发还有些凌乱，
任谁都能看出这里刚刚发生过什么。洛星星说完了，这下尴尬了。谁知宁幽儿眨了眨眼，非但没有半分不好意思，反而乖巧地走上前。玉长老初次登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他将怀里的玉盒递了过去。玉流苏挑眉接过，打开一看，眸中闪过一丝惊讶。盒中静静躺着一朵冰蓝色的莲花，莲瓣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的寒气。九玄冰莲，这可是天材地宝，价值连城。若有此灵莲相助，再配合体内那些尚未完全炼化的纯阳之气，他或许真能一举冲破宁丹境巅峰的瓶颈。幽儿真是有心了。玉流苏笑着合上盒盖，对这丫头的大手笔和玲珑心思颇为欣赏。只要玉长老喜欢就好。宁幽儿眉眼弯弯，师尊说了，想追男人就得先搞定他身边最重要的女人。洛星差点一个踉跄，这都什么虎狼之词，这么直白的吗，小姑娘？玉流苏倒是笑出了声。相思殿殿主果真是个明白人。他将玉盒收好，目光在宁幽儿和洛星之间转了转。既然幽儿这么有诚意，那姐姐也不好拦着。他走到洛星身边，在他肩上拍了拍，小宝贝，人家小姑娘大老远跑来，你可得好好招待。说完他就款款离去，临出门前还回头促狭一笑。对了，菲儿昨晚来找你了，不过被姐姐拦住了，你记得去哄哄她。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门外。房间里只剩下洛星和宁幽面面相觑。那个，洛星挠了挠头，你真要从今天开始就跟着我？对啊。宁幽点头，3个月很快的，我得抓紧时间。洛星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突然有些头疼。这姑娘看起来天真单纯，但行事风格却雷厉风行的，让人招架不住。可是我今天还有事要办。那我陪你一起去啊。宁幽理所当然地说，反正师尊说了，这3个月我都可以自由活动。洛星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放弃了挣扎。算了，来都来了，好吧，那你跟着。宁幽立刻眉开眼笑，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后。两人刚走出洞府，就看到林芬儿正站在不远处。她一身白裙，眉眼间带着几分幽怨，看到洛星便红着脸走了过来。洛星，昨晚我来找你。话说到一半，他注意到了洛星身后那巧笑嫣然的娇俏身影。林芬儿脸上的表情僵住了。林芬儿看向洛星，眉眼间满是幽怨。昨晚他被师尊拦在门外，辗转反侧了一夜，心里又是羞恼又是委屈。今天一大早，他鼓足勇气再过来想问个究竟，却看到洛星和一个娇俏可人的少女一同从洞府里走了出来。那少女他不认识，但对方那张天真烂漫的脸蛋以及与娇小身形完全不符的雄伟山峰，让他心中警铃大作。林菲儿眉头微蹙，总觉得宁幽有些眼熟。这位是宁幽师妹，相思殿殿主的亲传弟子。洛星介绍道。宁幽笑盈盈的打招呼，林师姐好呀。林菲儿对她的身份略感诧异，只礼貌性的点了点头，目光却重新锁在洛星身上，那股怨气更浓了。菲儿师姐，昨晚是因为洛星刚开口。昨晚的事我知道了。林菲儿打断他，声音平静的过分，师尊已经跟我说了。洛星能感受到林菲儿语气里的冷意，心里暗叫不妙。他正想再解释，林菲儿已经走上前来，拉住他的手腕就往旁边走。洛星，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你说。好。洛星被他拽到一旁，回头看了眼宁幽。宁幽冲他挥挥手，一副乖巧等待的模样。林菲儿把他拉到谷中一处僻静处，才甩开他的手。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相思殿殿主的亲传弟子怎么会这么早跑到你的洞府来？他咬着红唇，声音越说越小。你们昨晚绝对没有。洛星连忙摆手，菲儿师姐你误会了，昨晚我一直跟玉长老在一起，你不是知道的吗？林菲儿脸疼得红了，想起昨晚师尊那句话，耳根都烧了起来。那他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洛星挠了挠头，这是说来话长。他把宁幽找上门，要和自己结为道侣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当然9天玄阴体那部分他略过了，只说对方看中了自己的体质。林菲儿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他要做你的道侣？对啊，我也没想到。洛星苦笑，玉长老给了3个月的期限，让我们先接触接触。林菲儿咬紧下唇，眼神复杂的看着他。那你答应了？也不算答应吧。洛星想了想，就是先相处看看。林菲儿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洛星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一软。他伸手轻柔地抬起他的下颌。菲儿师姐，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谁吃醋了？林菲儿脸颊一热，拍开他的手，我才没有。那师姐的表情为什么这样？洛星学着做出他的表情。我就是觉得奇怪。林菲儿别过脸，他堂堂相思殿殿主的弟子，为何偏就看上你？可能是我长得帅吧。洛星笑了。你少臭美了。林菲儿啐了一口。洛星看他情绪缓和了些，松了口气。菲儿师姐，其实你不用担心，即便他真成了我的道侣，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林菲儿心头一颤，抬起头看他，洛星的眼神很认真，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你说这种话干什么？林菲儿脸颊滚烫，心跳得厉害。她偷偷抬眼看洛星，见他眼神专注地盯着自己，心里又甜又慌。两人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林菲儿的呼吸都乱了，睫毛微颤，缓缓闭上眼。就在两人唇瓣即将相碰的瞬间，洛星，你们在聊什么啊？宁幽儿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林菲儿吓得浑身一僵，猛地睁开眼，慌忙推开洛星，满脸羞红。洛星也被打断得有些恼火，扭头看去，宁幽儿正一蹦一跳地跑来，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在两人身上转来转去，笑容天真。你们在说悄悄话吗？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他歪着脑袋，语气里满是好奇。林菲儿咬着下唇，瞪了宁幽儿一眼，这丫头分明是故意的。宁师妹来得正好。林菲儿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下心中的羞恼，我正好有话想问你。什么话呀？宁幽儿眨眨眼。你说要做洛星的道侣。林菲儿盯着他，你认识他多久了？见了3次。宁幽儿掰着手指头数，加上今天就4次了。林菲儿差点气笑了。你们才见过4次面，你就要和他结为道侣？对啊。宁幽儿理所当然的点头。师尊说了，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可你连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吧？林菲儿反问。宁幽儿想了想，认真道：洛星喜欢修炼，喜欢变强，还喜欢……他的大眼睛在林菲儿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最终停在某个位置，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得意。喜欢胸大的。林菲儿脸疼得红了，下意识地抱住双臂。你胡说什么？洛星嘴角抽搐，连忙打圆场。幽儿师妹，这话可别乱说。我没有乱说啊。宁幽儿歪着头，我看洛星每次见到我，眼神都会往我这里瞟。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那里的衣衫被撑得满满当当。林菲儿气得牙痒痒，转头瞪向洛星。洛星额头冒汗，这丫头观察得这么仔细吗？菲儿师姐，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林菲儿冷冷地说，男人都一个样。洛星。宁幽儿却笑得更开心了，她缓缓走到洛星身边，亲昵地挽住他的手臂。洛星，你喜欢大的对不对？他挺了挺胸，那对雪峰在洛星手臂上蹭了蹭。洛星只觉得手臂传来惊人的柔软触感，脑子嗡嗡的。林菲儿看到这一幕，眼眶都红了。哼，你们慢慢聊。他气得跺了跺脚，转身就走，步伐又快又急。洛星想追，却被宁幽儿死死拽住。哎呀，洛星，你别追了。宁幽儿笑眯眯地说，让林师姐冷静一下嘛。洛星低头看着她，发现这丫头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狡黠。他瞬间反应过来，刚才那一切都是这丫头故意的。宁师妹，你是不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啊？宁幽儿眨着无辜的大眼睛，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洛星心里直叹气，这丫头看起来天真单纯，实际上内心精明得很。你松手。洛星无奈地说，我得去哄哄菲儿师姐。不行。宁幽儿反而抱得更紧，手臂传来的惊人柔软让他心头一荡。师尊说了，追男人就要主动出击，绝不能让别的女人抢先。洛星彻底无语了，这都什么师尊啊，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那你总得让我先把菲儿师姐哄好吧？哎呀，别追了。宁幽儿笑着说，师尊说女孩子生气的时候追得越紧跑得越快。洛星哭笑不得，那你师尊还说什么了？师尊说这种时候要给对方一点空间。宁幽儿掰着手指，然后再准备点小礼物，说点好听的话，保证手到擒来。这下洛星真好奇了，这些真是你师尊说的？宁幽儿眼神飘忽，当然是咯。洛星盯着他看了半晌，最终选择放弃。好吧，我先不追了，不过你能不能先松开手？不松。宁幽儿抱得更紧，我要跟着你。你这么寸步不离，就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洛星眯起眼，故意压低了声音。做什么？宁幽儿好奇地问。比如。洛星凑近他，声音压低，就地正法。他本想以此吓退这小姑娘，谁知宁幽儿非但没怕，眼睛反而亮了起来。可以吗？他扬起小脸，满脸期待。师尊说了，道侣之间本就该。停！洛星连忙打断他，彻底没辙了。行吧，跟着就跟着。洛星认命的叹气。不过我现在要去修炼，你可别闹腾。好呀。宁幽儿乖巧的点头，我很安静的。洛星表示怀疑，但也懒得多说。他算了算时间，这个点秋水师姐应该在居所。一想到这，洛星看向宁幽儿的眼神多了几分戏谑，也不知道这丫头看到秋水师姐的实验会是什么反应。我要用身法了，你确定要这么挂着？哼，你可别想甩掉我。宁幽儿闻言松开手，挑衅的后退一步，做好了准备。走吧，跟紧了。洛星施展雷光盾，脚下金光一闪，身形瞬间掠出数丈。
宁幽儿立刻跟上，她的身法轻盈飘逸，毫不费力地坠在洛星身后。洛星看着身后那蹦蹦跳跳的身影，心头忽然冒出一个疑问。他不动声色地放出一缕神石，朝宁幽儿探去。下一刻，他愣住了，神石如泥牛入海，竟是探查不到分毫。洛星心中一惊，他记得上次在十月之森见面时，这丫头分明才凝气境3重的修为，现在竟然完全感知不到她的境界波动。要么是她修为暴涨，高出自己太多，要么就是她也修炼了高深的敛息功法。洛星怎么不走了？宁幽儿歪着脑袋看他。洛星收回神石，笑着问：幽儿师妹，我记得上次见面时你才凝气境3重吧？对啊。宁幽儿点头，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那现在呢？宁幽儿眨了眨眼，挺起胸膛，颇为自豪地宣布：现在筑基境初期了。洛星差点栽倒在地。筑基境初期？开什么玩笑？这修炼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自己每天坚持苦修，多线操作，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就这样累死累活半个多月，也才从巨灵中期爬到巅峰。这丫头倒好，1个多月不见，直接从凝气境3重一步登上了筑基境。到底谁才是挂逼？你没骗我？洛星忍不住又问了一遍。骗你干嘛？宁幽儿理所当然地说：不信你探查一下嘛。洛星还真就不信邪，再次将神识探了过去，结果自然没有意外。他看着宁幽儿那张纯真的脸，心中百感交集。人比人，气死人啊！自己一个手握系统的穿越者，居然在修炼速度上被一个土著给碾压了。你怎么修炼的？洛星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虚心求教的意味。我没怎么修炼呀。宁幽儿歪着脑袋回忆道：就是师尊传了我功法，然后我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砰的一下就筑基了。洛星听得眼角直抽，砰的一下，说的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他感觉自己这么多天的辛勤耕耘都为了狗。宁幽儿看着他那副备受打击的模样，似乎也觉得自己说的太简单了，又补充道：师尊说了，我这不叫修炼，叫转化。转化？对啊。宁幽儿点点头，很认真地解释起来。师尊说，我过去10几年因为9天玄阴体的关系，体内积攒了海量的寒气，以前没有功法引导，这些寒气只会侵蚀我的身体，让我生不如死。但现在有了相思殿的功法，这些积攒了10几年的寒气就变成了我最雄厚的资本。洛星听完，心里好受了些。这丫头根本就不是从零开始修炼，她是在继承自己10几年的遗产。过去10几年里，那要命的寒毒，如今全成了她一飞冲天的燃料。行吧，人家那是厚积薄发，我这是白手起家，起点不一样，没法比，没法比。洛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自己可是有不朽阳神体的，凭什么不能像他一样？难道是之前没激活的缘故？算了，走吧，办正事要紧。他压下心头的杂念，带着宁幽朝秋水师姐的居所飞去。一路上，宁幽像只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洛星，你平时修炼都去哪里啊？你喜欢吃什么？我下次给你带。你的洞府好冷清，要不要我帮你布置一下？洛星只觉得一个头2个大，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付着。两人一路疾行，很快就到了秋水居。洛星刚落地，就看到秋水正站在院中浇花。她穿着淡紫色长裙，腰间系着白色飘带，乌黑的长发随风飘散，露出修长的脖颈。听到动静，秋水回头看来，来了。她笑着放下水壶，目光落在洛星身上，随即又看向他身后的宁幽。咦，还带了个小尾巴。宁幽立刻跑上前：师姐你好呀。秋水挑眉看向洛星，眼神里带着几分戏谑：你这是闹哪出？带个小姑娘过来做什么？别提了。洛星叹气，说来话长。行了，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秋水莞尔一笑，转身向屋内走去。进来说吧。宁幽跟在洛星身后，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一切。进了屋，秋水给两人斟上灵茶，然后坐下看着洛星。说吧，什么情况？洛星只好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秋水听完笑出了声。相思殿殿主的亲传弟子，9天玄阴体，啧，你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啊。宁幽眨着大眼睛。秋水师姐，你也喜欢洛星吗？秋水差点被呛到。嗨嗨，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跟他只是合作关系。合作？宁幽歪着小脑袋，什么合作呀？秋水看向洛星，洛星一摊手，别看我，你自己解释。就是一些关于功法和体质的修炼研究。秋水含糊其辞。宁幽眼睛一亮，我也想参加。不行。秋水想也不想就立刻拒绝。宁幽顿时鼓起腮帮子，有些委屈。为什么不行嘛？我也可以帮忙的。秋水无奈地看向洛星，用眼神示意，你自己的小尾巴自己处理掉。他想看着，那就让他看着咯。
洛星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耸了耸肩。秋水脸腾地红了。那怎么行？很难为情的好不？宁幽好奇地看着两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秋水看着洛星那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气得紧咬银牙。你这家伙就不能正经点？我很正经啊。洛星摊手，是你自己不好意思。秋水瞪了他一眼，转头看向宁幽。小丫头，你真想跟着？宁幽用力点头。想。秋水沉默片刻，起身走到宁幽身边，俯身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洛星坐在一旁，看着秋水那红润的唇瓣一张一合，以他的耳力，那些赤裸裸的描述听得一清二楚，让他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这女人为了吓退宁幽，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片刻后，秋水直起身，笑盈盈地看着宁幽。只见宁幽的小脸涨得通红，眼神在洛星和秋水之间来回飘忽，带着几分羞怯，几分震惊，还有一丝莫名的兴奋。怎么样，还要看吗？秋水问。宁幽咬了咬下唇，小声说：没关系的，两个人一起，效率不是更高吗？秋水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手都抖了一下。这丫头脑子到底是什么构造？小丫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知道呀。宁幽脸还红着，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修行之路本就艰难，双修能让修为突飞猛进，这种事不应该人多力量大吗？洛星嘴角抽了抽，这相思店店主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教出这么个徒弟？秋水看着宁幽那张认真的脸，无奈地叹了口气。行吧，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他认命般的转身往内室走去，宁幽立刻兴高采烈地跟上。洛星跟在最后，心情颇为复杂的踏入了那个熟悉的房间。进了房间，秋水熟练地激活阵法。宁幽好奇地打量着房间里的布置，眼睛都亮了。好精妙的阵法，你还懂阵法？秋水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懂一点点。宁幽谦虚道，师尊说相思道须领悟天地之情，而阵法便是天地规则最直观的体现之一。秋水点点头，不愧是店主亲传。他走到床边坐下，抬眼看向洛星。过来吧，洛师弟。洛星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宁幽也凑了过来，眼巴巴地看着两人。秋水瞥了他一眼，坐那边看着就行，别捣乱。好。宁幽乖巧地在不远处的蒲团上坐下，双眼晶亮。洛星看着秋水那张微红的脸，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怎么，秋水师姐还不好意思了？废话，有个人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能不尴尬吗？秋水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平时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挺大胆的吗？秋水咬着牙。那能一样吗？洛星笑了笑，不再言语撩拨，干脆利落地直接躺下。秋水深吸一口气，索性将心一横。罢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多个人看又不会少块肉。他指尖掐诀，玉露凝真诀悄然运转，整个过程秋水都闭着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显然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毕竟这和之前两人单独相处时完全是两种感觉。旁边可还坐着一个货真价实的观众。蒲团上，宁幽清澈的大眼睛睁得溜圆，水润的阴唇微微张着，一副被惊呆了的模样。他看见一缕缕璀璨的金色气流自洛星体内蒸腾而起，霸道而灼热，仿佛要将空气都点燃。而秋水师姐则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织女，以自身灵力为缩，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金色丝线牵引、梳理、吸收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二人之间交织、流转，形成一种玄妙而亲昵的循环。宁幽的小脸渐渐染上红晕，呼出的气体都变得灼热。原来这就是双修吗？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眼神愈发明亮。秋水闭着眼，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宁幽就坐在旁边这件事。可越是这样，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就越强烈。他能感觉到宁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羞耻感如潮水般涌来。秋水咬紧下唇，脸颊烫得厉害。奇怪的是，这份羞耻感并没有让他停下，反而让玉露凝真诀运转得更加顺畅，体内的灵力流转速度竟然比平时快了30%。怎么回事？秋水心中疑惑，但动作却没停。整个过程中，他的心跳越来越快，额间甚至渗出了细密的香汗。秋水师姐，你的脸好红啊！宁幽突然出声。秋水浑身一僵，差点岔气。别说话。他咬牙道。哦。宁幽乖巧地捂住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秋水越来越熟练，动作也越来越大胆。渐渐的，他发现自己竟然习惯了宁幽的注视，甚至秋水咬着下唇，心中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他竟然觉得有人看着的感觉还挺刺激。这个想法一冒出来，秋水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对，一定是功法影响了自己的情绪。
他连忙压下这个危险的念头，专心炼化玉露。可越是这样，那种微妙的刺激感就越强烈。秋水的动作不自觉地变了，洛星立刻察觉到了变化。他睁开眼，看着秋水的娇艳脸庞，嘴角抽了抽。这女人该不会是被激发出什么奇怪的癖好了吧？另一边，宁幽儿正襟危坐，清澈的大眼睛越睁越大，水润的阴唇微微张开，小脸上满是震撼。她看着秋水师姐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亲密，自己的小脸也跟着烧了起来。原来还能这样吗？她小声嘀咕。秋水听到这话，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半个时辰后，一滴金色的玉露在缓缓成型。秋水长舒一口气，连忙坐直身体。她看着手中的玉露，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怎么会这样？这一滴玉露的品质竟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高。秋水下意识地抬眼看向一旁好奇宝宝似的宁幽，一个荒唐的念头浮上心头。难道被他这么盯着，自己反倒不可能？他立刻甩开这个羞耻的想法，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秋水思索着，目光落在洛星身上。洛星已经坐起身，玩味地看着他。秋水师姐，今天表现不错啊。他笑道。秋水俏脸一红，瞪了他一眼。闭嘴。这时宁幽走了过来。师姐，我可以试试吗？秋水立刻拒绝。你又不是修极乐道的，是什么事？为什么不行吗？宁幽鼓着腮帮子。我师尊说了，双修是增进男女感情最快的方式。既然洛星可以和师姐你一起修炼，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这理直气壮的模样让秋水一时语塞。他目光投向一旁看戏的洛星。洛星，你带来的人你自己处理。洛星看着宁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突然脑中灵光一闪。等等，宁幽是9天玄阴体，而秋水的玉露凝真诀本质上是通过牵引纯阳之气，在体内与自身阴寒灵力中和，最终凝练成玉露。如果让宁幽来施展这门功法，9天玄阴体那海量的寒气配合玉露凝真诀，效果岂不是洛星越想越觉得靠谱？秋水师姐，我倒是有个想法。秋水疑惑地看向他。什么想法？你的玉露凝真诀，幽儿师妹能不能修炼？秋水愣了一下。什么意思？你想想，这功法的核心是什么？洛星分析道，是通过阴阳调和，将纯阳之气转化成玉露。而幽儿师妹是9天玄阴体，体内寒气之浓郁远超常人。秋水眼睛逐渐亮了起来。他是个聪明人，洛星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让他修炼玉露凝真诀，用他体内的寒气来牵引你的纯阳之气？没错。洛星点头。如果这个设想成立，那效率应该会比现在高很多。秋水沉思片刻，目光在洛星和宁幽之间来回转动。理论上确实可行。他喃喃道，9天玄阴体的寒气质量远超普通修士，如果配合玉露凝真诀，凝练出的玉露品质说不定会……他越说越兴奋。作为一名资深的研究爱好者，洛星的话精准地戳中了他的痒处。宁幽歪着脑袋。所以我可以试了吗？秋水犹豫了。可这功法是我从红尘路改良而来的，虽然我有自信，但毕竟没经过大规模验证。那就拿我做第一个验证对象呀。宁幽蹦跶着凑过来。师姐，你把功法交给我吧。秋水看着他那双期待的大眼睛，最终还是心软了。好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功法修炼起来并不轻松。没关系。宁幽用力点头。秋水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简，递给宁幽。这是玉露凝真诀的完整功法，你先看看能不能领悟。宁幽接过玉简，神识探入其中。房间里安静下来。洛星坐在一旁，看着宁幽那张认真的小脸。大约1刻钟后，宁幽睁开眼。好精妙的功法。他满是崇拜地看着秋水。师姐，你太厉害了。秋水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可你能看懂就行。觉得怎么样？能修炼吗？能。宁幽兴奋道。而且我觉得这功法跟我的体质很契合，师尊传给我的相思诀里也有类似的阴阳调和之法。秋水松了口气。那就好，不过第一次施展，你可得小心点。宁幽乖巧的点头。他走到洛星身边，有些紧张地搓着手指。洛星，那我开始了。洛星点了点头。宁幽深吸一口气，小脸涨得通红。他盯着洛星看了半天，突然凑上前，张开红润的小嘴对着洛星的嘴唇就狠狠地啃了下去。死！洛星当场痛呼一声，整个人从玉床上弹了起来。他捂着嘴，眼泪都快腾出来了。宁幽也愣在那里，小脸通红，手足无措。秋水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噗！他直接笑喷了，花枝乱颤，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这是在干什么？秋水笑得直不起腰。宁幽委屈地撇撇嘴。师姐不是这么做的吗？我看你刚才那是亲吻。秋水好不容易止住笑，
上气不接地说：“不是让你咬他。”他说不下去了，又开始笑。洛星摸了摸隐隐作痛的嘴唇，还好自己炼体有成，不然怕是要破相了。他哭笑不得的看着一脸委屈的宁幽。幽儿师妹，你这是亲嘴还是啃骨头？宁幽儿脸更红了，小声道：“对不起，我第一次。算了算了，躺下吧。”洛星无奈，还是得自己动。啊！宁幽儿愣住，我先教教你。洛星拍了拍身边的位置，不然照你这样，我嘴都要被咬烂了。秋水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肩膀不停耸动。宁幽儿红着脸，听话的躺下，紧张的浑身僵硬。洛星侧过身，手撑在他身侧，低头看着那张精致的小脸，放轻松。他俯下身，温热的唇瓣轻轻附上他红润的小嘴。宁幽儿一僵，睫毛颤得厉害，呼吸也越来越灼热。秋水放下茶杯，视线落在两人身上，喉咙有些发干。他突然想起刚才自己被宁幽儿盯着时的感觉，原来当观众也这么。秋水咬了咬下唇，脸颊微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洛星抬起头，宁幽儿已经满脸潮红，眼神迷离。学会了吗？宁幽儿小声应着，声音软得不像话。那试试运转功法。宁幽儿点点头，闭上眼，开始运转玉露凝真诀。功法初一运转，整个房间的温度都骤降了几分。秋水瞳孔一缩，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宁幽儿体内那股恐怖的寒气正在苏醒。洛星体内的纯阳之力也仿佛受到了挑衅，开始不受控制地躁动起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极致力量隔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宁幽儿睁开眼，眸中满是惊奇，好强的吸引力。他能感觉到洛星体内那股霸道灼热的纯阳之气对他有着致命的诱惑。别急，慢慢来，洛星提醒道。宁幽儿深吸一口气，按照功法上记载的路线，小心翼翼地牵引着那股纯阳之气。金色的气流缓缓流入他体内，与他那股冰寒的灵力相遇。两种力量刚一接触，就爆发出激烈的反应。宁幽儿闷哼一声，小脸瞬间煞白。怎么回事？秋水连忙问。太烫了。宁幽儿咬着牙，额头渗出冷汗。这股力量好霸道，我的寒气压不住它。洛星皱眉，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纯阳之气在宁幽儿体内横冲直撞。别硬压，顺着它。秋水出声指导。玉露凝真诀的核心是引导，不是压制。宁幽儿闻言，连忙改变策略。他不再试图用寒气去硬抗，而是分出一缕缕更精纯的玄阴之气，如丝线般小心翼翼地去缠绕，包裹那狂暴的阳气。起初，那些玄阴之气一触即溃，但他毫不气馁，一次次尝试下，终于渐渐找到了窍门，成功为那股阳气开辟出一条顺畅的经脉河道。狂暴的阳气渐渐平复，顺着他开辟的路线流转。每流转一周，就会有一小部分阳气被玄阴之气中和炼化，最终在他丹田处凝聚成一滴微小的金色液滴。秋水看得眼睛都直了，这效率比他快了不止1倍，而且那金色液滴的品质明显比他凝练出的玉露更加纯粹。1个时辰后，宁幽儿缓缓睁开眼，脸上红晕未散，眸光却亮得惊人。他摊开手心，一滴散发着柔和金光的玉露静静悬浮，其中蕴含的能量让秋水都为之侧目。成功了！秋水立刻凑过去，仔细端详片刻，眼神复杂的看着宁幽。你这丫头还真是天生吃这碗饭的，这品质已经接近她全力以赴时的巅峰水准。而这只是宁幽第一次尝试，原来双修是这种感觉。宁幽小声嘀咕，感受着体内增长的修为，脸上满是新奇与满足。好奇妙。洛星心念一动，看向系统面板，修炼点加2530。看到这个数字，洛星心一跳，2500多点。要知道宁幽修为才处激进初期，玉露凝真诀也才刚刚修炼。果然9天玄阴体配合玉露凝真诀，简直恐怖如斯。洛星心中惊喜，看向宁幽的眼神瞬间变得灼热。秋水师姐，看来你的功法确实适合幽儿师妹。洛星笑道。秋水白了他一眼，废话，9天玄阴体啊，这要是还不适合，那就没什么体质适合了。他看向宁幽，叮嘱道：丫头别太得意，这功法对经脉负担极大，1天最多2次，贪多嚼不烂。知道了师姐。宁幽乖巧的点头。洛星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看着面前2张红扑扑的娇俏脸蛋，心情不错。一个抠水师姐就够养眼了，现在又多了个宁幽，简直是双倍快乐。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这就走。秋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不多待会儿。收获够大了，得懂得节制。宁幽立刻站起身。那我也走。秋水看着他那副粘人的模样，笑着摇头。你可真是寸步不离啊。嘻嘻。洛星看向秋水。对了师姐，这次的玉露就给幽儿吧，我用不上。确定。
洛星点头，他刚学会功法，这东西对他更有用。宁幽儿眨着大眼睛看他，小脸上满是惊喜。洛星，你对我真好，是不是喜欢我了？师尊说，男人只会给自己喜欢的女人送礼物。洛星翻了个白眼，这是你应得的报酬，不是礼物，懂吗？宁幽儿歪着脑袋，报酬？可是我没做什么啊。你配合我做实验了，当然算作是。洛星说的理所当然，那也是我自愿的呀。宁幽儿不解地挠挠头，而且明明是我占了便宜，修为都涨了1阶呢。秋水在一旁娇笑不止。好了好了，以后咱们的产出平均分配吧。不用。洛星摆摆手，以后你们2个分就行，这玉露对我没什么用。秋水愣了一下，宁幽儿也眨着大眼睛看他，怎么会没用？秋水疑惑，玉露凝真诀炼出的玉露，可是对提升修为和巩固境界都很有帮助的。洛星干咳一声，我有别的修炼方式，这玉露对我来说效果不大。他有系统在，每次和秋水或宁幽儿施展功法时获得的修炼点才是大头，至于那些玉露，对他来说确实可有可无。秋水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行，既然我们的大功臣不要食物，那就折算成灵石吧。他想了想，取出1袋灵石递给洛星。洛星神念一扫，里面起码有上千块灵石。这么多？废话。秋水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以为你的纯阳之气是大陆货？要不是姐姐，我最近手头紧，给你的只会更多。洛星嘿嘿一笑，毫不客气地收下。反正大家都是交易，明码标价，谁也不欠谁的。宁幽儿看着2人银货两讫的模样，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原来双修还要给钱的呀。他恍然大悟，那以后我也给洛星灵石。你可别学他。洛星连忙道，你跟秋水师姐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宁幽儿歪着脑袋。秋水师姐是合作伙伴，你是……洛星顿了顿，凑到他耳边低语，你是要做我道侣的人。宁幽儿小脸一红，但眼睛却更亮了。对哦，我是要做你道侣的。秋水幽怨地瞥了洛星一眼。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腻歪了，赶紧走。洛星起身，宁幽儿立刻跟上。2人出了秋水的居所，宁幽儿还兴奋得不行。洛星，我们现在去哪儿？回洞府修炼。那我陪你。你不用自己修炼，陪你一起修炼呀。宁幽儿理直气壮。洛星看着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只觉得一阵头大。这丫头是真打算寸步不离了。2人一路回到清幽谷，刚踏入院子，就看到林菲儿一袭白裙，背对着他们坐在石凳上，身影有些落寞。洛星走上前去，轻声喊道：“菲儿师姐。”林菲儿闻声转过身，脸上挂着一抹浅淡的笑意。回来了。洛星愣了愣，这语气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师姐，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林菲儿站起身，理了理裙摆，等你回来而已。宁幽儿看着林菲儿，小声问：“林师姐，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没有啊。林菲儿笑得依旧温柔。我为什么要不开心？洛星后背发凉。他笑得越是温柔，语气越是平静，就说明问题越大。这比直接发火要命多了。幽儿师妹，你先去那边坐会儿。林菲儿指了指院中的另一处石凳，我跟洛星有些私事要谈。哦。宁幽儿看了看洛星，又看了看林菲儿，乖乖走到一旁坐下。林菲儿拉着洛星走到院子角落，确认宁幽儿听不到后才松开手。他抬起头，直视着洛星的眼睛。洛星，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要跟他结为道侣？洛星刚想解释，林菲儿却摇了摇头。你先听我说完。他吸了口气，眼神里情绪翻涌。其实我想了一天，想通了。洛星一愣，想通什么？师尊今天找我谈过了。林菲儿垂下眼眸，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关于合欢宗，也关于我自己。洛星沉默地听着。师尊说，你的体质特殊，注定不可能只属于一个人。林菲儿的声音有些发涩。我知道，在合欢宗，或许我不该有这种想法。你的体质，师尊也都和我说了，我控制不了你，也不想成为你的束缚。但是，他猛地抬起头，眼眶泛红，却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倔强。我可以接受你有其他道侣，也可以接受你跟宁师妹在一起，但我有我的底线。什么底线？无论以后你身边有多少人，你的道侣名单里必须有我一个。你不能丢下我。林菲儿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哪怕你不再需要我，哪怕你有了更好的选择，你也得留我在你身边。洛星看着他眼中的倔强和委屈，心一下就软了。就这啊，师姐。他上前一步，不由分说地将他搂进怀里，在他耳边低笑道：“想什么呢？把你扔了，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师姐给我当陪练，还帮我提升修为？我承认宁幽儿的体质很特殊，对我修炼帮助很大。”洛星打断他，但这不代表我会因此就忽略你。他松开怀抱，捏了捏林菲儿气鼓鼓的脸蛋，
笑嘻嘻地说：“再说了，别人是别人，你是你。”师姐香香软软的怀抱是独一无二的。林菲儿眼眶一红，冷哼一声：“你就知道花言巧语？这怎么是花言巧语？”洛星一脸无辜，抓起他的手按在自己心口，千真万确。不信你听听，他为你跳得多厉害。谁要摸你的心了？不正经。你看师姐脸红的样子，比什么体质都管用，我感觉修为都要长了。洛星坏笑道。林菲儿又羞又气，最后还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真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他靠在洛星怀里，声音闷闷的。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不要我？放心。洛星拍了拍他的背，语气轻快，除非你哪天嫌弃我了，不然我这辈子就赖上你了，赶都赶不走。两人回到院中，宁幽立刻蹦了过来。你们和好了？林菲儿瞪了他一眼。和什么好？我们本来就没吵架。宁幽歪着脑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笑得眉眼弯弯。那就好，我还以为林师姐要生气了呢。我生什么气？林菲儿别过脸，耳根却悄悄红了。正说着，玉流苏从洞府中款款走出，看到院中三人，他唇角勾起一抹笑意。哟，这么热闹。师尊。林菲儿连忙上前行礼。宁幽也乖巧地扶了扶身。玉长老好。玉流苏笑着点头，目光在三人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洛星身上。我的小宝贝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今天的研究可还尽兴？洛星干咳一声。还行。玉流苏笑而不语，转头看向林菲儿。菲儿修为精进不小，2天后就是内门大比了，你准备的如何？林菲儿脸上闪过一丝紧张。弟子还在努力。努力是好事，但临阵磨枪更要讲究方法。玉流苏的目光若有若无地飘向洛星，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光靠自己闭门苦修可不够。林菲儿脸疼得红了，低下头不敢看人。玉流苏又笑盈盈地看向宁幽。幽儿啊，你和洛星的3月之约，姐姐记得很清楚，不过这2天能不能先放他一马？宁幽眨着大眼睛。为什么啊？你看菲儿师姐2天后就要参加大比，正是需要冲刺的关键时候。玉流苏循循善诱，她需要洛星帮忙稳固境界，你要是总黏着她，菲儿师姐可就错失良机了。宁幽歪着脑袋看看林菲儿那副紧张又期盼的模样，懂事的点了点头。好吧，那我这2天就不打扰洛星了。林菲儿闻言，紧绷的香肩悄然一松，心底涌上一股复杂的滋味，既有争得一时上风的窃喜，又有一丝不得不与人分享心上人的酸涩。不过内门大比我能去观看吗？宁幽追问。当然可以。玉流苏笑道，道师姐姐带你同去。宁幽顿时喜笑颜开。太好了，我给你们加油。他说着便要告辞。那我先回去了。临走前，他却突然跑到洛星面前，飞快地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吧唧了一口。洛星，记得想我哦。话音未落，少女的身影已化作一道流光远遁。洛星下意识摸了摸脸颊，那里还残留着少女的唇香和湿润。玉流苏掩嘴轻笑，这丫头还真是可爱。旁边的林菲儿贝齿轻咬红唇，原本缓和的脸色瞬间又结了一层薄霜。好了，都别闹了。玉流苏拍了拍手，正色道：菲儿，这2日你别安心与洛星一同修炼，其他的事待大比之后再说。是，师尊。玉流苏看着眼前这对璧人，对洛星抛了个媚眼。洛星，菲儿可就交给你了，别让姐姐失望哦。他丢下这句话，便转身款款回了洞府，将空间留给了2人。洛星干咳一声，那个师姐，我们是去你那儿还是我这儿？林菲儿红着脸小声反问。你想去哪边？洛星顿时来了精神，凑近他耳边低语。那当然是去师姐的闺房了，总在同一个地方会腻的。那就去我那边吧。与此同时，相思殿深处，静室中，一名身穿墨裙的绝美女子盘膝而坐，指尖灵光流转，正细细雕琢着一块暖玉。玉石的轮廓是个男子，奇怪的是没有五官。他神情专注至极，仿佛这方寸玉石便是他的整个世界。师尊，我回来了。宁幽欢快的声音由远及近。莫轻柔睁开眼，唇角勾起一抹淡笑。回来了。宁幽雀跃地跑进来，扑进女子怀里。师尊，我今天见到他了。莫轻柔笑着摸了摸他的长发。看你这高兴的样子，想来进展不错。当然了。宁幽扬起小脸，大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还跟他双修了呢。哦。莫轻柔抚摸徒儿秀发的手微微一顿，那份漫不经心的笑意里终于多了几分认真。手腕伸出来，让为师看看。宁幽乖巧地伸出手腕，莫轻柔指尖轻搭，一缕灵力探入宁幽经脉之中。下一刻，他眼波一凝，宁幽体内那股熟悉的玄阴之气中竟多了一股格格不入的存在。
那是一缕缕璀璨至极的金色阳气，霸道、灼热、纯粹，宛如初生的烈阳，就那么蛮横地盘踞在宁幽儿的丹田气海中。他非但没有被海量的玄阴之气同化，反而散发着一种唯我独尊的凛然气息。最让他心神俱震的是，他从这些阳气中捕捉到了一丝永恒不灭的韵味，仿佛这缕气息自天地初开时便已存在，亘古长存，不朽不灭。莫清柔猛地抬头，美眸里满是惊骇。幽儿，他的声音有些干涩，你和他双修时是什么感觉？感觉？宁幽儿并未察觉师尊的异样，红着脸回忆道：就是很舒服，很温暖呀。他的阳气让我全身都暖洋洋的，以前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感觉一下子就没了。而且他的阳气好霸道，我的玄阴之气差点都压不住呢。霸道何止是霸道，这股气息纯粹，亘古长存。莫清柔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他脑海中闪过一段尘封在宗门最深处典籍里的记载，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名字。难道会是他？不可能，那只是传说。他缓缓站起身，在静室中来回踱步，绝美脸庞上神情变幻不定。不朽阳神体、九天玄阴体，两种传说中的极致体质，竟在同一时代、同一宗门内出现，并且还产生了最原始的阴阳交汇。怪不得幽儿这丫头只是见了他几面，便如失了魂魄。这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一见钟情，而是源自于体质本源的最致命的吸引。师尊，你怎么了？宁幽儿看着自家师尊一反常态的模样，有些担心的扯了扯他的衣袖。你脸色好难看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莫清柔回过神，低头看着徒弟那张天真脸，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他悠悠叹了口气，伸手捏了捏宁幽儿的脸蛋。没怎么，为师只是觉得你这丫头的运气好得让人嫉妒啊。宁幽儿更迷糊了。莫清柔按住心头的波澜，将宁幽儿拉到身边。幽儿，跟为师说说，那个洛星如今是何修为？距临近中期啊。宁幽儿老实回答，不过我总觉得他隐藏了实力，具体多强就不知道了。距临近中期，莫清柔眉头紧皱，他年岁几何？何时入的道？看着也就20岁上下。宁幽儿歪着头，1个多月前我见他时还是宁气境呢，后来被玉流苏长老带走，做了道侣。莫清柔豁然起身，衣袂无风自动。1个月从宁气到距临中期，这绝无可能。门古籍有载，不朽阳神体虽霸道无匹，却也受其所累，修行之路步步维艰，速度远逊常人，且寻常功法根本无法驾驭。可这洛星为何会是个例外？是古籍有误，还是他身上藏着更大的秘密？他修炼什么功法？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宁幽儿摇头，不过他跟玉长老关系很好，应该是玉长老传授的吧。玉流苏莫清柔脑中闪过那个名字，极乐殿内门长老，宁丹境后期，一个困于瓶颈多年的女人。他沉吟片刻，换了个问题：你与他双修，可曾察觉他有何异常之处？宁幽儿想了想，特殊能力倒是没有，就是他的阳气特别纯粹，好像永远用不完一样。还有呢？还有就是，宁幽儿脸红了，他很会亲嘴。莫清柔额头青筋直跳，为师问的是修炼。哦。宁幽儿吐了吐舌头，修炼的话，我感觉他很轻松，完全不像秋水师姐那样需要小心翼翼。秋水？宁幽儿一惊，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捂住小嘴。说。莫清柔的声音不容拒绝。就是洛星之前一直在帮秋水师姐做实验。宁幽儿老实交代，秋水师姐改良了一门功法，叫玉露凝真诀，需要洛星配合。我今天也是跟着他们一起修炼的。宁幽儿只好把玉露凝真诀的事情和盘托出。莫清柔听完，眼神愈发幽深。秋水，百幻殿秋月的妹妹。幽儿，为师问你。莫清柔盯着宁幽儿的眼睛，你为何如此执着于那个洛星？宁幽儿愣了一下，小脸红透。因为我心悦他。心悦？莫清柔摇头。你可知何为心悦？就是想时时刻刻看到他，想跟他待在一起。宁幽儿答得理所当然。师尊不是说相思道便要寻一个能让自己心动之人吗？莫清柔轻叹，这傻丫头哪里懂得什么心动，不过是九天玄阴体对不朽阳神体源自本能的追逐与渴望。他伸手摸了摸宁幽儿的长发，眼神复杂。幽儿，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这份感情只是因为体质而非真心，你会怎么办？宁幽儿想了想，眼神却很清亮。那我就把假的变成真的。师尊不是也说情之一字亦可日久生根吗？莫清柔闻言竟是一怔，这丫头反倒比他看得通透。罢了。他站起身，既然你喜欢，那为师便助你一臂之力。真的吗？宁幽儿眼睛发亮。不过莫清柔话锋一转，为师也想见见这个洛星。
宁幽儿立刻点头，好呀好呀，不过可能要等2天后了。他有些苦恼地补充道，洛星也要参加这次的内门大比，这2天要跟林芬师姐一起闭关冲刺呢。哦，他也要参加。莫清柔闻言，眼神玩味，那正好，不必等了。2日后的内门大比，为师会亲自去极乐殿观战，届时为师倒要看看这个让你如此着迷的男子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宁幽儿兴奋地蹦了起来，太好了，师尊一定会喜欢他的。莫清柔没有说话，只是转身看向窗外，夜色深沉，星光点点。他低头看着手中那块还未雕刻完成的暖玉，眸光幽深。不朽阳神体如果真是那个体质，那这个洛星未来恐怕会成为整个合欢宗争夺的焦点。有意思，他低语着，唇边的笑意绝美而危险。或许是时候给这尊玉像刻上5官了。2天后，晨光熹微，洛星从林芬儿的洞府中走出，伸了个懒腰。这2天可把他累坏了。为了让林芬儿在大比中有更好的发挥，他可是尽心尽力，夜以继日地帮他巩固境界。洛星，等等我！身后林芬儿追了出来，虽步履略显虚浮，但眉眼间的气色却前所未有的好。他嗔怪地白了他一眼，都怪你，非要拖到现在，这能怪我？洛星一脸无辜，是师姐自己说，根基尚未稳固，须得再加把劲。你还说？林芬儿脸颊绯红，跺了跺脚。2人正笑闹着，一道娇俏的身影从远处飞掠而来。洛星，宁幽儿落在他面前，兴高采烈地扑过来。洛星连忙接住他，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给你打气的呀。宁幽儿扬起小脸，眼睛亮晶晶的。林芬儿看着2人亲昵的模样，唇角抿了抿。这时玉流苏也从洞府中走了出来，风姿绰约。都准备好了。师尊。林芬儿上前行礼。玉流苏点点头，目光在3人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洛星身上。你可别给姐姐丢脸哦。放心吧，玉姐姐，保证给您长脸。洛星拍着胸脯，油嘴滑舌。玉流苏笑骂一句，走吧，时辰快到了。4人一路向极乐殿的演武场飞去。还未靠近，鼎沸人声便已扑面而来，广场上人山人海，几乎全是女修，环肥燕瘦，莺声燕语，好一派活色生香的景象。洛星的目光却被人群中零星的几个男修吸引了。这是他入宗以来第一次见到除自己以外的男性弟子师尊。那些男修士，哦，那些啊。玉流苏随意一瞥，语气平淡，都是些女弟子的道侣，平日里宝贝的紧，也就这种场合才舍得带出来见见光。原来合欢宗的男修竟是这般光景。洛星若有所思地看向身侧，却正好对上林菲儿警告的眼神。他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步，靠得他更近了些。这时人群前方忽然爆发出一阵不小的骚动。快看，苏禅来了！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顿时引起一阵骚动。陈长老那个亲传弟子，听说他前阵子在10月之森吃了大亏，连修为都跌了。真的假的？那还敢来参加大比？他平日里可没少得罪人。洛星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通道。苏禅一袭红衣，面带轻纱，款款走来。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最后死死定在洛星身上。2人视线相对，仿佛有无形的火花迸溅。苏禅冷笑一声，眼中满是恨意。林芬儿下意识地往洛星身边靠了靠。别怕。洛星轻声道，有师尊在，他不敢乱来。玉流苏冷冷地看着苏禅，眼中闪过一丝寒意。苏禅对上玉流苏的目光心里一颤，连忙移开视线。哼，等着瞧吧。他撂下一句狠话，转身走向了另一边的参赛区。别管他。玉流苏拍了拍洛星的肩膀，专心比试就好。姐姐放心。这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时辰已到，极乐殿内门大比现在开始。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广场中央，一座巨大的高台缓缓升起，台上站着几名身着华服的女执事，气息都在宁丹境以上。其中一人上前一步，朗声道：本次大比规则如下，参赛者需在规定时间内击败对手，获胜者晋级下一轮。比试过程中禁止使用任何丹药、符箓等外物，只能凭借自身实力。禁止下死手，一旦有人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比试立即结束，违者取消资格。话音落下，广场上的弟子们纷纷应声。第1轮比试采取抽签制，请参赛者上前抽签。话音刚落，数百名女修便涌向高台。洛星和林芬儿也跟着走了过去。人群中，洛星瞥见了几道熟悉的身影，柳青梅、秋水，他们的目光投来都带着几分莫名的意味。洛星干咳一声，装作没看见。抽签很快结束。洛星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玉签，上面刻着7-2字样。演武场分成了10个区域，7代表他被分在了7号擂台，
2则是第2轮上场。林菲儿抽到的是35，意味着他在3号擂台第5轮出场。两人对视一眼，林菲儿轻声道：“你小心点。”“放心。”洛星笑着捏了捏他的手。“宁优，凑过来。”“洛星加油，我会一直看着你的。”“行了，别闹了。”玉流苏拉着宁优跟姐姐去观战席。宁优被带往弟子观众席，玉流苏则径直走向高台上的长老席。高台之上，一众长老陆续落座，最上手是3位气息深不可测的神功境长老，端坐云台俯瞰全场，其下便是玉流苏等名单境的执事长老。玉流苏刚一落座，身旁便香风袭来，一个身着红衣的妖娆身影扭着腰肢走来，毫不客气地在玉流苏身旁坐下，正是陈雪玲。哟，玉师妹今日倒是来得早。玉流苏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怎么，我平日里来得很晚吗？”“那倒不是。”陈雪玲掩住红唇，发出一串银铃般的假笑：“只是听闻玉师妹最近收了个宝贝，想来今日是特意来给她捧场的吧？”玉流苏懒得理他，自顾自端起茶盏。见状，陈雪玲眼底闪过一丝恼意，但很快又笑了起来。说起来，我那不成器的徒儿前些日子在10月之森受了点委屈。他话锋一转，听说就是师妹你这宝贝下的手。玉流苏放下茶盏，转头看向他，唇角噙着一抹冷笑：“师妹这话可就说错了。你那徒儿在10月之森对我门下弟子下杀手，动用欢喜古印这等阴毒手段，若非我那孩子命大，此刻怕已是2具枯骨。师妹此言差矣。”陈雪玲笑得娇媚，小辈之间切磋，手上没个轻重是常有的事，说不定婵儿只是欣赏你那徒弟，想指点他们一番呢。指点？玉流苏嗤笑出声：“陈师姐，大家心知肚明，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徒儿是什么货色，你比我清楚。”陈雪玲的笑声冷了下去：“我徒儿如何，还轮不到师妹你来教训。不过你那宝贝炉鼎，我可是眼馋得紧。”他那双勾魂的眸子肆无忌惮地落在远处的洛星身上，舌尖轻轻舔过红唇。这话一出，周围几个执事长老的目光都变得微妙起来。玉流苏脸上的笑意淡去，眸光冷了下来：“陈雪玲，我的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惦记的。”“咯。”陈雪玲笑得花枝乱颤：“师妹何必动气，我不过是欣赏。这等极品，若能与我那婵儿结为道侣，岂非美事一桩？你的徒儿……”玉流苏嗤笑，语气轻蔑：“他也配？苏婵对我徒儿下杀手，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你若再敢打洛星的主意，就别怪我新账旧账一起算。”陈雪玲的笑容僵在脸上，眼中的恼恨几乎要溢出来。当着众长老的面被玉流苏如此羞辱，他却不敢当场发作，只能重重冷哼一声，甩袖将头扭向一边。高台最上方，云雾缭绕的雅座中，一名身着墨裙的女子静静坐着。她并未理会下方执事长老间的唇枪舌剑，一双幽深的眸子自始至终都落在洛星身上。演武场上，10座擂台同时开启。洛星站在7号擂台下，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第1轮比试已经开始，各个擂台上灵力波动，此起彼伏，喊杀声震天。他的目光扫过其他擂台，大多是巨灵境的弟子在交手，招式虽然花哨，但在他眼里破绽百出，实在勾不起半点兴趣。正无聊间，6号擂台上一道青衣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一袭青衫，长剑出鞘，剑意凌厉，竟是祝九思。洛星眼睛一亮，饶有兴致地看了过去。擂台上，祝九思的对手是个巨灵境巅峰的女修，身材高挑，手持一柄长鞭。师妹小心了。女修笑着抱拳，长鞭在空中甩出一道残影。祝九思微微颔首，长剑出鞘，剑光一闪，快得让人几乎看不清轨迹。什么？女修瞳孔骤缩，手中长鞭还未来得及挥出，剑尖已抵在她喉间3寸处。冰冷的剑意让她浑身僵硬，额头冷汗直冒。承让。祝九思收剑归鞘，转身下台。整个过程不过3息，擂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我去，这也太快了吧！一剑就一剑，那可是巨灵境巅峰啊，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这剑修是谁？好强的实力，以前怎么没见过？听说是新入门的，好像叫祝九思。洛星看着祝九思下台的背影，若有所思。观众席上，宁幽兴奋地站了起来，朝着祝九思的方向挥手：“祝师姐，这里。”祝九思抬头看去，见是宁幽，清冷的脸上露出一抹浅笑，微微点头。宁幽更高兴了，转头对身边的女修说：“看到没？那是我师姐，厉害吧？厉害。”旁边的女修敷衍的点头。洛星收回目光，执事的声音恰好响起：“7号擂台第2轮，洛星对战周灵儿。”洛星慢悠悠地走向擂台，周围的女修们纷纷投来炙热而大胆的目光，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议论声更是露骨。
那就是狱长老新收的男宠。光是看着这身段和脸蛋就让人流口水。听说是个极品炉鼎，不知道床上功夫如何，能不能把人伺候舒服了。长得好生俊美，真想尝尝他的滋味，羡慕死狱长老了。他也要参加大比。一个靠脸蛋和胯下上位的男宠，能有什么真本事？别一招就被打下台了，那可就不好玩了。洛星对这些污言秽语充耳不闻，纵身跃上擂台。刚踏上擂台，对面就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红衣女修，距临近后期修为，正用一种古怪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你就是洛星？女修舔了舔红唇。洛星挑了挑眉，师姐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周灵儿媚笑一声，只是好奇，能让狱长老看上的男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洛星干咳一声，师姐，可以开始了吗？小师弟别急嘛。周灵儿扭着腰肢走近，吐气如兰。擂台上打打杀杀多没意思，不如你直接认输，今晚来师姐洞府，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如何？洛星摇头，那可不行，我还指望着拿个好名次呢，不识抬举。周灵儿脸色一冷，手中凭空出现一柄短剑，手腕一抖，短剑化作一道寒芒直取洛星面门。洛星只是将头轻轻一侧，短剑便擦着他的鼻尖飞过。师姐这是要下狠手，自然要试试你的深浅。周灵儿娇喝一声，身形如红蝶般扑来，短剑在空中挽出数朵剑花，寒光闪烁，封死了洛星所有闪避空间。短剑在空中划出数道寒光，封死了洛星所有退路。洛星脚下一点，雷光一闪，身形如鬼魅般后退数步。周灵儿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这速度，他手腕急转，短剑变刺为削，角度刁钻地划向洛星咽喉。洛星抬手，两指夹住剑身。什么？周灵儿脸色骤变，他奋力抽剑，那短剑却仿佛被焊死在对方指尖，纹丝不动。师姐，得罪了。洛星手腕一抖，周灵儿便感觉一股巧劲传来，短剑不受控制的脱手飞出。他心头大骇，还未做出下一个反应，洛星的身影已如幻影般贴近，一只手掌轻轻按在了他的肩头。认输吗？周灵儿咬着红唇，满脸的不甘与震惊，最终还是颓然的点了点头。我认输。洛星松开手，转身下台，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台下一片哗然，这就结束了。周灵儿可是距临近后期啊，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花瓶，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距临近中期就能轻松击败距临近后期，这实力可不简单。观众席上，宁幽兴奋地跳了起来。洛星好厉害！高台上，玉流苏红唇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陈雪玲则冷哼一声，眼底的贪婪之色却愈发浓郁。真是极品！最上方的雅座中，莫轻柔眸光微动，距临近巅峰的实力却只显露中期修为。这小家伙藏的倒是挺深。洛星刚走下擂台，就听到3号擂台那边传来直视的声音。3号擂台第5轮，林菲儿对战苏芷燕。洛星立刻转头看去，林菲儿已手持青木剑，俏生生地立于台上。他的对手苏芷燕同样是距临近中期巅峰的修为。两人见礼之后，苏芷燕率先发难，长枪如龙，卷起阵阵罡风，攻势大开大合。林菲儿身形飘逸，步伐灵动，手中青木剑化作一道道青色剑芒，巧妙地格挡拆解。一时间，枪影与剑光交织，两人斗得难解难分。好剑法！苏芷燕赞叹一句，枪势却陡然变得凌厉，枪影层层叠叠，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林菲儿咬着银牙，手腕一震，青木剑诀催动到极致，剑光在密集的枪影中穿梭，寻找破绽。破！苏芷燕一声断喝，长枪横扫，磅礴的灵力轰然爆发，将漫天剑光尽数震碎。林菲儿被这股巨力震得连退数步，气血翻涌，一缕鲜血自嘴角溢出。菲儿师姐，洛星在台下不禁皱起了眉。高台上，玉流苏神色依旧平静，但轻轻敲击着扶手的手指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宁。旁边的陈雪玲则眼唇轻笑：“玉师妹，你这徒儿似乎没把你那宝贝疙瘩的功效完全吸收啊！明明有那么好的炉鼎日夜滋补，对付一个同阶都如此吃力，真是暴殄天物。”玉流苏眸光一寒，比试尚未结束，陈师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擂台上，林菲儿被压制得节节败退，几乎喘不过气。她听不见高台上的唇枪舌剑，却能清晰地看到台下洛星那双带着担忧的眼眸。不能说，不能给师尊丢脸，更不能让他失望。恍惚间，洛星那带着坏笑的脸庞和灼热的呼吸又在耳边浮现。师姐，你的剑太软了，没有杀气，拿出你修炼时的劲头来，就当我是你的敌人，不，把我当成你的剑，与你合二为一，狠狠地刺穿一切。合二为一。林菲儿的脸颊飞上2抹酡红，但她握剑的手却骤然收紧，美眸燃起了前所未有的锐利锋芒。体内的灵力
混合着那尚未完全炼化的精纯阳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腾起来。他深吸一口气，原本飘忽的身法猛地一变，青木剑诀，慕容凝，一声轻斥，青色剑光冲天而起，凝聚成一条栩栩如生慕容虚影。与往日不同，这条慕容的眼眸中竟带着一丝不属于草木的金色霸道，张牙舞爪地扑向苏芷燕。苏芷燕脸色大变，长枪横于身前，灵力疯狂涌入枪身。破山枪，枪芒暴涨，与慕容虚影轰然相撞。轰！巨响震耳，擂台上灵力余波四散，激起漫天尘土。待烟尘散去，苏芷燕半跪在地，嘴角一血，手中长枪已经断成两截。林菲儿站在原地，青木剑斜指地面，胸口剧烈起伏，汗水浸湿了额发。我认输。苏芷燕苦笑着摇头。台下爆发出一阵喝彩。林菲儿走下擂台，脚步有些虚浮，但那张俏丽的脸蛋上却写满了兴奋。菲儿师姐。洛星迎了上去，顺手扶住她，女儿家体香扑鼻。林菲儿身子一软，靠在他身上大口喘着气，胸口饱满的弧度随之起伏。赢了，他喃喃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真实。赢了。洛星笑着在他耳边低语，怎么样，我说过吧，把修炼时的劲头拿出来，什么对手都不是问题。温热的气息吹拂在耳廓，林菲儿的脸颊瞬间红透，她嗔怪地推了洛星一把，却没什么力气。你还说？正闹着，宁幽像只欢快的小鸟般扑了过来。林师姐，你好厉害，刚才那一招太帅了。他真心实意地夸赞了林菲儿一句，然后自然而然地挤到洛星另一边，亲密地抱住了他的胳膊。手臂上传来的惊人触感，让洛星再次感知到了这位师妹异于常人的天赋。洛星也好厉害，一招就赢了。林菲儿看着这亲昵的一幕，刚缓和下来的脸色又沉了下去。她不着痕迹地将身子往洛星怀里又靠了靠，别过头去，轻轻哼了一声。就在此时，不远处的8号擂台陡然传来一阵惊呼与灵力爆散的闷响。洛星下意识看去，只见一位满脸褶子、身形枯槁的老妪正慢悠悠地收回手掌，她的脚下躺着一个看起来不过16、17岁的少女，口吐鲜血，已然昏死过去。少女的发件碎成几片，散落一地。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一息，老妪筑基境初期的修为展露无遗。洛星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宁幽在一旁也看得秀眉微蹙，小声嘟囔着，修为差这么多还怎么打呀？林菲儿苦笑一声，在合欢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洛星不解，修为差着一个大境界，这算什么比试？你看到那些筑基境的师姐了吗？林菲儿的目光扫过观众席和备战区里那些气息沉凝、年纪明显不小的女修，她们其实才是这次大比真正的主力。洛星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果然发现了不少筑基境的修士，有老妪，也有看似40、50岁的半老徐娘。他们一个个神色冷漠，身上都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怒气。合欢宗有规定，想要晋升为核心弟子，除非本身天赋异禀被高层看中，否则只能在100岁之前突破至凝丹境。100岁之前？洛星皱眉。修仙者寿命悠长，100年光阴对凡人来说是一生，但对修士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要在100岁内修到凝丹境，这天赋要求未免也太高了。那要是到了100岁还突破不了吗？宁幽好奇地问。那就永远失去了成为核心弟子的资格。林菲儿回道，此后就算侥幸突破凝丹，也最多只能在宗门里当个外门执事，或者被外派到宗门产业里养老，修仙之路基本就到头了。洛星瞬间明白了，核心弟子意味着能得到宗门最顶级的资源倾斜，功法、丹药、灵地应有尽有，而一旦过了100岁这个坎，就等于被宗门宣判了修仙之路的死刑，前途一片灰暗。所以这些师姐她们都是卡在筑基境，年龄又快到大限的弟子。林菲儿的声音更低了，内门大比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能在大比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能获得宗门赏赐的破境丹药或是其他天才地宝，博取那一线生机。洛星看着那些神色各异的大龄女修，心中恍然，怪不得他们出手如此狠辣，眼神如此漠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切磋比试，而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生死之战。挡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人都是敌人，那把他们和巨灵境的分在一起，不是完全没得打吗？修为低的为什么还要参加？宁幽满是不解。因为大比看的不仅仅是胜负，还有你在擂台上的表现。林菲儿解释道，就算输了，只要你表现得足够亮眼，展现出足够的天赋和潜力，一样有机会被长老看中，获得额外的赏赐，甚至收为弟子。所以对我们这些年轻弟子而言，大比更像是一场展现实力、博取机缘的演舞台。而对于那些师姐们来说，这是他们在大限前最后的挣扎。洛星看着那些神色麻木、
只为一线生机搏命的大龄女修，心中莫名有些沉重。这就是修仙，残酷而现实，天赋、资源、气运缺一不可。所谓的挣扎，不过是溺水之人挥舞的最后一双手臂，抓不住浮木，便只能沉入深渊。时间一点点流逝，演武场上的比试愈发激烈，惨叫声与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柳青梅跟秋水的对手皆是巨灵境，二人都轻松取胜。引起洛星注意的还有10号擂台的一场对决。台上那名身穿黑色劲装、身段火辣的女修，洛星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当初他刚入门在极乐殿闲逛时遇到的主持拍卖南炉鼎那位。他手中依旧是那条熟悉的黑色长鞭，挥舞间带起阵阵破空声。洛星看得直咧嘴，心想这合欢宗的女修怎么就跟鞭子过不去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修的修为竟是筑基境后期。他的对手同样是筑基境，但在他狂风骤雨般的鞭影下，很快便被抽得衣衫破碎，狼狈认输。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其中夹杂着不少大胆的示爱。季师姐，我爱你，接不接受双通道互贴啊？季师姐威武！季师姐的鞭子抽的姐妹们心都痒了，什么时候再卷几个精壮的炉鼎回来，让姐妹们也泄泄火呀？洛星这才知道，原来这位拍卖师姐姓季，在宗门里人气还挺高。很快，第一轮比试全部结束，原本数百人的参赛弟子，如今只剩下一半。高台上的执事扬声道：“第一轮比试结束，休息半个时辰，准备进行第二轮抽签。”话音落下，场间紧绷的气氛稍稍缓和。林菲儿扶着洛星坐下，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恢复灵力的丹药，递给洛星。我不用。洛星摆摆手，他压根没消耗什么灵力。他把丹药塞回林菲儿手中，又顺手捏了捏她的脸蛋。师姐，还是自己留着吧，刚才那一招消耗不小。宁幽儿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小声问：洛星，你累不累？我给你捏捏肩。不累。洛星哭笑不得。他看了看远处正在盘膝调戏的祝九思，又看了看自己身边一左一右2位美人，心中感慨，当个卧底似乎也挺不错的。半个时辰很快过去，第二轮抽签开始。执事的声音再次响起，所有晋级弟子的心又提了起来。众弟子再次上前抽签，洛星随手抽了一根玉签，低头一看，上面刻着832字。8号擂台第3轮。他刚收起玉签，就听见身边的林菲儿发出一声低呼：怎么了师姐？林菲儿脸色有些发白，将自己的玉签递给他看。1号擂台第6轮。你的对手是谁？洛星问。林菲儿抿着唇，指向不远处一个正在擦拭长刀的女修，那女修气息沉凝，赫然是筑基初期的修为。是云师姐。洛星眉头皱起，还没等他开口安慰，高台上执事已经开始高声宣布第2轮的对战名单。1号擂台第1场，柳青梅对战李月。6号擂台第2场，祝九思对战赵芳。一个个名字被念出，场间气氛时而欢呼，时而叹息。有人抽到同阶对手，暗自庆幸；有人抽到筑基竟师叔，面如死灰。8号擂台第3场，执事的声音顿了顿，声音都拔高了几分。洛星对战孙平。话音落下，全场先是一静，紧接着嘈杂的议论声瞬间炸开。孙平？哪个孙平？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孙婆婆啊！我的天，这小子居然抽到了孙婆婆！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孙婆婆出手可是从来不留活口的，可惜了这么俊俏的一张脸，怕是要被打成猪头了。还可惜脸呢，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洛星身边的林菲儿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她一把抓住洛星的手臂，微微颤抖。洛星，宁幽儿也吓坏了，她的小脸煞白，抓着洛星的另一只胳膊，连连摇头。洛星，我们不比了，认输好不好？那个婆婆好凶的，她亲眼看到那个孙婆婆是怎么一掌将一个少女打得昏死过去的。洛星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8号擂台下，那个身形枯槁的老妪正缓缓转过头，一双浑浊的眼睛冷冰冰地落在她身上。高台上，陈雪玲听到这个对战名单，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娇笑声，花枝乱颤。哎呀，玉师妹，你这宝贝疙瘩的运气可真不怎么样啊！她幸灾乐祸地看着玉流苏，那老家伙可是出了名的手黑，尤其见不得咱们宗门里这些年轻貌美、天赋好的弟子。你这心肝宝贝可别被打坏了，那多可惜啊！玉流苏端坐着，面色平静，但扶在座椅扶手上的手却微微泛白。他没有理会陈雪玲的挑衅，一双美眸穿过人群，紧紧锁在洛星身上。最上方的雅座中，莫清柔端着茶盏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瞬，幽深的眸子里终于泛起了一丝真正的兴致。筑基初期对占据临近巅峰，他低声自语，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下
总该逼你拿出点真本事了吧？演武场上，面对两位师姐的担忧和周围无数同情、怜悯、幸灾乐祸的目光，洛星反而笑了。他拍了拍宁幽儿的脑袋，又捏了捏林菲儿冰凉的手心。怕什么？他凑到两人耳边，压低声音，用一副不正经的语气说道：说不定孙婆婆看我长得这么好看，于心不忍，就手下留情了呢。你还开玩笑？林菲儿又气又急，眼眶都红了。放心吧。洛星收起笑容，眼神却依旧轻松。一个筑基初期而已，还吓不到我。说完，他松开两女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缓步走向8号擂台的方向。他的步子很稳，背影挺拔，没有丝毫畏惧。林菲儿和宁幽儿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一时间竟忘了该说什么。不知为何，看着他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他们心底那份几乎要溢出来的恐慌竟莫名地平复了些许。洛星走到擂台下，找了个角落站定。那个孙婆婆就站在他不远处，闭着双眼，仿佛一截枯木。洛星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过，筑基初期，灵力虚浮，气血衰败，一看就是靠丹药强行堆上去的境界，而且大限将至，根基已经开始腐朽。这种对手对他来说还真没什么威胁，正好拿他来试试自己赢血境的肉身到底有多强。8号擂台第一场开始，执事的声音响起，打断了洛星的思绪。8号擂台上的前2场比试很快结束，过程乏善可陈，胜利者都是距临近后期的女修，赢得并不算轻松。洛星靠在擂台下的栏杆边，瞥了一眼不远处闭目养神的老妪孙平。筑基初期的修为，气血却衰败的厉害，灵力波动也虚浮不稳。这老太婆怕是没几天好活了，完全是靠丹药堆起来的境界，根基腐朽，外强中干。洛星心里已经有了计较。8号擂台第2场结束，第3场，洛星对战孙平。只是高亢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霎时间，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到了洛星身上，怜悯、同情、幸灾乐祸不一而足。洛星，林菲儿紧紧抓住他的衣袖。洛星回头对他比了个放心的手势，随即迈步走向擂台。高台上，陈雪玲的脸上已经挂上了毫不掩饰的讥笑，准备欣赏一出好戏。洛星纵身一跃，轻飘飘地落在擂台上。对面，孙平也缓缓睁开了那双浑浊的老眼，阴冷的视线锁定了他，两人相对而立，一个年轻俊美，气血旺盛如烘炉，一个老态龙钟，死气沉沉。强烈的反差让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可惜了，这么好的皮囊，待会儿就要被那老钱婆给撕碎了。谁说不是呢？孙婆婆最恨的就是这种天赋好的年轻弟子，下手一向又黑又重。孙平没有理会台下的嘈杂，他的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浑浊的眼睛里陡然爆射出贪婪的金光。啧，好纯粹的阳气，好旺盛的生机，姥姥我活了快300岁，还是头一次闻到这么诱人的味道。他那双贪婪的眼睛像钩子一样在洛星身上来回刮着，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小郎君，你这身子骨真是天生的极品炉鼎啊！此话一出，台下不少女修都发出了心领神会的浪笑。洛星神色不变，静静地看着他表演。孙平见他没反应，笑得愈发得意，满是褶子的脸挤成一团。哎，可惜，真是可惜啊！他忽然又捶胸顿足，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要是早百年遇到你，姥姥我何至于此？他用枯枝般的手指指着自己衰老的面容，声音里充满了不甘与怨毒。若有你这等极品炉鼎日夜滋补，姥姥我怕是早就挣到宁丹，甚至亏得神功大道，飞升成仙了。都怪老天无眼，为何不让姥姥我早些遇见你？他的话语癫狂而露骨，让许多年轻弟子都听得皱起了眉头。这老太婆真是疯了，当着玉长老的面就敢肖想他的人。油尽灯枯了呗，寿元将近，道途已断，自然是没什么好顾忌的了。我看是年轻时没睡过什么好男人，现在看到洛师弟这种极品，道心直接崩溃了。高台上，陈雪玲笑得花枝乱颤，看向玉流苏的眼神充满了戏谑。玉流苏端坐着，面无表情。面对孙平的污言秽语，洛星终于有了反应。他嘴角微扬，眼神里满是讥讽。你一个老家伙，长得丑就算了，想得倒挺美。这话一出，全场皆寂。孙平的笑容凝固在脸上，那张布满褶子的老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成了猪肝色。他活了近300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直白地羞辱他的容貌。你说什么？我说你长得丑。洛星掏了掏耳朵，一脸不耐烦。怎么，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好使了？要不要我再大声点？你……孙平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洛星的手指都在哆嗦。你什么你？洛星压根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嘴巴跟连珠炮似的，还说什么早百年遇见我，你就能挣到宁丹，飞升成仙。你可拉倒吧！我要是早百年遇见你，
现在坟头草都3丈高了，天天对着你这张脸，那不是修仙，那是渡劫式心魔大考。孙平脸色一白，胸口剧烈起伏，显然被戳到了痛处。洛星却笑得更欢了，我真是谢谢老天爷，让我晚了60年才遇见你，少受了60年的罪。你看看你，一脸的褶子，笑起来比哭还难看，皮肤干得跟老树皮似的，我估计用剑都戳不穿，防御力倒是不错，省了练体功夫了。洛星啧啧称奇，最后下了结论，再多看你一眼，我感觉心灵都要被你污染了。一口气说完，洛星只觉神清气爽，整个演武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这是什么情况？不是应该上演一场绝望的困兽之斗吗？怎么变成单方面的辱骂大会了？而且骂得好脏，好狠，好过瘾。不知是谁先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声笑像是一个开关，瞬间引爆了全场。咯咯喽，这小郎君的嘴真厉害，骂得人心里痒痒的。不知道用在别处是不是也这么利索？这等嘴上功夫，要是用在修炼上，那还不得把人弄得神魂颠倒，欲仙欲死。等会儿就算被打残了，只要舌头还能动，姐姐我也要了。人群中，苏禅抱着手臂，轻蔑地笑了一声。耍嘴皮子有什么用？激怒一个比自己强的人，真是不知死活。擂台下，林菲儿和宁幽已经彻底傻了，他们俩面面相觑，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那份震惊。洛星他一直都这么会骂人吗？宁幽小声问。林菲儿木然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他想起之前洛星调侃自己时的那些荤话，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就是温柔的耳语。高台上，陈雪玲幸灾乐祸，玉流苏肩膀微微耸动着，她用茶盏挡着自己的脸，那双勾魂的桃花眼里早已笑意盈盈，媚眼如丝。最上方的雅座中，莫清柔也笑出了声。这小子有意思。擂台上，孙平气得七窍生烟，胸口剧烈起伏。他活了近300年，还从没被人这么羞辱过，更何况对方只是个巨灵境的小辈。既然你找死，那老了我就成全你。孙平怒极反笑，浑身上下的灵力开始暴动，一股阴寒的气息从他身上迸发而出。小畜生，姥姥定要撕碎你这张嘴，捏碎你全身骨头。他一声暴喝，枯槁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直扑洛星而来。筑基初期的修为全力爆发，擂台上空的空气都发出嗡嗡的鸣响。阴煞抓心手，5根手指在空中化作5道黑色的爪影，直取洛星心口。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小心！林菲儿脸色惨白，宁幽儿更是紧张地闭上了眼睛。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一击，洛星的脸上却不见半点慌乱。阴寒爪影即将触及胸膛的刹那，他脚下雷光一闪，滋啦！一道电光闪过，洛星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孙平一爪落空，凌厉的爪风将擂台坚硬的青石板都抓出了5道深深的沟壑，黑气缭绕，发出腐蚀的滋滋声。人呢？孙平猛地回头，却见洛星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后10步开外。洛星嘴角一勾，老太婆速度这么慢，是没吃饭吗？找死！孙平怒吼一声，转身再次扑来。这次他学乖了，双手齐出，10道爪影铺天盖地，封死了洛星所有闪避的路线。阴风怒嚎，擂台温度骤降。这下看你往哪儿躲！台下的弟子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等攻势，换做他们任何一个巨灵境上去，怕是瞬间就要被撕成碎片。洛星这次却没躲，他深吸一口气，右拳之上，赤金色的火焰轰然燃起，灼热霸道的拳意冲天而起，将周围的阴寒之气都驱散了几分。焚天拳，没有花哨的招式，洛星迎着漫天爪影，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赤金色的拳头宛如一颗坠落的骄阳，与漫天阴森的黑色爪影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巨响震耳，狂暴凌厉冲击波以2人为中心炸开，吹得台下众人东倒西歪。擂台上烟尘弥漫，所有人都死死盯着擂台中央。烟尘缓缓散去，只见洛星依旧站在原地，衣衫猎猎作响，只是脚下的青石板已经寸寸皲裂。而在他对面，孙平却噔噔噔连退了7、8步才稳住身形。他那只与洛星对轰的手掌微微颤抖，枯瘦的手背上一片焦黑，丝丝缕缕的黑气正被赤金色的力量不断焚烧消融。他看向洛星的眼神变得十分震惊，怎么可能？区区巨灵境，怎么可能有如此纯粹霸道的阳气和力量？台下早已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一个巨灵境正面硬汉筑基初期，不仅没被秒杀，反而还占了上风。我没看错吧？孙平竟然被击退了，他的拳头好炽烈的拳劲，那是什么武技？有人认出是焚天拳。此功法对肉身经脉要求极苛，寻常修士难以驾驭。
林菲儿和宁悠儿捂着小嘴，美眸里满是震撼。他们知道洛星很强，却没想到强到了这种地步。高台上，陈雪玲脸上的讥笑早已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难以置信。玉流苏端着茶盏的手稳如磐石，但那微微上扬的唇角却暴露了她此刻的得意。她轻笑一声，声线娇媚：“陈师姐，看来我这宝贝疙瘩运气似乎也没那么差。”陈雪玲脸色铁青，冷哼一声，没有说话。最上方的雅座中，莫轻柔放下了茶盏，幽深的凤眸中异彩连连。好刚猛的拳意，好纯粹的纯阳之力，而且他的肉身强度怕是已经不亚于寻常的筑基中期了。他嘴角勾起，不愧是不朽阳神体。擂台上，洛星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拳头，心里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银血劲的肉身配合圆满劲的焚天拳，硬汉一个根基虚浮的筑基初期果然不成问题。老太婆就这点本事？洛星轻蔑地勾了勾手指，我还以为筑基劲有多厉害呢，闹了半天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劲。小畜生，我要你的命！孙平彻底疯狂了，他披头散发，状若厉鬼，张口喷出一团黑色的精血，融入周身的阴煞之气中。霎时间，他身上的气息暴涨，一股远超之前的阴森威压笼罩了整个擂台。血煞阴罗掌，孙平的身影化作一团黑雾，瞬息之间便出现在洛星面前。一只缭绕着血色黑气的手掌带着尖锐的破空声，狠狠拍向洛星的胸膛。这一掌，他动用了本源精血，威力比刚才的阴煞抓心手强了数倍不止。太快了！洛星瞳孔一缩，只来得及双臂交叉护在胸前。砰！一声闷响，洛星只感觉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出去，双脚在擂台上离出2道深深的沟壑，直到撞在擂台边缘的护罩上才停了下来。他胸前的衣衫被腐蚀出一个大洞，双臂之上丝丝缕缕的血色黑气疯狂地往他血肉里钻，带来阵阵刺骨的阴寒。洛星！台下，林菲儿和宁悠儿的心又揪了起来。孙平狂笑：“小畜生，中了我这血煞阴罗掌，任你阳气再盛，也等着被我的血煞之气吞噬殆尽吧。”洛星闷哼一声，只感觉阴寒的力量在体内乱窜，试图冻结他的经脉和灵力。换做任何一个巨灵境中了这一掌，怕是已经失去了生命。但洛星只是眉头一皱，不朽阳神体本源之力微荡，更加霸道的金色暖流瞬间流遍全身，侵入体内的血煞之气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顷刻间被蒸发得一干二净。他活动了一下手臂，除了感觉有点疼之外，竟是毫发无伤。就这，洛星抬起头看着笑声戛然而止的孙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段，结果也就给我这燥热的身子降降温，真是让小爷我白期待了。怎么会？孙平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你为什么会没事？洛星没再跟他废话，热身结束了。他低语一句，不再隐藏修为，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接下来该我了。巨灵境巅峰，他竟还隐藏了修为。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洛星脚下雷光爆闪，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大日阳雷手，更加炽烈的金色雷光在孙平的身后亮起，空间仿佛被灼穿，一只完全由金色雷霆凝聚而成的手掌凭空探出，掌心雷纹密布，带着煌煌天威，对着他的后心狠狠拍下。那只刚至阳的气息让孙平浑身的阴煞之气都发出了尖锐的嘶鸣，不好！他亡魂大冒，却已来不及躲闪。金色雷手印在他的护体灵气上，那层血色黑气连一息都没能撑住，就在狂暴的雷霆之力下土崩瓦解。噗！孙平如遭雷击，身躯向后倒飞，一口黑血喷洒在半空。洛星没给孙平任何喘息的机会，雷光一闪，人已如鬼魅般追了上去。孙平刚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还没站稳，一只脚便在他那双惊恐的瞳孔中急速放大。砰！洛星一记干脆利落的鞭腿，结结实实地抽在他的老脸上。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孙平整个人横飞出去，牙齿混着血沫飞溅，那张本就布满褶子的脸瞬间塌陷了半边，扭曲的不成样子。孙平披头散发，彻底疯狂，无数阴魂般的黑气从他体内涌出，化作厉鬼扑向洛星。洛星直接迎着那漫天鬼影冲了过去，他像一头人形凶兽，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化作了最致命的武器。那些阴森的鬼影还没靠近他3尺之内，就被他身上那股旺盛如烘炉的血气冲得烟消云散。他一拳轰出，空气发出爆鸣，直接将孙平护在身前的双臂打得扭曲变形。他一记肘击正中孙平的胸口，沉闷的响声让台下不少人都感觉心口一滞，孙平的胸膛肉眼可见的凹陷下去一大块。他一脚踩下，坚硬的青石擂台都蛛网般裂开，孙平的腿骨应声而断。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演武场，再不复之前的嚣张与怨毒，只剩下无尽的痛苦与恐惧。
广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呆愣地看着擂台上那碾压式的暴打。越境战斗，那可是宗门核心天才们才有的资格，而一个向来被视作炉鼎的南修，如今却以巨灵境巅峰的实力，将一个筑基初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人群中，那些之前还对洛星出言不逊、觊觎他身体的女修们，此刻都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看向洛星的眼神从单纯的欲望变成了混杂着敬畏的狂热。这种原始、野蛮、充满力量感的雄性魅力，比人和俊美的外表都更能让他们血脉奋张。不远处的苏禅更是死死咬着红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1个月前在10月之森任他宰割的小子，不仅在短短时间内突破到了巨灵境巅峰，竟然还摇身一变成了能越境战斗的天才。擂台上暴打仍在继续，孙平已经彻底成了一滩烂泥，浑身骨头不知断了多少根，躺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看着一步步走近的洛星，浑浊的眼睛里只剩下乞求和恐惧。我认输，别。洛星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人畜无害。认输了。他蹲下身，拍了拍孙平那张已经肿成猪头的脸。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挨一顿打才舒服。说完，他在孙平绝望的眼神中抬起了脚，然后轻轻的一脚将他踹下了擂台，扑通。孙平的身体滚下高台，在地上抽搐了2下，便彻底昏死过去。只是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高声宣布：8号擂台，洛星胜。洛星站在擂台中央，拍了拍手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目光扫过台下噤若寒蝉的众人，最后他的视线落在孙平昏死过去的方向，摇了摇头，一脸惋惜。都说了，长得丑就算了，想得还挺美，下辈子投个好胎吧，别再出来吓人了。说完，他转身，在全场无数道复杂目光的注视下，潇洒地走下了擂台。洛星、林菲儿和宁幽第一时间迎了上来，两双漂亮的眸子里写满了崇拜。洛星看着他们俩这副模样，咧嘴一笑，还是那副不正经的样子。怎么了？被师弟我的英姿给迷住了？宁幽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迷住了。洛星你太厉害了，简直，他想了半天，憋出一个词，简直太男人了。林菲儿则是嗔怪的白了他一眼，嘴上说着埋怨的话。你下次不许这么冒险了，万一受伤了怎么办？他的手触碰到洛星的胸膛，隔着衣衫能感觉到那片肌肤下的肌肉坚实有力，心跳沉稳，没有半点紊乱。他这才稍稍放下心，可旋即又想起了什么，轻轻掐了洛星的腰间软肉一下。不过你什么时候到巨灵境巅峰了，连我都骗。林菲儿娇哼一声表达不满。日夜修炼，他自以为对洛星的身体和修为最是了解，结果到头来这家伙居然还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这哪能叫骗呢？洛星笑嘻嘻地凑过去，在他耳边低语：师姐你日夜辛劳，为我修炼提供助力，我这修为突飞猛进，不都是师姐的功劳吗？我这是怕说出来，师姐你骄傲自满，懈怠了修炼，才不得已瞒着你。林菲儿的俏脸瞬间染上一层红晕，这话听着是在夸他，可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他轻轻啐了一口，伸手想去拧洛星的腰，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顺势拉进了怀里。你，师姐别动，你刚才消耗那么大，我帮你调理一下。洛星一脸震惊，说话间，一股温和纯粹的灵气顺着两人接触的地方缓缓渡入林菲儿体内。林菲儿只觉得一阵暖流淌过四肢百骸，原本因大战后而空虚的经脉迅速被填满，连带着精神都恢复了不少。他身子一软，靠在洛星怀里，嘴上却不饶人：谁要你帮忙了？旁边的宁幽看着两人亲密的姿态，大眼睛里满是羡慕，他也想让洛星抱着调理一下。洛星，我刚才给你加油，嗓子都喊哑了，也需要调理。他挺了挺胸，满脸期待。洛星哭笑不得，只能腾出一只手，象征性的拍了拍他的脑袋。好了，等大比结束，随便你怎么调理。比试仍在继续，洛星的惊艳表现让后续的几场对决都显得有些寡淡无味。高台上，陈雪琳的脸色平静，但眼中的贪婪却愈发浓郁，心中盘算着什么。很快，执事的声音再次响起：1号擂台，第6场，林菲儿对战云岚。听到自己的名字，林菲儿的身子明显一僵，她下意识地看向不远处的1号擂台，那里一个身着素衣的女修已经站定，气息沉凝，正是她第2轮的对手，筑基初期的云师姐。林菲儿的脸色有些发白，握着青木剑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她刚刚才靠着爆发，拼尽全力才赢下一个同阶对手，此刻体内灵力尚未完全恢复，就要面对一个筑基境的强者，这怎么打？可若是不战而降，他又觉得有些不甘心。他下意识地望向洛星，眼底带着一丝求助与迷茫。师姐，别去了。洛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同于以往的调侃，这次的语气异常平静。巨灵境对上筑基期，还是这种根基扎实的老牌弟子，没有任何胜算。
他认真看着林菲儿的眼睛，弃权不丢人，没必要为了这点虚名去硬拼。林菲儿抿着唇，心中天人交战。他知道洛星说的是对的，可仅仅对战了一轮就放弃，他总觉得对不起师尊的期望，也对不起洛星这段时间的滋补。就在他挣扎之际，一道清冷熟悉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菲儿，洛星说的对，弃权吧。是师尊的传音。此战毫无意义，你与洛星不同，他体质特殊，肉身强横，才能越境而战。你根基未稳，强行对战只会伤及本源，且起不到魔力的作用，不要做无谓牺牲。师尊的话浇熄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深吸一口气，对洛星点了点头，示意直视自己放弃了此轮比试。结果宣布，场下并未有多少波澜，毕竟境界的差距如同天堑，认输才是明智之举。林菲儿走回洛星身边，情绪有些低落。我是不是很没用？怎么会？师姐只是运气不好。洛星笑着安慰她，懂得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这叫智慧。要是谁都跟你师弟我一样头铁，那这宗门早没人了。林菲儿莞尔一笑，心里的那点郁结也散去了不少。时间飞快流逝，柳青梅和秋水也相继登台，他们的对手都只是巨灵境，自然是轻松取胜，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很快，洛星的目光又被6号擂台吸引了过去。祝九思再次登场，他的对手是一名筑基初期的女修，手持双刀，气势汹汹。然而，战斗的结局却与所有人预想的不同。只是话音刚落，那女修便一声娇喝，交叉双刀护在身前，摆出手中带弓的架势。祝九思的身影却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一道清冷的剑光乍现，快得让人看不清轨迹，直接斩向女修的双刀。一声脆响，火星四溅。那女修只觉一股凌厉至极的剑气从刀身传来，虎口瞬间被震裂，手中双刀竟被一剑荡开，胸前门户大开。她骇然抬头，还未从那霸道的一剑中回过神来，第二剑已悄无声息地抵在了他的咽喉前，冰冷的剑意刺得他肌肤生疼，连呼吸都停止了。从出剑到收剑不过2息，承让。祝九思收剑归鞘，转身下台，自始至终神情都没有半分变化。祝师姐好棒！观众席上，宁幽又一次兴奋地跳了起来，用力挥舞着手臂。洛星看着祝九思的背影，眉头却微微皱起。这个女人给他的感觉一直很奇怪，那份娴静端庄之下，似乎藏着深不见底的秘密。你这位师姐心里好像藏着事。洛星收回目光，看向身边还在兴奋的宁幽。啊！宁幽愣了一下，随即有些骄傲地挺了挺胸。师姐当然有事了，她心里装着的可是光复太白剑宗的宏愿呢。不是这个。洛星摇了摇头。说起来，当初你们师姐妹一同拜入合欢宗，你师姐祝九思为什么选了极乐道，没跟你一起去相思殿？洛星问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疑惑。相思道讲究两情相悦，日久生情，更符合祝九思那种知书达理的性子，而极乐道则更加直接，更加追求极致的感官之乐，怎么看都与他格格不入。听到这个问题，宁幽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提到这个，方才还叽叽喳喳的宁幽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淡了下去，连带着声音也低了许多。我也不知道。他低下头玩弄着自己的衣角，情绪明显有些失落。刚入宗门那会儿，我天天都去找他，想让他跟我一起去相思殿，可他每次都把我关在门外，只说他有自己的选择，让我不要管他。后来师尊收我为徒，我成了真传弟子，他就更不愿意见我了。宁幽儿的声音越来越小，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每次去找他，都被他用正在闭关打发掉。我给他传讯，他也很少回我，就算回了，也只是说些一切安好、勿念之类的客套话。他抬起头，泛红的眼眶里满是委屈和不解。洛星，你说师姐她是不是讨厌我了？我不明白，我们以前那么好，为什么来了这里，她就像变了个人？看着她这副渲然欲泣的模样，洛星心里一软。他抬手习惯性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瞎想什么呢？她是你师姐，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嘴上这么安慰着，洛星的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太白剑宗宗主之女，九天玄阴体宗主首徒，绝顶剑修，来历神秘。这对师姐妹大老远的从名门正派跑到合欢宗这种魔道宗门里来，一个比一个古怪。第二轮比试转瞬即逝，洛星的第三轮对手不过是巨灵境巅峰，在他眼中与之前的对手并无二致，轻松取胜。随之而来的是本次大比的最后一个环节，守擂战。现在开始最后一轮比试，守擂战。执事的声音响彻整个演武场，台下众人的情绪立刻被点燃。守擂战的规则很简单，10座擂台，10位守擂者，挑战者胜则取代守擂者位置，守擂者胜则继续防守。执事的话音刚落，
演武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80余名晋级的弟子面面相觑，谁都没有立刻冲上擂台。手擂战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最考验实力和心机的环节。先上台的人看似占了先机，实则要面对一波接一波的车轮战，稍有不慎就会被耗尽灵力，沦为他人的踏脚石。洛星站在原地没动，目光扫过场间那些心思各异的弟子。他不急，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轮番的车轮战，此时静观其变才是明智之举。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率先动了。秋水一步踏出，周身气息沉凝如渊，筑基巅峰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他轻盈落在了1号擂台上，台下的弟子们下意识地退了半步。作为内门中唯二的筑基境巅峰之一，秋水的实力毋庸置疑，没人敢去招惹他。2号擂台，一道苍老的身影落在了2号擂台上，修为同样是筑基境巅峰。他站在台上，浑浊的眼睛扫视全场，眼底满是不加掩饰的戾气。台下的弟子们纷纷避开他的目光。这老家伙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为了在大比中脱颖而出，拿到宗门赏赐的破镜丹药，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有了这2人带头，其他筑基境后期的弟子也纷纷登台。柳青梅身形一闪，落在了5号擂台上。他站定之后，那双狐媚的眼睛朝着洛星的方向眨了眨，唇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下一刻，一道熟悉的女声在洛星脑海中响起：“小师弟，想不想要这前10的名额？姐姐可以把这位置让给你哦。”洛星眉头一挑，柳青梅这是在传音给他。不过嘛，柳青梅妩媚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姐姐把这大好的名利送到你嘴边，你总不能让姐姐白白辛苦一场吧？不如陪姐姐大战3天3夜怎么样？”洛星轻声一笑，传音回道：“3天3夜，师姐也太小看我了，也太高看你自己了，我怕你1天都撑不下来。”脑海中柳青梅似乎被噎了一下，随即传来一声娇媚的轻哼：“小坏蛋，嘴上功夫倒是厉害，就怕你到时候是银样蜡枪头。”洛星正想再回敬几句，就见8号擂台上又落下一道身影。季星晚，他手握长鞭，面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冷漠的目光扫过台下众人。很快，10座擂台已经被占据了7座，剩下的3座擂台前还有不少筑基境的弟子在犹豫。我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修咬了咬牙，冲上了9号擂台。紧接着，又有2名筑基境中期的弟子分别占据了剩下的2座擂台。至此，10座擂台全部被筑基境修士占据。台下的巨灵境弟子们爆发出一阵骚动和叹息：10座擂台全是筑基境，这还怎么打？废话，你以为前10名是那么好拿的？咱们就别凑热闹了，等比试结束，领个100强奖励就得了。高台上的执事见10座擂台已满，朗声道：“首擂战时限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仍立于擂台之上者，便是此次大比前10。”话音落下，台下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所有人都成了按兵不动的猎人，等待着第一个沉不住气的猎物出现。时间1分1秒的流逝，擂台上的守擂者们越来越紧张，台下的弟子们却依旧无人上前攻擂。不远处，苏禅的脸色阴沉，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7号、9号和10号那3座擂台，上面站着的都是筑基中期的弟子。若不是在10月之森被洛星那该死的符箓打落了境界，凭他原本筑基中期的修为，这前10的位置本该有他一个。他恨恨地咬着银牙，视线不经意间扫过另一边的洛星，都是因为这个男人。眼看时间1分1秒的过去，他不能再等了。自己现在只是筑基初期，必须有人先去消耗他们的实力。他的目光在台下那些巨灵境弟子身上扫过，一个阴毒的念头在心底浮现。苏禅悄无声息地走到一群巨灵境女修身后，压低声音道：“几位师妹，想不想要这个？”他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丹香四溢。凝元丹。有人认了出来，发出一声低呼，这可是能精纯灵力，辅助突破巨灵境瓶颈的好东西。洛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只见那几个女修眼中闪过贪婪，却又带着畏惧。只要你们肯上去挑战9号擂台的张师姐，不管输赢，这枚凝元丹就是你们的。苏禅的声音带着蛊惑。几个女修顿时异动，但一想到台上那位张师姐的手段，又犹豫了。师姐，那可是筑基中期，我们上去不是送死吗？怕什么？苏禅冷笑，我只要你们消耗他的灵力，又不是要你们赢。上去随便打几招，装作不敌认输便是，白的一枚凝元丹，这等好事哪里找？在凝元丹的诱惑下，终于有人动心了。好，我去。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修咬了咬牙，接过了丹药。洛星看着那女修决绝的背影，心中毫无波澜。修仙之路本就是如此，为了那一线希望，拿命去搏，再正常不过。苏禅的计策不止他一个人想到了。很快，场间那些同样卡在筑基初期，对前10有想法的女修们
纷纷有样学样。一时间，台下竟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交易市场，各种丹药、灵石、法器被当成筹码，用来雇佣那些实力不济的巨灵境弟子，充当消耗战的炮灰。高台上，陈雪玲满意的看着这一幕。哎呀，不愧是我陈雪玲的徒儿，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这才是我们合欢宗该有的样子嘛。他轻下一口灵茶，目光却不自觉地瞥向身旁的玉流苏，见他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好似对这一切视若无睹。陈雪玲冷哼一声，别过头去。9号擂台，我来挑战。先前收了苏禅丹药的女修深吸一口气，纵身跃上了擂台。她不过是巨灵境巅峰，而9号擂台的守擂者是一位名叫姓张的筑基中期修士。张师姐见状，微微皱了皱眉，但还是按规矩抱拳行礼：“师妹，请赐教。”她语气还算平和，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轻蔑。那女修二话不说，直接催动全身灵力，发动了最强的攻击。张师姐冷哼一声，只是一挥袖袍，一股磅礴的灵力便将那女修的所有攻势尽数化解，顺带将她震飞了出去。女修在空中喷出一口血，落在地上，挣扎了一下，便干脆利落地喊道：“我认输。”说完，她便捂着胸口，在众人各异的目光中匆匆离去。虽然受了点内伤，但换来一枚凝元丹，值了。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场面立刻变得热闹起来。7号擂台，我来挑战。10号擂台，师姐请指教。一时间，那3座由筑基中期弟子占据的擂台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一个个巨灵境弟子冲上去，象征性的过2招，然后干脆认输，拿钱走人。最初，台上的守擂者还只是觉得奇怪，但几轮下来，他们的脸色渐渐变了。这些人根本不是来挑战的，就是来恶心人的。每次攻击都用尽全力，逼得他们不得不调动灵力去应对。3番5次下来，灵力消耗虽不大，但却烦不胜烦。一群蠢货！张师姐冷哼一声，一掌拍出，直接将冲上来的巨灵境女修打得吐血倒飞，昏死过去。既然你们想送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另外2座擂台上的筑基中期弟子见状，也立刻明白了过来，下手一个比一个狠。又一个被雇佣的女修冲上7号擂台，结果被守擂者一脚踹断了腿骨，像条死狗一样被扔了下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10几个巨灵境女修就被打下了擂台，一个个躺在地上哀嚎，伤势不轻。血腥的场面让台下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巨灵境弟子们瞬间冷静了下来。丹药虽好，也得有命享用才行。为了那点好处，被打成重伤甚至残废，太不值当。一时间，再也无人敢上前挑战。哼，一群废物！苏禅的脸色铁青，他没想到台上那些人下手这么狠，直接把他的计划打乱了。眼看时间一点点流逝，台下的筑基境初期们坐不住了，再不上台，等时间到了，前10的名额就彻底与他们无缘了。拼了！一个筑基境初期的女修咬了咬牙，纵身跃上了9号擂台。有了她带头，其他筑基境初期的弟子也纷纷登台。一时间，10座擂台上灵力波动剧烈，喊杀声震天。洛星站在台下，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混战。林菲儿和宁幽儿站在他身边，两人都有些紧张。洛星，你不上去吗？宁幽儿小声问。不急。洛星笑了笑，现在上去就是炮灰，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再上去，岂不更合适？林菲儿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他知道洛星的实力很强，但台上那些可都是筑基境，而且还有2个筑基境巅峰。洛星真的有把握吗？擂台上的战斗越来越激烈。那些筑基境中期的守擂者们虽然修为更高，但架不住挑战者人多，很快就有人支撑不住，被打下了擂台。擂台易主，新的守擂者刚站稳脚跟，立刻又有人冲了上来。如此反复，擂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筑基后期以上的擂台却一片清静，无人敢动。苏禅一直在等机会，他的目光死死盯着7号擂台，那里的守擂者已经换了3次，此刻站在台上的是一个筑基境初期的女修，气息虚浮，显然消耗不小。就是现在，苏禅眼睛一亮，身形一闪，落在了7号擂台上。那个女修脸色一变，刚想开口认输，苏禅已经一掌拍出，砰！女修惨叫一声，倒飞出擂台。苏禅站在台上，冷笑着扫视台下，还有谁？台下的弟子们面面相觑，没人敢上。台下的弟子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应声。虽然苏禅境界跌落到了筑基初期，但他的战斗经验和狠辣手段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身后站着宁丹境的陈雪玲长老，没人愿意在这种时候去招惹他。眼看时间所剩无几，台下的筑基境初期们急了，他们纷纷冲上擂台，试图在最后关头夺得一席之地。一时间，10座擂台上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洛星抬头看了眼高台上的计时沙漏，还剩不到1炷香的时间，差不多了。洛星，你真的要上吗？
林菲儿攥着他的衣袖，眼中满是担忧，不上就没机会了。洛星反手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丝安抚。宁优也紧张地凑过来，可是台上那些师姐都好厉害，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洛星笑着捏了捏他的脸蛋，身形一闪，已经落在了7号擂台上。台下瞬间爆发出一阵哗然。我去，洛星要挑战苏禅，这小子是不是打赢一场就飘了？苏禅可不是孙老太婆那种半死不活的。台下瞬间爆发出一阵哗然。苏禅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洛星，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洛星，哈哈，你居然敢主动送上门来！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看向洛星的眼神既兴奋又怨毒。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上次在10月之森的账，今天咱们好好算算。擂台上风声微止，洛星掏了掏耳朵，神情散漫。说完了吗？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没人教过你。苏禅脸上的笑容凝固。你什么你？洛星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不就是被我炸掉了一个境界吗？至于这么记仇，再说了，要不是你先对我动手，我会反击。归根结底还不是你自己作死。苏禅脸色一沉，眼中寒芒闪烁，牙尖嘴利，这叫实话实说。洛星摊了摊手，不过我能理解，毕竟掉了一个境界，心里不平衡嘛。要不这样，你现在认输，我保证不打脸，给你留点最后的体面。找死！苏禅彻底被激怒，他一声娇喝，傅仙灵从袖中飞出，化作一条粉色长龙直扑洛星而来。洛星脚下雷光一闪，轻松闪开。傅仙灵扑了个空，却在空中一个诡异的转折，再次袭来。这次速度更快，几乎是瞬间就出现在洛星身后。洛星头也不回，又全燃起赤金色火焰，反手就是一拳。轰！赤金色的拳印与粉色绫罗撞在一起，并没有发出预想中的交鸣声。那看似柔弱无骨的绫罗竟如灵蛇般缠绕而上，瞬间卸去了拳劲中刚猛霸道的力道，反而顺势收紧，勒住了洛星的手腕。给我开！洛星手臂一震，雷火迸发，试图震开束缚。但这傅仙灵乃是玄阶上品的法器，韧性极强，在苏禅灵力的加持下，竟硬生生抗住了雷火的灼烧，反而越缠越紧，勒得洛星手腕骨骼咯吱作响。哼，天真！苏禅手腕一抖，更多的绫罗铺天盖地涌来，封锁了洛星所有的退路。真以为打赢了孙平那个半截入土的老废物，就能在我面前撒野了？苏禅眼中满是轻蔑，手指连弹，数道灵力打入傅仙灵中，漫天灵影化作利刃，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绞杀而来。洛星只觉周身压力倍增，那粉色的绫罗此刻哪里还有半点旖旎之感，分明就是索命的阎罗锁。赤！一道灵影擦过洛星的脸颊，护体灵气瞬间告破，留下一道血痕。有点意思。洛星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眼神终于认真了几分。这疯女人虽然掉到了筑基初期，但底子还在。灵力的凝练程度和对法器的操控，根本不是孙平那种靠药堆上去的老货能比的。洛星不再保留，体内那座沉寂的轰炉轰然运转，金色的雷弧在他体表疯狂跳跃，原本赤金色的火焰瞬间暴涨3尺，将周围的空气烧得扭曲变形。雷动3000，洛星脚下一踏，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苏禅只觉眼前一花，漫天灵影竟然全部落空。下一刻，一股炽热到令人窒息的气浪扑面而来。大日阳雷手！洛星出现在苏禅左侧，一只缠绕着金色雷霆的大手狠狠拍下。苏禅心中一惊，反应却极快，身形如柳絮般向后飘退，同时召回傅仙灵护在身前。砰！雷手拍在绫罗盾墙上，炸开漫天金光。苏禅被巨大的力道震退了7、8步，脸色微变。这小子的力量怎么比刚才打孙平时还要强横霸道？还没等他站稳，洛星的攻势又到了。焚天拳！拳影如雨，每一拳都裹挟着焚山逐海的纯阳之力，那是专门克制阴柔路数的至刚至阳。轰轰轰！擂台上炸响连连，两道人影快得让人看不清动作。台下的弟子们全都看呆了。原本以为会是一边倒的碾压，毕竟苏禅成名已久，手段很辣。可谁能想到那小子竟然真的跟苏禅打得有来有回。这真的是巨灵境能拥有的实力。有人咽了口唾沫，太离谱了，那可是苏禅啊，哪怕境界跌了，那也是实打实的筑基强者。擂台上，苏禅越打越心惊，越打越憋屈。洛星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怪物，灵力仿佛无穷无尽，而且他的肉身强横得离谱，偶尔被傅仙灵抽中一下，也只是晃一晃身子，根本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反倒是他在洛星那狂风骤雨般的攻势下，灵力消耗巨大，甚至开始有些喘息。该死！
该死！苏禅心中怒火中烧，当着这么多同门的面，若是连个曾经的玩物都拿不下，甚至还打成了平手，他以后在极乐殿还怎么混？必须要速战速决。苏禅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小畜生，能逼我动用这一招，你足以自傲了。他双手猛地一合，竟然直接收起了那漫天飞舞的负仙灵。下一刻，他周身的灵力突然变得粘稠浑浊，令人作呕的腥气弥漫全场，如同置身于糜烂的酒池肉林之中。这可是我采补了99个炉鼎，将他们临死前那一刻的极乐与怨毒彻底炼化，才修成的至高神通。苏禅面容扭曲，双臂展开，无数道灰黑色的虚影从他体内哀嚎着冲出。那些虚影面目模糊，却能依稀辨认出是男子的轮廓，每一个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死气。千面欢喜煞，随着他一声凄厉的尖叫，那漫天虚影在他身后凝聚成一尊巨大的由无数扭曲肢体和痛苦面孔组成的黑色魔像。魔像双手合十，脸上挂着诡异至极的笑容，带着靡靡之音和阴毒煞气，朝着洛星轰然压下。在极乐中痛苦的死去吧！苏禅狂笑出声，巨大的欢喜魔像轰然落下，擂台的地面瞬间崩碎。洛星只觉脑海中嗡的一声，仿佛有无数人在耳边同时发出绝望的呻吟与嘶吼，护体灵气在这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冲击下，如纸糊般破碎砰！他整个人被狠狠拍进了擂台地面，胸口一阵气血翻涌，一口鲜血溢出嘴角，身上的衣衫尽碎，露出的精壮上身多了数道青紫发黑的掌印，那是煞气入体的征兆。洛星！台下的林芬和宁幽惊呼出声，心提到了嗓子眼。高台上，陈雪玲微微蹙眉，玉流苏端着茶盏的手指不自觉收紧，烟尘散去。洛星半跪在碎石坑中剧烈喘息着，身上被煞气侵蚀的伤口还在冒着黑烟。嗨！他抬起头，看向半空中满脸得意的苏禅，咧嘴一笑，血沫从齿缝间渗出。行啊，苏师姐，瘦死的骆驼确实比马大，这一击确实够狠。若非他已是银血境，肉身强悍，刚才那一下足以将他搅成一滩肉泥。此刻体内那阴毒的欢喜煞正疯狂乱窜，伴随着阵阵靡靡幻音，企图侵蚀他的经脉，污浊他的神魂。还能说话？苏禅居高临下看着狼狈的洛星，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快意。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他再次催动灵力，准备给洛星补上最后一击。洛星缓缓站直了身子，长吐一口浊气，那气息竟带着灼热的高温，在空气中化作一道白雾，想侵蚀他不朽阳神体的根基，简直是痴人说梦。下一瞬，他体内的轰炉猛然加速运转，血液流动的声音宛如江河奔涌，透出沉闷的轰鸣声。金色的气血宛若岩浆在血管中奔腾，所过之处，那些试图腐蚀生机的阴煞黑气瞬间发出凄厉的嘶鸣，被尽数焚烧。令人头皮发麻的灼烧声响起，洛星体表的伤口处冒出阵阵腥臭的黑烟，那是被强行逼出体外的煞气。紧接着，在全场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他身上那些深可见骨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愈合，新生的肌肉组织泛着淡淡的荧光，转瞬间便已结痂脱落。洛星扭了扭脖子，骨骼发出一连串清脆的爆响，他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眼神变得戏谑而危险。这就是你的底牌？味道有点冲啊，师姐。苏禅死死盯着洛星那光洁如新的胸膛，眼皮狂跳。刚才那一击是他压箱底的绝活，哪怕是筑基中期的修士，挨上也得神魂受损，肉身腐烂，骨骼发出一连串清脆的爆响。装神弄鬼！苏禅尖叫一声，声音因惊怒而变得尖锐。你身上定有护身法宝，我就不信你能一直扛下去。他根本不信一个巨灵境的炉鼎能靠肉身硬抗他的神通。法宝？洛星活动了一下脖颈，随你怎么想。他不想解释，也没必要解释。苏禅双手疯狂结印，悬于身后的黑色欢喜魔像再度膨胀，无数扭曲的手臂疯狂挥舞，带起阵阵令人作呕的腥风。给我死！魔像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庞大的身躯如山岳般朝着洛星砸了下来。这一次，苏禅几乎抽干了体内所有的灵力，娇艳的脸蛋都变得惨白如纸。他是真的急了，今日若不能当众废了洛星，他苏禅在内门将彻底沦为笑柄。洛星抬头看着那遮天蔽日的丑陋魔像，眼底闪过一丝不耐。本来想省点力气留着应付后面的车轮战，但现在看来不拿出点压箱底的东西是搞不定这疯婆娘了。他闭上眼，心神沉入丹田，在那座古朴的大日烘炉最深处，一缕发丝般细小的金色光芒静静悬浮，那是大日不灭真经达到烘炉境才堪堪凝练出来的第一缕，也是唯一一缕大日神力。虽然只有一缕，但其本质却是凌驾于凡俗灵力之上的神性力量。借你一用。洛星意念一动，那一缕大日神力瞬间被引出，融入了他的右臂经脉之中。
神力入体的瞬间，无与伦比的恐怖高温在他体内爆发。洛星的右臂变得通红，血管暴突，皮肤表面甚至裂开了细微的纹路，金色的光芒从裂纹中迸射而出，刺得人睁不开眼。钻心的剧痛袭来，即便以他饮血劲的肉身，竟也有些承载不住这一丝神力的威压，整条手臂仿佛随时都会炸开。他只能咬紧牙关，强行忍耐。周围的空气被蒸干，脚下的碎石开始融化，一股尊贵且霸道至极的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半空中的苏禅本能地感到一阵心悸，浑身汗毛倒竖，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头远古凶兽给盯上了。装神弄鬼，给我死！恐惧让他失去了理智，苏禅尖叫着，操控魔像疯狂砸下。洛星不退反进，整个人如同一颗逆流而上的金色流星，冲向那尊压下来的巨大魔像。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是简简单单的一记直拳。这一拳融合了圆满境的焚天拳意，更裹挟着那一缕大日神力的毁灭之威。大日焚天，洛星心中低吼。那一刻，擂台仿佛消失了，原本赤金色的拳火在融入了那缕大日神力后，蜕变为了纯粹的白金色。轰隆，震耳欲聋的巨响淹没了所有的声音，整座演武场都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恐怖的冲击波以7号擂台为中心横扫而出，离得最近的8号擂台上，2名正激斗的女修被这股气浪掀飞，狼狈地滚落在地。原本激烈的攻防节奏瞬间被打乱。这他娘的是谁在渡劫吗？原本正如火如荼杀红了眼的手擂战，竟因为这惊天一拳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死死盯着那个方向。远处1号擂台上的秋水也被这动静惊动，他随手挥出一道水幕挡住飞溅而来的碎石，美眸中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惊容。这种纯度的力量，他到底还藏着什么？高台上的长老们不得不挥袖部下结界，挡住那漫天飞射的烟尘与碎石。陈雪玲更是猛地站起身，死死盯着下方烟尘滚滚，遮天蔽日。全场死寂，这个世界疯了吗？这是巨灵竟能搞出来的动静。过了许久，一阵风吹过，烟尘缓缓散去，原本坚固的青石擂台已经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个巨大的熔融深坑，边缘还流淌着赤红的岩浆。深坑边缘，洛星赤裸着上身，右臂上的金光缓缓敛去，身躯因脱力而微微晃动。深坑底部，苏禅的模样已不能用凄惨2字来形容，他蜷缩在那里，浑身焦黑。那至刚至阳的一拳不仅摧毁了他的神通，更像是点燃了他体内所有阴邪的灵力。更致命的是，他的小腹丹田处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赫然在目，残余的灵力正化作黑烟从中不断溢散。他的修为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从筑基初期雪崩般跌落至巨灵凝气，最终彻底溃散。他被废了，彻彻底底，连经脉丹田都一同被那霸道的阳力焚毁，沦为了一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人。那条玄阶上品的副仙灵已经断成了数节，散落在他身边，暗淡无光。焦黑的土地，赤红的岩浆，不省人事的苏禅，以及那断成数节、灵光暗淡的副仙灵，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方才那一拳的恐怖。洛星胸膛微微起伏，缓缓吐出一口灼热的白气。催动那一丝大日神力的代价是灵力几近枯竭，右臂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但他依旧站得笔直。他环视四周，目光从台下那些噤若寒蝉的弟子脸上一一扫过。还有谁想上来试试？无人应声。那一拳的神威已烙印在每个人心底，即便有人猜测他已是强弩之末，可万一他还能再来一拳呢？没人敢用自己的性命去赌。5号擂台上，柳青梅那双妩媚的狐狸眼紧盯着洛星，他下意识地舔了舔红唇，眼神灼热无比。这个小坏蛋竟然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吗？他喃喃自语，感觉心脏都在砰砰乱跳。洛星见无人回应，扯了扯嘴角，没再多言。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高台之上，陈雪玲的脸色在最初的震惊后，反而归于一种诡异的平静。玉师妹，你的眼光不错，希望你能护得住他。他闪身到苏禅旁边，带着他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径直离去。这就走了？玉流苏轻笑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话虽如此，可那双妩媚的凤眸深处却划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他看着洛星，又看向高台最上方那几位神宫境长老眼中的狂热与欣赏，心中明白，这块璞玉终究是光芒万丈，再也藏不住了。高台雅座中，莫轻柔红唇微扬，深深地看了洛星一眼，身形便悄然隐去，只留下一缕若有似无的幽香。当，悠远而绵长的钟声响彻云霄，将这凝滞的气氛打破。守擂战时限已到，时辰到，守擂战结束。执事运足灵力，高声宣布，本次内门大比前10名已经决出，分别是秋水、杨澜、柳青梅、
祝九思、季新晚以及洛星。他的声音传遍演武场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弟子都竖起了耳朵。凡入前10者，皆可获得破镜丹1枚，灵石3万，玄阶上品法器1件。此言一出，台下顿时一片艳羡的惊呼。这3样每一样都价值不菲。只是顿了顿，待台下的议论声稍小，再次朗声开口，声音中带上了一丝肃穆。另外，前10弟子将代表我极乐殿于3日后前往合欢殿参加宗门4殿大比，届时你们将与相思殿、无情殿、百幻殿的天骄同台竞技，争夺宗门最高荣耀。大比胜者奖励更为丰厚，甚至有机会得到宗主大人的亲自指点。4殿大比，宗主亲自指点，人群彻底沸腾。内门大比仅仅只是开胃菜，真正的舞台在3日之后。好了，大比结束，尔等各自散去。执事宣布完毕，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高台之上。人群开始骚动，渐渐散去，但几乎所有人在离开前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那个站在熔坑边的身影。洛星，2道香风扑面而来，林菲儿和宁悠儿一左一右地冲了过来，满脸都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担忧。你这个混蛋，你吓死我了！林菲儿眼圈通红，冲上来二话不说，粉拳就往洛星胸口捶。只是那拳头软绵绵的，与其说是打，不如说是在撒娇。洛星故意倒吸一口凉气，捂着胸口，一脸痛苦。师姐，谋杀亲夫啊！我这刚打完一场硬仗，你再给我来几下，我可就真交代在这儿了。呸！谁是你夫了？林菲儿俏脸一红，手上的动作停了，却还是狠狠地瞪着他。谁让你那么冲动啊？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他伸手想去检查洛星的身体，却又怕碰到他的伤口，一时间手足无措。洛星，你太帅了！宁悠则是两眼放光，满是崇拜的小星星。最后一拳简直就像天神下凡一样，砰的一下就把那个坏女人给打飞了。他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一脸兴奋。洛星苦笑着抬起左手，揉了揉宁悠儿的脑袋。行了，低调。看着眼前2个为自己担惊受怕的女孩，他心中一暖，嘴上却依旧不正经。怎么，是不是被师弟我的英姿彻底折服了？要不要现在就以身相许啊？我跟你们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现在排队等我的人估计能从清幽谷排到山门口去。美的你！林菲儿啐了一口，脸上的担忧总算散去了几分。不远处的秋水见状，停下脚步，浅笑着摇了摇头。罢了，这小子现在可是香饽饽，哪里还轮得到他来关心？他转身离去，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这时，一道娇媚的身影缓缓走来，玉流苏莲步轻移，所过之处，那些还没走远的弟子纷纷低下头，恭敬地让开一条路。他径直来到洛星面前，目光落在他微微颤抖的右臂上。哟，我的小宝贝，真是长本事了。玉流苏的语气听不出喜怒，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在洛星的胸膛上，温润的灵力探入他体内，飞快地游走一圈。下一刻，玉流苏的柳眉微微一挑，洛星体内灵力几乎枯竭，经脉也受损不轻，但那股生机却旺盛的吓人，血气如烘炉，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修复着创伤，恢复的倒挺快。他收回手指，目光转向旁边的林芬儿和宁悠，语气淡了几分：你们2个先回去吧。师尊。林菲儿咬了咬唇，知道师尊有话要单独和洛星说，只能不舍得叮嘱道：那你早点回来疗伤。宁悠则不情不愿地鼓了鼓嘴，还想赖着不走，却被玉流苏似笑非笑地瞥了一眼。他只好拉着林菲儿的手，一步3回头地走了。2人离开后，现场的气氛才真正安静下来。玉流苏转身，华美的裙摆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你随我来。清幽谷后山，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之巅，晚风呼啸，卷起千层云海。玉流苏背对洛星，华美宫裙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勾勒出的曲线惊心动魄。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眺望着崖下宗门星星点点的灯火。洛星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从演武场出来，玉流苏一路上什么话都没说，径直把他带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吹冷风。这份沉默比任何疾言厉色都更让他心里发毛。他现在灵力枯竭，右臂的经脉还隐隐作痛，全身上下跟被大卡车碾过似的，只想赶紧回洞府泡个澡，然后抱着香香软软师姐睡大觉。玉姐姐，洛星试探着开口，您要是不说话，我可就先回去疗伤了，再不治，我怕这条胳膊就废了。他故意把右臂的情况说得严重了几分，试图博取同情。玉流苏终于缓缓转过身，月光下，他那张颠倒众生的容颜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废了。他轻启红唇，声音听不出喜怒。废了也好，省得你以后再到处给我惹是生非。洛星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情况？他连忙摆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玉姐姐，
这可怨不得我，是苏禅他自己找上门来，招式一招比一招狠，摆明了就是要废了我，我总不能站着不动让他打吧。我说的不是苏禅。玉流苏走到他面前，距离近的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醉人的幽香。你这小坏蛋，藏得可真够深的，连我都瞒了过去。他伸出玉指戳了戳洛星的脑袋，声音带上了一丝幽怨。我让你去大比，是想让你磨砺心性，见识一下同门手段。你倒好，直接把天给捅了个窟窿。洛星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合着我打赢了，还有错了？玉流苏看着他那一脸蒙圈的表情，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风情万种。你当真以为在万众瞩目下大放异彩是件好事？你可知今日高台之上那几位神功境长老看你是什么眼神？神功境长老的眼神还能是什么眼神？当然是发现了绝世珍宝的眼神。洛星心里其实挺乐呵，神功境长老啊，那可是行走的大型修炼点，要是能深入交流一次，系统面板上的修炼点还不得直接起飞？就是不知道以他现在的境界能不能扛得住神功境长老的滋补。洛星正美滋滋的想着，冷不丁听到玉流苏那冰冷中带着一丝自嘲的声音，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觉得被他们看上是天大的好事，以后就能攀上更高的大腿了？我这个小小的宁丹境执事，怕是很快就入不了你洛大天才的眼了吧？这酸溜溜的语气简直像是打翻了300年的老陈醋。洛星一个机灵，瞬间从幻想中惊醒。怎么会？玉姐姐在我心里就是天上的月亮，他们顶多算是几颗星星，萤火之光怎敢与皓月争辉？玉流苏定定地看了他半晌，眸中的冰霜似乎融化了些许。他悠悠一叹，语气软了下来，却透着更深的担忧。油嘴滑舌，你当真以为我是在跟你吃那几个老女人的醋？他先手抚上她的脸颊，声音透着无奈。你现在就是一块行走的圣药，谁都想扑上来啃一口。陈雪玲那贱人吃了这么大的亏，绝不会善罢甘休。以她的性子，明着不行，暗地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你以后要多加小心。但更麻烦的是宗门里的其他人。玉流苏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让洛星心头发沉的凝重。尤其是高台上的那几位，我看得清楚，他们看你的眼神贪婪而狂热，像是看到一件能够帮助他们突破瓶颈、延续寿元的无价之宝。洛星脸上的嬉笑慢慢消失，他回想起那一拳之后，高台上投来的那几道目光，炽热、贪婪，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占有欲。当时他只觉得爽，此刻回想，却品出了那份炽热背后的冰冷算计。洛星，你太天真了，你以为他们会像我一样，由着你的性子，把你当个宝一样捧在手心里，为了将你这极品炉鼎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你猜他们会怎么做？洛星愣住了，该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他们会让你侍奉所有人？玉流苏一字一顿说出了那个最残忍的可能，不会给你任何名分，更不会在乎你的想法。你将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宗门里的老家伙们圈养的公共资源，每天要做的就是被他们轮番享用，直到榨干你身上最后一丝价值。到了那时，你不是任何人的道侣，而是所有人的玩物。洛星全身都僵住了，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被关在一个华丽的囚笼里，门外排着一个个面带贪婪笑容的女修，他们手里拿着号码牌，等着进来享用自己，而他就像案板上的鱼肉，无力反抗，任人宰割。操！这不就是顶级牛郎的悲惨生活？不对，牛郎好歹还收钱，他这纯就是免费的续命工具人。一想到那个画面，洛星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一直把炉鼎的身份当成是自己薅系统羊毛的伪装，把跟师姐们的双修当成是互惠互利的游戏。可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炉鼎这2个字背后那血淋淋的现实与绝望。不会吧？洛星的声音有些干涩。好歹我也是这次大比的前10，宗门不至于这么不讲道理。道理？玉流苏不屑的轻笑。在绝对的利益面前，道理是最没用的东西。你越是天才，体质越是特殊，他们就越不可能放过你。一个能让神功境都看到破镜希望的炉鼎，你觉得他们会让你被我一个人独占吗？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在宁丹境这个层面，他玉流苏或许能呼风唤雨，但在那些活了上千年、权柄滔天的神功境长老面前，他的话语权同样微不足道。不是说和欢宗最讲究细水长流吗？洛星的声音有些干涩，杀鸡取卵，应该不至于吧？玉流苏笑了，月光映着他绝美的侧脸，笑声里却没有半分暖意。细水长流，那是有一个人独占你的前提下。打个比方，你是一株万年难遇的灵药，我一个人守着，自然会小心呵护，等它开花结果，让我有机会一窥长生。可若是有10个、100个寿元将近，急需这株灵药续命的老家伙都盯着呢，每个人都怕自己下手晚了，被别人抢了先，谁还会在乎什么细水长流？
他们只会想着在别人动手之前，先从你身上挖下一块肉来，到最后只会是分而食之。最后4个字，他说的轻描淡写，却让洛星如坠冰窟。所以，我死定了。洛星看着他，声音干涩。死？玉流苏嗤笑一声，想死？哪有那么容易？他们会用最好的丹药吊着你的命，让你想死都死不成，直到你变成一具空有生机却没有神智的皮囊，榨干你身上最后一丝价值。洛星咽了咽口水，想死都死不了，这才是真正的绝望。他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幅画面，他被囚禁在一座华美却冰冷的宫殿里，四肢被灵力锁链捆缚。门外，一个个气息强大、面容或苍老或妖冶的女修，正用看猎物的眼神打量着他。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将他当成恢复青春、突破境界的工具，而他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麻木地承受着。神智在日复一日的榨取中逐渐消亡，悬崖上的冷风吹过，他打了个哆嗦，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半晌，洛星呼出一口气，打破了沉默。那咋办？他一脸认真地看向玉流苏，要不咱现在跑路吧？玉流苏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给整不会了。都这种时候了，这小混蛋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他抬手就在洛星脑袋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跑？跑到哪去？你以为合欢宗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宗门大阵覆盖千里，你现在这点修为，别说出宗，连出这座山头都难。更何况，你真当那些老家伙是吃素的？一旦发现你有异动，怕是连极乐殿都走不出去。洛星揉着脑袋，一脸无辜。那玉姐姐，你倒是给指条明路啊。玉流苏沉默了片刻，眸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也不是没有办法。洛星眼睛一亮。什么办法？攀上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敢动的大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他的人，谁敢伸手就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分量。玉流苏抬起头，看向宗门深处那片云雾缭绕的山峰。现在还好，也就是极乐殿的几个老家伙盯上了你，但3日后的4殿大比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届时相思殿、无情殿、百幻殿3殿精英齐出，宗门所有高层都会到场，你的表现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他转过头，凤眸紧紧盯着洛星，一字一顿。所以你必须在那场大比上展现出你作为炉鼎之外的更大的价值。什么价值？洛星问。成长的潜力。玉流苏的声音斩钉截铁。你要让他们看到，你不仅仅是一株能让他们续命的灵药，更是一柄未来能为宗门披荆斩棘的绝世利剑。灵药用完了就丢，但一柄有希望成长为神兵的利剑，他们会百般呵护，倾尽资源去培养，而不是急着将你折断，分了你这身材料。你要让他们明白，圈养你，让你当一个公共炉鼎，是杀鸡取卵，目光短浅；而投资你，给你地位，给你资源，让你成长为宗门未来的顶梁柱，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你的目标是要在那场大比上绽放出让所有店主都无法忽视的光芒。玉流苏越说越激动，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亮光，既是说给洛星听，也像是在说服他自己。店主听到这2个字，洛星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到胸怀宽广的宁幽，那丫头可是相思殿店主的亲传弟子，而且从上次宁幽儿口中得知，他师尊对自己的事情似乎还挺上心。9天玄阴体和不朽阳神体，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被当成公共资源拍卖的那一步，宁幽儿那丫头会坐视不管吗？以他那咋咋呼呼的性格，怕不是要抱着他师尊的大腿哭上3天3夜吧？玉流苏说的没错，要找一棵大树，而莫轻柔这棵相思殿的大树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靠上去。想到这里，洛星心中的颓然一扫而空。我明白了。他看着玉流苏，眼神前所未有的明亮。不就是4殿大比吗？不就是让那些店主看上我吗？简单，我争取让他们为了抢我打起来。玉流苏看着他瞬间恢复过来的样子，微微一怔。这小混蛋的心性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韧。他还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也罢，或许他真的能创造奇迹。玉流苏心中那块悬着的石头不知为何忽然就落下了几分。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现在才距临近巅峰，可以说是大比中最弱的修为。他柔软的身体贴得更近，纤细的手臂环着他的脖颈，吐气如兰。想让那些老家伙们不敢动你，单靠一张嘴可不够。洛星浑身气血上冲，但他现在可是个空壳子，灵力枯竭，全身上下都叫嚣着酸痛，尤其是那条动用了神力的右臂跟断了似的。他苦着脸，顺势将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靠在玉流苏香软的怀里。玉姐姐，我这胳膊疼，腿也软，浑身上下都快散架了，你这是要趁我虚要我命啊？玉流苏闻言非但没松开，反而将他搂得更紧，
惊人的柔软紧紧压着他的后背。他轻笑一声，笑声娇媚入骨：“要你的命，姐姐疼你还来不及呢，就是要趁你虚，才能好好把你这不听话的小坏蛋给补回来。”他不由分说地吻上了洛星的唇，将一道精纯而温润的灵力渡入他的口中。悬崖之巅，云海翻涌，两人以天为被，地为床，开始了一场最原始也最深入的交流。云海为床月作灯，悬崖之上遇人吟。残阳入海寻甘露，枯木逢春意更浓。龙吟凤鸣皎夜色，千山震颤落星辰。一夜修行天地物，晨光破晓又是星。悬崖之上，云散风轻。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海，洛星缓缓睁开双眼，只觉通体舒坦，神完气足。一夜下来，不仅让他伤势尽复，连右臂经脉中的隐痛也消失无踪。感觉如何？怀中的玉人动了动，抬手问道：“好的不能再好了。”洛星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多谢玉姐姐昨夜为我疗伤。”玉流苏伸了个懒腰，完美的曲线在晨光下毕露无遗。他白了洛星一眼：“少贫嘴，现在知道姐姐的好处了，以后还敢不敢那么冲动？”“敢？怎么不敢？”洛星嘿嘿一笑，大手不老实地揽住他的腰肢：“有玉姐姐，你这个随身携带的疗伤圣药，我下次直接挑战神功境。”“滚！”玉流苏笑骂一声，却没推开他。他定定地看着洛星，眸光流转，柔声道：“小坏蛋，记住，你只有3天时间。3天后4殿大比，那才是真正的修罗场。姐姐能帮你一时，却帮不了你一世，你必须尽快拥有自保的力量。”“我明白。”与玉流苏回洞府后，洛星立刻换出了系统面板。宿主洛星，体质不朽阳神体，境界巨灵境巅峰，修炼点36388，功法大日不灭真经，烘炉净小成，阴阳和合功圆满，炼体真解银血。技法焚天拳圆满，雷动3000圆满，大日阳雷手圆满，玄天息壤诀圆满。阳气值，看着那3万多的修炼点，洛星眉头紧紧皱起。突破筑基境需要整整10万点数，还差6万多，3天时间怎么可能凑够？算了，死马当活马医，能干一点是一点吧。接下来的时间，洛星彻底化身为时间管理大师。极乐殿的弟子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新晋的内门前时，大比结束后非但没有闭关休养，反而行踪变得无比诡异。清晨，有人看到他跟在狱长老身后进了洞府，半晌才出来，脚步还有些虚浮。临近中午，他又出现在秋水师姐的庭院里，一进去就是1-2个时辰。下午，他又和柳青梅师姐在演武场的角落里切磋技法，两人衣衫凌乱，香汗淋漓，引人遐想。到了傍晚，他还要去安抚被冷落了一整天，早已怨气冲天的林芬儿。当然，无论他去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个甩不掉的小尾巴，搞得他每次都得同时征战2人。洛星，你走慢一点。宁幽像只欢快的小鸟，亦步亦趋地跟在洛星身后，那天赋异禀的胸怀随着跑动上下起伏，煞是壮观。他刚刚亲眼目睹了洛星是如何安抚完林芬儿，又如何让对方在梨花带雨中满脸红晕的回房巩固境界。洛星，咱们接下来去找谁啊？宁幽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语气里满是好奇与期待，仿佛接下来要去做什么有趣的游戏。洛星脚步一顿，转过身，用一种极为古怪的眼神打量着他。这小妞从大比结束到现在，这1天1夜，她几乎是连轴转，玉流苏、秋水、柳青梅、林芬儿，一个都没落下。即便她是不朽阳神体，肉身强悍，此刻也感觉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被掏空的酸软，精神更是一阵阵发虚。可偏偏这头牛还不能停。而宁幽作为他全程唯一的旁观者兼参与者，却依旧精神抖擞，小脸红润，甚至比2天前还要显得有活力。这就很离谱。洛星的眉头拧了起来。他虽然对双修功法的理解不深，但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他是不朽阳神体，阳气无穷无尽，堪比行走的大日烘炉。而玉流苏、秋水他们体质再好，修为再高，在吸收了他那霸道无比的阳气后，也需要时间去打坐炼化。就像水池蓄水，总有个上限，也需要时间沉淀。宁丹境的玉流苏都需要花时间调息，根基深厚的秋水师姐也需静坐引导灵力运转周天。林芬儿就更不用说了，每次都像被喂撑了的小猫，得睡上大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唯独宁幽这个小妞像个没事人一样。这2天，她跟着自己东奔西跑，以学习观摩的名义全程参与。虽然因为时间紧迫，洛星只是分了些汤水给她，但架不住次数多啊。林林总总加起来，她吸收的阳气绝对不在少数。可她呢，非但没有半点被撑到的迹象，反而气息越来越凝实，整个人像是被洗涤过的宝玉，散发着莹莹宝光。最关键的是，
他完全不需要打坐炼化，就像一块扔进水里的海绵，给了多少就吸多少，而且立马就能用。这不科学，这不修真。尤儿，你……洛星组织了一下语言，试探着问道：“你就一点都不觉得撑得慌？”撑。宁优儿偏着小脑袋，一脸茫然：“不撑啊，我觉得很舒服，浑身都暖洋洋的，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他说着，还挥了挥自己的小粉拳，一脸的天真烂漫。洛星眼角抽搐了一下，他走上前，不由分说地抓住宁优儿的手腕，将一丝灵力探入她体内。宁优儿的经脉中，极阴至寒的气息如万载玄冰，静静流淌。而他渡过去的那一道道纯阳之力，非但没有与其发生冲突，反而被那玄阴之气温顺的包裹牵引，在他的丹田气海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太极气旋，缓缓转动。他的纯阳之力刚猛霸道，如同轰炉烈日；他的玄阴之气精纯至极，宛如九幽寒渊。阳气入体，瞬间就被阴气中和炼化，没有丝毫滞涩，行云流水地转化成了他自身修为的一部分。洛星呆住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宁优不需要打坐炼化了。他根本就不是水池，他娘的是个黑洞，一个与自己完美互补，能够无限承载并瞬间转化他力量的黑洞。玉流苏他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沉淀，而宁优他是直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不朽阳神体，九天玄阴体，原来这才是这两种传说中体质的真正用法。他们根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阴阳大道的两半拼图。洛星松开他的手，眼神放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宁优就是一个可以让他疯狂刷取修炼点的绝佳对象。想到这里，洛星看向宁优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再是看一个有点粘人、天真烂漫的小师妹，而是在看一个能帮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救星。优儿，洛星深吸一口气，脸上挂起前所未有的和蔼笑容。接下来的时间哪里也不去了，咱们回洞府，深入殿，好好的交流一下。我决定了，剩下这2天就专心帮你一个人修炼。宁优儿愣住了，随即她漂亮的大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里面全是惊喜。真的吗？就我们2个人？当然。洛星笑得那叫一个真诚，拍着胸脯保证，从现在开始到4殿大比之前，我就是你一个人的。耶！宁优儿欢呼一声，扑上来就挂在了洛星身上。洛星身子一晃，差点没站稳。这小妮子力气还真是不小，可一想到即将暴涨的修炼点，他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他一把将宁优儿横抱起来，大步朝洞府走去。宁优儿双手勾着他的脖子，整个人都缩在他怀里，小脸红扑扑的。洛星，你说的可不许反悔哦。绝不反悔。洛星笃定道，我这辈子说话最算数。宁优儿开心的不行，凑上来在他脸颊上不得香了一口。洛星脚步一顿，低头看他，这算什么？谢礼啊。宁优儿眨眨眼，就这？那还要怎样吗？宁优儿脸更红了。洛星也不说话，直接低头吻了上去。宁优儿闷哼一声，双手搂紧了他的脖子，热情地回应着。2人就这么一路吻着，直到洞府的门在身后关上。清幽谷洞府内，房门紧闭。洞府外，林菲儿抱着剑坐在石阶上，百无聊赖地撑着下巴。半个时辰前，洛星才刚刚陪过他，还说今天不出去了。可谁知道他刚回房打坐，就听到外面传来洛星和宁优儿的说笑声。然后这2人就进了洞府，到现在都没出来。林菲儿咬着下唇，心里酸得不行。洛星说剩下2天要专心陪宁优，连他都不管了。哼，大色狼。林菲儿小声嘀咕了一句，却又忍不住竖起耳朵去听里面的动静。可惜洞府禁制隔绝了所有声音，他什么也听不到。算了，不等了，谁稀罕。林菲儿站起身，拍拍裙摆上的灰，赌气一样离开了。只是走出没几步，他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紧闭的门扉，眼中满是幽怨。洛星，你个负心汉。洞府内，洛星搂着香汗淋漓的宁优，看着系统面板上跳动的数字，心里美滋滋的。这几个时辰下来，修炼点蹭蹭往上涨，简直比印钞机还快。修炼点加3210，修炼点加3450，修炼点加3680。看着那些数字，洛星眼睛都快笑没了。果然9天玄阴体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充电宝，不对，是他为9天玄阴体量身定做的充电器才对。以宁优现在的吸收速度和转化效率，只要他能撑住，这2天爆干出10万修炼点还真不是梦。宁优瘫在他怀里，小脸红扑扑的，眼神迷离，却没有半点疲态。他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声音软软的，洛星，休息一下吧，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洛星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妮子，咬牙切齿，累？那是当然累啊。不朽阳神体的阳气虽说是无穷无尽，
但持续高强度的输出，此刻也感觉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浑身上下透着虚脱感。好在宁幽儿境界不算高，单次吸收的量还在她承受范围之内，阳气不至于流失过快或过多导致肉身崩溃。而宁幽儿呢，这丫头跟没事人似的，甚至气息比刚才还要凝实了几分，这就是体质互补的恐怖之处。洛星深吸一口气，翻身下床。幽儿，我想起来一件事。什么事呀？宁幽儿好奇地坐起身。你上次跟秋水师姐学的那个玉露凝真诀，还记得吗？记得呀。宁幽儿点点头。师姐说我的体质很适合修炼那个功法，效率特别高。洛星拍了下脑门，他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宁幽儿的9天玄阴体配合玉露凝真诀，那效率才是真的拉满。走，跟我去秋水师姐那里。他3两下套上衣服，拉着宁幽儿就往外走。宁幽儿一脸懵，被他拖着跑。哎，洛星你慢点，去秋水师姐那里干什么啊？洛星头也不回，当然是找他帮忙，提升效率。宁幽儿小脸一垮，被他拖着跑，嘴巴也嘟了起来。你不是说这2天就我们2个人吗？怎么又要去找秋水师姐了？你骗我！洛星脚步一顿，转过身看着宁幽儿那委屈巴巴的大眼睛，心中好笑。放心，我们只是去借个地方，秋水师姐最多在旁边看着，动手的人还是我。到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变得更强，好不好？宁幽儿这才转嗔为喜，满意的点了点头。2人穿过清幽谷的小径，朝秋水的住处走去。正值黄昏时分，天边烧起一片火红的晚霞，山谷里静悄悄的，洛星的灵觉却敏锐地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窥探感，让他心头一凛。走到半路，窥探感愈发强烈，洛星忽然停下脚步。宁幽儿撞在他背上，捂着鼻子，怎么突然停下了？洛星没说话，盯着前方那道突然出现的身影。一名身着华贵紫裙的女子横在路中央，双手抱胸，笑意盈盈地打量着他们。那女子看似半老徐娘，却风韵不减，眉眼间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可洛星看着她，心里却忍不住打鼓。这人他见过，内门大比那天高台上坐着的几位神功境长老，他就是其中之一。小弟弟，这是要去哪里啊？紫裙女子笑着开口，声音甜腻，却让洛星浑身一紧。洛星强作镇定，拱手道：见过长老，弟子正要去拜访一位师姐。哟，还挺有礼貌。紫裙女子掩嘴轻笑，目光却肆无忌惮地在洛星身上打量，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块鲜美的肉。不过小弟弟不用去了，姐姐这里有个地方，比你那师姐的洞府好上千万倍。洛星下意识后退一步，将宁幽儿挡在身后。多谢长老好意，不过弟子已经约好了师姐，不便失约。这老妖婆是神功境。玉流苏的警告声犹在耳边，洛星的头皮一阵发麻。他怎么也没想到麻烦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紫裙女子见他后退，脸上的笑容更浓了。姐姐可不是在跟你商量。话音未落，洛星心头警铃大作，再也顾不得什么礼数。他一把抓住宁幽儿的手腕，体内灵力轰然爆发。走！脚下雷光炸裂，雷动3000催发到了极致。2人化作一道残影，朝着来路疯狂遁去。然而他们刚冲出不到10丈，前方的空间忽然如水波般扭曲了一下。下一刻，那道紫色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们面前，依旧是那副双手抱胸笑盈盈的模样，仿佛从未移动过。洛星心沉了下去。小弟弟，跑什么呀？紫裙女子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红唇，眼中满是戏谑。姐姐又不会吃了你。嘴上说着不会吃，可那眼神分明就是想把她生吞活剥。你想干什么？宁幽儿又惊又怕，却还是鼓起勇气挡在洛星身前，张开双臂试图挡住他。我告诉你，洛星是我的道侣，你不能抢。你的道侣？紫裙女子上下打量了一眼宁幽儿，目光在对方那惊人的曲线上停留了一瞬，啧啧称奇。天赋倒是不错，不过小丫头片子还是回家喝奶去吧，大人的事不是你能掺和的。说完，他身形一晃，竟直接出现在洛星面前。洛星只觉眼前一花，一股浓郁的异香扑面而来，紧接着一双柔软却充满力量的手臂便将他死死抱住。他整个人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带起，直接陷入了一片温香软玉之中。女子将脸埋在他的颈窝，贪婪地吸了一口气，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英俊的脸庞，美味的气息，真是极品。温热的鼻息喷在脖颈上，让洛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姐姐，冷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男可是要加钱的。紫裙女子轻笑一声，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小弟弟还真幽默，姐姐就喜欢你这种有趣的。放开他！宁幽儿急了，他双手结印，一道凌厉的玄阴寒气化作冰锥，直刺女子后心。
然而那冰锥在靠近女子身体3尺范围时，便无声无息地融化了，连对方的护体灵气都没能碰到。不自量力！紫裙女子头也未回，只是冷哼一声，无形的威压扩散开来。宁幽如遭重击，闷哼一声，俏脸变得惨白。幽儿，洛星被勒得动弹不得，只能扯着嗓子干嚎：“小东西，自身都难保了，还有闲心管别人？”女子捏住洛星的下巴，强迫他转过头来看着自己：“跟姐姐走，姐姐会好好疼爱你的，保证让你知道什么叫极乐世界。”宁幽儿稳住身形，看着被挟持的洛星，气得直跺脚。他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块温润的玉牌，那玉牌通体银白，上面篆刻着繁复的纹路，正中央一个古朴的墨字若隐若现：“真传弟子的身份玉牌。”你给我放开他！宁幽儿举起玉牌。紫裙女子原本还是一副戏谑的表情，可当她看清那块玉牌时，脸色骤变。她盯着那块玉牌，声音里透出几分不可置信：“你是相思殿的真传弟子？”真传弟子这4个字在合欢宗的分量远比外人想象的要重得多。4殿各有核心弟子无数，可真传弟子屈指可数。每一位真传都是殿主钦点、倾注心血培养的继承人。某种程度上，真传弟子的地位已经凌驾于普通的内门长老之上，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身后那位殿主的颜面。得罪一个真传弟子，就是在公然挑衅一殿之主。宁幽儿看到对方的反应，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他抬起下巴，努力模仿着师尊平日里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冷哼一声：“我叫宁幽儿，相思殿殿主莫轻柔座下真传弟子。洛星是我未来的道侣，受我师尊看重，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还不赶紧放开他，然后乖乖滚蛋！”紫裙女子脸上的笑意僵住，她的目光死死定在那块小小的玉牌上，眼中的贪婪和欲望迅速冷却，转为惊疑与忌惮。这小丫头片子竟然有这等身份，听见没？我可是有家室的人了。洛星趁机开口，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欠揍：“阿姨，你这口太老了，我啃不动。”紫裙女子的脸色铁青，却不敢发作。她深深地看了洛星一眼，又看了看面色倔强的宁幽，最终还是松开了箍着洛星的手臂。是老身有眼不识泰山了。他微微躬身，朝宁幽儿拱了拱手，姿态放得极低。不知是真传弟子当面，多有冒犯，还望您真传见谅。宁幽儿板着小脸，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冷哼一声：“下次记得擦亮眼睛，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抢的。”紫裙女子嘴角抽了抽，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是，您真传教训的极是。”她深深看了洛星一眼，眼底闪过一抹不甘，随后化作一道紫色流光，消失在了夜色中。等那股压迫感彻底散去，宁幽儿才松了口气。她小跑着过来，一把抱住洛星的手臂，紧紧地贴在胸前：“洛星，你没事吧？那个老女人有没有欺负你？”洛星揉了揉脖子，那里还残留着紫裙女子的体温和香气。“还好，没事。”他低头看着宁幽儿那张关切的小脸，这丫头平时看着迷糊，关键时刻倒是靠得住。“幽儿，谢谢你。”宁幽儿眨眨眼：“谢什么呀？你是我道侣，我保护你是应该的。”他说的理所当然，却让洛星心头一暖。不过洛星，宁幽儿抬起头，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他：“你刚才被那个老女人抱着，是不是很舒服呀？”洛星嘴角抽搐，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丫头关注的重点为什么总是这么清奇？还吃醋？舒服个屁！那老妖婆身上一股紫脂粉味，又浓又呛，熏得我差点背过气去。洛星捂着鼻子，一脸嫌弃：“还有，他那把老骨头硌得我生疼，哪有我们家幽儿抱起来香香软软的？”洛星一边说，还一边煞有介事地揉着自己的腰，仿佛真的被硌得不轻。宁幽儿眨了眨眼，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踮起脚尖，凑到洛星脖颈间，用力嗅了嗅，小鼻子皱了起来：“咦，真的耶，好刺鼻的味道。”他说着，便拉起自己的衣袖，很认真地帮洛星擦拭着脖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擦干净，擦干净，不许沾上别的女人的味道。”洛星看着他认真的小模样，心头那点因为老妖婆留下的后怕都消散了不少。好了，擦干净了。脖颈上的香粉味仿佛真的被他擦掉了，只剩下少女身上淡淡的体香。宁幽儿这才满意地放下衣袖：“走吧。”洛星重新牵起他的手，正事要紧。宁幽儿乖巧地点头。穿过幽静的小径，两人很快便来到了秋水居。秋水居内水气氤氲，洛星推门而入，刚想开口，就看到屏风后的池水中一道曼妙的身影若隐若现。秋水的声音从水雾中传来，带着几分慵懒：“你怎么现在才来？”他从池中站起，水珠顺着雪白的肌肤滑落，勾勒出完美的曲线。秋水随手披上一件薄纱，湿发贴在颈间，
整个人透着一股出水芙蓉般的妩媚。宁悠呀了一声，夸张的捂住眼睛，指缝却张得大大的，娇嗔道：秋水师姐，你能不能先穿好衣服再说话？我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哟，悠儿也在啊。秋水笑着走过来，也不避讳，怎么这叫害羞了？之前跟着洛星观摩学习的时候，你那眼睛瞪得可比谁都大。宁悠儿不好意思的别过脸，娇哼一声。洛星没心思开玩笑，直接开门见山：秋水师姐，我遇到麻烦了。秋水看着他严肃的表情，脸上的调侃也淡了下去。什么麻烦？洛星没绕弯子，将刚才半路被神宫镜长老拦截，以及玉流苏对他说的那些关于公共炉鼎的残酷未来的话，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随着他的叙述，秋水脸上越来越凝重。你是说紫霞峰的陈长老？他秀眉紧蹙。我不认识，就一个穿紫裙子的半老徐娘，身上的脂粉味很重。秋水叹了口气，那就是他了。紫霞峰的陈长老，此人行事向来霸道，看重的东西从不轻易放手。更麻烦的是，他在神宫境中也算是有些资历的存在，寻常长老根本不敢招惹他。他抬眼看向洛星，不过话说回来，你是怎么从他手里逃出来的？秋水上下打量着洛星，语气里满是不解。神宫镜的存在，想要拿捏一个巨灵镜，那还不是跟玩似的？洛星微微一笑，师姐，你忘记悠儿的身份了吗？悠儿的身份？秋水愣了一下，目光转向一旁的宁悠。宁悠立刻挺起自己傲人的胸脯，得意洋洋地晃了晃手里的真传玉牌。我可是相思殿真传弟子呀！那老女人一看到我师尊的玉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秋水眼睛一亮，对啊，这小丫头可是莫清柔殿主钦点的真传弟子，在合欢宗，真传弟子的地位甚至普通内门长老要高，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背后那位殿主的颜面。极乐殿的陈长老再怎么神恭敬，也不敢公然得罪相思殿的殿主。你这小丫头倒是派上大用场了。秋水笑着揉了揉宁悠儿的脑袋。宁悠儿嘿嘿一笑，抱着洛星的手臂晃了晃。那是当然，洛星是我道侣，我当然要保护他了。秋水在旁边的矮榻上坐下，纤细的玉指轻轻敲着桌面，眉头微蹙。虽然这次躲过去了，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他抬眼看向洛星，陈长老投鼠忌器，或许不敢再明着对你动手，但他可以在背后使绊子，更别说还有其他那些藏在暗处寿元将近的神宫境老家伙。而且还有2日就是4殿大比，到时候相思殿、无情殿、百欢殿的高层都会到场，届时你若表现得太过耀眼，恐怕会引来更多的觊觎。洛星打断了秋水的思索，直接开口：师姐，不用想了，藏不住的。与其被动的等着被瓜分，不如我自己掀了这张桌子。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我洛星不只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肉，更是他们不敢动，甚至要抢着投资的未来。秋水居内一片安静，只有池水的热气还在袅袅升腾。秋水怔怔地看着他，从他眼中看到了不顾一切的疯狂。许久，他才悠悠一叹想法是好，可你现在只是巨灵境巅峰，拿什么去掀桌子？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师姐？洛星打断他的话，笑得有些神秘。什么意思？我要在大比前突破筑基？不可能。秋水几乎是下意识的否定。2天时间，从巨灵境巅峰突破到筑基，你当筑基是大白菜，想摘就摘。秋水见洛星没反应，只是笑着看着他，急得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洛星，我跟你说正经的，筑基筑的是道基，是一个修饰未来仙途的根基。这个过程需要水磨功夫，需要感悟天地，让灵力在体内沉淀质变，最终凝练出属于自己的道台。他神情严肃无比。2天时间，就算你侥幸成功，铸造出的也只会是空中楼阁，根基虚浮，道台不稳，这等同于自毁前程。你未来的路可能就永远止步于筑基了。这是拿你自己的仙路开玩笑，你懂不懂？在修行界，筑基是修士一生中最重要的关口之一，根基不稳，后患无穷，甚至会影响到日后的每一次突破。多少天才就是因为急功近利，强行筑基，结果道基崩塌，一生就此止步。洛星却笑了，他反手握住秋水冰凉柔滑的手腕，紧了紧。师姐，你说的都对，可我赶时间啊。他看着秋水，眼神里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至于是不是在自毁前程，师姐你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秋水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气到了，一把抽回自己的手。你心里有数？你有什么数？拿你的命去数吗？他没好气的在矮榻上坐下，胸口起伏不定。还待在这干什么？我可不能帮你2天筑基，我更不会帮你做这种自毁前程的蠢事。师姐别生气嘛。洛星嬉皮笑脸的凑过去，蹲在他面前。我没让你帮我筑基，就是想借师姐的宝地一用。
秋水愣了一下，借地方。他看了看洛星，又看了看一旁乖巧站着的宁幽。9天玄阴体，他瞬间明白了洛星的打算。你是想秋水迟疑道，利用幽儿的9天玄阴体来辅助突破？这倒不是没有先例，阴阳双修本就是和欢宗的拿手绝活，借助道侣的体质来辅助突破，也算是常规操作。只不过这种做法通常是在充分准备、道基稳固的前提下，用来提升突破成功率的。而洛星现在这情况，分明就是想临时抱佛脚，强行冲关。秋水盯着他看了许久，最终所有的怒火都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行吧，他自嘲一笑，既然你非要撞着南墙，我还能拦着不成？晚风吹来，将他的裙摆微微扬起。秋水看着屋里已经迫不及待的两人，最后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洛星，我再警告你一次，道基之事非同儿戏，你最好想清楚。想清楚了。洛星回答的干脆利落。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所谓的根基不稳，在他这里根本不存在。修炼点砸下去，突破就是完美的突破，不存在任何后遗症。他要赌的只是自己这副肉身能不能撑到那一刻。看着他那坚定的眼神，秋水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了。随便你们吧。他摆了摆手，转身向外走去，留给两人一个无奈的背影。记住，别把我的床弄坏了。秋水转身离开，顺手将房门关上，木门隔绝了视线。房间里只剩下洛星和宁幽。宁幽坐在床边，晃着小腿，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洛星。洛星，你真的要突破筑基啊？不然呢？洛星盘膝坐定，闭上眼睛，感受体内的灵力流转。可是秋水师姐说，这样会毁掉你的根基。放心，洛星睁开眼，对他露出一抹安抚的笑。根基不根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幽儿，接下来就靠你了。宁幽撅了撅嘴，虽然还是有些担心，但还是乖乖点了点头。时间一点点流逝，房间里除了功法运转的呼啸声，再无其他动静。1个时辰，2个时辰，5个时辰，洛星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即便是不朽阳神体，连续输出这么久，也感觉到了一丝吃力。宁幽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睁开眼睛。洛星，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的脸好白。不用。洛星摇头，时间不多了，继续。宁幽儿抿了抿嘴唇，乖巧的点点头。秋水居的卧房内，冰与火的气息在这里纠缠了整整2天1夜，墙壁上凝结的水珠淌下，又被蒸干，循环往复，留下一道道斑驳的水痕。时间已是第3日深夜，距离4殿大比仅剩最后几个时辰。噗！洛星猛地睁开眼，一口灼热的鲜血喷出，他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发紫，连那长长的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细密的白色冰霜。不朽阳神体那号称无穷无尽的阳气，在这样不眠不休的疯狂消耗下，也终于触碰到了某种极限。这并非阳气枯竭，而是承载阳气的肉身先一步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血肉在哀嚎，经脉在抽搐，骨骼在呻吟，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向他传递着濒临崩溃的信号，就连神智都开始变得模糊。洛星！宁幽儿惊呼一声，连忙扑过来扶住他。他看着洛星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吓了一跳。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洛星虚弱地摆了摆手，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没事，扶我起来，我还能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习惯性地在心中唤出系统面板。面板上的数字在他的视野中疯狂跳动，模糊重叠，他用尽全力才终于看清了那串让他魂牵梦萦的数字修炼点，100183。够了，终于够了。当看清这个数字的瞬间，洛星紧绷的神经骤然一松，两眼一黑，整个人软软的朝后倒去。洛星！宁幽儿连忙扑过去，将他抱在怀里，让他枕在自己柔软的腿上。你醒醒，你别睡，阿伟。他感受着洛星身上那冰火交织、紊乱到极点的气息，吓得六神无主。没事。一个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洛星干裂的唇间溢出。他看着宁幽儿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扯动嘴角，想笑一下，却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带我回清幽谷，找玉长老。好，我马上带你回去。宁幽儿看着他那副摇摇欲坠的样子，也不敢耽搁，连忙扶着他往外走。推开房门，院中月凉如水。秋水居的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池水还在不知疲倦地冒着热气。洛星用仅存的意识扫了一眼，没看到秋水的身影，倒是桌上放着一个玉瓶，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宁幽儿走过去，拿起纸条，念道：筑基丹1枚，算是我最后的帮忙，好自为之。洛星心中一暖，这个冷面师姐嘴上说的那么绝情，最后还是留了这么一手。虽然他用不着筑基丹，但这份心意他记下了。走吧。
洛星费力的抬手拿起那枚沉甸甸的玉瓶，揣进怀里。